爸是街溜子，我妈是大混子，全家都靠低保过日子，好不容易谈了个女朋友，也嫌我穷，直接跟一个开宝马的黄毛跑了。就在我感叹命运为何如此坎坷之时，手机里却收到了个100万的转账，而且还是自己那个整天游手好闲的母亲给的。看着余额短信上的7位数，我直接懵了，连忙打通电话询问道：“妈，这钱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撸王贷了？难道是老爸把房子卖了？不过咱家房子应该也不值钱吧？”电话那边母亲略带歉意的解释道：“傻孩子，这么多年委屈你了，瞒了你这么久，是时候让你知道真相了。其实咱家不是低保户，咱家是世界首富，你爷爷是世界第1财团的掌控者，你爸爸经营的集团也在世界前50。”什么？老妈的话让我傻眼了。整天坐在村口给一群老太太吹牛的爷爷，竟然是全球首富，好吃懒做的父亲，还是龙国前50强集团的大佬。老妈，你别闹，虽然我现在因为穷被甩了，但是你也不必编出这么离谱的事情来安慰我。我那个混子老爹怎么可能是首富啊？傻孩子，妈说的都是真的。你刚出生的时候，爷爷和爸爸怕宠坏你，所以从小到大一直故意穷养你。现在你长大了，也体会到了赚钱的辛苦和不易，我们觉得是时候该告诉你真相了。听着电话中母亲认真的解释，我张着嘴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看我不说话，母亲接着说道：“你要是还不信的话，可以去找鼎和集团的陈豪成，他是你爸爸集团旗下清水分部的负责人，以后就是你的私人助理了。你先跟着他了解一下咱们在清水城的产业。对了，儿子，分手也别难过，这种拜金女配不上你，妈给你找了个大明星当老婆，叫萧慕言，有空去见见。”什么？本地财力第1的鼎和集团总经理，以后居然是自己的助理，全民女神萧慕言还是自己的未婚妻。我靠，原来自己的身份竟然这么牛逼，平常做梦我都不敢这么想，现在居然成真了。不过这还没完，老妈又接着说道：“我给你寄了一张黑卡过去，是你爷爷给你的，说这些年委屈你了，卡是全球通用无上限额度的，以后用钱就刷这张卡吧。”什么黑卡？老妈的话听得我整个人都精神了。妈呀，老爷子太豪了！小的时候经常听他说，那个叫巴什么菲特为了跟他吃饭，花了1000多万，看来是真的呀。好的妈，我知道了，你让我消化一下，我先挂了哈。挂了电话后，我脑子嗡嗡的，看着手中还没来得及舔的酸奶盖，我抬手就是一个3分扔进垃圾桶里。妈的，都成富二代了，谁还舔盖呀？要抓紧回家把妈寄过来的那张黑卡找出来。早上出门的时候，房东大姐还说今天交不上房租就把我的东西全扔出来，要是搞丢了可就尴尬了。于是我连忙叫了一辆出租车赶回出租屋，到了楼下看到走廊外面并没有自己被扔出来的行李后，我才稍稍松了口气。看来这房东大姐也不是那么不近人情的人，一会给她多转2万，算是赏她的了。就在我感叹人间自有真情在的时候，一个戴着大金链子的中年妇女从我房间里走了出来，我连忙笑着打招呼：“房东大姐，你再这样，我切！”我话还没说完，房东大姐却打断了我，一脸嘲笑的说道：“这次算你小子走运，女朋友找了个有钱的主，人家替你把房租交了，你的行李都在里面呢。”听到房东的话，我收起了脸上的笑容，皱着眉说道：“等等，你说谁给我交的房租？你女朋友的新男友给你交的房租啊？你不知道吗？哦，不对，现在应该叫前女友了。不过无所谓，反正就是有人替你交了。”房东大姐不耐烦地解释了一句，推开我便准备要走，我连忙伸手拦住她说道：“不用了，我的房租我自己会出，你把钱还给她吧。”听到这话，房东不乐意了，嫌弃地说道：“你个穷货，你有钱吗？有人替你交了房租你就偷着乐吧，瞎较什么劲？”这时我的前女友林倩倩听到声音，挽着她的新男友张浩东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回来是为了拿走自己东西的。林倩倩看到我翻了个白眼说道：“王成，没钱就别再装了，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你有钱吗？3000块钱的房租都够要你命了，我记得你1个月工资最多也就2800吧。再说了，你不是被公司开除了吗？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吧？”呵呵，我看着林倩倩趾高气扬的模样冷笑一声，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沓钞票砸在房东的手上说道：“这是1万，3000付我欠你的房租，剩下的7000是你的小费，不用找了。我说过我不需要其他人来替我交房租。”房东大姐看着手中沉甸甸的纸钞也是一惊，没想到我真能拿出3000块的房租，竟然还说要给7000块钱当小费。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啊！随后拿在手里搓了搓，又在太阳光下照了照，数了一遍确定金额没错后，立马喜笑颜开的说道：“好嘞，谢谢老板打赏，楼上男兵1。”嗨嗨，不对，意识到自己说错话的房东大姐立马转头看向张浩东说道：“不好意思小伙子，这3000块钱还给你。”张浩东看着房东递过来的3000块钱，眉头一皱，自己花出去的钱竟然被人退回来了，这让他很没面子，特别是在自己新泡到的妹子面前。转头对身边的林倩倩说道：“宝贝，下午我给你在橡树湾买套房子住，跟了我就不用像某人一样租房子住了。没出息的东西，能拿出1万块钱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还给7000块钱的小费，装你马呢？真的吗？张少，那今晚我给你独龙吧。”听到张浩东要给自己买房，林倩倩当即兴奋了起来，更是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干燥的嘴唇。听到独龙2字，张浩东全身不由得一颤，接着对我嘲讽道：“你小子知不知道橡树湾的房子多少一套？最便宜的也要180个 W， 你干一辈子都买不起，你个小丑还敢在我面前装逼！”听到张浩东的话，我面色一呆，最便宜的一套竟然要180万。橡树湾小区，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鼎和集团旗下的房地产吧？鼎和集团是自己老爸的，那岂不就是自己的吗？没想到自己家的房子竟然卖得这么贵。想到这里，我压下心中的震惊，看着面前洋洋得意的狗男女，微笑道：“真了不起，张少还真是出手大方啊！为了这么个二手货都能花180万，
倩倩啊，好好跟人家张少过日子，希望你千万不要后悔今天的选择。张浩东听到二手货3个字，眉头一皱，刚要开口说话，林倩倩却抢先厌恶地说道：“我会后悔，你想多了，离开你这个穷货是我最明智的选择，希望你别纠缠我了，咱俩以后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说完便头也不回地挽着张浩东走了。见此我并没有反驳，林倩倩说的没错，自己跟他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现在我更期待的是大明星未婚妻。然后我在屋里找到了母亲寄来的快递，打开文件袋，果然看到了一张黑卡。看着手中的卡，我直接笑出了声。无限额度啊，有了这张卡我就有用不完的钱了。不过自己现在要做的不是享受，而是复仇。想当初之前的公司老板吴勇，为了给他的小蜜安排工作，随便找了个理由就把我开除了，导致我没钱交房租，女朋友也跑了。今天就先拿下你。随后我打车来到鼎和集团楼下，打算找总经理陈豪成，让他帮我去收购吴勇的公司。可没想到在公司楼下被一个保安给拦了下来。喂，你找谁啊？我笑着回答道：我找鼎和集团总经理陈豪成。找陈总？你是干什么的？没事别在这晃悠，赶紧离开。陈总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那保安大叔摆摆手，不耐烦地对我说道。看到保安的态度，我不在意地笑了笑，解释道：我叫王成，是你们陈总的贵客，你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就知道了。贵客？就凭你？那保安大叔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看我穿着廉价，眼里露出不屑之意。我看着保安那眼中歧视的目光，耐心地说道：我劝你最好还是让我进去，不然到时候你们陈总怪罪起来，我也帮不了你们。哟呵，你算什么东西？我就不让你进，你能把老子怎么样？你以为你是谁？重生之我是霸道总裁吗？旁边另一个保安也走过来，一脸挑衅地看着我说道。此时也有不少人正站在旁边吃瓜。刘小小看到门口争吵的场面也凑了过来，皱着眉怒声道：吵什么呢？发生什么事了？保安看到来人连忙凑上前解释道：刘总监，有个骗子说是陈总的贵客，没让他进去他就闹起来了。不过您放心，我们这就将他赶出去，绝对不会让他影响公司形象。陈总的贵客，你叫什么名字？有预约吗？刘小小闻言转头看向我询问道。王成，我见他不需要预约，你给陈豪成打个电话，直接报我名字就行。经过这么一闹，我现在已经失去了耐心。这个陈豪成怎么办事的？就不知道提前通知一声下面的人。听到我的话，刘小小没有多说什么，直接拿出手机打给总经理陈豪成。电话接通后，里面立即传来一道粗犷的声音：刘总监，什么事？我正开会呢。陈总，不好意思，楼下有个叫王成的找您，你认识吗？卧槽！只听电话中传来一声惊呼，随后接着说道：马上迎接上来。不对，人在楼下是吧？我亲自下来迎接吧。人你给我照顾好了，要按照最高规格接待。陈总什么情况啊？这个人是谁啊？刘小小一脸懵，话还没说完，却听到电话被挂断的声音。而一边的保安在听到电话里陈总惊呼声后，又看到刘小小愣在原地不说话，以为刘小小是被陈总骂了，瞬间在心里确定了我骗子的身份，迫不及待地看着我，得意洋洋地说道：怎么样，身份被戳穿了吧？我就说像你这种混子怎么可能是陈总的贵客，还不快滚！保安话刚说完，刘小小回过神来，大声骂道：滚，你被开除了！没眼力见的蠢货！我说话了吗？你在这显摆什么？随即转过头，满脸微笑地对着我说道：不好意思啊，王公子，让您见笑了。陈总都给我说了，您里面请，他现在正在下楼，说要亲自过来接你。我点点头，没有说话，冷着脸跟着刘小小走进大厦。至于那个保安，我直接无视，纯愣头青。领导都还没说话，自己非要出来当出头鸟，你不倒霉谁倒霉？走进会客厅，我刚坐下，就看到一个中年男人推开门冲了进来。陈豪成是一路小跑赶过来的，进屋看到我就连忙热切地迎了上来，握住我的双手，激动地道：少爷，我可算把你给盼来了，我等你等得好苦啊，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一副舔狗的模样，直接把旁边刘小小看呆了。平时高冷霸道的陈总怎么跟条舔狗一样？此时陈豪成也注意到了一边站着的刘小小，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随即直起身子，表情严肃地对刘小小吩咐道：刘总监，你先出去吧，这里交给我就行了。好的，陈总。刘小小回过神，快步走出会客室。陈豪成打发走刘小小后，神情又变得殷切起来。少爷，你终于过来找我了，叫我等得好辛苦啊！我看着眼前殷勤的中年男人，也是一阵头大，没想到这个陈豪成会这么热情。陈总，我刚一开口却被陈豪成打断了。少爷，您这是干嘛？叫我小陈就行。陈豪成一脸谄媚地说道。小陈？我一脸尴尬地看着眼前的中年男人说道。那我叫你陈助理吧。是这样的，我这次来有2件事情需要麻烦你一下。听到这话，陈豪成稍稍挺直了一下腰，正色道：少爷有事您尽管吩咐，我在清水城经营数十年，黑白两道都有人，只要我出面绝对都能摆平，保证让您满意。我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我想让你帮我收购恒丰文化娱乐公司，最好能将董事会的汪东辉赶出去。陈豪成想都没想，立马点头答应道：没问题，这个公司咱们集团正好也有股份，我马上让人去办。少爷，那个汪东辉是不是得罪您了？要不要我找人替您出口气？我摆了摆手，继续说道：这个你先不用管，另外帮我在橡树湾安排个房子，要最大最好的，今天我就要住。陈豪成连连点头说道：这个更简单，橡树湾就是咱家的产业，少爷您想住哪栋就住哪栋，我现在就给您安排。不愧是当领导的人，效率就是快，当着我面就把事情吩咐下去。随即我满意的站起身说道：那你去忙吧，我等你的好消息。我先回去了，房子的事安排好了，立马告诉我。陈豪成见我要走，立马说道：少爷，那我送您回去吧。我摆摆手，正色道：不用了，我自己打个车回去就行。扮猪吃老虎的游戏才刚刚开始呢，先不着急暴露身份。王成说着站了起来，准备回去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对陈豪成继续说道：对了，我的身份暂时保密。好的，全听少爷安排。陈豪成神色认真的点了点头，还给王成留了他的联系电话，24小时为他开机。王成从大厦出来后，用手机叫了一辆出租车，
陈豪成想亲自送他，却被王成给拒绝了。他怕这样太惹人眼球了不好，要低调。这次出来的时候，那保安大叔对王成一脸的恭敬之色，甚至还惴惴不安地对王成道歉：“王公子，实在是对不住，刚才我也是职责所在，您大人大量，我也是混口饭吃。”他话还未说完，王成便笑着打断道：“没事，我完全不在意，你去忙吧。”王成哪会跟他计较，毕竟人家也是职责所在。只是那个被开除的年轻保安态度却有些轻佻和嚣张，开了他也好。很快出租车到了，王成钻进去后，直接回了出租房收拾行李，准备搬家。忙了大半天后，肚子刚好饿了，正准备找个地方吃点东西，突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这个时候谁会过来看我？王成怀着好奇的心情将门给打开了，只见门外站着一个5大3粗的胖子。马胖子，你今儿怎么有空来我这？王成有些意外，这马胖子是王成的大学同学，本名叫马大东，毕业后也留在了清水城奋斗拼搏，是王成在清水城最好的兄弟。不过今天不是周末，他应该是在上班才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走，哥今儿特地请假过来陪你喝酒撸串。马大东很是豪爽地揽住了王成的肩膀。王成有些感动，这马胖子显然是知道他跟林倩倩分手了，猜到他可能心情不好，便特地请假过来陪他喝酒撸串散心，实在是最佳铁哥们了。行，走吧，能让你请客还真是不简单。王成也刚好肚子饿了，便爽快地答应了。两人来到了楼下的大排档后，点了点几瓶啤酒和很多烤串，便开始开心地吃了起来。马大东还不忘安慰道：“兄弟，那林倩倩我早就看出有问题了，分得好。这种见钱眼开的女人，早分手早解脱。”马大东撸了一串烤肉后说道：“我早就不在意了。对了，你女朋友的病情怎么样了？”王成似乎想起了什么，忍不住关心地说道：“马大东的女朋友叫刘涵涵，在大学时候就在一起的。虽然刘涵涵长得不是很漂亮，但两人相处的还算不错。可是没想到刘涵涵被查出了尿毒症，要想活下去，只能换肾，别无他法。要换肾，医生说至少要30万。”马大东惨然一笑：“那他父母呢？”王成忍不住追问道：“涵涵的父母都是农村的，哪有那么多钱？他上大学还是助学贷款的，去年才刚还完。”说到这里，马大东拿过酒瓶灌了几口。那你怎么想呢？王成想着，如果马大东想继续跟刘涵涵好下去的话，他可以考虑出个钱来救治刘涵涵，还能怎么样？我这辈子就认他了。本来想找父母借点钱，但他们不同意我再跟涵涵交往下去，更不会给我钱了，所以这医药费怕是要我自己去想办法了。好在我这几年也有几万的存款。马大东这人什么都好，就是重感情，包括友情、爱情。大东，你还差多少？跟我说，我给你补满。王成想着能帮他一点就帮他一点，毕竟这个世上相信爱情的傻瓜已经越来越少了。别逗了，你那点积蓄哪够？何况你现在都没有工作了，留着自己过生活吧。马大东强作欢颜地说道：“我是说真的，我中彩票了。”王成只能这样说了，不然把他真实身份说出来，怕吓到他。中彩票？那玩意能中奖才见鬼呢！马大东没好气地笑道。不过王成没再给他继续解释下去，而是拿起手机直接用支付宝转给了他30万。支付宝到账30万。很快在喝酒的马大东忽然听到了自己手机里传出了支付宝的声音，顿时大惊，赶紧拿起手机扫了一眼，忽然神情大变，看到那一笔巨款和打款人，彻底惊呆了。第07，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了。马大东的确被惊到了，这30万的打款人居然是坐在对面的王成，这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兄弟，你真见鬼了！马大东瞪大了眼珠子，一脸不敢置信地问道：“不是见鬼，是中彩票。”王成再次强调道：“不好意思，太激动了，都语无伦次了。你这是中了多少奖金啊？”马大东激动地追问道：“不多，也就50万吧。”王成随口编了个数字，他可不敢把他无上限的身家说出来，怕吓死他。50万，那也不少了。没想到兄弟你情场失意，赌场得意啊！来，咱哥干一杯！马大东豪爽地举起啤酒杯来跟王成碰了一下，随即痛快地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有了这30万，他女朋友刘涵涵终于有钱做手术了，压在他心头的那块大石头暂时算是放下了。兄弟，我先跟你说好，这30万算我借你的，等我有钱了，我一定还你。马大东还是很有原则的，虽然王成是他最好的兄弟，但钱归钱，情义归情义，不急。王成笑了笑说道：“这30万对现在的他来说还真不算什么。”两人又闲聊了片刻，马大东似乎又想起了什么，说道：“对了，
这个周末有同学聚会，你那个前女友林倩倩也会去，你去吗？去，当然去，干嘛不去？王成之前也见过班级群里在讨论同学聚会的事情，但那时他刚失业，去了丢脸就没回应。现在知道自己超级富二代的身份后，王成自然要去了。对了，他们聚会地点确定好了没？之前一直没怎么注意。在新泰大酒店，听说这次班花何小妍刚好从国外回来，也会参加这同学聚会，而且听说她还是单身哦。马大东瞥了一眼王成，意味深长地说道。王成岂能不明白马大东话里的意思？就是你现在分手了，正好单身可以追求何小妍了。何况当年大学的时候，王成也追过何小妍，本来就快要好上的时候，他选择了出国留学深造，王成这才掉头选择了林倩倩。别说笑了，我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他哪会看上我？王成笑了笑说道，并不在意。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已物是人非，何况现在的他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王成了。眼下王成更多的是对未婚妻萧慕言的期待，其他女孩跟他比起来，无论是颜值还是身家背景都比不了。和马大东分别后，王成也填饱了肚子，便拖着2个大行李箱准备搬家去橡树湾紫金冠别墅。用手机叫了一辆出租车后，带上行李就直奔橡树湾了。橡树湾分公寓型的普通小区和别墅型的花园小区，2个小区虽然相邻而建，但价格相差至少10倍，所住的人群也是隔着好几个等级。出租车司机将王成送到了橡树湾社区服务部。从车上下来后，王成拖着2个大行李箱，有些茫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好在走几步便是橡树湾社区服务部了，去里面问问吧。不知道陈豪成帮我安排好了没？王成想着的时候，拖着2个大行李箱走进了社区服务部。哪想到刚进去便遇见了2个熟悉的人，正是林倩倩和她的高富帅男友。此时他们好像刚办完买房手续，正准备出来，迎面却看到了拖着2个行李箱走进来的王成。王成，他怎么会来这里？林倩倩一副疑惑的表情，而他身边高富帅张浩东看到这里，嘴角却是微微一扬，似是终于找到了在王成面前装逼的机会。很快王成也看到了林倩倩和张浩东，微微一皱眉，看来张浩东果然带着林倩倩来这里买房了。王成，真是好巧啊，你这穷逼怎么会来这橡树湾呢？不会是追着倩倩过来的吧？张浩东带着一丝嘲讽的说道。你想多了，我是搬家到这里。王成淡淡的回应道。这时林倩倩和张浩东才注意到王成是带着行李过来的。王成，你不会是搬来橡树湾小区租房住吧？我告诉你，这里的房租可不便宜，你现在连工作都没有，在这里住不起的。林倩倩张嘴便奚落道。我住不住得起关你什么事情？王成冷冷的回应道。是不关我什么事情，不过你最好别惦记我了，我和你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林倩倩自以为王成搬来这里是为了继续能近距离的看到他，为了让王成死心，他甚至还拎起了手里的 LV 包包以及那份购房协议，给王成看了看，并继续说道，看见了没？2万8的 LV 包包，180万的橡树湾房子，这些是你永远不可能给我的。张浩东在旁边也是嘴角微微上扬，昨晚王成在他面前用1万块房租装逼，让他很不爽，现在他终于扳回了一局，心里大爽。穷逼，看到了没？这才叫实力，没钱就少在人前装逼。说完，张浩东搂着林倩倩的腰，得意洋洋地准备离开。然而就在这时，社区服务部的经理林阳看到王成出现后，他终于松了口气。总经理亲自吩咐过他，叫他务必好好接待一位叫王成的公子，给他安排入住紫金冠最高档的那栋花园别墅，若有差错就要开除他，还发给了他王成的照片以便核对。整整1天，这位社区服务部的经理林阳一直在等待王成上门，心里一直惴惴不安的。好在王成终于出现了，在他再三核对了照片和王成相貌后，终于确定这位王成就是陈总叫他招待的对象了。林阳没有犹豫，赶紧一脸恭敬地迎了上去。王公子，我是橡树湾社区服务部经理，您的紫金冠别墅我已经给您安排好了，请跟我来。王成轻描淡写的点了点头，似乎这一切都是他应该的。而听到对话的林倩倩和张浩东却是张大了嘴，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橡树湾紫金冠别墅，那至少是2000万起步的别墅，这小子难道要住那里？本来还得意洋洋的张浩东又傻眼了，而林倩倩此时也莫名的不敢相信，王成穷的连房租都付不起，怎么可能住得起紫金冠别墅？王成完全没把他们俩放在眼里，只是走了几步后，忽然回头对呆愣在当场的林倩倩说道：对了，倩倩，有句话你说的我很认同。哪句话？林倩倩愣愣的说道。
那就是我和你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王成嘴角微微一笑，将话原封不动的还给了他。第08豪门别墅女仆，她怎么可能住得起紫金观花园别墅呢？这绝对不可能。林倩倩完全不相信王成能住得起橡树湾的紫金观花园别墅，要知道那可是2000万一套的别墅，能住里面的非富即贵，即使王成是租房住那里，以他的身家也住不起。这小子哪来这么多手段？张浩东此时很郁闷，本来还以为在王成面前装逼成功，万万没想到又被他打了脸。不过他也不相信王成这个穷逼能住得起紫金观别墅，能住里面的非富即贵，连他父亲都住不进去，王成这个穷小子就更不可能了。张浩东想了想，随即想到了一个非常有可能的假设，我估计这小子为了在你面前装的有钱，可能是花钱请人来演这一场戏的。对，应该就是这样的，他不可能住得起紫金观花园别墅的，一定是他花钱请人来演的戏。林倩倩也点了点头，自我安慰道，也只有这个解释能说得过去了。对了，后天你们不是有大学的同学聚会吗？带上我，我有办法让他在他的同学面前暴露穷逼的身份，看他还怎么装。张浩东嘴角又扬起了一抹微笑，这次他一定要让王成颜面扫地，看他还怎么在他面前装逼。他张浩东最痛恨的就是别人在自己面前装逼。刚好我还没向几个要好的同学介绍过你。听到这里，林倩倩心情好了不少。张浩东可是清水城名扬集团的二公子，妥妥的高富帅，自然要好好在同学面前炫耀一番，特别是在女同学面前，让他们羡慕自己。王成跟着林阳一路来到了橡树湾紫金观花园别墅区，这里跟橡树湾普通小区不一样，除了是独栋别墅外，还自带花园和泳池，绝对是超级富豪才能住得起的地方。另外，这紫金观别墅区的安保系统也非常严格，好在王成是跟着林阳进来的，不然像他这样的陌生人根本进不来。有钱人住的地方果然是奢华。王成在林阳的带领下边走边观望着，看到那一栋一栋的奢华别墅，感叹连连。换作以前，他想都不敢想能进到这里，而现在他却真真切切地走在这奢华别墅区内。很快，林阳将王成领到了一栋装修很是奢华的花园别墅前。花园里栽种着很多赏心悦目的植物花卉，一看就知道很名贵，而泳池也很大，足有100平，池水清澈见底，关键是还安装有自动换水装置，不要太先进。好大的泳池，王成想着以后可以随时在这里游泳了，简直是太爽了。林阳将王成带到了别墅的大门前，然后非常恭敬地对王成说道，王公子，这是大门的刷脸装置，麻烦你站在这前面，我给您调配下，以后你只要刷脸就可以开门了。好的。王成感觉这刷脸开门也太先进了，随即按照林阳的话站在了大门前。林阳很认真地在刷脸装置上帮王成调配妥当，接着滴的一声响，大门就打开了。王公子，门已经打开了。林阳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然后帮着王成将行李提了进去，而王成则是带着好奇走了进去。进来到里面后才发现别墅内部的装修更是奢华，全套的欧洲风格家具，硕大的水晶吊灯，真皮沙发，螺旋楼梯，墙壁上还挂着各种油画等等，这装修的也太好了吧！王成彻底被震惊到了，他做梦都没想过能住上这样牛逼的房子。王公子，陈总还给您安排了一个全能女佣，帮助你解决生活上的琐事，等会他就会过来。林阳恭敬的再次说道。全能女佣？王成点了点头。这么大的房子，光打扫就是一件麻烦事，还有做饭、浇花、草坪养护等，这些都不是他擅长的。看来这陈豪成安排的还挺周到的。行吧，你先去忙你的事情吧。王成将他打发走后，就独自一人在别墅内参观了起来。这别墅有2层，10几个卧室房间，大的很，洗手间也装修得很豪华，里面还有娱乐、乒乓球桌、虚拟 VR 设施、专业电脑桌椅等等，看得王成心痒难耐。做有钱人真好。王成玩了半个小时的虚拟 VR 游戏后，感觉有些累了，便退了出来，然后选了一间最大的卧室。进去后，一屁股就躺在了那软软的欧洲风格大床上，简直不要太舒服。王成在床上休息了一会，然后被一阵按铃声给惊醒了。谁在按门铃？王成从床上坐了起来，忽然想起林阳走前跟他提到过女佣的事情，旋即立马跑了下去开门。大门打开后，只见一位长得非常漂亮可爱的美女正俏生生地站在门前，身上穿着一套专业的女仆装，看得王成微微一呆。第09未婚妻的消息。少爷您好，我叫安宁，以后您的一切生活起居都会由我来负责。一身女仆装的安宁对王成微微鞠了一躬，可爱的表情如动漫中的少女那般卡哇伊。有这么一个卡哇伊又漂亮的女仆伺候着自己，以后的生活
王成想想就觉得美好。进来吧，刚好我肚子饿了，先帮我做个饭吧。王成将他领了进来，刚好他肚子饿了，便让他先做顿饭试试。好的，少爷。安宁放下自己的行李后，便往厨房跑去了。而王成无聊下，就坐在沙发上，刷起了手机，然后鬼使神差地点开了微博，想看看他的大明星未婚妻萧慕言过得怎么样。不知道他最近有出什么新歌没？王成在微博上轻松一搜就搜到了萧慕言，看到他1000多万的粉丝后，微微有些啧舌。虽然早知道他很出名，但看到他这么庞大的粉丝后，也是有些惊讶。要是以后我娶了她，他的那些粉丝不知道会怎么想。王成耐着性子开始翻起了萧慕言的过往微博，大多数都是晒的一些美食和自拍，还有就是录歌、唱歌的相关内容。萧慕言虽然是萧氏集团的掌上千金，纯纯的白富美出身，但她却靠颜值和才华立足于娱乐圈，而且本身没有一点绯闻和污点，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她本人也是集创作和演唱于一体的才华型歌星，明明可以靠爹吃饭的，却用颜值和才华成名。王成慢慢有点喜欢上这个未婚妻了，不但长得漂亮，而且也很有才华，算是国民女神了。王成嘴角微微一扬，又翻了他几条微博，忽然最新的一条关于演唱会的微博吸引了他的目光。下个月居然要在清水城举办演唱会，这可能是个不错的机会。王成想着借演唱会的机会跟他见个面，虽然父母告诉他和萧慕言有婚约，但在结婚前至少也要先接触了解下。刷完微博后，安宁已经将饭菜做好了，王成便将微博关了，走去了厨房，打算尝尝这位可爱女仆做的饭菜味道。少爷，饭菜给您做好了哦，请您慢用。安宁乖巧的将饭菜都端到了王成面前，然后一脸期待的看着他。王成坐下来后扫视了一眼，只见餐桌上一共摆放着3菜1汤，糖醋排骨、红烧鲤鱼、干锅包菜以及番茄蛋汤。这几个菜看起来卖相很不错，很诱人，看得王成口水直流。看着不错，我尝尝味道。王成尝了一口糖醋排骨，甜甜的酸酸的，肉吃起来也很嫩，比饭馆里的糖醋排骨还好吃。这菜做得不错，你也坐下来一起吃吧。王成点了点头，非常满意这饭菜的口味，同时想让安宁也坐下来一起吃，但他却摇了摇头，坚持表示女仆不能和主人一桌吃饭。好吧，王成无奈，这安宁看来是经过专业女仆训练，他也就不勉强了。刚好他肚子也饿了，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安宁看到王成如此没吃相，掩嘴偷偷一笑，但却很快恢复了可爱的表情。对了，安宁，听林经理说你什么都会是吗？王成吃到一半，忽然想起来问道。我是经过专业女仆训练的，是陈总在1000个专业女仆中胜出并留到最后的，能满足少爷生活上的一切需求。安宁小脸很是认真说道，大大的眼眸中透露着自信的神色。听了安宁的话后，王成微微有些惊讶，没想到这安宁是从1000个专业女仆中挑选出来的，看来这陈豪成对她太够关照了。那你都会什么啊？王成还真是好奇，所谓的全能女仆都会些什么，能让这种千里挑一的女仆伺候，还真不是一般人能享受到的。除了做菜外，我还会家务、养花、养护名贵古董、按摩推拿、钢琴古筝、3种外语以及扮演各种角色等等。安宁说了一长串她会的技能。停顿了一会，安宁又羞红着脸小声说道，只要少爷有需求，我都能满足，只是有些我没什么经验。王成听得目瞪口呆，没想到这安宁居然会这么多生活技能，还真是千里挑一的女仆。那你先帮我订一张下个月萧慕言在清水城演唱会的门票吧，多少钱都一定要搞一张过来。王成想了想，把这个抢票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他。没问题少爷。安宁小脸认真的应道。第10，买豪车遇大学红颜。第2天一早，王成在吃了安宁精心准备的早餐后出门去了。他要买车，以前没钱买不起，现在有钱了，那肯定要买一辆车，还得是豪车，至少要比宝马贵。宝马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子买个法拉利。王成记得张浩东开的车就是宝马 X 系，也就50-60万的样子，而王成至少要买个10倍于他的车，这样才能稳压他一头。有钱了，那还不得买个拉风的车，不然要那么多钱干嘛？何况明天又是同学聚会，开一辆豪车过去也有面子。想到这里，王成便叫了一辆出租车后，径直奔向了清水城专门卖名贵汽车的 4S 店。不过今日王成穿得很随意，一身的廉价衣服和地摊鞋子，一看就知道不是个有钱人的穿衣品味。好在这次没有保安过来赶他走，但也没有一位销售员过来服务他，好像是把他当做了空气。而王成却看到 4S 店里有好几个销售员正闲着，看到他却当作没看见一般。只因为王成穿的不像能买得起豪车的人，他们做了那么多年的销售，
这点眼力还是有的。人呢？我要买车，买你们店里最贵的车。王成有些恼怒，难道老子脸上写着穷逼2字吗？都这么瞧不起他？我们这里最贵的车要600多万，你买得起吗？终于来了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西装笔挺，长得也是人模狗样，但话里却透着浓浓的嘲讽味。我买不买得起关你屁事，就你这态度我可以投诉你，快给我换个专业的销售员过来。王成冷冷地说道。一听要投诉，那小伙子似乎有些怕了，赶忙退了回去。而其他销售员却也不敢接待像王成这种没钱却脾气还大的客户，万一被他投诉，那可是要罚款的。怎么办？要不让那个新来的唐梦琪去接待吧，他现在去洗手间了，正好不知道这客户。几个老油条销售员在那里小声嘀咕商量着，一肚子的坏水。我也这么想的，等会他上完洗手间回来，我们就假装好心把这客户让给他好了。另外一个老油条销售员在那里回应道，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几个老销售员贱兮兮地商量完毕后，他们嘴里的唐梦琪正好上完洗手间出来。梦琪，店里有个新客户在看车，正好你这个月的业绩还没完成，我们决定把他让给你了，你去给他介绍吧。加油哦！几个销售员装作很好心的样子，将王成这位客户让给了他。真的吗？太好了，谢谢你们。唐梦琪似乎一脸的天真，完全没看出来这些销售员是故意这么做的。说着，这唐梦琪还整了整衣服，嘴角扬起一抹微笑，将状态调整到最让人舒服后，便缓缓朝王成走去。先生，您好，是看车吗？有喜欢的款吗？此时，王成正在看一辆白色的法拉利，听到这亲切的声音后，下意识地转头看了过去，只见一个娇美漂亮的女孩出现在他眼前，穿着一身黑色的职业短裙装，让他多了一丝感性的味道。不过，王成看到此美女，却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在他回忆的时候，唐梦琪却抢先认出了王成，但毕竟多年不见，他也有点不敢确定，便犹豫着问道：“请问你是王成吗？”“对，你是唐梦琪吧？”王成见他叫出了自己的名字，他也瞬间想起眼前这人是谁了。他就是大学时候文学社团的副社长唐梦琪。当时王成也因为爱好加入了文学社团，并且和唐梦琪走得也很近，在整个大学期间，两人的关系也不错。对，太巧了，居然在这里遇到了你。唐梦琪很高兴，在整个大学期间，王成就是他的蓝颜知己，两人常常在一起交流文学爱好，甚至畅谈未来，是挺巧的。你在这里做销售吗？不做杂志编辑了吗？王成记得大学毕业后，他找了一份杂志编辑，当时他还挺开心的，主要是专业和爱好对口。然而3年不见，他居然在这里做了汽车销售，着实让王成没想到。别提了，现在都流行自媒体了，谁还看杂志？为了混口饭吃，我只能在这里干销售了。唐梦琪叹气道，在现实面前，他只能妥协了，诗和梦想都在渐渐离他远去。是啊，现在都流行自媒体了。王成也是颇为感慨，时代发展的太快了，稍有不慎便跟不上这时代的脚步了。你呢？当上制片人了吗？唐梦琪还记得大学时候王成对他讲过，他要当国内王牌制片人，将市场上那些粗制滥造的影视作品统统淘汰掉，推出一部部精品。和你一样败给了现实。王成苦笑了一声，他的确败给了现实。之前他在公司里工作的非常努力，为此还当上了节目制作主管，但却因为得罪了顶头经理，3年的所有努力都化为了泡影。没事，可以继续努力，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有希望。对了，你来这里是来买车吗？唐梦琪好言安慰了一番王成后，又好奇地追问道：“我想买个法拉利，你们店里最贵的法拉利要多少钱？”王成下意识地说道，而唐梦琪却是微微张了张小嘴，很是震惊。没想到3年不见，王成居然这么有钱了。第11，最贵的再来一辆，还说败给了现实，都要买上法拉利了，你这是在调侃我吗？唐梦琪虽然惊讶，但还是很替王成高兴。我这是给我们老板买的，我哪有那钱，我就给老板打工，跑跑腿。王成尴尬一笑，并没有将他是个超级富二代的事情说出来，而是随便编了个说辞搪塞过去。他还是觉得低调点好，那也不错了，总比我在这里做销售强。唐梦琪这才恍然，不过对比起他如今的落魄，能帮老板跑腿买法拉利也是不错了。两人正闲聊叙旧着，而不远处的那些老销售员看在眼里，却是忍不住摇了摇头，对唐梦琪一阵嗤之以鼻。这新来的就是没眼力，一看那小子就不是有钱人，还跟人家聊得火热。你管他呢，反正有人陪着那穷小子，就没我们什么事。
事后他要投诉，罚的也不是我们，就是，管他呢！你看，又来一位。几个老销售员在奚落唐梦琪的时候，看到门口又进来了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一身名牌，手腕上戴着闪闪发亮的名表，手里还挽着一个年轻貌美、穿着又性感的美女。这种人，一看就知道是有钱的主。各位，这位就由我来服务吧，还是我来吧？这个月我业绩还没达标呢，别跟我抢。几个老销售员都是老油条了，这种主绝对是土豪，都争着抢着去接待这位新进来的客户。而此时，王成眼角的余光也瞥到了那些势利的销售员，和接待他时候的冷漠相比，接待这位客户时却是异常的热情。王成嘴角微微一笑，旋即对唐梦琪说道：“对了，你还没给我介绍车呢，你们店里最贵的法拉利是哪一辆？一定要现有的，预定的我可不要，我们老板要的急。”王成还想开着车明天去参加同学聚会，预定的话就错过了同学聚会了。聊得太开心了，都忘记给你介绍车了。你跟我来吧。唐梦琪旋即领着王成来到了一辆外形看起来很拉风的黑色跑车前面，这辆是法拉利 F12 超跑，目前售价550万，这是我们店里法拉利中最好的现货，可以马上开走。唐梦琪认真的给王成介绍了起来。好，就这辆，我要了。另外，其他车型最贵的还有吗？预定的也可以，我要再买一辆。关键是一定要最贵的。王成打算帮唐梦琪冲个业绩，另外再打脸那些之前看不起他的销售员。王成，你确定还要再买一辆最贵的吗？你要不要跟你老板再商量下？唐梦琪有些不敢置信，但又有些激动，都快不认识这个王成了，出手就要最贵的。老板听我的，就要最贵的。王成毫不在意的说道。老板听你的。唐梦琪一脸的狐疑之色，说错了，在买车上。老板听我，要买什么车？几辆都随我意。王成尴尬的赶紧圆谎道。原来如此，看来你们老板还挺信任你的。唐梦琪松了口气。既然这样，他又大着胆子领着王成来到了一辆白色的劳斯莱斯面前，指着那车给王成介绍道：“这是劳斯莱斯幻影，要920万，是我们店里能提供的最贵车型了，而且只接受预定。不过我可以帮您向经理申请个折扣价。”不用打折，我买了，全款一次性付清。王成直接从钱包里拿出了那张黑金 SVIP 卡，这卡可是无上限额度，想刷多少就刷多少。唐梦琪看得一脸惊呆，身子都有些微微发颤。这也太好了吧！不讲价，直接一次性付清。他在这 4S 店里工作也有2个月了，从来没见过像王成这么土豪的客户。王成看到唐梦琪被他阔绰的出手给吓到了，赶紧解释道：“反正花的都是老板的钱，正好我也帮你冲个业绩。”王成，我都快不认识你了，这出手太土豪了，你确定不需要我帮你再讲价吗？唐梦琪睁着美眸认真的问道。不用，带我去付款吧。王成嘴角微微一笑。好吧，那你跟我来吧。唐梦琪说着便领着王成去了交款处付钱。等到了地方后，唐梦琪对着里面一位专门收款的中年女子亲切的叫道：“陈姐，帮我收下款，法拉利 F12 和劳斯莱斯幻影，一共1470万。”听到这里，那陈姐忍不住一阵惊讶，瞪大了眼珠子看了一眼唐梦琪身边平平无奇的王成，有些不敢置信。确定这2辆吗？分期吗？这陈姐显然不相信这么一个普通小伙子能买得起这2辆顶级豪车。不，全款，一次性付清。王成这次抢先说道，然后将黑金 SVIP 卡递给了他，刷吧。第12，叫你们后悔去吧。在王成他们付款的同时，那几个销售员所看中的土豪中年男子似乎并没有要买的意思，带着美貌性感的女子很快离开了。他们几个空手而归，不免有些颓丧，转头在店内扫视了一圈，发现已经找不见王成和唐梦琪2人了，不由疑惑道：“梦琪和穷小子去哪了？好像是不见了，可能离开了吧。那穷小子一看就知道买不起豪车，走了也好，这种没钱脾气还大的客户我最讨厌了。”几个销售员都颇为认同这个观点。然而刚好这个时候，有几位内勤人员从里面走出来，边走还边聊着。现在的人还真是不可貌相，没想到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小伙子居然直接买下了店里最贵的2辆豪车。这次梦琪赚大了，估计光提成就有10多万了。谁说不是？真是羡慕不来。他们聊天的内容恰好被旁边的这几个销售人员给听到了，顿时惊呆在了原地。你们刚听到了没？那小子居然买了2辆店里最贵的豪车，我是不是听错了？不会吧，他们一定是听错了吧？那小子怎么可能买得起咱们店里的豪车？
好像他们是这样说的。我们去陈姐那里确认下，这小子怎么可能买得起2辆豪车，还是最贵的？这一定是搞错了。这几个销售员不甘心地跑去缴款处找陈姐求证，刚好迎面碰到了唐梦琪和王成付完款从缴款处出来，旋即装作好心地问道：梦琪，这位客户接待的怎么样？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不用了，各位前辈，我还得感谢你们呢，把这么优质的客户介绍给我。这位王公子已经买了咱们店里2辆最贵的豪车。单纯的唐梦琪微微感谢他们道，这让他们更觉得尴尬和懊悔，但更多的是不相信。你是说这小子直接付清了2辆顶级豪车的钱？你们不信的话可以找陈姐求证下好了，不说了，我要跟这位王公子出去试车了，下午可能不来了。经理已经准我假了。唐梦琪很开心地说道，今天他不但遇到了大学时期的蓝颜知己王成，还帮他完成了销售业绩，同时月底还有10多万的提成，这让唐梦琪很是开心。自从大学毕业以来，今天是他最高兴的一天，自然要好好感谢一番王成。所以他在处理完一切手续后，便和经理请了假，打算带王成出去请他吃大餐以表感谢。而王成嘴角微微一笑，并没有理那些傻眼的销售人员，他现在心情很爽，叫你们看不起老子，就要气死你们。不过他现在要去试驾法拉利了，多么拉风的一件事情，何况还有像唐梦琪这样的美女陪着他。那些销售人员看着王成和唐梦琪2人有说有笑的离开，顿时个个都懊悔了起来。不过这一切都晚了，谁叫他们狗眼看人低。王成还是第一次开法拉利，心情说不激动那是假的。梦琪，去哪？我带你兜风。还记得大学时候我们社团组织活动去的地方吗？唐梦琪系上安全带后颇为怀念地说道。湘江饭店。行，就去那里。王成也很久没去那个地方了，以前大学的时候社团聚餐经常去那里，毕业工作后都没去过了，现在正好碰到红颜故人，自然要去那里好好怀念下。王成直接驾驶着刚入手的黑色法拉利超跑开了出去，巨大的轰鸣声让王成心情瞬间激动了起来，快速地行驶在大马路上，吸引了无数人羡慕的眼光。王成，你和倩倩什么时候结婚？坐在副驾驶里的唐梦琪有意无意地问道，说话的时候心情还颇有些紧张。早分手了，人家跟了一个高富帅跑了，嫌我没钱。王成嘴角微微一笑，对这件事情已经释怀了。是吗？那是他的损失。唐梦琪听到王成分手了，心里没来由的松了口气，又带了那么一点点的窃喜。你呢？长得这么漂亮，找到你心仪的那位了吗？王成记得大学的时候，唐梦琪就有很多男同学追她，但却都被她给拒绝了，甚至不乏高富帅都被她给拒绝了，说是她要找一个能在精神上和她合拍的心仪男子。现在这个社会，哪有人真正喜欢文学的？还是大学里好，无忧无虑，可以和你一起畅谈文学，探讨下故事小说。唐梦琪有点怀念大学时光，毕业后的她混得一直不怎么样，她所坚持的诗和远方也逐渐被现实打败，不然也不会沦落到去 4S 店卖车了。那个时候是真好。梦琪，我给你介绍个工作吧，能让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王成想了想，以唐梦琪这种单纯天真的性格，根本不适合去卖车，指不定哪天他的那些同事又会欺负他。真的吗？什么工作？唐梦琪早就不想干销售了，但迫于现实才选择去了那里。做编剧。王成想着他过几天就要回去公司，而一个好的节目制作就需要一个好的剧本。唐梦琪虽然没从事过编剧这一行，但是他在大学里也写过不少小说和故事，拥有别人没有的想象力和文笔，只要稍加培养，就会成为一个不错的专业编剧。编剧，我可以吗？唐梦琪也是跃跃欲试，一切跟文字打交道的事情，他都很喜欢，何况这个编剧，他早就想尝试了。我相信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成长起来，何况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不懂的就问我呗。王成笑着说道。那我就听你安排的。唐梦琪听到以后能和王成一起共事，心里没来由的有些开心和欢喜。第13，给我找最好的，钱不是问题。白天和唐梦琪在湘江饭店小聚了一下，两人聊得很愉快。快晚上的时候，王成开着法拉利直接将他送到了他租住的楼下。王成，你要不要上去喝杯咖啡？唐梦琪含羞带怯地邀请王成，神情中带着一丝不舍之情。不了，我先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吧。王成笑着说道。这么晚了，他怕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会控制不住自己。好吧，那你路上小心。唐梦琪有些许的失落，但很快恢复了心态，临走还不忘关心王成。你也早点休息吧。王成挥了挥手后钻进了法拉利，很快便扬长而去。
唐梦琪注视了那法拉利影子好长一段时间，才依依不舍地转身回去了自己租住的公寓。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王成开着法拉利出现在了清水城的协和医院门口。今天是大学同学聚会的好日子，但在这之前，王成打算探望下他兄弟马大东的女朋友刘涵涵，再接马大东一起去参加同学聚会。也不知道这对苦命鸳鸯怎么样了。王成手里拿着一束花和一篮水果，来之前他便跟马大东问好了住院部的房间，所以进来到医院后，便直奔住院部，按着楼层房间号寻找了过去。很快便找到了刘涵涵所住的病房。只见房间里马大东陪着刘涵涵，正给他小心翼翼地喂粥，而刘涵涵的眼神虽然虚弱，但充满了对马大东浓浓的情谊，看得王成一阵羡慕。看到他们，王成就还相信这个世界上是还有爱情这种东西的。一大早过来，就看到你们在这撒狗粮呢。王成说笑着走了进来，同时将手里的花和水果篮放到了刘涵涵的床柜上。哟，兄弟你来了。马大东这才注意到王成的到来，笑着的同时将自己坐下的椅子让给了王成。王成对马大东可没有什么客气的，一屁股直接坐下去后，转头对病床上的刘涵涵问候道：嫂子，身体怎么样？什么时候动手术？身体现在还可以，只是手术的话可能要推迟了。肾源一直匹配不到合适的，还有王成，真的很谢谢你。所有人都不看好我们的时候，只有你出手帮我们。刘涵涵脸色苍白，但眼神里满是对王成的感激。马大东已经对刘涵涵说过王成借了他们30万的事情了，所以刘涵涵对王成很是感激。应该的，看到你们我就相信这世上还是美好的。王成笑着说道，同时暗自将刘涵涵肾源的事情放在了心里。几人又闲聊了片刻后，王成借故上厕所走开了，然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拿出手机找到陈豪成的电话后拨打了过去。尿毒症这种病越早动手术越好，越拖成功几率越小，所以王成还想再帮帮他们。电话很快接通了，陈豪成的语气里带着些许激动。少爷，你找我什么事情？我有个要好的朋友患了尿毒症，急需手术和治疗，你帮我找下匹配的肾源，以及安排最好的医生给他做手术。钱不是问题，王成直接将自己的要求说了出来。没问题少爷，我一定安排最好的医生和尽快找到匹配的肾源。您放心就是。陈豪成满口便答应了，他可不想让少爷对自己失望。那样最好。等会我会把我这位朋友的医院和病房号以及姓名发给你，不过务必不要让他们知道是我在帮他们。王成又嘱咐了他一番，他暂时还不想让马大东知道他的身份。好的，绝对保密。对这一点，陈豪成自问能做到万分的保证。挂了电话后，王成将刘涵涵的患病信息发给了陈豪成，然后调整了心情后回去了刘涵涵的病房，又和他们有说有笑了起来。很快时间差不多也到中午了，刚好刘涵涵的母亲也过来了，王成便想带马大东去参加同学聚会。去吧，大东，你们同学也3年不见了，好好聚一聚。刘涵涵还是很知书达理的。有了刘涵涵的答应后，马大东这才跟着王成走出了病房。好在刘涵涵的母亲过来陪护，这也让马大东少了一点担心。但是当他跟着王成出来到医院外面，看到王成开的是法拉利后，顿时张大了嘴，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王成，你从哪里搞来了一辆法拉利啊？租的，刚好认识租车行那里的一个朋友，要不了多少钱。王成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道：我去，这法拉利一出厂，估计要秒杀那帮同学了。马大东坐进车里后羡慕的四处打量着这辆豪车，不过也就眼馋了一会。这种豪车，出生的时候有那就有了，出生后没有，那这辈子基本上也不会有了。走吧，该去同学会了，不然他们就等急了。王成嘴角微微一笑，对于同学聚会，他最想见的也就是当年的班花何小妍了。也不知道他从国外回来后变成什么样了。作者有话说，本书已经开通打赏功能，亲们如果喜欢本书的话，可以点击内容页上面的送礼物打赏作者。有了礼物后，作者会加快更新，如果礼物足够养活我的话，作者更会全篇免费写给大家，还望大家多多支持。第14，同学聚会，新泰大酒店。此时王成的那些大学同学基本已经到了，来了近30人，男女各占一半，打扮的都非常光鲜亮丽。班长何泉组织的这场活动，不过他最大的目的还是想见见从国外回来的班花何小妍。其实大部分男生也是这样想的。这次聚会是以自助餐形式举办的，班长何泉单独出资包下了新泰大酒店 C 区的活动大厅，至于自助餐的食物费用，则是每人分摊下来，落在每人头上，至少也得500。所以这场聚会举办的还挺有模有样的，红酒、海鲜、蛋糕、水果、
烧烤等应有尽有，算是一场非常不错的自助聚会了。林倩倩带着她的高富帅男友张浩东，正卖力的在那些昔日女同学面前介绍着她的新男友，惹来那些女同学的一阵阵羡慕。林倩倩心里别提有多美了。哇，名扬集团的二少爷，这是妥妥的富二代啊！倩倩你命真好，那些女同学的确有些羡慕。名扬集团在清水城虽然属于二流集团，但市值也有100多亿，而二少爷张浩东更是纯纯的高富帅，开豪车住别墅，不知有多少女生想跟这种高富帅交往。你们好，有空可以来我们名扬山庄，我带你们玩全场免费。张浩东逐一和这些林倩倩的女同学打招呼，遇到漂亮的女同学还会不经意的多看几眼。哇，太棒了！倩倩你男朋友太豪气了，惹得那些女同学纷纷叫好。名扬山庄可是清水城知名的度假胜地，光门票就要不少钱，里面更有很多豪华娱乐设施。林倩倩被这么一夸，顿时暗自得意不已。那倩倩，王成呢？他可是大学时候的才子啊，你们不是之前在交往的吗？其中一位女同学不是时候的问出了声。什么才子？他也就在大学里混得可以，毕了业后简直像个窝囊废，拿了一份7、8千块的工作，租住在狭小的房间内，如今更是连工作都丢了，房租更是付不起。我早和他分手了。林倩倩将王成说的一无是处，恨不得将这个人从自己的经历中删除，连工作都没了呀，还付不起房租。没想到大学时候的才子居然会混得这么惨，不知道他今天会不会来。那些女同学本来还挺期待才子王成的，现在看来已经不怎么期待了。如此看来，这王成也没什么好期待的了。还是倩倩你有眼光，找到了张浩东，以后就可以过上富太太生活了。其他女同学不无羡慕地说道。哪有，你们以后也会遇到的，不用羡慕我。林倩倩虽然嘴上这样谦虚地说着，但被这些昔日的同学羡慕着，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心里又更加坚定了当初踢开穷逼王成是多么明智的选择，不然今天在同学会上就要被他们给嘲笑了。张浩东在旁边听着也很受用，毕竟被人夸赞着，还是很开心的，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心里暗自得意。王成，这次看你还怎么在我面前装逼，你要是敢来，我就让你把穷逼的尾巴给你露出来。他们正聊着天的时候，忽然有个精瘦的男子从门外激动地跑了进来，嘴里还大声嚷嚷着，各位同学，你们猜我在门口看到了谁？是何小言。那些男生都清一色的把眼睛转了过来，他们这次过来大部分就是想再看一眼他们大学时候的女神。不是，女神还没来，是王成，是我们大学时候的才子。那精瘦男子因为跑得太急，话未说完，站在原地喘起气来。王成，看到他有什么好激动的？那些男生不以为意，而那些女同学本来对王成还有所期待的，可现在听了林倩倩的话后，也不怎么期待了。毕竟一个没有了工作，连房租都付不起的穷逼，他们也是丝毫没有兴趣的。而张浩东则更是激动了起来，只要王成敢来，那今天就要当着他昔日大学同学的面，好好打他这个穷逼的脸，看他还怎么在自己面前装逼。然而那个精瘦男子喘了口气后，又突然大声道，他开的是法拉利 F12超跑过来的，简直太拉风了，现在门口都有很多人围观。什么？开的法拉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都被震惊了。法拉利 F12超跑至少要500万以上，这王成才毕业3年就混得这么好了，简直比土豪还土豪了。王成都开上法拉利了，混得这样牛逼，那些男同学一个个的不敢置信，打算等会好好跟他讨教下赚钱路子。而那些女同学则更是不敢相信了，王成居然开的是法拉利。倩倩，你不是说王成工作丢了，穷得连房租都付不起吗？那些女同学一下子都不相信林倩倩刚才说的话了，转而眼神里又重新流露出了对王成的期待。林倩倩无言应对，心里则更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他居然开的法拉利，怎么可能？这个穷逼怎么可能开得起这么奢华的跑车呢？张浩东则更是皱起了眉头，这穷逼演戏真是没完没了了，看我待会怎么揭穿你穷逼的真相，让你在这些同学面前下不了台。在众人各自不同心情下，王成带着马大东带着淡淡的微笑从外面走了进来，一下子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第15，自以为是的穷行显露记。王成进来的时候，发现同学们大多都到了，不过环视了一圈四周，并没有找到班花何小言的身影，略微有些失望，不过还是很快调整了心情。王成，你来了，听说你是开法拉利过来的，班长何泉是第一个过来的，不过他不是来套近乎的，而是来试探的。大学的时候，他们俩也都追求过何小言，算是情敌关系了，甚至还为此差点打起来，不过后来何小言出国了，两人的关系便缓和了不少。
毕业后，何泉在父母关系的游走下，他在文娱圈也算混得不错，3年时间已经混到制作总监的位置了，年薪50万，这在同龄人当中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本人也开着宝马 X 系车，本来以为他在同学当中混得最好的了，没想到王成居然开启了500多万的法拉利，风头一下子将他碾压，这让他很是不爽。法拉利 F12 超跑，王成点了点头，淡淡的回应着。他对何泉也不是很感冒。很快，王成被其他男同学围了过来。王成，在哪发财呢？居然都混到开法拉利了，带带我吧。那些男同学热情的直接将何泉给挤开了，想和王成套近乎，想沾点光。王成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总不能跟他们实话实话。我是继承了超级家世才开上法拉利的吧，所以只能将话题岔开，和他们聊点其他的。和男同学套近乎聊发财相比，那些女同学则双眼冒光，感觉王成越来越帅了。我最喜欢能单手开法拉利的男人了，好多女同学都跃跃欲试的想要接近王成了，特别是他现在跟林倩倩已经分手了，恢复了单身，这样就更给了他们机会。倩倩，幸亏你跟王成分手了，不然我还真没机会说着。便有一个身材高挑颇有姿色的女同学撩了撩头发，大着胆子朝王成走了过去。听到这话，林倩倩气得浑身发抖，但她还是努力压抑着心中的嫉妒和愤怒。我也去。很快其他女同学也兀自抛下林倩倩，朝王成围了过去。这就是同学聚会上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有权有势的都会争相吹捧拍马屁，希望能借机套近乎沾点光。这些见钱眼开的女人，一个穷逼也去追捧，真是瞎了他们的狗眼。林倩倩此时很是愤怒，因为王成是她丢弃的垃圾，而今却摇身一变成了女人眼中的宝贝，这就显得她自己很没眼光了，怎能不让她生气？亲爱的，你别生气，看我怎么揭穿他穷逼的真相。张浩东看着他被人追捧，也很是不悦。他一定是装的，这法拉利可能是借的或者是租的，一定是这样的，他不可能买得起法拉利。林倩倩打死都不信王成短短几天就有钱买法拉利。张浩东嘴角冷冷一笑后，旋即朝王成走了过去。各位，既然王成都开上法拉利了，那这场同学聚会的钱就让他出吧，大家觉得怎么样？张浩东扬起了声音大喊道，这就是他要王成现出穷逼原形的妙计。既然你想演富豪，那他就将计就计，让你出钱，让你装逼，看你这个穷逼如何出得起这个钱。站在旁边对王成无计可施的何泉一听这话，立马眼睛一亮，第一个出声附和道，对，王成既然这么有钱，都开上500、600万的法拉利了，那同学聚会的这点钱，想必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吧。有这两人的提议，大部分同学也都疯狂点头了，毕竟聚餐每人都要出500的，现在让王成出，那岂不是他们白吃一顿？这种赚小便宜的事情，他们岂会错过？当即就有人站出来附和道，对啊，王成，你都开上法拉利了，这同学聚会的钱就你出吧。这话虽然得到了大部分同学的赞成，但还是有小部分同学觉得这样太欺负王成了，特别是和王成要好的马大东。他不等王成答应，赶紧将他从人群中拉了出来，悄悄来到了一个角落里。张浩东见那马胖子鬼鬼祟祟的，便悄无声息地跟了几步上去，背靠着他们，竖起耳朵偷听了起来。兄弟，你可千万别答应啊，这场聚会场地费加餐食费加起来至少要3万，而你中彩票的钱给了我30万，就剩下20万，一下花去3万，实在太败家了，可千万别中套啊。马大东自然是出于好心，心疼王成真的成了冤大头。放心，我自有分寸。王成嘴角微微一笑，这点钱对他来说简直是毛毛雨，那点钱出来请同学吃饭也并无不可。马大东和王成两人说话虽然很轻，但还是架不住张浩东这个奸猾之人，竟然在偷听他们谈话。当他听到王成中了彩票后，顿时露出了恍然神色，原来是中了50万的彩票，怪不得一下子那么豪气了，还傻不愣登的给了那胖子30万，真是傻到家了。看来你之前所装的逼，果然如我所料，都是花钱请人演的戏，而这法拉利估计也是租过来的。得到了这个消息后，张浩东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在他看来，王成还是那个穷逼，只是中了彩票，突然有了点小钱而已。大家重新聚在一起也是缘分。今天这场同学聚会费用就由我来请，而且每人的自助餐费用提升到1000的标准。王成嘴角微微一笑，站出来大声说道，这点钱对王成来说简直是9牛1毛，不值一提。这话一出，顿时所有同学都惊呆了，这王成太他妈讲义气了，出手太阔绰了，真土豪也。
男女同学更是把王成捧上了天，女同学则已经暗自在骂林倩倩傻逼了，居然放弃了这么大的一个才子，家土豪看到王成反而被同学更拥戴了。林倩倩脸色更加的不好看起来。不过这个人不是我们同学，他在这里的费用要由他自己出。王成指着张浩东，嘴角微微一笑，敢跟我玩，那老子等会就把你玩的叫爹。作者有话说，感谢今天打赏的各位朋友，这一是我承诺加更给你们的，以后打赏越多，加更的节也越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第16，要被翻盘打脸了。张浩东没想到王成这么会装逼，直接将每个人投500的聚餐费直接提升到了1000。这里一共有30人，相当于一下子就花掉了3万，而王成连眼都不带眨一下，这着实出乎了张浩东的意料。原本以为这小子至少会肉疼一下的，但好似这3万在他眼里如3根草一般不值钱。但王成说了，这30人里面却不包括张浩东，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居然直接打他脸，这让他很是难堪。不过这聚餐的1000块钱对于他来说根本就算不了什么，随即对王成说道，我的费用我自己会承担，不劳你费心。见他同意自己出钱，王成又话锋一转，嘴角微微一笑道，抱歉，我现在改主意了，我们传媒学院的同学聚会，你一个外人插进来干嘛？请出去。顿时全场哗然，王成居然直接叫明阳集团的2少爷出去，这着实惊呆了他们。有句话说是不看僧面也看佛面，这张浩东可是明阳集团的2少爷，居然如此赤裸裸的羞辱他，这摆明了打他脸。果然，听到这里，张浩东暴怒了，王成，我可是林倩倩请过来的，你不要太过分了。张浩东万万没想到这个穷逼王成居然想要将他赶出去，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那我可管不着，不然让这里的人投票吧，要是超过1半人让你留在这里，那我也接受。王成嘴角微微一笑，王成，你不要太过分了，浩东是我请来的，他可是明阳集团的副少，不是你这种平头百姓能比的，难道你不怕得罪明阳集团吗？林倩倩气不过，也站出来指责道，语气里还带着一丝威胁。其他同学此时也不敢出声，万一得罪了张浩东，这个富二代报复起来还是很可怕的，所以他们都选择了冷眼旁观。一个小小的明阳集团，我还不放在眼里。王成嘴角微微一笑，丝毫不给张浩东一点情面。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张浩东嘴角冷冷一笑，王成居然做得这么绝，那他也不会手软。随即转过身来，对着大家大声喊道，各位，事到如今，我有必要将一件真相告诉大家了。什么真相？在场的同学们眼睛都看向了张浩东，一副好奇的神色。是关于王成的。张浩东嘴角冷笑，之前王成和马大东的谈话一字不漏的被他偷听了过去，本来他还想着让王成嘚瑟一会再揭穿他，现在看来是不能让他再装逼了，不然就爬到他头上来拉屎了。关于王成呢，他怎么了？很多同学纷纷好奇了起来。王成倒是很淡定，他还真不怕一个2流集团的2少爷在自己面前有什么威胁。其实这王成是个穷逼，他今天开来的法拉利是借来的或是租来的，而他本人也早就丢了工作，连房租都交不起。而之所以他敢豪爽的答应给大家出这次聚会活动的钱，那是因为他中了50万的彩票。不过这傻子已经花掉30万了，所以他是个彻彻底底的穷逼，在大家面前装逼。张浩东说完这话后，嘴角浮现出一抹得意，心底升起一股翻盘的爽快感。话音刚落，现场的同学都瞬间哗然，法拉利居然是借来装逼的，这让同学们对王成的好感瞬间降为0。没有工作就没有工作吧，借法拉利来装逼就不好吧？这什么心态？原来法拉利是借来的呀，还在这装逼呢，真是穷酸样。班长何全看到现场形势瞬间逆转，顿时心里开心不已，赶紧站出来落井下石道，王成，你没钱就不要借别人的法拉利来装逼，大家都是同学，实实在在点难道不好吗？我们又不会瞧不起你。对啊，混不好没关系，来同学面前装逼就是你的不对了。那些同学看王成的眼神早已不是之前的追捧了，而是选择了纷纷避让，丑陋嘴脸一览无遗。而林倩倩看到这里更是喜不自禁，原来王成是中了彩票，得了点小钱，那之前的装逼行为都解释得通了，果然都是他花钱找别人演的戏。呵呵，王成，你果然还是个穷逼，现在被当场揭穿，看你还怎么再装下去。看到这里，马大东急了，他知道王成的法拉利是租来的，但眼下被拆穿，遭众同学的嘲讽，他自然看不过去。大家都是同学，有你们这样落井下石的吗？大东，你算什么东西？滚一边去！
何权大声喝骂道：“你再说一遍，信不信老子打死你！”马大东胖脸一怒，啰了啰袖子，打算干架了。顿时吓得众同学微微往后退了一步。这马胖子可是出了名的力气大，谁敢跟他打架呀？王成伸手拦住了马大东，不急不躁，嘴角微微一笑道：“法拉利是不是借来的或是租来的？打电话问下销售店就可以了。用得着在这里猜吗？清水城就一家售卖豪车的店，其他人不知道店的电话号码。张浩东，你应该知道那家豪车店的电话吧？呵呵，你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好，老子今天就让你死心，让你这穷逼彻底无翻身之地。”张浩东是富二代，自然知道那家售卖豪车汽车店的电话，平时他还经常去那里逛。随即拿出手机拨打了过去。为了让大家更为幸福，他直接开了免提，很快电话就接通了。作者有话说，感谢大家的打赏，今天会继续加更的，大家打赏越给力，我更新也越给力。第17大型打脸现场，电话很快就接通了。豪车销售店里的一位客服小姐姐接的电话。张浩东在简单的问候了几句后，旋即直接切入正题，向这位客服小姐姐询问了起来：最近有没有一位叫王成的男子在你们店里买过法拉利？因为是开的免提，所以在场所有人都能听到。而当这个问题被张浩东问出来的时候，现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王成是不是在装逼？很快就会有答案了。而马大东则是捂着脸，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收场，很是替王成担心。张浩东则是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王成你个穷逼，这次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看你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在同学们面前混下去。在场的几乎大部分人都不相信王成才毕业3年就能买上价值500多万的法拉利，都下意识地认为王成为了在同学面前装逼，而从别处借的车或是租来的。然而客服小姐姐接下来的回答却让他们再次震惊了：是叫王成吗？王公子于昨日在我们店里买过一辆法拉利 F12超跑，以及一辆劳斯莱斯幻影，全款一次性付清。客服小姐姐话音刚落，现场所有同学都被震惊了。什么？王成他真的买过法拉利，还买了一辆劳斯莱斯幻影？这怎么可能？张浩东彻底被惊呆了，心底慌乱的一逼，这个穷逼怎么可能真的买得起法拉利还有劳斯莱斯？他赶紧挂了电话。但客服小姐姐的话已经被在场所有人都听到了，他们心里已经不能用震撼来形容了。原本是想验证王成在他们面前装逼，但万万没想到王成真实的身份更恐怖。法拉利 F12超跑价值500多万，而劳斯莱斯幻影那价值要近1000万，这个结果让他们做梦都没想到。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证明王成是穷逼，反而证实了王成真实的身份比他们看到的还恐怖。这简直是打了现场所有人的脸，这让他们无所适从。有几个刚才对王成落井下石的同学更是暗暗后悔了起来。何权更是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感觉他现在的这点成就跟王成比起来，那简直是不值一提。而林倩倩原本以为能揭穿王成穷逼的身份，万万没想到形势顷刻间逆转，不但证明了王成真的买过法拉利，还买过劳斯莱斯，而且真实身份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这叫他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是个穷逼，不可能买得起这种顶级豪车的，这一定又是一个骗局。现场只有马大东松了口气，暗自瞥了一眼王成，不得不佩服他，连销售店的客服都通过气了。这波逼装的真是太爽了，因为在来之前，王成就跟他说过租车的地方有他认识的人，所以客服小姐姐眼下的这番话，马大东下意识的以为是王成提前让人安排好的。抱歉各位，原本我是想实实在在的参加同学聚会的，但怕大家以为我装逼，所以就开了便宜的法拉利过来，但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王成嘴角微微一笑，之前那辆劳斯莱斯幻影本来是为了给唐梦琪冲业绩，以及想气气那几个狗眼看人低的销售员，他本意无心购买，但万万没想到，这个时候劳斯莱斯幻影却无形中让他装了一个更大的逼，打了现场所有同学的脸，简直太爽了。现场同学都被王成这句话啪啪打脸。什么叫实实在在的参加同学聚会，还选了一辆便宜的法拉利，简直让他们很是无语。王成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没搞清楚状况，就在那瞎说，可别往心里去。其中一个同学赶紧出来跟王成道歉，笑话，能买得起2辆顶级豪车的，身份肯定不一般，是他们完全得罪不起的。有了第一个后，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没事，大家都是同学，这点小事我不会放在心上，都是这个外人搞得我们同学关系紧张。王成嘴角微微一笑，旋即将手指向了张浩东，意思很明确了，
顺我意，将这所谓的富少给赶出去。那几个同学似乎也明白了王成的意思，犹犹豫豫地站出来对张浩东说道：“这里是我们传媒学院的同学聚会，还请无关人员出去。不是我们的同学，来参加聚会干嘛？还请离开。”有了第一个、第二个站出来，很快现场的大部分同学都支持王成，将这个无关人员张浩东给赶出去。后者简直是气炸了。作为明阳集团的富少，从来没有被人如此羞辱过，紧握着拳头想要打王成，但看到他身边的马胖子后，收回了这个念头。好，王成你好样的，此仇不报非君子。张浩东几乎是咬着牙说道，然后脸色铁青的快步离开了活动场地。而林倩倩犹豫了下，也跟了上去，因为在她潜意识里认为王成一定又做了手脚，让他又装逼成功了。他们俩离开后，王成又受到了众人的追捧，不过这次他的兴趣却有些淡漠了，只是跟他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如果不是因为女神何小妍还没出现，王成早就离开了。大概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活动大厅的门口忽然出现了一道亮丽的白色倩影，随即而来的是一个熟悉而让人酥软的声音：“各位抱歉，我来晚了。”随着这个声音的出现，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转了过去。第18，女神的倒追。何小妍是王成他们班级里的班花，是众位男同学心目中的女神。她的出现让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她身上，王成也不例外，将目光也转了过去，想看看这4年不见的女神现在是什么样了。只见不远处偏偏走来一位肤白貌美大长腿的极品美女，留着一头乌黑的秀发，随意的披散在肩头，一身简单的白色纱裙，披着一层薄薄的白色披肩，整个人显得婉约而又性感。女神，绝对的女神。和4年前相比，今日的何小妍更多了一丝成熟的美，婉约的美，感性的美。会场里的男同学都看得有些吃了，4年不见，他们的女神愈加的美丽动人了。抱歉各位，刚才来的路上堵车了，我以饮料代酒，自罚3杯。何小妍款款走到饮料台上，兀自举起了杯子，咕咚咕咚喝了起来。很快众人围了上去，有想跟他套近乎的，有想跟他聊聊这4年来国外是怎么过的，还有的就是想要他最新联系方式的。围着何小妍的人很多，他有点应接不暇，但还是自始至终友好的面带微笑，跟每一位同学打招呼。而王成则是坐在另外一张椅子上，喝着白水，默默地看着他们站在他旁边的马大东。见班长何全使劲跟何小妍套近乎献殷勤，看得他有些着急。又见王成无动于衷，顿时忍不住了：“王成，你也去跟小妍打个招呼吧，毕竟你们以前关系也不错，或许还能重续前缘呢。”“不可能重续前缘了，这次来我只是想见见他过得好不好。现在看到他的状态，似乎过得不错，我也就放心了。”王成嘴角微微一笑，这次来，他的确只是想见见4年未见的何小妍，毕竟他已经有未婚妻了，是不可能和何小妍再重续前缘了。走吧，我们该回去了。王成看到何小妍过得挺好的，便想打算回去了。而马大东却是急了：“别呀，你一句话都没跟人聊，就要走了呀？至少跟他要个联系方式吧。”马大东是真替王成着急，在他看来，何小妍是当王成女朋友的最佳人选。王成没有回他，而是站起了身，准备离开。然而这时候，那何小妍却主动走了过来找他。王成，好久不见。何小妍的笑容亲切温柔，绝美的脸蛋依然让人着迷。好久不见，这4年你在国外过得还好吗？王成想了想，还是把这句最想问的话给说出了口：“挺好的，你呢？我刚听同学说你都开上法拉利，买上劳斯莱斯了，应该混得不错吧？”何小妍打趣的说道：“还行吧，既然你过得挺好的，那我也就放心了。我先走一步了。”王成说着便想离开了，他怕跟何小妍待的时间长了，最后会舍不得走。王成，何小妍突然拉住了王成，带着一丝渴求的问道：“你还在生我气吗？4年前，他不告而别，选择出国留学。”王成虽然是有点不满，但毕竟那时候两人不是情侣关系，也就没什么生不生气了。你想多了，我只是有点累了，想回去休息。王成找了个借口想离开这里，然而何小妍却死死抓住了他的手不放。这次回来我第一个想见的就是你，正好你现在也恢复单身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何小妍的这话让在场的同学惊得说不出话来，这种话已经是变相在跟王成表白了。班长何全看到这里，脸色有些不好看，毕竟他所爱慕的就是何小妍，已经整整好几年了。而其他男同学也都是羡慕嫉妒恨的看着王成。有些东西错过了就错过了，我们回不去了。王成惨然一笑，经过了4年，他承认对何小妍还是有一点点感情的，不然也不会为了见何小妍一面，
一直等到现在。但现在问题是，他有未婚妻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接受何小言了。王成的回答更让众人一阵惊愕，居然拒绝了女神的表白，这也太牛逼了吧！倒是何全反而松了口气，这就说明他还有机会。就连何小言也愣住了，他想好的表白居然就这么被王成给拒绝了，心里忽然有些怅然若失。但他还不甘心，我不信，你当年那么追我，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晚上8点，我在老地方等你，我把当年离开的真相告诉你，到时候你再决定。王成微微一愣，难道当年他不辞而别还藏有隐情？想到这里，王成答应了他的这个约定。第19，前女友的生日邀请。答应了何小言的邀约后，王成便先一步离开了同学聚会。不过在离开前，王成将这里的聚会费用给付清了。答应过他们的事情，王成自然不会反悔，何况这点小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将马大东送回协和医院后，王成便径直开车去了记忆中的那个地方——星河公园，同时也是以前王成大学时候经常约何小言见面的地方，也就是何小言刚刚说的约定好的地点。所谓的老地方，也只有他们2人知道。差不多半个小时后，王成驱车赶到了星河公园。傍晚的这个时候，公园里人很少，王成将车停在路边后，便闲庭散步地逛了起来，还是记忆中的老样子。王成微微有些感慨，4年过去，这里的模样差不多没多大改变，甚至就连树木和花草也没多大的区别，好像这4年间他们一直没成长。那个凉亭还在，王成远远的就看到了那个经常约何小言见面的凉亭，嘴角微微一笑后便走了过去，靠在凉亭的木栏上，王成饶有兴致地欣赏起周围的美景来。不过还没欣赏到一半，手机里忽然有信息发进来。王成打开手机查看了下，是林倩倩发给他的，说是明天他生日，邀请王成明晚去金海酒吧一起庆祝下。王成想了想，明天好像还真是林倩倩的生日，虽然她已经是自己的前女友了，但过去给她说一句生日快乐倒也不是不可以，只怕是张浩东到时候又会针对他。好的，明晚一定会过去。王成嘴角微微一笑回复道。张浩东要是敢针对他，王成可也不是吃素的，一个2流集团的富少，他还不看在眼里。在电话那端的林倩倩此时正和张浩东坐在 KTV 的包厢唱歌，看到王成回应的信息发回来了，顿时俏脸一喜道：浩东，这个穷逼回我信息了，明晚答应会过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的。好，这次是我们主场，明晚一定要让他颜面扫地，不就中了个彩票吗？手里有点小钱就敢在我面前横，看我怎么整死他！张浩东眼神里闪过一丝冷意，在张浩东眼里，这王成绝对是穷逼，所谓的法拉利和劳斯莱斯肯定是和豪车店里的人合伙套路他的，所以他要逼王成显露穷逼的原型，然后狠狠地羞辱他，这样才能解他心头之恨。对了，倩倩，明天你多叫一些你的闺蜜朋友过来，也让他们好好看清楚这王成的真实面目。张浩东嘴角冷笑道：我马上邀请他们去。林倩倩也听说了王成中彩票的事情，所以就更加认定王成一直在跟他们虚张声势。把何小言也叫上吧，听说王成好像喜欢他的样子，明晚就让他在自己喜欢的女孩子面前颜面扫地，看他被自己心爱的女孩鄙视唾弃，不知道会是个怎样的伤心场面，想想就觉得爽。张浩东嘴角微微一笑，不过叫上何小言，他还有另外一层目的，就是想近距离接触这位女神。本然这次同学聚会他就想接触何小言来着的，哪里想到自己被王成给赶了出来，还被他给羞辱了一顿。刚好借着明晚林倩倩的生日，主场作战，一定要把王成这穷逼的身份给揭露出来，同时也想和何小言攀谈上关系。他虽然没有见过何小言本人，但也见过他的照片，的确是姿色上佳，比林倩倩美上一个等级。若能羞辱王成的同时又能搭讪上何小言，那简直是一石二鸟，想想就觉得爽。第20，真相。天很快就黑了下来，王成在凉亭里等了很长时间，终于等到了何小言的出现。他好像换了一身衣服，穿了一件比较清凉性感的红色吊带连衣裙，披了一个披肩，还踩着一双红色的高跟鞋，将他婉约多姿的美貌和身材更衬托的性感。王成，让您久等了。何小言款款来到了凉亭里，紧挨着王成坐了下来，从他身上传来淡淡的清香，还有一点酒精味，看来白天同学会上他应该喝了一点酒。4年不见，你更漂亮了。王成认真打量了他一眼，成熟后的何小言的确要比大学时候更有女人味了。谢谢。被王成这么一夸，何小言俏脸微微一红，但心里很是欢喜，一双秋水美眸盯着王成，带着一丝认真的问道：王成，你还喜欢我吗？王成被问的不知该如何作答，如果没有未婚妻一事的话，
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但现在王成还真没想好要怎么回答何小言的这个问题。想了想后，忽然有了最委婉的拒绝方法，便说道：其实那法拉利和劳斯莱斯是我从车行里借来的，车行里的女客服是我大学社团里的一名知己，她叫唐梦琪，你也认识，她刚好在那里当销售，我就顺便让她帮忙安排了这一出戏。还有张浩东他们说的没错，我连工作都没有，连房租都付不起，是个一无是处的穷逼，这样的我你还喜欢吗？王成忽然扭过头来反问他道。他原本是想用这种贬低自己的方式好让何小言自我放弃，但他貌似想错了。何小言在呆愣了片刻后，不由掩嘴一笑道：王成，你以为是我在知道你开豪车后才跟你说那番话的吗？好吧，就当我没说。王成自然知道何小言的价值观，他不像林倩倩那样是钱财如生命，相反，何小言家里条件很不错，他父母开着几家很赚钱的酒店，他本身就是个白富美，所以不可能像林倩倩那样看到王成穷会毫不犹豫地甩掉他。无论穷也好，富也罢，你在我眼里都是大学里那个追了我3年的才子。何小言说着，从包包里掏出了一封信，递给王成。这是……王成微微皱了皱眉，犹豫了一会，还是接了过去。这就是我当年出国的原因，这一切都跟你有关。本来我都准备好接受你了，可是何小言忽然有些委屈的说不出话来了。王成打开那封信后，拿出了那张纸条，只见上面写着几个字：离开王成4年，不然你父母的酒店会破产。怎么可能？王成震惊了，这分明就是有人逼迫何小言出国的。他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的父母，因为之前母亲说过，家族里一直在穷养他，而何小言是白富美，一旦和他好上，以何小言的性格，绝不可能让王成吃苦，更不会让他在外面辛苦赚钱了，可能一毕业就进了他父母的公司当高层，拿着丰厚的高薪了。所以有可能王成从此就不愁吃穿，更体会不到曾大众赚钱的辛苦了。难道是我父母干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他亏欠何小言了。当然，这一切仅仅是王成的猜测而已，具体是谁给何小言的这封信，他并不知道。我收到这封信后，我爸妈就急忙安排我出国了，还不许我再联系你，所以才会跟你不辞而别。其实那夜，我已经准备答应你的追求了，决定和你在一起。只是这句话，迟到了4年。说到这里，何小言眼神一暗，王成大概明白了其中的缘故，这很可能就是父母故意在阻挠他和何小言在一起，目的就是要穷养他吧。原来还是我害了你。王成忍不住一阵苦笑，虽然他大概猜到了一些原因，但没法跟何小言说明情况。没事，信上只是说了让我离开你4年，现在时间过了，我们又可以重新在一起了。何小言说着，主动抓住了王成的手，俏脸有些羞涩，但还是紧紧抓住了他。王成没有说话，而是心情有些烦躁，但手却没有甩开他，而是任凭何小言紧紧抓着，在心底里很想接受他，但现实好像又不允许他们在一起。见王成没有回答他，何小言眼神微微一暗，旋即将话题转开道：对了，明天你是不是要参加倩倩的生日聚会？你怎么知道？王成回过神来后，疑惑地问道。他也邀请我了，我们一起去吧。何小言停顿了下，如水的眼眸一转，继续说道：王成，你把法拉利还回去吧，以后也别想着在前女友面前装阔气了，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毕竟要往前看。这样我明天吃点亏，就当你1天的女朋友，到时候倩倩看到我是女朋友，她一定会嫉妒。王成微微一愣，何小言居然以为他跟张浩东撕逼，是想在前女友林倩倩面前装阔气，挽回他的心，忍不住一阵莞尔。行吧，明天就带你去装逼。王成嘴角微微一笑道，下意识地握紧了何小言柔嫩无骨的手，有种舍不得放开的感觉。第21，美女保镖。和何小言分别后，王成径直开车回了自己的别墅。到家后，王成一屁股就躺在了沙发上，感觉这一天太累了。女仆安宁乖巧地上来给他按摩，手法熟练地揉捏着他的大腿，给王成放松。少爷，萧慕言演唱会的门票我给您抢到了。抢到了就好，辛苦你了。王成感受着安宁的按摩，神情很快就放松了下来，特别是他的按摩手法很是让人舒服。精神放松下来后，王成不知不觉间居然睡着了，一夜无梦。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早上了，和煦的阳光透过玻璃窗从外面射了进来，将整个别墅照得格外舒服。安宁早已贴心地做好了早饭，小米粥、鸡蛋、水果沙拉还有煎饼，这些都是安宁做的，看起来很诱人的样子。少爷，你醒了，我给您做好早餐了。安宁说话的同时，已经给王成准备好洗脸水和毛巾了。
只要王成需要，随时可以洗漱。王成点了点头，随手洗漱完后，便坐了下来吃饭，味道不错，堪比5星级酒店的早饭，可见安宁的厨艺的确很棒。不过刚吃到一半，别墅外面忽然响起了清脆的门铃声，王成皱了皱眉头，这个时候会是谁来找他？安宁，你去看看，是谁？是少爷。安宁点了点头后，迅速去到了外面，不过很快他就又回来了，并第一时间报告给了王成。少爷，外面来了一个美女，说是陈总安排给你的保镖。我的保镖？王成放下了手里的筷子，这陈总还真是为他考虑周到，居然连保镖都给请上了。叫他进来吧。安宁按照王成的吩咐，将这位美女保镖给请了进来，并很快来到了王成的面前。王公子你好，我叫林静雅，是陈总派我来保护你安全的。王成抬头看了过去，只见这林静雅面容姣好，身材也是凹凸有致，尤其是那双大长腿，是他见过所有女孩子当中最长的，扎着一个马尾，眼神明亮，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衣，将她的身材更是完美的衬托了出来，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你什么出身？学过跆拳道还是散打？王成饶有兴致地问道。我学的是武术和搏击术，师从泰山洪拳道宗师姚劲宗。你是我下山后第一个保护对象，我会拼死护你周全的。林静雅一脸认真地说道。学的居然是武术和搏击术，不错不错。王成嘴角微微一笑，这陈豪成还真是牛逼，连泰山洪拳道宗师姚劲宗的徒弟都给请下山了，当真是面子大得很。你以后就住在这里吧，我叫你跟的时候你就跟着我，不让你跟的时候就留在这别墅里吧。王成可不想24小时被这个美女保镖跟着，不然连自己的一点隐私都没有了。好的，王公子。林静雅点头应道。不过今晚你得跟我去一趟金海酒吧，出门在外你就说是我表妹吧，不要叫我王公子，就叫我表哥，或者哥也行。王成想了想，今晚去的金海酒吧鱼龙混杂，经常有地痞流氓在那里活动，所以带上林静雅可能更安全些。而且他也不敢确定这次过去参加林倩倩的生日派对，张浩东会不会针对他，毕竟那里可是他的主场，若他武力威胁的话，王成还真不好应付。好的，王公子，一切听凭您吩咐。林静雅英姿飒爽，别有一番女中豪杰的意味。王成点了点头，对他颇为满意，有他跟着，他和何小妍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了，说不定还能给张浩东一点教训，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再挑衅了。作者有话说，这是今日加更的，感谢今天打赏的朋友，打赏越多，更新的也越多，感谢大家的支持。第22，你们怎么一起来了？傍晚的时候，王成带上林静雅这位美女保镖后，开着法拉利径直去了何小妍所住的高档公寓。花田家园乃是清水城比较高档的公寓型小区，因为离工作地方近，所以何小妍就选择了在这里独自居住。王成到的时候，何小妍已经等在那里了。今日的她打扮得格外漂亮，还化了淡妆，更显得美艳动人，穿着白色的露肩雪纺短裙，秀出了性感的锁骨和光滑细腻的大长腿，披散着一头乌黑的长长秀发，踩着一双粉红色的高跟鞋，手里还提着一个粉红色的手提包作为搭配，整个人美得不可方物，和大明星萧慕言比起来也不遑多让，看得王成微微一呆，他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何小妍。怎么样，我今天漂亮吗？何小妍坐上副驾驶后，嘴角浅浅一笑，似乎对王成看呆的表情很是满意。漂亮，不过这样会不会太露了？王成看到何小妍把锁骨都露出来了，下意识的把何小妍肩膀处的肩带布料往上扯了扯，直到把露出来的香肩给遮盖上，这才满意。看到这个举动，何小妍忽然掩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笑什么？王成不明所以的问道。我忽然想起了网上的一句话，说是你们男人对于自己的女人能穿多少就穿多少，对于别的女人能穿多少就穿多少。何小妍有些略带调侃的说道，不过心底里却是暗自窃喜。王成这样做，至少说明在他心底还是很在意自己的，不然也不管自己穿多少了。被他这么一说，王成微微有些尴尬，这话还真说的没错。对了，我给你介绍下，后面坐的这位是我表妹，她叫林静雅，想要去金海酒吧见识下，所以我就带她过去了。经王成这么一提醒，何小妍才发觉后座里果然还坐着一位英姿飒爽的美女，不过神情有些淡漠，原来是表妹，长得还是真漂亮。何小妍说着还主动和她打了招呼，只是林静雅的反应有些平淡，只是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了。她性格有点冷，平时就这样。王成尴尬地解释道。何小妍这才释然，
还以为不喜欢他呢。很快，王成开车赶去了金海酒吧。金海酒吧在清水城属于中高端酒吧，一般都是富二代或者地痞流氓经常去的地方，里面鱼龙混杂，经常闹出事情来。如果没有林静雅的话，王成带着如仙女一般的何小妍过去，还真担心会出事。但有高手林静雅跟着，他倒是不怎么担心了。王成从车上下来后，只见路边的车位上不少都是豪车，奔驰、宝马这些都属于普通的了，还有路虎、保时捷等豪车。不过王成开的法拉利在里面也算是高档的了。这金海酒吧我还是第一次来，我们进去吧。何小妍亲昵地挽过王成的胳膊，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走。王成也很享受这样被何小妍挽着胳膊，两人宛如情人般的走了进去。林静雅则跟在了王成的身后，准备随时保护他的安全。现在还早，所以酒吧里的人不是很多，三五成群的坐在一起聊天喝酒泡妞，也有美女单独坐在吧台上喝酒，当然也有人已经跳入舞池在那嗨着了。王成，我们去包厢里吧，这里太嘈杂了。何小妍似乎不习惯酒吧里嘈杂的劲歌热舞，便想着赶紧去林倩倩订的包厢。王成也点了点头，快步走了过去。三人很顺畅的来到了1024号房间包厢。王成让林静雅守在外面，而他则是带着何小妍推开门走了进去。只见包厢里已经有不少人了，张浩东、林倩倩坐在了最中间，也有几个王成他们认识的同学，还有几个他们不认识，可能是林倩倩的闺蜜或者要好的朋友吧。王成、何小妍的出现顿时吸引了包厢里所有人的注意，特别是那几个男的，瞬间把目光聚焦在了美艳动人的何小妍身上。张浩东更是眼里都快看得喷火了，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何小妍本人，实在是太漂亮了，林倩倩完全没法跟他比，一定要把弄到手。张浩东暗自吞了一口口水。王成、小妍，你们怎么一起来的？林倩倩微微有些意外，他们俩居然一起来了。同时他还看到何小妍居然亲昵地挽着王成的胳膊，一副很亲密的样子。我现在是王成的女朋友，不过还是要谢谢倩倩，不然我也没机会和王成在一起。何小妍说着，还将头靠在了王成的肩膀上，故作亲密的样子，气得林倩倩脸色很不好看。而王成则是暗自苦笑，没想到这何小妍居然还会故意气林倩倩，真是小瞧她了。第23，还想套路我。林倩倩的确很生气，她万万没想到在她眼里如此一无是处的穷逼废物，居然跟白富美何小妍好上了。特别是何小妍比她还优秀，也就是王成在跟她分手后找了一个比她更优秀的女朋友，这是林倩倩无法接受的，因为前男友比她过得好，找的女朋友也要比她好。她只是我不要的垃圾，也只有你把她当成宝。林倩倩没好气地回应道，心里微微有些妒忌。是吗？王成开的可是法拉利，还有劳斯莱斯，就这样的男人还是垃圾吗？那你找的张浩东只是开了一辆宝马 X 系，岂不是连垃圾都不如？何小妍嘴角浅浅一笑，丝毫没有要示弱的意思。虽然他知道王成的法拉利和劳斯莱斯都是之前找人演的，但他们却是不知道。正好借机替王成出一口气。他这话刚一出口，张浩东的面子瞬间挂不住了，他怎么可能会比王成那个穷逼还垃圾呢？但这话出自何小妍嘴里，他也就忍了。要是换做其他人，他怕是当场暴怒了。王成他就是个穷逼，怎么能和浩东比？林倩倩不服气道，也就只有你把这垃圾不如的男人当宝。何小妍将话原封不动的还给了林倩倩，顿时气得俏脸很不好看。而王成却是暗自咂舌，这何小妍吵起架来还真是厉害，不但回敬了林倩倩的话，还把张浩东说的一文不值。这丫头还偷偷给王成眨了眨眼，真是调皮得很。王成悄悄对其竖起了大拇指，暗暗夸赞他。王成，既然你都开上法拉利了，那我们玩个游戏吧。张浩东不敢驳斥白富美何小妍，毕竟他还想搭讪上她呢。然而张浩东却把气给撒到了王成身上，这次他一定要把王成中彩票的钱全部耗光，让他彻底变回穷逼，然后再揭穿王成法拉利借来的骗局，让何小妍彻底认清王成装逼的丑陋形象。如此一来，他既打了王成的脸，又获得了何小妍的感激，真是一举两得。想到美妙处，张浩东忍不住激动了起来。玩游戏？行啊，那就来吧。王成嘴角微微一笑，这家伙果然是在这里等着他呢。看到王成上套了，张浩东嘴角微微冷笑，林倩倩也是冷哼了一口气，等着看接下来的好戏。猜大小会玩吗？张浩东随手拿过几颗筛子，把它们放进筛盅里摇了摇。王成皱了皱眉，这摇骰子猜大小，他肯定会，但技术上绝对比不过经常玩这种游戏的富二代张浩东，毕竟他经常来这种地方。对于摇色子猜大小，他肯定是拿手的很。
旁边的何小言看着王成暗示其不要答应，他担心张浩东会使诈，以此来骗取王成的钱。怎么不敢？还是不会？见王成没有出声，张浩东又忍不住嘲讽道。旁边的林倩倩一脸鄙夷地看着他，包厢里的其他人也是一脸鄙夷地看着他。顺着他的套路来，王成肯定要输。随即想了想，他摇骰子不就是为了要骗他的钱吗？与其如此，那就用更简单粗暴的办法吧。摇色子有什么意思？你不就是想要我身上的钱吗？喝掉一瓶洋酒，我就给你1万块，喝穷我算你赢。怎么样？这个游戏你很满意吧？为你量身定制。王成嘴角微微一笑，看等会怎么玩死你。此话一出，整个包厢里的人都一阵惊呼，连林倩倩和张浩东都没想到王成一玩就玩这么大的。只是旁边的何小言却急了，小声在他耳边劝道：王成，我们还是别玩了，一瓶酒就1万块，这也玩得太大了。张浩东则是冷冷一笑，想用灌酒的方式来把他灌醉，那真是太小看他了。他可是经常来混酒吧的，酒量还是不错的，但他还想让王成更难堪。随即道：王成，你都开上法拉利了，光我一个人喝怎么能赢？多几个人陪我一起喝，你可以接受吧？张浩东暗自估算了下，王成中了50万的彩票，30万给了那个马胖子，5万用于同学聚会，剩下的租车雇演员差不多至少也要5万，所以王成剩下的可能还有10万左右。10万得要喝10瓶。张浩东自问他酒量再好，一个人也做不到，但包厢里除了王成和何小言外，还有差不多10人，每人喝个1-2瓶就能彻底把王成打回穷逼状态。行啊，只要他们愿意，喝掉1瓶就奖励1万。王成嘴角微笑着说道，这点小钱他还不在意。话音刚落，包厢里众人都忍不住一阵惊呆，这穷小子今天是装逼，不会是装大发了吧？那可是你说的张浩东。见他上套了，便忍不住一阵激动，随即便想叫服务员上酒，但却被王成给阻止了。怎么想反悔？我怎么可能反悔？玩游戏总得有点彩头吧？王成嘴角微笑道，今天他得给张浩东一点教训，不然还以为他好欺负了。第24，敢跟我玩？你还太嫩了。彩头？你想赌什么？尽管说张浩东很有信心，包厢里加他一共11个人，每人1瓶酒就能把王成给喝穷了。等他付不起钱的时候，就是张浩东彻底撕开他装逼面具的时候。你把我喝穷了，算你赢。今天这包厢里的消费，包括等会上来的酒水，都是我买单，但如果你喝不穷我，那就是我赢了。外面我表妹正和朋友喝酒，你等会把她和朋友的单买一下就可以了。怎么样？这游戏还划算吧？王成嘴角微笑道，其实这游戏里面有一个大坑，就是他说的表妹林静雅的朋友。在张浩东看来，王成的表妹有朋友最多也就几个而已，消费不了多少。但是王成可等会要让张浩东全场买单，也就意味着外面那些酒吧里的人全是林静雅的朋友，但王成就是不明说，这就是给张浩东挖的大坑。划算。好，在座的各位朋友给做个见证，到时候可别耍赖。张浩东大喜，他表妹的朋友能消费多少钱？何况他自信不会输。搞起！服务员张浩东兴奋地大吼道，把服务员小姐姐给叫了过来，然后让她先上20瓶皇家礼炮，这每一瓶就要2000块钱，这么一下就要4万了。何小言在旁边看得有些着急。王成，你想什么呢？这不是摆明着给他们送钱吗？没事，你安静看好戏就可以。王成嘴角握了握何小言柔嫩无骨的小手，安慰他道。何小言叹了口气，暗自想着，等会要是王成付不出钱了，就先转一些给他，至少得把这游戏给玩赢了。20瓶皇家礼炮整整摆满了整个桌子。看到一切就绪，张浩东兴奋地对着包厢里的众人叫道，各位朋友们，赚钱的时候到了，开干吧。说着兀自先拿了1瓶皇家礼炮喝了起来，其他4个男的也毫不犹豫地开瓶就喝，但剩下的几个女的就有些犹豫了。看我怎么喝穷你。林倩倩作为女孩子第一个开瓶喝了起来，有了她带头，其他几位女孩子也跟着喝了起来。1瓶酒就是1万块，这比他们打工赚钱来得轻松多了。一下子整个包厢除了王成和何小言外，其余人都拼命喝起了皇家礼炮来。有几个女孩子不会喝酒，趁王成没发现直接倒了半瓶，不过王成也不在意，看着他们猛灌酒的样子，何小言看着很是忧心忡忡，而王成却是老神在在，一副看好戏的模样。干了。张浩东酒量好，第一个把1瓶皇家礼炮给喝完了。1万块，拿钱来，我支付宝转给你。王成拿出手机，嘴角微微一笑道，
旋即直接用支付宝扫码的方式给张浩东赚了1万块钱过去。好，爽快。继续，张浩东看到王成将1万块钱果然用支付宝打给了他，顿时大爽。只要把王成剩余的中彩票的钱耗光，那可以将他彻底打回穷逼原形了。随即，张浩东继续喝上了第2瓶皇家礼炮。他酒量好，至少一个人能干3瓶。我也喝完了。另外一个男子醉醺醺地站起来说道。王成依然不紧不慢地用支付宝打给了他1万块钱。有了这钱的刺激，其他人喝起酒来更疯狂了。但是这皇家礼炮可不是谁都能喝的，好几个女的喝不了1瓶酒就醉倒在包厢的沙发上了。但林倩倩还在硬撑，她一定要打王成的脸。最近在她面前丢了好几次脸，一定要想法设法证明离开王成是她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我也喝完了。林倩倩晕乎乎地说道。王成看着她拼命的样子，忍不住一阵嗤笑，随即拿出手机给她转了1万块过去。当他听到1万块到账的信息后，同样忍不住醉倒在了沙发上。很快众人七七八八的都被自己给灌醉了，但王成也付出去了不少钱，足足有10多万了。又是1瓶，赶紧付钱。张浩东一口气喝了3瓶皇家礼炮，还没有醉倒，可见他酒量的确是好，不愧是酒吧常玩的富少张大少，酒量果然不错。王成说着，再次把1万块钱用支付宝打给了他，这已经是15万了，远远超过了张浩东预计的10万。你怎么还有钱？张浩东收到又是1万块钱的转账后，他开始有些懵逼了。我钱还有一些，就看你能不能再撑下去了。王成还想再让他喝，但张浩东知道自己的酒量，再喝不行了。行，算你赢了。张浩东虽然不服气，但再喝下去会把他喝垮，所以他干脆认输了。反正已经消耗掉了王成15万，对张浩东来说也算达到了一定目的。王成没了这15万，怕是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了，以后也不能再装逼了。那就好，我去外面跟表妹和她的朋友们说下，等会让你结账买单。王成说着起身往外走去。张浩东隐隐感觉有些不妙，跟着王成走了出去。果然，王成来到外面后，直接朝酒吧的中央舞台走去。敢跟我玩，看老子怎么玩死你，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再来挑衅我。王成嘴角冷笑道。来到中央舞台后，王成塞了几张钞票给音响师，叫他把整个酒吧的音乐关掉。很快，整个酒吧舞台上的音乐全部停掉了，很多正跳得起劲的混子不满地大声嚷嚷了起来。特马的，哪个傻逼关的音乐，给我重新嗨起来。王成怕引起骚乱，赶忙拿起话筒进入正题道，各位，我和表妹今晚出来这金海酒吧玩，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想和大家交个朋友，你们今晚所有的消费就算在我表妹头上。话音刚落，舞台下面近100个男女忽然尖叫了起来，显然为王成这一神好举动而叫好。而有些晕乎乎的张浩东听到这里，却是大惊失色，这近100个男女的消费，怎么着也得要200-300万了。顿时整个人暴怒了起来。王成，你敢坑我，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张浩东旋即拿出电话，开始叫人，软的不行，只能来硬的。他张浩东不能再在这个穷逼面前受耻辱了。作者有话说，这是今日加更的，感谢今天打赏的朋友们，每日打赏越多，加更的字数和节越多，感谢大家的支持，跪求打赏。第25，谁废谁还不一定。张浩东万万没想到王成会在这里等着坑他，这口气他今天咽不下去，无论如何都要给王成一点教训了，不然就爬到他头上拉屎了。在张浩东拿出电话叫人的时候，王成已经从中央舞台上下来了。何小妍第一时间心情忐忑地迎了上去。王成，我们赶快走吧，你这样坑了张浩东，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何小妍紧张地说道。没事，我还得跟这里的酒吧老板说下，不然他们还以为我跑单呢。王成不紧不慢地朝吧台走去，刚好有酒吧经理也向他走了过来。先生，你确定今晚这里的消费全部由你买单吗？那经理是个年轻男子，长得还颇为帅气。没错，不过我和一位叫张浩东的先生打赌，输了他就替我买单，所以今晚全场消费会由他付钱，包括各个包厢里的消费和大厅里的消费。王成嘴角微微一笑道，这么算下来，今晚怕是没有200万下不来。要知道这金海酒吧可是中高档酒吧，物价还是很吓人的。这回张浩东要大出血了。张浩东是明阳集团的2公子吗？那经理似乎认识张浩东，一口便叫出了他的身份。他就在那里，你跟他确认下吧。王成说着用手指了指那张浩东站立的方向，没想到他却冷笑着走了过来。愿赌服输，今天这酒吧的单我会买，但是王成你也别想给我站着从这酒吧出去。张浩东发狠了，在他走来的时候，
身后不知不觉多出了4个异常魁梧的男子，好像就是这酒吧的混子托关系给找上的。你看，他都说了，今晚这单他会买的，那没有什么事了，我就先走了。王成也看到了张浩东身后的4个魁梧男子，知道把他逼急了，要武力对付自己了，但他不怕，有林静雅在，就是再来10个打手，他也不怕。王成，你觉得今天走得了吗？坑了我还想跑？张浩东拦住了王成的去路，眼神阴冷地看着他，随即又扫了一眼旁边的何小言，美艳动人的她，看得张浩东一阵心痒难耐。还有你，小言，跟什么人不好，非得跟一个穷逼废物？不如跟哥哥我吧，想要什么，哥哥给你买，保你逍遥快活。既然打算用武力了，那张浩东也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废了王成，再得到这何小言，那也不亏今晚全场买单了。我看上谁关你什么事？张浩东，我可告诉你，我爸爸可是何阳，你要是敢动我，他是不会放过你的。何小言很生气，这个渣男居然敢公然调戏他，只能搬出他爸爸来吓唬吓唬他了。但身子还是下意识地往王成身上靠了靠，看到那4个魁梧男子，他有些害怕。何阳是吗？挺好，我先把你给生米煮成熟饭了，到时候再去跟他提亲，不知道他会怎么想。张浩东冷笑道，今晚他一定要得到何小言，不管用什么手段。你混蛋！何小言有些害怕了，脸色都有些发白。张浩东，你是不是太过自信了？谁废了谁还不一定呢。王成站出来，嘴角微笑道，一脸的淡定，因为他看到林静雅已经悄悄来到他身边了，冰冷的眼神已经盯上张浩东了，如毒蛇盯上了猎物一般。今晚他跑不了了，呵呵，就凭你们3也想跟我打，找死！你可知道我身后的这4个人是谁吗？张浩东一脸的阴狠和得意，停顿了一会后继续说道，金海的龙哥知道吗？这4位就是龙哥的手下。我告诉你，王成，不要以为中点小彩票就牛逼的不行了，我告诉你，老子的能耐能碾压你好几条街，敢跟我斗，找死！兄弟们给我上，废了他，把那女的给我打晕，我要带回去。张浩东手一挥，顿时那4个魁梧壮汉迅速朝王成和何小言给扑了过去。啊！何小言吓得转身想跑，但被王成给拉住了。不用跑，咱看好戏。话音刚落，他身边的林静雅后发先至，一拳打在了冲在最前面的那位壮汉脸上，巨大的力道竟直接将他打倒在地。张浩东看到这里，脸色异常震惊，这王成的表妹也太强悍了吧。然而这还没完，更令他震惊的事情还在后面。第26实实在在的打脸，林静雅不愧是泰山洪拳道宗师姚劲宗的亲传弟子，每出一招都是稳准狠，一拳打倒最前面那个打手后，又不退反进，再一拳撂倒另外一名壮汉，一人单挑4人，居然稳占上风。看在眼里的王成微微松了口气，他本来还有点担心林静雅一人单挑4人可能会很吃力，但从眼下的情况来看，简直毫无压力。幸亏带了静雅过来，不然今天还真不好抽身。王成暗暗庆幸。而靠在王成身上的何小言见林静雅一个女孩子打的4个壮汉毫无还手之力，小嘴微微张了张。王成，你表妹也太厉害了吧，她是学武术出身的吗？好像是的，非常厉害。王成现在心情不错。反观张浩东脸色就不好看了，他万万没想到一个女流居然能单挑4个壮汉而游刃有余，这穷逼的表妹怎么这么厉害？此时张浩东有些紧张和害怕了，忍不住干咽了一口唾沫。给我打死他！你们连一个女的也打不过吗？给我干死他！张浩东突然发狂了，见4个打手连连受伤，有些气急败坏。听了张浩东的刺激后，那4个打手又奋勇上前。然而林静雅是专业练过的，乃是他们业余打架出身的，能对付的。还要来，那就只能废了你们了。林静雅见他们还要上来，随即凤眼一寒，出手更为狠辣了。只听咔嚓一声，其中一位壮汉的手臂直接被折断了，痛得他倒在地上哇啦哇啦大叫起来。另外3名壮汉此时也出拳攻向了林静雅，将他躲闪的退路都封死了。然而林静雅不紧不慢，大长腿猛地一踢横扫，直接将冲过来的3名壮汉踢得逼退几步。趁他们退后的一刹那，林静雅跨步一出，双手一抓，直接抓到了一名壮汉的胳膊，微微一用力，再次废了他的手臂，同样痛得他大喊大叫。另外2名壮汉见状有些害怕，额头都忍不住渗出了汗水。林静雅朝他们勾了勾手指头，吓得他们不敢再往前。上啊，你们上啊，老子给你们钱翻1倍，他叫一娘们，你们还打不过他吗？
张浩东看到剩下的2个打手，害怕了，忽然歇斯底里的狂喊道：“这次要是再被打脸，那他真的就名誉扫地了。”有了金钱的刺激，那2名打手大吼了一声后，随手拿起了凳子，朝林静雅砸了过去。小新和小妍被吓得俏脸惨白，忍不住惊呼出声。而王成倒是不怎么担心，而事实也的确如王成所料，这2个壮汉即使手里拿着凳子，还是被他给收拾了，一人一条胳膊被打废了。我还没出全力就倒下了，真是没用。林静雅拍了拍手，看着倒在地上哀嚎的4名壮汉，微微摇了摇头，随即直接跳到了张浩东身后，一手抓住了他的后领，将张浩东给拖到了王成的面前。而此时他早已被林静雅恐怖的手段给吓得脸色苍白了，哪敢反抗，但嘴上却毫不服软。王成，我可是明阳集团的2少爷，你要是敢打我，老子绝饶不了你。王成微微一皱眉，如此地步还敢威胁他，真是叫人不爽，直接一甩手，一个响亮的耳光打在了张浩东的脸上。今天老子就实实在在的打你脸了，下次你要是还敢挑衅我，就不是打脸的问题了。王成眼神冰冷，他早已不是那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了，现在的他可是超级富二代，还怕你个2流集团的少爷？就是他老子来了。王成也照打不误。王成，你有种，老子一定会让你后悔的。张浩东阴狠地说道。他打心底里瞧不起王成这个穷逼，更确信他不会把自己怎么样。很好，静雅，给我废了他。王成淡淡一笑，随即拉起何小妍的手往前走去。听到这里，张浩东脸色大变，知道王成真敢下狠手，旋即再也顾不得面子了，赶紧求饶道：“等等，王成，我知道错了，我刚刚开玩笑啊。”张浩东没想到王成居然敢真的叫他表妹对他动手，左胳膊直接被林静雅给打断了，痛得他抱着手臂在地上狂喊乱叫：“今天只是给你点教训，要是再敢挑衅我，后果你是知道的。”王成冷冷地丢下这句话后，直接牵着何小妍的手离开了这金海酒吧。林静雅则紧随其后，留下张浩东和那4个打手躺在地上，痛得打滚。第27，又来一个好消息。王成带着何小妍和林静雅从金海酒吧出来后，神清气爽，今天狠狠地教训了一下张浩东，心情非常爽。几人很快就坐进了车子里。王成准备先送何小妍回家。王成，我们打伤了他们的人，他们会不会来找我们报仇啊？何小妍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一脸担忧地说道：“没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用怕他们。”王成嘴角微微一笑，陈豪成在清水城可是黑白通吃，一般情况他都能应付，若是真遇到他应付不了的事，还有王家其他势力。要知道王家的势力和财力是非常庞大的，就连王成现在也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罢了。不过王成觉得最终还是要自己强大，才能让人真正敬畏。就像爷爷有他的财团，爸爸有他的集团企业，而王成以后也要有属于他自己的实力。很晚的时候，王成的法拉利停在了花田家园的大门口，不过何小妍并没有下车，而是犹豫了一会说道：“王成，你在外面还是租房子住吗？”“对啊，清水城的房价这么高，我怎么买得起？”王成嘴角微微一笑，他暂时还没想过要把真实身份告诉何小妍。不过即使告诉了何小妍他现在住的是2000万的别墅，他怕是也不信，毕竟一个才毕业3年的人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要不你搬来我这里住吧，我不收你房租，这样你可以省一笔房租费。何小妍说这话的时候，俏脸微微有些绯红，不过美眸里却带着一丝期盼之色。王成一脸懵逼，这何小妍是在邀请他跟他一起住吗？换做其他男人，能跟绝色美女何小妍同住一个房子，怕是求之不得了。但是王成可是有未婚妻的，虽然这个未婚妻还未曾见过一面，他怕住进去后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会把持不住。那个等我那房租到期后，我再搬过来吧。王成只能先编个谎话给搪塞过去了。那好吧。何小妍略微有些失望，迟疑了一会后，略带羞涩的呢喃道：“王成，你把脸伸过来一下。”脸？好。王成一脸懵逼的把脸伸了过去，不知道何小妍什么意思，然后便看到何小妍直起身子，在他的脸颊上用玉唇轻轻触碰了一下，旋即害羞的他满脸通红的下了车。而王成此时也如触电了一般，原本以为被他浇灭了的火苗，好似又有重新复燃的迹象，这是旧情要复燃的感觉。唉，要是能娶2个就好了。王成也是一阵心烦意乱，要是没有和萧慕言的婚约，他肯定就接受何小妍了，毕竟大学里他可是追了他整整3年。目送何小妍进入公寓后，王成也开车回去了自己的豪华别墅。只是刚回到别墅里，
王成的手机便响了起来，看了下来电显示是陈豪成后，很是意外，但还是很快接了起来。陈助理，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情？王成一屁股躺在了沙发上，女仆安宁很是乖巧的走上来给王成按摩，还给端来了一大盆水果。少爷，你之前交代我收购恒丰文化娱乐公司的事情，我帮您办妥了。董事汪东辉也按您的意思给赶出了董事会，您看接下来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从电话里传来了陈豪成的声音。王成听到这里很是惊喜，终于把恒丰文化给全部收购了，这样的话这公司就彻底是他们王家的了。干得不错，你马上让人事秘密你一份任聘书，招我为制作部经理，还有再你一份对吴勇的解聘书，理由就写调戏下属，不遵守公司法纪，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明天一早送到我住的地方。王成嘴角扬起一抹弧度，终于可以重回公司了。好的，少爷，我马上去准备。陈豪成很是郑重的应道。挂了电话后，王成心情大爽，吴勇老狗，这回看我怎么收拾你。作者有话说，这是今日加更的，感谢今天打赏的朋友们，打赏越多，加更也越多，跪求打赏支持。第28吃软饭的男人，玉龙会所，这是张天龙的私人会所，平时主要用来招待一些黑白两道的大人物，然而今天却是很不寻常。会所内的一间丁字号房间里，此时张天龙坐在一张太师椅上，神情很是冷峻，肥大的身材将整张太师椅给坐满了，脖子上挂着一条很粗的金链子，手里转着2个玉球，满脸的横肉，一脸的凶相。而在他下面站着5个人，他们的胳膊都个个打了石膏，显然受了不小的伤。其中一个就是张浩东，他的胳膊同样打了石膏，不过此时他在面对所谓的龙哥时，显得有些惴惴不安。你是说你们被一个女人打成了这样？张天龙转着手里的玉球，盯着下面的张浩东，眼里透露着一丝寒意。龙哥，那女人我认识，是王成的表妹，好像是练过的。张浩东战战兢兢地回话道。王成的表妹，这小子什么来头？张天龙忽然对王成产生了一丝兴趣，居然连明阳集团的2少爷都敢打，看来应该有点背景。那小子哪有什么来头？就是穷逼一个，只是最近刚泡上和氏酒店的千金何小妍，这才膨胀了。张浩东话虽这样说着，但心里却很妒忌王成。何小妍那种绝色美女居然被王成一个穷逼泡到手，这实在是让他不甘心。和氏酒店，何阳的公司吧？没想到这老家伙被视为珍宝的女儿被一个穷小子给泡走了，真是有趣。不知道他知道后会是个什么心情。张天龙自然认识做酒店生意的何阳，清水城里有名有姓的人物，他张天龙多多少少都认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下面的张浩东正愁找不到对付王成的办法，听到这里，脑子里却是灵光一闪，一条对付王成的妙计很快出现在他脑海里。呵呵，王成你个穷逼，昨晚受的耻辱，我一定会加倍从你身上讨回来的。像你这种穷逼根本不配拥有小妍，我会让你知道现实是残酷的。张浩东在心里暗暗得意地想着，旋即又瞧了一眼坐在太师椅上的张天龙，眼珠子一转，又有坏心思涌上来。龙哥，昨晚我被打的时候已经报出你名号来了，但你猜那小子怎么说？他还说什么呢？张天龙眼睛微眯着说道，他说即使龙哥来了，他也照打不误，还说要把你打成猪头，让你爹妈都认不出来。张浩东话未说完，张天龙忽然怒拍桌子，震得桌子都快散架了，可见这力道不小。一个穷小子居然连我张天龙都不放在眼里了，以为靠上了何氏千金就牛逼了，躲在2个女人背后吃软饭的男人也敢跟我叫板。张天龙这辈子最瞧不起吃软饭的男人，而眼下这情况来看，王成这穷小子一看就是吃软饭的，被何小妍和他表妹护着，不就是吃软饭的吗？对对对，这穷小子就是个吃软饭的，怎么能跟龙哥比呢？他给您提鞋都不配。张浩东在一旁应声附和道，打心眼里他也觉得王成这穷逼就是个吃软饭的，这小子看来得给点颜色瞧瞧了，不然我还怎么在道上混？张天龙眼神里闪过一丝寒光，他的手下被打，若不给对方一点教训，就这样忍气吞声，要被道上其他人耻笑的。浩东，你明天让他到我这里来一趟，我会他，顺便商量下如何赔偿我手下医药费的事情。放心龙哥，这事我绝对办妥。张浩东听到张天龙要会王成，当即心里大喜，得罪了龙哥，那可不是赔偿一点医药费就能了事的。在他们算计王成的时候，后者此时刚刚接到陈豪成差人给他送过来的解聘书和聘用书。王公子，这是陈总叫我给您送过来的文件，来的是一位年轻精炼的男子，戴着一个黑框眼镜，显得很是精明能干的样子。谢谢，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吧。王成将他打发走后，
扫了一眼文件袋里面的文件，当看到果然是他想要的东西后，嘴角忍不住微微一笑。吴勇，这回让你尝尝被开除的滋味。说着，王成直接开车去了恒丰文娱公司。这次他要强势回归，让之前公司里那些看不起他的人为之惊愕。第29，强势归来。恒丰文娱公司，王成到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是早上10点多了。这个时候早已经是上班时间了，大门口人也比较少。再次回到公司，王成还是很感慨的。不久前，部门经理吴勇在厕所调戏公司里的一位女同事，王成看到后，气不过便将她打了。不服气的吴勇便将王成告到了公司董事会。他有舅舅在董事会包庇他，王成反而被开除，还扣除了他最后1个月的工资作为药费赔偿。这件事情让王成好一阵无力。好在今天他回来了，门口的几个年轻保安本来是要阻拦王成进入公司的，但被年长一点的保安领队给阻止了，似是得到了上级命令一般，让王成畅通无阻地进入了公司。按着记忆，王成快步进入到了公司。这不是王成吗？前台小姐姐很快认出了他来，一脸的惊讶之色。他不是被开除好几天了吗？怎么还会过来？公司里认识王成的人不算少，而他暴打部门经理吴勇反被污蔑开除这件事情，当时也在公司闹得沸沸扬扬。然而今天看到他重新回来公司，都有些惊讶。特别是电梯里，就遇到了几个认识王成的同事。这不是王成吗？他怎么回来了？几个人在电梯里小声嘀咕着。很快，王成回来公司的消息传到了制作部经理吴勇的耳朵里。此时他正潇洒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着小视频。吴勇这人能力没几分，为人却好色，公司里好多女职员都被他骚扰过，都是敢怒不敢言，但也有几个狗腿子投其所好，受到了吴勇的大力提拔，所以眼下整个制作部都是死气沉沉的，制作的节目收视率更是垫底的存在。不过好在有董事会的舅舅罩着他，吴勇也担不了什么责任，大不了上面怪罪下来的时候，就拿几个不听话的职员开刀就行。吴经理，王成回来了。吴勇的一个狗腿子陈浩然急匆匆地推开门就跑了进来。他现在的职位就是 A 组组长，也就是主管的位置，是前几天王成被开除后，吴勇提拔他上去的。吴勇赶紧关掉电脑上的小视频，忍不住皱眉道：王成，那小子来公司干什么？他不是被开除了吗？不知道啊。他就这么兴冲冲地走进来了。好多同事都看到了，陈浩然急切地回答道：那赶紧叫保安啊，将他赶出去。吴勇想起王成还有些后怕，当时被他打怕了，现在想起他来就头皮发麻。好的。得到了吴勇的指示后，陈浩然赶紧去叫保安了。而此时王成则是已经闯到了制作部，好多同事都忍不住好奇地跟了过来，看王成这架势，感觉是要来复仇的。王成嘴角带着笑容，脚步飞快地直接来到了吴勇的办公室，也不敲门，直接推门而入。吴勇，好久不见。王成，你怎么来了？吴勇吓得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脸色微微一变。之前被王成打的事情还历历在目呢，你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了，赶紧出去，不然我要叫保安了。好啊，你叫。王成嘴角微微一笑，淡定地回应道：王成，你别嚣张，有种就等着。吴勇用手指了指王成，一脸的阴狠之色。办公室门口也围观了很多部门里的同事，大部分王成都认识，他们看到王成直闯吴勇的办公室，就知道有好戏看了，赶紧停下手头的工作，纷纷围拢了过去。看什么看，都赶紧走开。陈浩然这个狗腿子带着几个保安过来冲他们大吼道。同事们见保安过来了，便纷纷退后了几步，给他们让开了一条道路出来。保安大哥，就是这小子，他已经不是我们员工，却闯进来了，麻烦请他出去吧。陈浩然指着王成对几位保安说道，看着王成的眼神很是得意，有种你上来打我呀的意味。吴勇看到保安来了，胆气也瞬间上来了。保安，保安，快点把这个垃圾给我轰走，不然我让舅舅扣你们工资。此时吴勇的舅舅王东辉被赶走一事还处于保密状态，所以吴勇还并不知道此事。其他同事看王成此时也忍不住摇了摇头，颇为同情，毕竟他们公司的保安可不是摆设的。倒是王成淡定得很，那几个年轻保安犹豫地看了一眼年长一点的领队，都在等他拿主意。而那保安队长带着人很快来到了王成的面前，但并没有将他赶出去，而是提高了声音说道：贺总说了，今天凡是涉及到王成的事件，全听王兄弟指令。此话一出，全场皆惊，保安部门全听王成指令，这是只有总经理才有的权利。吴勇更是被震撼得说不出话来，一股不祥的预感打心底里冒了出来。第30，雷霆手段。王成很满意陈豪成的安排，有了公司保安队的支持，
他接下来的动作就要顺利多了。而吴勇则是被眼前的情形给震撼的说不出话来。怎么可能？这一定不是真的！吴勇身子哆嗦了一下。本来看到保安出现，他感觉又能在王成面前耍一下威风了，但现在好似要被他反转打脸了。但一想到他的舅舅汪东辉是公司董事会成员，胆气又恢复了一些，指着王成打骂道：“王成，别以为你贿赂了保安队，你就能为所欲为了！记住，你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了，识相的就给我赶紧离开！”呵呵，吴勇老狗，今天要离开的是你，而不是我。好好看看这是什么！王成淡淡的说道，同时从文件袋里取出了一份解聘吴勇的文档，直接甩在了他面前。解聘我？你这是在搞笑吗？你算什么狗东西，敢解聘我？你以为公司是你家开的吗？真是笑话！吴勇连看都没看那张纸，在他看来，公司是不可能开除他的，有他舅舅在，只有他开除别人，还没有人可以开除他。而围观的众同事看到这里也是忍不住惊呼，但一想到吴勇的舅舅还是公司董事，开除吴勇这种事情就很不现实。然而王成却是再次淡淡的提醒道：“还是先看看解聘书是谁签的字吧。”看就看，老子还怕了你不成？吴勇还真不怕这一张纸，但是看到解聘书上的贺总亲笔签字后，顿时脸色大变。是贺总签的字？这怎么可能？事先我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收到？吴勇反复确认了这解聘书上的签字后，心里有股不好的预感升起，但嘴上还是强硬道：“你这是造假，敢伪造贺总的签字，你知道这是违法了知道吗？我可以随时报警，你就等着坐牢吧。”吴勇还想恐吓他，但王成却是嘴角微微一笑道：“谁坐牢还不一定呢，公司里有很多女同事受过你的骚扰，要是他们站出来举报你，怕是先坐牢的就是你了。”王成这话却是说到了吴勇的痛点上了，他忽然怂了，但还是不敢相信公司会开除他，随即便想到了他的舅舅。你等着，我让舅舅过来收拾你。吴勇说着拿出了手机，很快拨打了他舅舅汪东辉的号码。现场形势已经被王成完全掌控，他只能求助于他舅舅汪东辉了，而王成则是饶有兴致地看着他，看他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然而汪东辉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无论吴勇打多少次都提示对方处于关机状态。这下子吴勇慌了神，舅舅的电话怎么一直关机呢？别打了，你舅舅已经不是公司的董事了，已经保不了你了。王成嘴角微笑着说道：“不可能，我舅舅可是拿了1000万入股公司的，怎么可能说退出就退出？”这下吴勇彻底慌了，汪东辉可是他最大的依仗，如果连他舅舅都退出公司了，那他就真的在这里待不下去了。而围观在外面的同事听到汪东辉已经退出董事会了，都忍不住齐齐一阵惊呼，好多受吴勇压迫的更是在心底暗暗叫好，还不相信的话自己去人事那里问问吧。不过我这次来是来接替你工作的，以后我就是这制作部的经理，而这间办公室也是我的了，你可以滚了。王成又拿出了聘用书，直接甩到了吴勇的脸上，就凭你也敢取代我？吴勇不相信的扫了一眼那张纸，然而上面果然写着让王成接替制作部经理一职，还有贺总亲自签的字，看得他再次目瞪口呆。其他同事也看得一阵惊呆，毫无背景的王成居然给他们上演了一幕惊天大反转，不但把董事汪东辉赶出了董事会，还取代了吴勇在公司的位置，这着实震撼了他们。来人，这吴勇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了，给我赶出去！王成扭头对着那保安队长指示道。是。王经理。那保安队长心思活络，立刻按照王成的话照办，然后带人将吴勇给拽了起来。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我可是制作部经理，我舅舅是公司董事汪东辉，你们谁敢动我一下？再动我一下试试，信不信我让舅舅开除你们？吴勇拼命的挣扎，想要挣脱出那几个保安的拖拽，但很显然这是徒劳的，他挣扎的越厉害就显得越可怜。而此时他的那几个狗腿子看到吴勇被保安拖了出去，也是心中凄凉，完了完了，公司要变天了。王成，老子就是出去后也不会放过你的，你等着。吴勇知道自己挣扎没用后，怒气的大吼道，放出狠话来。很好。吴勇言语侮辱上司，扣掉这个月的工资，作为精神赔偿费，以后不准再踏入公司一步。王成淡淡的说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让你也尝尝老子的厉害。果然这话一出，吴勇更是面色扭曲，难看至极。他还想再大声辱骂王成，然而直接被那保安一拳打晕了。叫你不老实？王成嘴角微微一笑，很满意这保安队长的处理方式，而众同事都看得一阵噤若寒蝉，特别是那几个吴勇的狗腿子，此时更是腿肚子打哆嗦。陈浩然、严秋、付豪，你们3人也被公司开除了。
去财务室领取最后1个月的工资吧。王成一不做二不休，以雷霆手段直接将吴勇的狗腿子都给开除了，省得以后闹心。顿时这3人面如土色，直接瘫在了地上。作者有话说，感谢今天打赏的朋友，求打赏。另外看到这里的还没有加我关注的，可以加我下关注，这样以后追更方便。第311000万的回敬，王成重回公司制作部并铁腕整顿的事情，很快在公司传了开来，大部分人都替王成叫好，特别是受过吴勇骚扰的那些女同事，此时看王成的时候更像是救世主。清理了制作部的害群之马后，王成又让人叫最近制作的几个节目和收视率报表拿来，哪想到这一看之下，快气死王成了。这尼玛的，连我制作的《荒野生活》都被搞得收视率垫底了，王成很气愤。仅仅半个月，《荒野生活》从巅峰的收视率前3给跌出了前10。王成叫来了之前关系颇好的女同事姚欣问了一遍，这才知道他离开后，这档节目就被陈浩然给接手了。他为了讨好吴勇，将几个参加《荒野生活》的2、3流女明星介绍给了他，后者以镜头曝光度为威胁，想要潜规则这几个女明星，这他们哪里肯就范，直接宣布不演了，直接导致《荒野生活》这档节目收视率跌出了前10。王经理，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办？ A、B、C 组3组长都空缺，很多节目没人管控了，姚欣担心地说道。播出时间又快临近了，这要是内容还没做好，上面怪罪下来可是要拿他们开刀的。王成之前开除的3个狗腿子就是这3个组的组长， A 组暂时还是我先管控， B 组组长由你担任。王成看着姚欣说道，他本人长得还是很不错的，一身黑色的职业套裙，将身材完美的勾勒出来，轻薄黑丝裹着笔直修长的腿，腿肚绷紧，线条柔美，而且他能力也有，只是因为不肯被吴勇潜规则，所以在部门里他一直被打压。王成，不，王经理真的让我做 B 组组长吗？我怕我做不好。姚欣俏脸上有些激动和兴奋，更多的是不敢置信。你要相信自己。另外把刘能叫进来，王成一项项的将事情有条不紊的安排了下去。而 C 组组长的位置，王成则是让刘能担任了。此人算是制作部门的老同事了，混了6、7年，一直郁郁不得志。当听到王成要将他提拔为 C 组组长的时候，兴奋了好久，连连感谢王成。忙碌了1天后，王成很晚才回去。虽然他现在身价无上限，但他也想做出点自己的成绩来。他爷爷有他的跨国财团，他爸爸也有属于他的跨国集团，所以王成也要打造个属于自己的帝国。当然这一切得慢慢来，先从部门经理开始练手，再一步步往上接管，不然一下子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到蛋。下班后，王成并没有回去别墅，而是打了个电话约何小妍晚上出来吃饭。他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毕竟他一直很担心王成没有工作，会养不活他自己。之前手机聊天的时候，甚至还要转钱给他，不过被王成给拒绝了。笑话，他一个身价无限的超级富二代，怎么可能要女人的钱？在他开车到花田家园的时候，何小妍已经等在门口了，只是在他旁边还有一个中年男子，穿着一身中山装，精气神都很足的样子，不过脸上有些怒气。爸爸，我就是跟他一起出去吃个饭，你又何必跟着？何小妍也不知道今天这是怎么了，回国都不来看他的爸爸，今天突然登门找他，还旁敲侧击地问他是不是找男朋友了，不跟着出来，你都要被3无穷小子花言巧语拐跑了。何阳很生气，平时工作忙，他也就顾不上他的女儿，只是今天白天的时候，有人拿了一封信给他，里面只交代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女儿何小妍交了一个穷男友，不光毫无背景，本人更是连工作都没有，擅长谎言巧语，还借豪车来泡妹子。这种人何阳怎么可能同意做他女儿的男朋友？换做一般父母都不可能同意，明显是吊白富美吃软饭的。他已经暗暗下定决心，这种吃软饭的男人，他是绝对不允许做他女儿的男朋友，就是做他女儿的普通朋友，他也不允许。王成把车停好后，很快来到了花田家园的门口。何小妍看到王成过来，俏脸上微微有些喜色，正想上去跟他打招呼，却被他爸爸何阳给阻拦了。给我回屋去，这里没你什么事情了，我来跟他交流交流。何阳在确定来者就是信中所说的王成后，一把抓住了何小妍的手，将他拽了回来，然后语气严肃地呵斥道：爸爸，我就跟他出去吃个饭，王成他是个很好的人，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何小妍很生气，今天的爸爸很是反常，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认为王成是个靠花言巧语骗白富美吃软饭的渣男，真是太放任你了，看来要叫你妈妈来管教管教了。何阳看到自己的女儿好似中了魔一般，心中就来气，
此时王成已经走到了他们面前，还来不及打声招呼，何阳便开口没好气地说道：“王成是吗？我是小妍的爸爸，想和你单独聊聊。”“好的，叔叔。”王成点了点头，只是不清楚他要跟自己聊什么，同时也很意外何小妍的父亲会找自己。何阳径直带着王成来到了附近的一处咖啡厅里，而何小妍本来想跟来的，却被他爸爸给喝止了。王成似乎也看出来什么了，便让何小妍先回屋等他消息。咖啡厅内，何阳和王成两人相继落座后，前者便急不可耐地掏出了一张10万的支票，递到了王成面前。“这里是10万，请你离开我女儿，以后也不要再骚扰她了。”王成一脸懵逼，什么情况？脑子里一时间想过无数种可能，怎么嫌钱太少？何阳以为王成嫌弃钱太少，一脸鄙夷地看了他一眼，旋即又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100万的纸条，甩到他面前：“我给你再加100万，你接近我女儿不就是为了钱吗？好，我给你，只要你离开我女儿，这110万就是你的了，够爽快了吧？”王成这下算是明白过来，感情这何小妍的爸爸将他当成吃软饭的了，旋即没好气地笑了笑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本支票本子，在上面刷刷的写了一张1000万的支票，撕下来后回敬给何阳：“叔叔，这是1000万，算是给您的见面礼。第32。”我说的都是真的。何阳愣住了，他万万没想到眼前这穷小子会不按套路出牌，既没有义愤填膺地说拒绝，也没有拿钱潇洒走人，而是拿出了一张1000万的支票打他脸，这让他更气愤了。你什么意思啊？1000万，像你这种穷小子能拿得出来吗？一张空头支票也敢开出来显摆？你小子装逼装到我头上来了。叔叔，我没有装逼，这说的都是实话，而且这支票是真的，你不信的话，可以去各个银行验证下。而且全球各大银行都承认这支票的。王成很认真地解释道，这支票可是爷爷的财团做担保的，绝对是所有银行都承认的。呵，全球各大银行都支持，你牛逼都吹上天了，你怎么不说全球银行都是你家开的？何阳喝了一口面前的咖啡，算是压了压惊，他还从没见过全球各大银行都支持的支票，看来这穷小子果然如信里所说的一样，到哪里都想装逼。我真没吹牛逼，叔叔你相信我，这1000万的确是真，你明天随便找个银行验证下就可以了。王成有些着急，他真的没想过要在何小妍父亲面前装逼。别在这里跟我吹牛逼了，我也不想跟你废话了，不管你拿不拿钱，我都一句话，以后永远都不要再和我女儿有往来。何阳再次明确地警告他道：“叔叔，我和小妍是很好的朋友，你硬要拆散我们，这完全没必要，而且有我在他身边，没人可以欺负小妍。”王成感觉这何小妍的父亲出现的太突然了，难道是我父母又再次警告他们了？可是如果真这样的话，何阳也不会拿100万来打发他了。王成一时想不通具体什么情况，暂时就不去想了。你这话说的太狂妄了，你一个无权无势的穷小子能保护他什么？你知道这清水城的水有多深吗？小小一个街头大哥就能搞得你混不下去，还敢在我这里装逼？而且他跟你生活的环境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他从小就生活在上流社会，而你出身在农村，你又能对他以后的事业有什么帮助呢？何阳轻蔑地瞥了一眼王成，停顿了下后继续说道：“况且他身边的朋友闺蜜不是富二代就是年轻总裁，你一个穷小子跟他在一起，你觉得配吗？不是让他在朋友面前丢脸吗？”何阳越说越激动，声音忍不住都高亢了起来：“叔叔，我不会让他在朋友面前丢脸的。”王成想了想，认真地说道：“以他超级富二代的身份，这些小字辈的富二代，王成还真不看在眼里。就是他们富一代的父母过来，估计也得给他3分面子。呵呵，年轻人，不要自我感觉太良好。情况我也跟你说明白了，你一个无权无势的穷小子，一帮不了他未来，二不能护他周全，你跟他在一起，只能让他丢脸，拖他后腿。所以我劝你还是离开吧，收下这100万，回农村娶个和你门当户对的媳妇，这才是你该干的事情。何阳再次将桌上的那张100万的支票推到了王成面前，钱我已经给你放到这里了，你若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我何阳在清水城还是有点能量的，能让你在清水城里混不下去。抱歉叔叔，这钱我不能收，还有我这1000万真的不是空头支票，而且我相信我能保护小妍，并且给他无限的未来。王成再次认真地说道。见王成不听劝，还要在他面前装逼，何阳愤怒的一掌拍在了桌子上，冷哼道：“哼，别以为你不收支票，我就会同意你们在一起，妄想，绝对不可能。”何阳说着站了起来，气冲冲的径直往外走去。
桌上的几张支票也没有去拿，像是特意留下来羞辱王成这个吃软饭的。叔叔，你的支票。王成没有犹豫，第一时间将桌上的一张100万的支票，以及一张10万的支票，还有他的1000万支票，一共3张都收在了一起，然后追上去将3张支票全部塞到了何阳的手里，同时坚毅地说道：叔叔，时间会证明我说的话，再等上100年也不可能证明。你做梦去吧。何阳冷哼了一声后，也没去细查，攥着这3张支票匆匆离去了。望着何阳远去的背影，王成微微有些叹气，今天怕是不能和何小妍吃饭了。第33又来挑衅了。清水城豪车销售店，王成在上班前准备将唐梦琪给接上，之前便答应过他要带他去做编剧的，刚好现在制作部处于重新整顿的时候，现在带唐梦琪去刚好。梦琪，你这边交接好了吗？王成看到唐梦琪从店里出来了，忍不住上前关心道：交接好了，经理还把我这个月的提成和奖金给发了。唐梦琪今天心情很好，不光拿了一大笔提成，还将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而这一切都是沾了王成的光。你们经理这么好的吗？提成还带提前发的。王成笑着说道：那还不是托了你的福。我们经理说了，以后你还要买豪车的话，让我带你去店里。唐梦琪银铃般的笑着。行，没问题。王成一口答应了下来，随即两人便有说有笑的上了车。而在马路对面停着一辆熟悉的宝马 X 系，林倩倩和张浩东坐在车里，看着王成和唐梦琪两人有说有笑的结伴坐进那辆法拉利里。他们本来是路过这里，但却恰好看到了王成和唐梦琪在豪车销售店门前的一幕。这女的我认识，她怎么会在豪车销售店里呢？林倩倩看到唐梦琪穿着一身销售制服出来，有点意外。你认识她？张浩东惊疑道。她叫唐梦琪，是大学里跟王成一个文学社的，两人还是异性知己，关系很铁。林倩倩忍不住解释道。听到这里，张浩东忽然想起同学聚会的时候，那个说王成买了法拉利还有劳斯莱斯的客服就是个小姐姐的声音，难道同学会上的时候是他回答的我们？此言一出，两人心中瞬间亮堂了，那就对上了。没想到王成为了装逼，居然连我们会打客服电话都给算到了，真是厉害。论起装逼能力，张浩东自叹不如。还有那场酒吧聚会，他那么多钱肯定是提前找何小妍要的，要不然他中了那么点彩票，怎么可能用不完呢？林倩倩也忽然想起来什么，说道：看来这一切都是王成提前布局好的。妈的，真会算计。张浩东气愤的想要拍方向盘，但奈何他左手臂受伤了，他这一动牵扯到了受伤处，立马痛得咧了咧嘴。呵呵，不过他会算计，老子也会算计。张浩东眼里闪过一丝阴冷。浩东，是不是有好戏看了？林倩倩一脸期待的问道。这出戏自然是好看，昨天我将他穷逼的身份写信给何小妍他爸爸了，相信昨晚已经上演过一幕好戏了。王成，你个穷小子还想勾搭白富美，这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张浩东嘴角冷笑道，同时脑子里幻想着何小妍和王成分手后，他得好好去安慰安慰他，再给他爸爸送点厚礼过去，说不定就能泡上何小妍了。想到开心处，竟忍不住流出了口水。不过一想到旁边还有林倩倩在，他暗暗擦去了嘴角的口水。对了，龙哥最近还在找他呢，看来这穷逼流年不利啊，又是分手，又是龙哥找他要医药费，怕是在清水城他要混不下去了。张浩东说着掏出了手机，从林倩倩那里翻来了王成的手机号后，一脸得意的打了过去。此时王成正在开车，看到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王成犹豫了下，还是戴上了蓝牙耳机接听了起来。王成，你个穷逼，没想到是我吧？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王成哪还会不知道是谁？张浩东，你是不是被我教训的还不够惨？是不是皮又痒了？来啊，有本事就过来教训我，老子不怕。昨晚是不是小妍的父亲去找你了？你是不是又被甩了？老子这是来祝你分手快乐的。张浩东贱兮兮的声音让王成听得眉头微微一皱，他怎么知道昨晚何小妍的父亲去找他了？难道是他暗中做的手脚？怪不得何小妍的父亲会突然过来找他。张浩东，你难道忘了我之前跟你说的话吗？你要是再敢挑衅我的话，我会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下次可不是一条胳膊的事情了。王成冷声道。穷逼，你别得意，你表妹上次打伤了龙哥的4个手下，他现在正找你商量赔偿医药费的问题，你惹到不该惹的人了，知道吗？我告诉你，王成，你这次死定了。张浩东很是嚣张又得意的通过电话说道。行，让他给个时间地点，老子还正想会他，不过你可别跑了。王成还真不怕这个叫龙哥的，有陈豪成在。
黑白两道的事情基本都能对付，老子不会跑。放心，老子还要亲眼看着你怎么跪在地上叫我爹呢。哈哈。张浩东说完这话后，心情大爽的直接挂掉了电话，然后将玉龙会所的地址和时间发给了王成。做完这一切后，张浩东心情大爽，而王成收到地址后，嘴角冷冷一笑道：“还想让我跪着叫你爹？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那就等明天让你跪在我面前叫个爽快。”作者有话说，感谢今天打赏的朋友，这是加更的，现在每天保底2更，有人打赏就会加更，当天累计打赏超过1万书币，会再加1，更感谢大家的支持，求打赏。第34，别想再去找那穷小子。回到公司后，王成先把唐梦琪的工作给安排落实了。由于他之前没当过编剧，所以先让制作部里的老编剧秦姐先带着，让他先熟悉各种节目的剧本套路。将唐梦琪安排妥当后，王成便坐在办公室里，拿出手机跟陈豪成打了个电话：“少爷，您找我可是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吗？”电话那头传来陈豪成的声音：“清水城有叫龙哥的人吗？有很多手下的那种。”看夜场的王成想了想问道：“去之前他得打听清楚这个人，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王成可不打无把握的仗。”龙哥？陈豪成在电话那端想了很久，忽然回复道：“是张天龙吗？看夜场起家的，在金海酒吧那一带比较活跃。”“对，就是这个人。之前静雅打伤了他几个手下，说是要找我赔偿医药费。”王成淡淡的说道：“他是要反了天了，小小一个街头看场子的，居然也敢向少爷讨要医药费，让他等着，我马上安排人剁了他。”陈豪成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居然有人敢向少爷讨要医药费，那真是找死！不用，你随便找个在道上有点分量的人，让他跟着我，明天我要去会他，顺便教训下某个人。”王成想到张浩东就有点气急，这家伙屡次挑衅他，这次一定要让他长点记性。好的，少爷，我一定安排妥当。这张天龙是时候该敲打他了，不然都不知姓什么了。电话里的陈豪成很是愤怒，凡是敢惹到少爷头上的，他定然不会轻易饶了他。挂掉电话后，王成心情不错，看来这张天龙明天应该要改叫张天虫了。在王成安排张天龙事情的同时，何阳此时却在家里别墅管教自己的女儿何小妍，还将她的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都给收了起来，目的是禁止她和王成联系。我再跟你说一遍，以后我不许你再去找王成那穷小子了，听见了没？爸爸，我跟他真没什么关系，你们误会了。何小妍想极力解释，但还是遭到了何阳的言辞反对。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做普通朋友也不行。他一个穷小子接近你，绝对是别有用心。何阳脸色铁青的说道：“他没有对我别有用心，而且他很有才华，眼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他是个潜力股。”何小妍很是委屈，想要替王成再争辩几句，却依旧被他父亲给堵了回来。先不管他有没有能力，单说装逼这件事情上就很让人反感，没实力还爱到处装逼。就昨晚我跟他喝个咖啡，我出110万叫他离开你，他居然反手给了我1000万，说是见面礼。你说他这种张口就来的装逼青年能好到哪里去？何阳想到这里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什么人，没钱还开口头支票装逼，没实力有什么用呢？爸爸，你怎么能用钱侮辱他呢？他现在一定很受伤。不行，我要去找他。何小妍没想到爸爸会用钱劝王成离开，这让他对王成很是担心，生怕他受此打击而彻底不想见他了。今天你哪里都别想去。老刘，把小姐看起来，别让她跑了。何阳转头看了一眼家里的老仆人刘叔，这次他得好好管教何小妍了，不然这女儿太任性了。爸爸，你太过分了，我不想看到你了。何小妍从来没这么委屈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吵什么呢？没看女儿都快哭了吗？何小妍的母亲林一芬心疼的从房间走出来，抱住了她安慰：“都是叫你宠坏的，迟早要被你们娘俩害死。”何阳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恰在此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看到来电提醒后，何阳拿出手机走到一边小声说道：“什么事情？”董事长，公司有笔1000万的贷款到期了，今天就要还上，可是账上没流动资金了，现在董事会的人很是着急，都在等你回来商量此事。电话那端传来财务总监急切的话：“我知道了，马上就过来。”何阳有些心烦，家里的事情还没解决，公司里又出了大事，1000万的贷款不能及时还上，搞不好会毁了公司信用。这几天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哪里都别想去，更不用去想找那穷小子。你要是敢去，老子就敢废了他，让他在清水城混不下去。何阳临出门前还不忘再次郑重警告他女儿道。第35，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何阳觉得最近几天诸事不顺，
公司发展好像陷入了瓶颈，不但不赚钱，反而还在每天亏钱，眼看着又有一笔贷款要还了。然而账上已经没钱了，而家里的女儿也不给他省心，找什么人做男朋友不好，非找了个没钱的农村穷小子，实在是气死他了。来到公司后，何阳脸色不好看的直接来到了会议室，而在那里，6个董事会成员已经等在那里了。何董，你可算来了。董事会成员马原看到何阳出现了，坐在椅子上淡淡的说道，似是等着何阳出现看好戏，脸上完全没有一丝紧张着急之意，更多的却是幸灾乐祸的表情。马总，你这是等着看我好戏是吗？何阳冷冷的瞥了一眼马原，公司资金链快要断裂了，他却反而没有着急的意思，摆明了想要趁火打劫。我能看什么好戏？大家都是为了公司吗？连1000万贷款都解决不了，你当这董事长也没什么意思了。大家说是吗？马原说着看向了其他几位董事会陈阳，后者几人都很是赞同的点了点头。哼，这点钱我会解决不了吗？你们真是太小看我了。何阳丢下这句话后，冷冷的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想要靠他们解决这1000万贷款的问题，怕是不可能了。那再待在这里也是浪费时间了。那我们就等着何董的好消息了。马原嘴角冷冷一笑，这1000万贷款的事情是他一直叫人隐瞒下来的，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才让人通知他，为的就是打他个措手不及。商场如战场，何阳到此时也知道是马原耍的手脚了。回到董事长办公室后，何阳愤怒地拍了下桌子，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这马原敢阴我，何阳很是愤怒，等有机会一定要把他弄出董事会。不过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先解决1000万贷款的事情，把财务总监给我叫过来。何阳让秘书把财务总监给叫了过来，来的是一位30-40岁的男子，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吴昊，公司账上还有多少流动资金？何阳心情烦躁，说话的同时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了一包烟。董事长，账上流动资金基本为零了，马总在这之前全拿去买地皮了。吴昊扶了下眼镜，如实说道。买地皮这事情，何阳也知道，还是他签的字，毕竟城东那块地地段很好，用来开发酒店是再合适不过了。但他万万没想到，还有一笔1000万的贷款就要到期了，账上真没钱了，而要找人借钱，今天肯定也办不下来。何况这么一大笔资金，放眼整个清水城，又有几人有如此实力能借他？为了买那块地皮，自家的房车也抵押过了，根本不用想再2次贷款。这马原算计的还真是很毒，一步一步进了他的套，还完全不给我一丝筹钱的时间。何阳默默将一根烟叼在了嘴里，心里烦闷，然后想要找打火机，全身上下摸了一遍，刚好摸到了裤子里面，便伸手将它掏了出来。刚好昨晚王成塞给他的3张支票也在这个口袋里，他掏打火机的时候，不经意间将那3张支票也给顺出来了，掉在了地上。何阳倒是没注意，他此时正烦躁的点烟。不过旁边的财务总监吴昊却是下意识的将这3张支票捡了起来，然后准备交给何阳。然而当他目光扫过其中1张支票的时候，忽然眼睛一亮。何董，你这不是有一张现成的1000万支票吗？何必再想其他办法？1000万的支票哪里？何阳抽了几口烟后，转过身来不解地问道。这张不就是吗？还是世界顶级财团摩洛根财团做的担保？全世界银行通用财务总监吴昊惊喜异常地说道。不可能，这是一张空头支票。何阳绝对不相信一个穷小子能真的开出1000万的支票送给他当见面礼。要是真的，那这小子的背景得多惊人啊！摩洛根财团为他背书，随手就送出1000万，估计就连清水城首富也办不到，何况是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这怎么可能是空头支票呢？我以前在 M 国华尔街实习的时候见过这种支票，千真万确。吴昊再三确认地说道。看到吴昊认真的表情，何阳心里微微有些动摇。摩洛根财团，你是说这张支票是真的？何阳虽然心里还是有点不相信，但已经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了。难道那穷小子并没有装逼，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而这1000万的支票也不是口头支票，而是真的能取钱的支票。他忽然想起那穷小子离开前说的一句话，时间会证明他说的话。想到这里，何阳心里忍不住一阵颤抖。这小子是什么人？居然随随便便就能拿出1000万。第36，他是我女儿的男朋友。虽然何阳心里很是震惊，但还没有真正拿到钱，他还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毕竟这穷小子看起来实在是不像世家豪门出身的样子，倒像是从农村出来的。然而他心中却又异常希望这张支票是真的，因为这样就能解决他的燃眉之急了。这张支票千真万确是真的，只是这上面的签字怎么是王成？吴昊仔细辨识了一会这张支票，的确是真的，只是对这签字有疑问。这签字怎么了？
何阳心里一突，刚产生的一丝希望可别被又给打击了。这王成的签字我从来没见过，不知道能不能从银行里兑出钱来。何董，你是从何人手里收到的这张支票的？吴昊一时间也不敢确定这支票能不能兑换出钱来了。先别管这些了，现在马上跟我去一趟贷款银行。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何阳眼下只能寄希望于这张支票了。好的，我马上去安排。吴昊得到指示后，赶紧下去安排了。两人很快驱车来到了贷款银行，走的是 VIP 通道，毕竟何阳的公司是他们的常驻客户，接待他们的是一位负责贷款业务的客户经理。何董，没想到今天你会亲自过来。有失远迎，那客户经理笑着问候道。这次来除了想和贵行商讨下还款事项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向你请教。何阳已经想好了，要是这张支票用不了的话，就跟他们商量下延期还款的事情，也不枉跑这一趟了。有什么是需要请教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客户经理给何阳和吴昊各自倒了一杯茶。是这样的，我们和董想让您看看这张支票能不能在你们这银行兑换出钱来。吴昊瞧了一下何阳的眼色，当即从身上掏出了那张1000万的支票，小心翼翼地递给了那位客户经理。我看看。那客户经理接过那张支票后，扶了下镜框后仔细看了起来。与此同时，何阳却是异常紧张。穷小子送他的支票原本是被他认为的空头支票，现在要是真被确定是真的，那真是打他老脸了。但比起被打脸来，能还上贷款就更重要了。这支票是世界顶级财团摩洛根担保的，但是这签字的怎么是王成呢？客户经理一时也确定不了，停顿了下后继续说道：我得请示下上级领导。何董，你等我下。何阳此时也紧张得很，连手心都忍不住出汗了，但他却假装镇定，兀自喝了口茶水。两人等了差不多1个小时，何阳也是在焦躁不安中度过了这1个小时。好在那客户经理回来了，不过身边多出了一个人，是这家银行的行长谢德江。何阳看到行长谢德江亲自出来，微微有些意外。何董，你这张支票经过我们总行的远程确认，是完全可以兑换的，不过我想多嘴问一句，这张支票你是从何而来的？谢德江走到何阳面前后，很是郑重地问道。何阳此时已经完全懵了。当银行行长谢德江亲自确认这张价值1000万的支票是真的后，他已经彻底被震惊了，甚至身子都在微微颤抖。他万万没想到，那个穷小子居然真的随手开出了一张价值1000万的支票给他做见面礼。想起之前他指着王成鼻子骂的场景，暗暗后悔，额头上忍不住冒出了细密的汗水。就连行长问话他都没注意到。完了，如此有背景有身份的人居然被我给骂走了，还害得我女儿和我吵架。何阳此时后悔不已，真想抽自己2巴掌。何董，行长问你话呢。吴昊轻轻推了一把何阳，后者这才反应过来，你说什么？我是想问下，何董这张支票是从何而来？谢德江耐着性子再问了一遍，他也非常想知道这张支票从哪里来。这个王成的签字能被摩洛根财团认可背书，那这个人绝对是优质客户中的优质客户，一定要想办法笼络到他。这小子。何阳擦了一把汗，又见到行长殷切的眼神，咬了咬牙，有点厚脸皮的说道：他是我女儿的男朋友，说这1000万是给我的见面礼。你女儿的男朋友？谢德江万万没想到，这个超级优质的客户居然是何阳女儿的男朋友，当即对旁边的客户经理嘱咐道：以后跟何董有关的一切业务都提升到白金会员来对待，知道了吗？此话一出，何阳更是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这穷小子不出面，仅靠一个签字就让银行行长如此礼待自己，如此惊人的身份，这我当初得多眼瞎，多愚蠢啊，恨不得扇自己几耳光。吴昊，你留在这里处理贷款事宜，我有重要事情先回去一趟。何阳暗自后悔不已，觉得不能再等了，得赶紧回去跟那小子道个歉。还有如此一条金龙鱼，得让女儿好好抓紧了。作者有话说，感谢今天打赏的朋友，这是今天加更的，打赏数量越多，加更数量也越多，再求一波打赏。第37，赔礼道歉。何阳现在是后悔的要死，如此一个神秘公子居然硬生生被他指着鼻子给骂走了，还说了一些非常鄙视他的话。这要是从此以后这个神秘公子不跟他女儿交往了，那他岂不是亏大了？我真是愚蠢啊，活了大半辈子还不如女儿看人的眼光。何阳径直驱车回到了家里，风风火火的一进来便喊道：我女儿小妍呢？他人呢？瞎咋呼什么呢？在楼上哭呢。林一芬没好气的说道。我去找他。何阳此时是懊悔的要死，真是被那封信给害惨了，早知道就应该先调查清楚再去找王成的，现在倒好，把神秘公子给得罪了。
连女儿也生他气了。此时何小妍的确很委屈，躲在房里偷偷擦眼。何阳也顾不得面子了，上去好说歹说，又哄又道歉的，才将女儿的房门给骗开。此时他的眼眶红红的，显然是刚哭过。爸爸，你说你不反对我和王成在一起了吗？我何止不反对啊，还巴不得你们赶紧结婚生小孩。何阳话未说完，何小妍一脸的目瞪口呆。这才短短半天功夫，他爸爸的反应怎么变化如此之大？但旋即他的俏脸迅速绯红，一脸娇羞状。爸爸，你乱说什么呢？我们八字还没一撇呢。没有一撇，那你赶紧贴上去啊！没有机会，要创造机会上。快点把王成给约出来，来我们家吃饭。爸爸给他道个歉。何阳现在恨不得将自己的女儿往王成的怀里送。如此一个神秘豪门公子，一定要牢牢将他把握住。下半辈子能不能飞黄腾达，就全靠这神秘公子了。要打电话，你手机先给我。之前都被你给收起来了。何小妍嘟着嘴，一副抱怨道：瞧你爸的这脑子！你等着！何阳赶紧将之前藏起来的手机给拿了回来，并第一时间交在了何小妍手上，还催促他赶紧打电话。后者微微一愣，这爸爸怎么比他还心急了？那我去打电话了。何小妍愣愣的，还没反应过来。但父亲能接受王成，让他还是很开心的。与此同时，王成正在公司里给部门里的员工开第一次会议。收到何小妍的电话后，便暂停了会议，去外面接听了起来。王成，今晚有空吗？我爸爸想邀请你来我家吃饭，顺便给你道个歉。电话那边传来何小妍熟悉的声音。王成微微一愣，昨天何小妍他爸还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现在怎么要邀请他过去吃饭道歉呢？不过很快他就想通了，估计是那一张1000万的支票被验证是真的了，这才让何小妍的爸爸对他态度改观。井号34，晚上我会过去的，你发我个你家的地址。井号34。王成很快便答应了下来，这让电话那端的何小妍欣喜异常。王成顺便把他回到公司并升任部门经理的消息告诉了何小妍，这让他更是开心不已。晚上的时候，王成开着法拉利准时出现在了何小妍家的别墅门口。刚从车上下来，何阳却是亲自迎了出来，这让他很是意外。王成，你可算来了，叔叔之前是眼瞎，说了不该说的，你可别往心里去啊。何阳看到王成后，第一时间上来道歉，那态度诚恳的跟孙子似的，看得何小妍和林一芬一阵目瞪口呆。他们母女俩曾几何时看过何阳如此舔过一个人，何况对方还是个穷小子。没事，我早已忘记昨晚的事情了。王成哪会跟何小妍的父亲计较，只是今天的何阳对待他太过热情了，让他有些适应不来。叔叔也是老了，年轻人的事情就该让你们年轻人自己处理，我一个老头子瞎掺和什么呢？我女儿以后跟你在一起，我也放心了。何阳笑着邀请王成进入屋里，看到门口的台阶，又忍不住一阵提醒，小心台阶。如此舔狗模样，不光何小妍和林一芬看得目瞪口呆了，就连他家的佣人也是暗暗心惊。王成一脸的懵逼，这何阳今晚的表现跟昨晚的表现完全是判若两人，热情的有点像当初见他时候的样子了。吃饭的时候，何阳还一个劲的给王成敬酒，不过王成要开车不能喝酒，这何阳就又使劲的给王成夹菜。吃到一半的时候，何阳又似乎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旋即郑重的邀请王成道：对了，后天是小妍爷爷80岁的生日，也是我们家族的聚会，我想邀请你一起去。他年纪大了，也想看看小妍的男朋友，让他高兴高兴，也算是尽孝了。说到这里，何小妍也是一脸期待的看了过来，他也很想带王成去参加爷爷的80岁生日。之前家族里的其他长辈一直想给他介绍对象来着，他也很讨厌那些纨绔富二代，现在让王成装一下男朋友，就可以挡掉那些苍蝇了。好吧，我后天会准时过来的。王成见何小妍一副渴求的表情，不忍拒绝，便答应了下来。第38布局。昨晚在何小妍家，他爸爸何阳一直盛情款待王成，直到很晚才回去。不过临走前，王成还是特意嘱咐何阳，那1000万见面礼的事情要保密。何阳当即点头发誓，绝不会让第二个人知道，包括他女儿和妻子碰到如此一个神秘豪门的公子。何阳当晚兴奋的一夜未眠，想想以后就要飞黄腾达了，就激动的睡不着觉。第二天，王成也是起得很晚，醒来的时候都已经快中午了。他忽然记起今天要跟所谓的龙哥会面的日子，便赶紧穿了衣服起床。不过刚穿到一半，女仆安宁便走了进来：少爷，有一位叫刘豪的男子在客厅等您很久了，要不要去见一下？是陈总安排过来的。刘豪。王成忽然想起昨天让陈豪成安排的道上人物，看来这位叫刘豪的男子就是道上混的了。你让他下面等一下，
我洗涮下就下去见他。好的，安宁应诺道。王成随便洗漱了一下后，便下去了。刚走到1楼大厅，便看到一位穿着黑色长衫、留着一抹胡须的刘豪坐在沙发上，看表情有些坐立不安、紧张的样子。刘豪是吗？让你久等了。王成上去跟他打了声招呼，随即坐在了他对面的沙发上。刚坐下来，安宁便把早饭拿来过了。这次可不是简单的小米稀饭什么的了，而是黄金大龙虾、鲍鱼海参粥、鱼翅海鲜羹，奢华的很。王公子，叫我小刘就可以。城东一霸刘豪居然在面对王成的时候竟有些紧张和局促不安。来之前陈豪成就交代过他，以后就让他跟着王成混，让王成满意了，这清水城将来是他的天下。就是这句话让刘豪彻底下了决心跟着王成混。要想飞黄腾达，有时候就需要选择强大实力的人跟随，而且这话是陈豪成说的，他绝对相信。小刘，王成有些无语，这刘豪看上去也有40多岁了，比他大了好多，居然让他叫小刘，但叫法也随意了。他还是比较关注他在道上的实力和影响力，是否能对付张天龙。你给我说说你主要干什么的吧，有多大能力，王成还是最关心的他的实力。回王公子，我主要在城东经营娱乐会所，包括桑拿城、洗脚城、酒吧、KTV 等，大概有10几家，手下也有100来号人。道上兄弟看得起我，叫我一声豪哥，刘豪不敢作假，如实说道。都是正规的吧？王成瞧了他一眼问道。正规，绝对正规。前几年受陈总教导，我已经洗手上岸了，再不洗手上岸怕是要进去了。现在经营的业务绝对正规。刘豪尴尬地笑着应道。那就好，你给我说说这个张天龙的事情吧。王成端起一碗鲍鱼海参粥，呼哧呼哧地吃了起来。张天龙这小子就在金海酒吧那一条街活跃，就一看场子的，手下也有个30-50号人吧，看着10几个场子也没多大实力，等会我过去，保准让他给王公子磕头认错。刘豪淡淡的说道，似乎完全没有将张天龙放在眼里。那就好，你先去安排吧，多叫点人以防不测，在玉龙会所外面等我，我不叫你进来，你就在外面等着我好了。王成想了想说道，多叫点人还是保险一点。行，那王公子我先去安排了。刘豪点了点头后站起了身。给我留个你的手机号，不然找不到你人。刘豪和王成互留了电话号码后，便行色匆匆地离开了，脸上闪过一丝坚毅的神色，暗暗下定决心，这是他第一次为王公子办事，他得一定要给办好了。静雅，等会你跟我一起去，好好会会那张天龙。王成扭头看了一眼跟在他身后的林静雅，这可是他的贴身美女保镖，这种场面自然要带着他一起去。好的，少爷。林静雅早已经在暗中带好了他的武器3节棍，能长能短，还能合并到一起，绝对是他最趁手的武器。安宁，你帮我查下明阳集团2少爷张浩东名下有多少产业。王成觉得这次要给张浩东一次深刻的教训，与其给他身体上造成一些教训，还不如让他变成一个穷逼，或许更能让他仗仗记性，顺便还能增加自己的实力，一举两得。想到这里，王成嘴角忍不住一笑。第39动我得想想后果。林静雅开车带着王成径直奔向城东的玉龙会所，在车上王成收到了安宁发给他的关于张浩东名下的产业信息，没想到这富二代名下还真有几份不错的股权。王成拿出手机认真看起了安宁发给他的信息，城东的明阳山庄3号店，他居然有10%的股份，怪不得他有这么多零花钱。看到这里，王成嘴角微微一笑，这次他要给张浩东一次深刻的教训，让他知道自己是他惹不起的人。一路驱车疾驰，很快就来到了城东的玉龙会所。在外围，刘豪早已布置好了他的人，就等王成的命令了。王公子，我的人已经安排妥当，若有需要可以随时叫我。刘豪给王成亲自开车门，后者从法拉利上走了出来，颇有点大佬的风范。辛苦你了，到时候我会电话通知你。王成打算先去探探张天龙的虚实，如此才好针对性下手。明白，要不要带我几个手下进去保护你？刘豪瞥了一眼女保镖林静雅，有些不放心的说道。有静雅在，他们伤不了我，何况你们又在外围，不会有事的。王成还是很相信林静雅的实力的，只要对方不使阴招，那基本没人能打得过林静雅。那好吧，刘豪见王成坚持，便只能先这样了。走吧，静雅。王成嘴角微微一笑，旋即带着林静雅朝玉龙会所走去。快到门口的时候，有人拦住了他们，不过在一番交涉后，他们让开了道来，让王成他们通过。旋即被人带着去了玉龙会所的丙字号房间。进了玉龙会所后，只见里面装修的还颇为有格调，
墙壁上隔个3-5步便有字画挂在上面，显得很有涵养一般。而且这玉龙会所的房间被分为了甲乙丙丁4个字号，可见这张天龙很是追求古韵。这张天龙倒是很喜欢字画古玩，不知道他有没有收藏名贵一点的字画真迹，到时候可以拿几幅过去送给小妍的爷爷作为80岁的生日礼物。昨晚回来之前，王成就向何小妍打听过，他爷爷喜欢收集字画古玩，还打算开办自己的收藏展。要是这次多带几件藏品回去，可能会博得他爷爷的欢心。想着的时候，王成和林静雅已经被人带到了丙字号房间，一进去便看到肥硕的张天龙坐在太师椅上，手里转着石球，一副气定神闲的表情。在他下面，张浩东一脸得意地站着，还有20多位身强体壮的年轻男子围在四周，看他们裸露的肌肉就可以知道，这些人都是练家子。见王成他们进来了，便立即将房门给关了起来。王成，哈哈，你果真来送死了，这次你和你表妹再也跑不了了。张浩东见王成居然真的赶来，当即兴奋地大叫道：进了这龙哥的玉龙会所，不死也得脱层皮，我们干嘛要跑？有做没？老子累了。王成扫视了一眼四周的打手，并没有一丝害怕的意思，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坐在太师椅上的张天龙。看作张天龙见王成被自己的人包围，非但没有紧张害怕，而是一脸淡定，让他对王成起了一丝好奇之心。很快，他的手下给王成搬来了一把椅子。王成坐下后，淡淡的说道：好了，现在你可以说说叫我来的目的了。不过我有言在先，你们叫我来，我可不会空着手回去。王成，都到这份上了，你还装什么逼？上次在金海酒吧，你指使你表妹打伤我以及4个龙哥手下的事情，还记得吗？张浩东看到王成一脸淡定的表情，就气不打一处来。本来还以为王成被这么多人包围，应该会紧张害怕求饶，哪料到这穷逼还是一副淡定的表情。记得。怎么了？王成淡淡的回应道：记得就好。龙哥说了，打伤了他的人要赔偿医药费，1人100万，4个人的话就是400万。张浩东颇为嚣张的说道：今日有龙哥为他撑腰。讲起话来那声音也是高亢了很多。400万？我没钱。王成耸了耸肩说道：没钱也行，将你表妹留下，然后断你一条腿和一条手臂，再跪下来叫我3声爹，就此扯平。怎么样，这买卖划算吧？张浩东很是得意，有龙哥撑腰，今天还不把你搞死？这一次他一定要把之前的屈辱一并讨回来，然后将王成赶出清水城，这样何小妍就是他的了。有本事就过来取吧。王成将目光冷冷地盯上了张浩东，眼神里闪过一丝冷意。好小子，张天龙终于说话了，被这么多人包围，还被威胁断手断脚，居然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今天你只要拿出了这400万，那你打伤我4位手下的事情，我们就一笔勾销了。如果拿不出来，那只能让你这位表妹留下来抵债了。这张天龙一双贼眼已经上下打量林静雅了。不得不说，林静雅身材很火辣，前凸后翘，而且因为常年习武的关系，四肢都很有力量感，这让张天龙更是感兴趣。都跟你们说了，有本事就过来取。王成说到这里，突然话锋又一转道：不过你们要是敢来取的话，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恐怕代价会有点大。呵呵，你这小子还真是会装逼，都到这时候了，还在装逼，真是不怕死。那老子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龙哥的厉害，给我上！张天龙大吼一声后，好几个人就朝王成冲了上去。林静雅当即从怀里取出了3节棍，护在了王成面前。作者有话说，感谢今天打赏的朋友们，每个名单我都能看到，非常感谢你们的打赏，这是给你们加更，希望多多支持，多多打赏，我也会多多加更。第40，形势逆转，林静雅有3节棍在手，出手更为狠辣了，凡是敢靠近的都被他毫不留情的招呼了，常常一招便能将来者打翻在地，只一眨眼的功夫便倒下了好几个人。张浩东看到这里，暗暗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万万没想到王成的这表妹也太变态了，一个女人单挑这么多人，居然丝毫不落下风，这女子还真是厉害。张天龙看到这林静雅居然真的这么厉害，也是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都给我上，把那女的给我抓住，事后每人奖励1万。张天龙忽然很想得到这林静雅了，若能收服这女子，他张天龙的实力就又强大几分了，因此不惜重金奖励这些勇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此言不虚。那些打手一听龙哥出重金，纷纷不再留手，躺在地上的那些汉子也挣扎着站了起来，亮出手上的木棍，再次围攻了上去。林静雅虽然很耐打，但也架不住他们人多，车轮战让他的体力被他们消耗的太多，额头上开始出现细密的汗珠，
呼吸也有点紊乱了。最主要的是，他身上被打到了好几处。王成看到这里，皱了皱眉头，不能再等了，旋即赶紧给等在外面的刘豪发了一条信息过去，叫他可以带人进来了。而张浩东看到林静雅逐渐体力不支，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哈哈，他快不行了，兄弟们再加把劲！”说话的同时，那毒蛇般的眼光再次转移到了王成身上，心里暗自发狠：王成，等会把你表妹打趴下，我看你还怎么装逼！等会老子一定要让你跪在地上叫爹，不然难消我心头之恨。张浩东此时心情别提有多爽了，似乎已经看到他就要将王成踩在脚下那一幕了。不过林静雅还在顽强抵抗着，地上至少倒下了10个人，一人单挑20人，车轮战之下还打趴了一半的人数，着实是很厉害了。张天龙看到这里，既心疼又兴奋。心疼的是手下一下子伤了这么多，而兴奋的是那王成的表妹似乎体力越来越不行了，身上也开始出现了好几处伤。这小妞倒是挺会打的，但最终还是要折在我手里。张天龙找了个舒服的位置，继续坐在太师椅上，手里转着石球，开始放下心来欣赏林静雅输是迟早的事情了。然而就在这时，门外传来叫喊声，紧接着一个负责外面巡守的小弟手忙脚乱地跑了进来，第一时间赶到张天龙身边，焦急地报告道：“龙哥，外面豪哥带人闯进来了。”豪哥？刘豪吗？张天龙一副惊疑的表情，道上叫豪哥的也只有刘豪了。是，就是刘豪。那小弟点头确认道：“我和豪哥井水不犯河水，他带人过来几个意思？他带了几个人？”张天龙皱着眉头，一副不解地问道：“好像有100多人。”那小弟紧张地回道：“什么？100多人？”张天龙心中惊恐，这豪哥手下也就100多人，他居然全部带了过来，这是要灭了他吗？想到这里，张天龙再也顾不得其他的了，赶紧站起来，准备好好质问一番豪哥这是想干嘛。不过就在他站起来的同时，丙字号房间的门忽然被人一脚用力地踹开了，然后一身黑色长衫，留着一抹胡须的刘豪带着100多人毫无顾忌地闯了进来。龙哥，好久不见。张天龙看到刘豪这架势，立即吓得额头冒汗，赶紧像孙子一样上前迎接道：“哟，豪哥怎么来了？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张天龙赶忙陪笑着迎了上去。刘豪的实力要比他强大很多，此时又带了100多人过来，不装孙子估计要被灭。那张浩东此时也看呆了，这关键时刻怎么冒出来个刘豪呢？而且看这架势来者不善。刘豪连看都没看一眼张天龙，而是在人群中扫视了一眼，忽然把目光盯在了坐在椅子上的王成，看到他完好无损，暗暗松了口气，然后匆匆朝王成那边走去。待得靠近时，微微一躬，深施礼道：“王公子，在下来迟了，让您受惊了。”此言一出，张天龙瞬间被吓呆，看刘豪这恭敬的态度，这是把王成看作是老大了。刚才自己还想着对付王成，收服他表妹呢，完了，完了，这次踢到铁板了。张天龙额头冒汗，手心里的2颗石球也无心去把玩了，暗暗想着等会该怎么讨好王成，尽最大可能把这件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保住小命要紧。而张浩东更是心头被震撼的说不出话来，冷汗不自觉地流了下来，身子更是在微微颤抖。怎么可能？这穷逼是什么时候靠上豪哥这条大腿的？张浩东干咽了一口唾沫。此时房间里形势瞬间逆转，他哪还敢再嚣张半分？第41，换我要赔偿了。张浩东此时心如死灰，有豪哥给王成撑腰，即使是借龙哥100个胆子，也不敢再对付王成了。为什么？为什么每次都要将王成踩在脚下的时候，都会被他翻盘？张浩东此时心里那个恨啊！本来以为这次的算计是天衣无缝，但万万没想到王成抱上了刘豪这条大腿，这次算是又栽了。一想起王成之前对他的警告，只觉得背后直冒冷汗，想着等会还是装孙子认错比较好，不然另外一条胳膊估计也得废了。而张天龙此时也差不多，暗暗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也顾不得面子了，赶紧小跑步的来到了王成面前，讨好道：“王公子，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原来王公子跟豪哥是相熟，怎么不早说呢？不然也不会有这场误会。”误会？这怎么可能是误会呢？王成嘴角微微一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然后让受伤的林静雅坐椅子上休息。真的是误会。对了，打伤我手下的那些医药费，我也不要了。张天龙现在哪敢再跟王成要医药费，这不是给自己找死吗？张天龙话音刚落，旁边的刘豪直接一耳光甩了过去，狠厉地说道：“就凭你也敢向王公子讨要医药费，长了几个脑袋？是我眼瞎了，我愚蠢
张天龙被打了脸，还不敢反抗，只能继续装孙子。笑话，这屋里屋外100多人可不是吃素的，他要是敢稍有异动，今天怕是要被豪哥废在这里了。要知道，豪哥在道上混是以很近出名的。不远处的张浩东看到连龙哥也不敢反抗，心情更加的绝望。医药费还是要收的，不过是我收你的医药费，我表妹被你的人打伤了，怎么也得赔点医药费吧。王成指了指林静雅，他跟着自己挡了那么多人的围攻，他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应该的，应该的。不知道王公子要多少医药费？张天龙暗自擦了一把汗，这次算是要大出血了。200万。王成伸出2根手指，对着张天龙说道：“200万。”张天龙心中暗暗肉疼，但还是咬着牙应道：“没问题，应该的。”张天龙从怀里取出一本支票本，刷刷的写下了一张200万的支票，然后微微有些颤抖的递给王成。王成笑着接过那张200万的支票后，转身塞在了林静雅的手里，并且小声说道：“静雅，这是你应得的，拿着，晚上回去让安宁给您上药。”少表哥，谢谢。林静雅想起王成说过在外面要叫他表哥，便立马改口了，但心中却微微有些感动，有如此一个替自己着想的主子，他觉得很幸运，同时对跟随王成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张天龙以为交出了这200万，算是万事大吉了，但没想到王成又折身回来说道：“我表妹的医药费赔偿了，但我的精神损失费怎么也得赔偿吧？”话音刚落，张天龙浑身一颤，结结巴巴地问道：“王公子，是想怎么个赔偿法？听说你收藏了很多字画古玩，就给我来几件吧。不过我要的是真迹，要是我拿回去找人鉴定是假的话，那我回头就把你给收拾了。”王成笑着警告他道：“明天刚好是何小妍爷爷的80岁生日，老爷子现在对古玩收藏很是爱好，送字画古玩做生日礼物绝对是最合适的。当然，你拿出来的东西要是能让我满意的话，我也不会亏待你。”“好，好，我马上亲自给王公子取来。”张天龙暗自擦了一把汗，现在是没办法了，只能先取几件价值不大的藏品应付下了。希望王成看不出来价值高低。张天龙也不傻，不可能将价值最高的那幅画取来。只是他刚转身，王成便笑着说道：“还是我跟你一起去取吧。”张天龙身子又一颤，随即只能无奈地答应王成的要求，让他一起去他的藏品室。王成让林静雅留在这里休息，而他则是带着刘豪跟着张天龙一起去了他的藏品室。张天龙的藏品是在甲字号房间内，所以几人一路就走去了另外一个房间。张天龙喜欢古玩，可是在道上出了名的，强取豪夺，低买高卖，这些年光从字画古玩上就赚了不少钱，还有好多名贵的字画古玩真迹在别处是找不见的，只有张天龙这里有，也只有他这种靠见不得光的手段给搞来了。王公子，这藏品室狭小简陋，要不还是我给你选几件真迹过来吧。张天龙想着能忽悠就尽量忽悠，能少损失就少损失一点。没事，农村的猪棚我还住过，这种地方自不在话下。王成淡淡的笑着说道，一下子就看穿了张天龙什么心思。话都说到这里了，他也只能带王成进去了。不过当王成踏入张天龙的藏品室后，还是被里面他收藏的各类藏品给惊呆了，数量种类远远超过了王成的想象。不过随即嘴角微微一笑，这是要发啊。第42大收获。张天龙的这间藏品室面积不大，可能只有30平米的样子，但里面的藏品却是着实不少。墙壁上挂着很多字画，桌上摆着各种古董玉石，甚至还有古代青铜、铁器、宝剑之类的东西，可惜大部分都不完整了，看得王成一阵眼花缭乱。他万万没想到张天龙居然收藏了这么多古玩。张天龙，你这还真是藏了不少宝贝啊。王成说话的同时，双目已经在四处打量了，目光划过各个古玩，最后被一只紫色而又晶莹剔透的紫玉镯给吸引了。都是不值钱的货色。张天龙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这些可都是他费了好大劲才收集起来的，现在王成一来，怕是要大出血了。这些都是真的吧？王成说话的同时，将那只紫玉手镯给拿在了手里，饶有兴致地把玩了起来。都是真迹，不过很多都是残缺了，并不值钱。就像你拿的这玉镯，只有一只了，不过是大明固安公主所佩戴过的玉镯。张天龙如实地说道：“你对古玩了解的还挺多啊。”王成将这紫玉镯毫不客气地收下了，正好送给何小妍，一点点皮毛罢了。张天龙谦虚地说着，只是暗自擦了擦汗。将玉镯收下后，王成的目光又在房间里四处寻找，心想着为老爷子选几幅字画。他也看不出这字画的价值高低，只能选一些看着惟妙惟肖的作品来挑了。目光逐一扫过，忽然被挂在门对面墙壁上的一幅江亭弹骨图给惊艳到了。
墙壁上挂了有10多幅画，只有这幅画最是惟妙惟肖。这幅画给我拿下来！王成指着那幅画说道。张天龙看到王成要这幅画，顿时大惊失色，愣着不想取。但旁边的刘豪却是瞪了他一眼，吓得他只能上去将这幅唐伯虎的《江亭谈古图》给取了下来，一脸不舍地将它交给了王成。后者将画拿在手里欣赏了起来。虽然他不懂画，但这幅《江亭谈古图》画的的确惟妙惟肖。直到他看到唐寅的名字和盖后，脸上瞬间现出了一抹喜色。这是唐伯虎的画，不错，我要了。王成眼睛一亮，这可是名人的画，随即赶紧将它收了起来。唐伯虎的画应该配得上老爷子的80大寿的礼物了。看到王成铁了心要这幅画，张天龙是肉痛的要死。这画价值3000多万，可是他最看重的宝贝，是他从拍卖会的买主手里调包过来的，如今却是便宜了王成。张天龙，这画和玉镯我就带走了，就当做你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了。王成很满意这2件东西，王公子满意就好，多谢王公子放我一马。张天龙暗自肉痛，但现在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被人打了脸还要说声谢谢，这是张天龙最窝囊的一天。拿了画后，王成打算回去找张浩东，这小子屡次挑衅他，这次得让他仗仗记性。当王成带着刘豪重新回到丙字号房间的时候，张浩东早已被吓得脸色苍白了。张浩东，你不是说要让我跪下来叫爹吗？王成来到张浩东面前，颇为戏谑地说道。王成，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找你麻烦了，这次放过我吧。张浩东看了一眼跟在王成身后的刘豪，又看了一眼自身难保的张天龙，这次他是认栽了。放过你可以。王成嘴角微微一笑，旋即接着说道，只要将你名下明阳山庄3号店的10%股份转让给我，我今天可以放过你，当然我会出10万的转让费。不可能，王成你这个穷逼还想翻身做主人是吗？我告诉你，做梦！张浩东哪里肯同意，这股份是他父亲给他的，每年光分红就有好几百万，何况明阳山庄3号店至少价值1个亿，王成居然想用10万就收购10%的股份，这让他如何能接受？你还没认清现实是吗？王成也不废话，直接一个耳光甩了过去，这一耳光算是彻底打醒了他。张浩东随即看了一眼满屋子都是豪哥的人，又看了一眼刘豪，对王成一副唯命是从的表情，心里那个恨啊，随即干咽了一口唾沫。他知道这次算是彻底又栽了，虽然心有不甘，但也只能点头同意。这王成越来越看不透他了，只能事后想其他办法再找回今日的屈辱了。王成很满意他的态度，很快便让刘豪拟了一份股份转让合同，然后以10万的价格签了这份协议。不错，谢谢张少了。王成拿着那份协议，嘴角微微一笑，而张浩东则是如一滩烂泥一样瘫软在了地上。走了小刘，王成招呼着刘豪离开了玉龙会所，这次算是没有白来一趟，收获颇丰，王成很是满意。第43，要破产了还装。王成回来后，第一时间叫陈豪成找了一个在清水城古玩鉴定方面顶级的专家过来，他想要鉴定下从张天龙那里拿来的2件藏品是不是真迹，若是假的话，送出去就太丢他脸了。很快，这人便来到了王成的紫金关别墅，是一个身穿青色长衫、头发花白的老头，自称清水城第一古玩鉴定师，叫袁崇。袁大师，您帮我看下这幅画是真的吗？王成一脸尊敬地询问道，神色间颇为期待。好的。王公子在王成面前，袁崇也不敢端着，更不敢倚老卖老，这是很少见的。随即，袁崇将随身带来的鉴定用的工具箱给拿了出来，里面装有各种鉴定用的工具，种类繁多，反正王成也不认识，只能站在一边旁观。袁崇将《江亭谈古图》摊开在了桌子上，然后仔仔细细地在上面鉴定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成心里也是忐忑起来，他并不确定这张天龙有没有骗自己好在。袁崇很快有了结果，王公子，这幅《江亭谈古图》的确是真迹，不过我很好奇，王公子是从哪里得来的？袁崇收起了手上的放大镜后，忍不住好奇地问道。这话是从一个道上兄弟那里得来的。王成皱了皱眉，忽然有些担心这话可能来路不明，自己送出去后反而会惹上麻烦。据我所知，这幅《江亭谈古图》自从5年前被一位国外买家以3000万拍走后，就没有音讯了。不曾想今日却又在这里看到了，不过如此古物，回到我们国内也算是一件幸事。袁崇看到这里，眼里明显闪过一丝欣慰之意。他们古玩界对于贵重文物流落国外还是很痛心疾首的，这画要3000万。王成微微有些吃惊，这张天龙根本没有实力拍下这画，看来他是用了手段才从国外买家那里得来的。但既然对方是外国人，
王成反而要为张天龙叫好了。鉴定完江亭弹骨图后，王成又让袁崇帮忙鉴定了下那只紫玉手镯，同样是真的，的确是大明固安公主的手镯，市场价也能值个30万。王成很满意这2件古玩。第2日一早，宏泰大酒店，今日是清水城何家家长何胜的80大寿，来酒店给老爷子祝寿的宾客很多，不过大多是何家家族里的人，也有一部分是他爷爷邀请的好友和学生。何胜早年是大学经济管理系教授，所教学生众多，因敏锐捕捉到国内经济腾飞的趋势，主动从教授位置退下来后，凭着广阔的人脉关系，在清水城混得风生水起，在各行各业都有他的产业。不过年纪大了后，他便退了下来，将这些产业就拆分给了3个儿子1个女儿，而他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顾痴迷古玩了。所以何胜的几个儿子和女儿都是清水城有头有脸的富豪，手里都握有2、3流的集团，而他们的子女也都个个是富二代。宏泰大酒店的 VIP 超级大包厢内，此时已经有30多人到场了，亲朋好友好不容易见面，自然少不了相互吹捧一番。不过今日何小妍他们一家则是很低调的坐在角落的一桌上，很是安静。老何，平时你很热衷于跟他们攀谈关系，怎么今儿个坐在这里默默抽烟呢？何小妍的妈妈林一芬看何阳一直淡定地坐在角落里抽着烟，很是好奇地问道：呵，这些2、3流的人物我还看不上呢，何必浪费精力和他们吹牛打屁？何阳自从傍上王成这个神秘富豪公子后，一直在做飞黄腾达的梦，眼界自然也高了，已经看不上家族里这些2、3流的人物了。你自己的公司都快倒闭了，还在这里装逼，我看你跟何小妍那个穷男朋友快一模一样了，没事就爱装逼。林一芬见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之前用车子房子贷款以及公司所有流动资金买的城东那块地皮，居然上头不允许盖酒店，这相当于白白将这些钱套在里面了，而公司又每天在亏钱。董事会成员马原一直想着要把何阳拉下马来，他做董事长，如此内外交困，何阳不想着拉关系疏通上层，也不想着趁此机会拉些资金过来填补公司亏空，居然还如此淡定地坐在这里装逼，能不让他生气吗？公司的事情你放心，倒不了，咱家也不会破产。何阳很是淡定地说道，有王成这个未来女婿在，他还愁什么钱？不过王成的事情何阳没有告诉他的老婆女儿，所以这也就让林一芬很是着急，真是白跟你说了。林一芬见说不动何阳，便想劝女儿何小妍，小妍，你爸爸的公司可能要破产了，咱们家的房子和车子可是都抵押进去了，要是倒闭了，你就享受不了现在的奢华生活了。妈妈，你想说什么呀？何小妍蹙了蹙柳眉说道，你看你爷爷最得意学生的儿子孙耀，当年在学校里可是天才，毕业才5年，现在自己创建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在清水城也能排得上前10了，身家更是10几亿，关键是他家里背景深厚，又是钻石王老五，早些年他不是追过你吗？现在过去打个招呼吧。林一芬建议道。妈妈，你说什么呢？我只喜欢王成。何小妍现在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他的妈妈了，最近老是叫他去找个更有钱男朋友。王成，一个个的都被一个穷小子给迷倒了，一个农村出来的，有什么可以帮到我们的？真是被你们给气死了，咱们就等着破产，流落街头，遭亲戚笑话吧。林一芬简直要气死了。刚好这个时候，有个英俊帅气的白脸青年走了过来。小妍，好久不见。说话的这位高富帅正是林一芬嘴里的孙耀，眼下清水城冉冉崛起的一颗新星。第44，狗眼看人低。孙家在清水城也算是属于2流顶层的家族了，酒店、房地产、互联网、餐饮等各行业都有涉足，是清水城里冲击1流家族最有希望的家族了。而孙耀本人除了这个富二代身份外，他还自己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身家更是不菲，比起张浩东那种纨绔来，孙耀简直可以秒他几条街。这些年他一直也在追求何小妍，不过都被他给拒绝了，但他没有放弃的意思。聚会上看到何小妍，便第一时间凑了上来，好久不见，何小妍礼貌性的跟他打了声招呼，随即就不再理他了，场面有些尴尬。倒是林一芬看起来很喜欢这个孙耀。孙耀啊，我们家小妍就这脾气，你别见怪啊。没事阿姨，我都习惯了。我听说叔叔的公司资金链被套在城东那块地皮上了，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说下，在家族里我能动用的流动资金1个亿还是有的。孙耀信心满满的说道。在来之前他就仔细调查过河阳公司的情况了，想从何小妍的父亲身上入手得到他。是吗？太好了。林一芬当即大喜，来，坐阿姨这边来。孙耀没有坐下来，而是从怀里取出了一个精致的礼盒，递到何小妍面前。小妍，
这是我从 M 国带回来的卡地亚 18K 玫瑰金手镯，送给你。何小妍没有接，连看都没看一眼，倒是他妈妈却是先惊喜了起来。卡地亚 18K 玫瑰金手镯，这个至少得10多万吧？不好意思，孙耀，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你在我身上就别费心思了。何小妍直接拒绝了。你有男朋友了？孙耀还以为何小妍是惯例拒绝他，恰好此时王成进来到了超级包厢，正在门口寻找何小妍他们。哟，王成来了。何阳虽然默默地抽着烟，但眼睛却是一直盯在门口。看到王成出现了，立即将烟头掐灭，然后如孙子似的迎了上去。而何小妍看到王成过来了，也是笑颜如花，推开孙耀后，就跟着何阳去迎接王成了。剩下孙耀尴尬地留在原地，嫉妒的目光落在了王成身上，又看到何小妍亲昵地挽着王成的手臂，笑得很开心，眼里都快喷出火来了，手掌忍不住握紧成了拳头。敢跟我抢小妍，找死！孙耀眼神阴狠，林一芬见此想上前安慰他，却被孙耀甩开了。自找没趣的林一芬一脸的尴尬。王成还是第一次来这宏泰大酒店，不过他记得这酒店是鼎和集团旗下的，也就是他父亲的产业。王成，你怎么才来？我都快抽完一包烟了。何阳讨好的笑着，这么急着想见王成，自然有他的目的。王成，我们去那里坐吧。何小妍亲昵地挽着王成的胳膊，一脸的开心模样，想让他坐过去。小妍，爸跟王成有点事情要商量，你先去陪你妈妈，等会把王成还给你。何阳急切地拉着王成往一个没人的角落走去，自有他的目的。好吧。而何小妍只能听话的先回去座位了。叔叔，你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王成一脸懵逼，不知道这何阳找他什么事情。是这样，叔叔在城东买了一块地皮，上头说好能盖酒店的，现在又反悔了，搞得公司资金链全部被套在那里了，所以想找你融点资。何阳颇为不好意思地说道。还缺多少？王成想了想，还是觉得应该帮他一把。一来他是何小妍的父亲，王成总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家倒闭破产；二来他也可以趁此机会占点何氏酒店的股份，以壮大自己的实力。1个亿，我给你8%的股份。何阳想了想说道。我给你2个亿，但是要占20%的股份。另外我再帮你解决地皮盖酒店的问题。王成觉得8%太少了，就直接将股份提高到了20%。2个亿，何阳倒吸了一口气，这王成果真是豪啊，一出手就是2亿还不带眨眼的，比起那个孙耀动用1亿还得通过家族，两人简直是没法比。另外王成居然还能解决地皮盖酒店的问题，那就太好不过了，当即兴奋地答应道：好，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叔叔也就小妍一个女儿，最后还不都是留给你们吗？解决了公司问题后，何阳心情顿时大爽，看向王成的时候越看越顺眼。何阳和王成在角落里商量事情的时候，突然有个中年男子见何阳一副讨好的表情，猜测这年轻小伙可能是个神秘豪门公子，便忍不住好奇走过来搭讪道：二哥，你这年轻人是谁？也不介绍介绍。这人是何胜的第3个儿子，叫何英成，是清水城内有名的百货大王，名下的百货大厦占据了清水城1/3百货行业的份额，是个拥有很强势力的二流富豪。这是我女儿的男朋友，叫王成。何阳最看不惯这3弟，最是势利的很，但毕竟是亲兄弟，表面上还是要装作亲切的样子。说话的同时还给王成介绍了一番他的这位3弟何英成。三叔叔好。王成礼貌性的回应道。王成是吗？何英成上下打量了一眼王成穿着朴素的打扮，微微有些轻蔑的说道：是干什么的呀？家里父母是做什么的？我在恒丰文娱刚升任经理，家里父母都在农村。王成话还未说完，那何英成便不耐烦的打断道：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刚好那边有事，先离开下。何英成摇了摇头，一脸嫌弃的表情。他万万没想到何阳讨好的居然是个农村穷小子，这让他很是失望。他还以为是某个豪门贵公子呢。在知道王成是穷小子后，他连和王成多说一句话都不愿意，临走还不忘对何阳嘲讽道：二哥，没想到你女儿眼光也不咋地，找了个农村穷小子做男朋友，你还这副舔狗模样，啧啧，狗眼看人低的家伙，滚早晚会让你们跪舔我。何阳很生气，但一想到自己攀上了王成这棵大树，便暗自装逼起来。王成也看出了他对自己的嫌弃和看不起，但他笑了笑却不在意。何一不入流的人物有什么好生气的？第45，下一秒叫你高攀不起。王成刚坐下后，便从怀里取出了一个古朴而又精致的盒子，然后将之递到了何小妍面前。小妍，这个是给你的。这是什么？何小妍心情有些激动，
这还是他和王成再次见面后第一次收到他的礼物。你打开来看下就知道了。王成嘴角微微一笑，何小言点了点头后，将木盒给打了开来，里面是一只紫色而又古朴的玉镯。紫色的玉镯，好漂亮，何小言很喜欢，眼里满满的开心，说着还拿起来给自己戴上，把玩在手里，喜爱之意溢于言表。王成见何小言很是喜欢，他也开心。不过旁边的林一芬却是忍不住奚落道：“一个破手镯瞧把你开心的，价值10多万的卡地亚玫瑰金手镯不要，拿个地摊手镯开心的要死，真是服了你了。”他不知道这紫玉手镯乃是大明固安公主的手镯，价值30万，卡地亚玫瑰金手镯根本比不了。林一芬此时心情很不好，自从王成跟他们坐在一起后，已经有好些亲戚忍不住好奇过来搭讪询问了。在得知王成是何小言的男朋友后，都露出了好奇的神色，然后当得知王成是个农村穷小子后，都瞬间一副兴趣缺缺的模样了，连带着看他们的眼神都是嫌弃鄙夷的了。而且一些亲戚朋友的风言风语搞得林一芬很不爽快。听说了没？老二家的女儿找了个农村来的穷男朋友，老二还一副舔狗模样，真是笑死我了。真的假的？他们家小妍长这么漂亮，怎么找了个穷小子呢？谁知道呢？我还听说老二他们家的公司要破产了，资金链被城东那块地皮给套住了。呵呵，他们一家最近也真是够倒霉的。二嫂那人以前特别爱炫耀，你看今天她都抬不起头了，真是笑死我了。所谓的亲戚朋友，在你们倒霉的时候竟都是看好戏的。林一芬听不下去了，压抑着心中的怒气，转头对王成说道：“王成，你跟阿姨出来下，阿姨想跟你单独聊聊。”林一芬受不了他们的风言风语了，而他什么时候在这些人面前如此被奚落嘲讽过？哦，王成点了点头，然后跟着林一芬来到了超级包厢的外面。来到了一处没人的角落后，林一芬开诚布公地说道：“王成，我希望你能离开我女儿，你不适合她。”王成一脸懵逼，怎么这次轮到何小妍她妈妈来劝他了？不过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开何小妍的，更不能忍受何小妍投入其他男人的怀抱，便坚定地回应道：“阿姨，我不会离开小妍的。你是要气死我吗？我们家小妍是家族同龄人中长得最漂亮的，交的男朋友却是最穷的，你叫我这脸往哪搁？”林一芬气得跳着脚骂道：“阿姨，我会努力的，我现在已经是部门经理了，再给我点时间，我会做出更好的成绩。”王成认真地回应道：“王成，我承认你能力是有的，毕业3年，以你一个农村穷小子出身做到部门经理，的确是不简单。但是现在，这社会是个讲人脉、靠关系的社会，你一个穷小子，即使再努力一辈子，所能达到的终点，很可能就是别人的起点。”林一芬停顿了一下后，接着说道：“孙耀你知道吗？他也喜欢我们家小妍，身家10几亿，孙家又是清水城的2流豪门，你努力一辈子能赚到10几亿吗？你根本不能和他相比。”他的确是不能和我相比，他们家族估计努力一辈子，可能也到不了我的起点。王成淡淡的回应道：“一个2流集团家族，王成还真没放在眼里过。”听到王成还要在这里装逼，林一芬简直要气死。王成，我就最讨厌你装逼了，知道吗？没实力，还在这里跟我装，我也不想跟你废话了。这里是20万的支票，拿了就默默离开小妍吧。林一芬似乎是早准备好了20万的支票，直接从包包里取出了那张支票，递到了王成的面前。王成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在都是这么直接的吗？上来就给钱？那行吧，与其和他解释半天，还不如给他一个见面礼，可能会更好。就像是何小妍的爸爸那样，能用钱解释的东西，就无需浪费口舌了。阿姨，这钱我不会要的。王成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了一本支票簿，在上面刷刷的写了1000万，然后撕下来回敬给林一芬。阿姨，这里是1000万，算是给你的见面礼吧，以后你会知道我说的话都是真的。林一芬目瞪口呆，万万没想到这穷小子还要在他面前装，简直要气炸了。他以为这是一张空头支票，是王成再次用来装逼的。王成，你太让阿姨失望了，我是绝不会同意你跟我们家小妍在一起的，因为你不配。王成脾气再好，听到这里也是微微有些不悦，便回应道：“阿姨，有句话说得好，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现在你对我爱答不理，可能下一秒你就高攀不起了。”王成将1000万的支票塞到林一芬的手里后，便径直回到了超级包厢。林一芬看了看手中的那张他认为的空头1000万支票，气不打一处来。回到超级包厢后，王成惊讶地看到陈豪成陈助理居然出现在了超级包厢内，
作为清水城内黑白两道的领军人物，又是清水城内顶级集团鼎和集团的掌门人，他的出现瞬间引起了和家人以及其他二三流富豪的争相认识。很多人围着他争先恐后的想要给他敬酒攀谈，但他都置之不理，而是只给今天的老寿星和盛敬酒。他也做过和盛教授的1年学生，不过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今天过来是来集团旗下酒店宏泰大酒店视察的，刚好碰到当年的老教授80大寿，所以就特地过来敬他一杯酒。陈总，我是何英成，是何教授的3儿子，咱们认识下。陈总，我是何明国，是何教授的大儿子，以后有机会合作下。不光是几个和盛的儿子争相前来认识陈豪成，连其他和盛的学生朋友也都想着跟陈豪成敬上一杯酒，因为能和清水城数1数2的大人物喝上一杯酒，足以让他们吹牛打屁很长时间了。不好意思各位，陈总很忙，以后有机会再聊。陈豪成的贴身助理兼保镖将他们都拦了开来。陈豪成给和盛敬完酒后，便准备跟随保镖离去，然而目光余光扫过，忽然看到了站在角落里的王成，顿时身子一震，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大家让原本要走的陈豪成忽然转身走了回来，还急切地扒开人群往里面走去。现场所有人都一阵好奇，陈总这是要干嘛？几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跟随了上去，而陈豪成在快步赶路的同时，还不忘整理下刚才被他们拉扯而变得凌乱的衣服。很快，陈豪成一脸恭敬地来到了被他们认为是农村穷小子的王成面前，还笑着招呼道：少王公子，你怎么也在这里？怎么不事先跟我说下，我也好有所准备。陈豪成心思活络，之前王成就交代过他不要暴露他的身份，便立即改口叫王公子，还亲自给王成倒了一杯酒敬他，模样十分恭敬。而这一幕却是震惊了现场所有人，他们都被惊讶的说不出话来。清水城数1数2的大人物，居然给一个农村穷小子亲自倒酒敬酒，这已经完全颠覆了他们的想象了。现场顿时静得可怕。第46，刮目相看。何小妍的妈妈林一芬刚好站在门口，看到了这一幕。对于陈豪成，他自然认识，这可是清水城黑白两道的大人物，清水城数1数2的大佬，即使是城主见到他，也要给他3分面子。普通人能和他说上一句话，就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了。而王成这个穷小子，居然能让陈豪成折身回来，还亲自给他倒酒敬酒，这着实惊呆了他。这小子什么时候认识的陈总？林一芬此时很是震惊，比他更震惊的是现场何小妍的那些亲戚朋友，他们万万没想到陈豪成特地转身回来，是为了给一个农村穷小子敬酒。这小子不就是那何小妍的穷男朋友吗？天哪，这穷小子居然让陈总亲自给他倒酒，这什么情况？陈总是不是认错人了？这穷小子怎可能让陈总亲自给他敬酒呢？一些人纷纷揣测质疑，心中惊疑不定，甚至都好奇地围了过去，想看个究竟。而被他们围在中心的王成倒也神态自若，只是被这么多人围观，他不敢表现得太过张扬。陈总，怎么敢劳烦您亲自倒酒呢？给王公子倒酒是我应该的。陈豪成也不敢表现得太过殷勤，不然会被他们看出来，到时候被少爷责怪，那就不好了。两人互相敬了一杯酒后，陈豪成忽然看到了亲昵地挽着王成手臂的何小妍，心眼明亮地问道：王公子，这位是你女朋友吗？王成还没回话，旁边的何阳却是心急地表态道：对对对，她是王成的女朋友，叫何小妍，我是她爸爸。何阳总算可以插上一句话了，能跟清水城数1数2的陈总说上一句话，那真的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情。王成也是点了点头，默认了这件事情。虽然只答应何小妍做他1天的男朋友，但眼下的确还是在1天限期内。原来是这样，何兄，你生了一个好女儿啊！陈豪成可不敢怠慢这太子爷的女朋友以及他爸爸，随即在身上摸出一张金色的鼎和超级会员卡，递给何小妍道：这是我们鼎和的会员金卡，持这张金卡在我们鼎和集团旗下任何行业消费都能打5折。话音刚落，现场所有女性朋友都忍不住一阵惊呼，纷纷投来羡慕嫉妒恨的目光。这鼎和集团在清水城各行各业都有产业，酒店、娱乐、房地产、餐饮、互联网等等，这超级金卡可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打5折还是其次，重要的是能得到这种超级金卡，那是身份的象征。好羡慕啊！小妍居然拿到了鼎和的超级金卡。何家富2代圈子里的那些白富美看着何小妍拿到了那张超级金卡，都羡慕的不行。何小妍转头看了看王成，像是在询问他该不该接，不过他眼神里流露出了渴望的神色。王成莞尔一笑道：既然是陈总给你的，你就拿着。得到王成的肯定答复后，
何小言才欣喜地接过了那张超级金卡。随后，陈豪成又从身上掏出了一张名片，递给何小言的爸爸，说道：“何兄，这是我名片，有事可以找我。”看到陈豪成主动递给他名片，激动的何阳有些不知所措，旋即才想起来自己也应该递给他一张名片，在身上摸了好久才摸出一张名片回敬给他。陈总真是客气了，这是我名片。两人互换名片的场景，却让何阳的那些兄弟姐妹看得一阵眼红耳热。能和陈豪成搭上关系，那是他们做梦都想干成的事情。万万没想到，这个今天被他们嫌弃鄙夷的老二，却是实现了他们一直想干的事情。那王公子，我先走了，有空再聚。陈豪成跟王成道别后，这才转身匆匆离开了人群。而此时围观的那些亲戚朋友都开始反应过来了，纷纷朝王成他们围了上来。二哥，没想到你能和陈总搭上关系，真是不简单啊！之前嫌弃王成和何阳的何英成第一个凑了上来，拿着一杯酒想要敬何阳。二弟跟陈总搭上关系，以后别忘了大哥啊！大哥何明国也忍不住凑了上来。另外还有个四妹何青青也是拉着她的老公凑上来拉关系。二哥可别忘了还有四妹我啊！何阳拿着酒杯装着样子，这些人之前还被他们嫌弃的一文不值，现在见他跟陈总搭上关系了，就纷纷上来跟他认亲戚。不过这种被人追捧的感觉他很享受，我也是沾了我女儿穷男朋友的光，不然哪能和陈总说上话搭上关系啊？何阳特别把那个穷字说得响亮，就是要打他们的脸。之前你们不是嫌弃我女儿交了个农村穷小子吗？现在老子就是要明着打你们的脸。何阳的兄弟姐妹顿时脸上一阵尴尬，但很快被他们掩饰过去了。他们混迹商场这么多年，这点脸皮算什么？二哥，你这话说的，我们那是眼瞎，不然怎么能衬托出二哥眼光厉害呢？何英成是四个兄弟中最势利的，脸皮也是最厚的，第一个出来拍马屁。大哥和四妹也忍不住上来一番恭维，听得何阳一阵舒服。而何小言此时也被他的那些堂亲表亲的姐妹包围着，看着他手里的那张鼎和金卡，羡慕的不得了。这金卡不光能打5折，还是上流社会人物的标志。小言，下次我们一起去逛街吧。是啊是啊，小言姐姐，我们都好久没跟你一起去逛街了，我们去鼎和的锦龙娱乐会所吧。听说那里是清水城最高档的娱乐会所了，平时我都不舍得去，现在有小言姐姐的金卡，半价下来应该可以承受了。几个白富美都长得不错，但还是何小言更胜一筹。看我心情吧。何小言颇为傲娇的抬了抬头，也暗暗装了一波逼，看得王成一阵莞尔。与此同时，作为整个何家的家长何胜也走了过来。老爷子虽然80岁了，但红光满面，身体很是硬朗。王成，是吗？来，过来让爷爷瞧瞧。何胜此言一出，让大家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了这个农村穷小子王成身上。而王成也一眼走了上去，老爷子何胜亲切的一把拉住王成的手，上下仔细瞧了瞧，忍不住点了点头。爷爷看好你，穷不要紧，关键要有志气。30年河东，30年河西。爷爷小的时候也很穷，都是靠自己的双手打出一片天的。爷爷相信你也可以的。老爷子的这句话显然打了在场所有人的脸，他们都是富二代出身，哪里体会过穷苦日子。来，坐爷爷这边来。老爷子似乎很看好王成，还拉着他特意坐到他旁边，这让在场的人又是一阵惊讶，对这个穷小子有些刮目相看。而在场最看不得这场面的是孙耀，此时他一脸的狰狞。行，就让你先得意一会，等会看你怎么出丑。第47，我带的礼物怕会吓到你。王成坐到老爷子身边后，何阳和何小言也跟着坐在了首桌，这是家族里绝对的荣耀，那些亲朋好友都看得纷纷一阵羡慕。而何小言的母亲林一芬此时也是惴惴不安的回到了何阳身边，刚才一幕他已经看到了，对这个穷小子王成的看法似乎有了一点改观。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刚才陈豪成陈总过来跟我们见面了，还给了我名片，还说有事找他就可以还给了小言一张鼎和的超级金卡。要知道那卡可是非常金贵的，你要是也在的话，肯定也有见面礼。何阳忍不住埋怨自己的老婆，陈豪成的礼物可不是一般人能收到的，错过了实在是可惜。停顿了一会，又把目光转到了王成身上，继续说道：不过这一切都多亏了王成，是他让咱们和陈总搭上了关系，现在能做到这手桌，也是间接沾了王成的光。你话怎么这么多？林一芬很不耐烦，不过还是低声跟王成道歉道：那个王成，阿姨刚刚话可能有些重，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林一芬虽然对王成态度缓和了一点，但还是有点看不上这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但毕竟王成认识陈总，
好像和他关系还不一般，心里也稍稍接受了他一点。只是王成没钱，还是让他很是在意。没事，阿姨，我早就忘了，王成自然不会跟何小妍的妈妈一般见识。我就说王成好吧，妈妈你还嫌弃他，何小妍现在很开心。王成越被他的父母认可，那他和王成在一起的几率就越大。得，就你嘴贫。等会聚会结束后，跟妈妈一起去逛街。林一芬早就看中了好多款宝贝，现在有金卡打5折，那还不得赶紧抓住机会好好逛上一逛。好，母上大人，何小妍哥哥笑着应道。很快，老爷子何胜80大寿的宴席开吃了，一共有4桌，几乎都坐满了人，热闹纷繁。来，大家可以开吃了。老爷子何胜今天很高兴，80大寿，子孙满堂，这是他最大的喜悦了。酒桌上的菜肴也是十分丰盛，毕竟他们这里每个人身家都有好几亿、10几亿，都是不缺钱的主，所以这菜肴自然丰盛。一时间，酒桌上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好不热闹。酒至半席的时候，大家都纷纷拿出了礼物敬献给今天的老寿星何胜。老爷子，这是我精心给您准备的汉玉白菜，您看着喜欢吧？老大何明国第一个将自己准备的礼物给拿了出来。算你有心，这汉玉白菜品相不错，你也是花了不少钱吧？老爷子何胜显然对这汉玉白菜很是满意。老爷子，这是我给您准备的岐山玉雕，您看下喜欢不？老二何阳也是带了自己的寿礼。接下来是老三何英成和老四何青青，他们的礼物也都是古玩方面的，看来他们都熟悉老爷子的习性，痴迷于古玩，他们就送古玩了。今年你们4个都算是有心了，不像前几年，什么乱七八糟的都给我送来。何胜满意的将这些礼物给收下了，笑容满面。4个长辈送完后，接下来就是他的学生和3代子孙送礼了。3代辈的子孙送的礼物就什么都有了，毕竟是年轻人，五花八门的都有，看得老爷子一阵头疼。他老了，有些年轻人喜欢的礼物，他还真接受不了，但还是都笑着收下了，毕竟都是他们的心意，怎么能拒绝呢？孙耀在等了一会后，才从座位上站起来，自信满满的将手里的一幅画给展了开来。何教授，您看下我这幅画喜欢吗？说话的同时，孙耀手里的那幅画唰的一下彻底被他展露了开来，顿时一幅惟妙惟肖的山水画出现在了众人眼前。看到这幅画，众人都忍不住好奇的将脖子伸了过去，而老爷子何胜更是激动的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拿起随身携带的放大镜，往前面走了几步看去。王成也扫了一眼这个孙耀手里的画，不过令他震惊的是，孙耀手里拿的这幅画居然是和他手里的《江亭谈古图》一模一样，连唐寅的签名和盖也是一模一样。这小子居然弄了一副高仿的《江亭谈古图》，王成暗暗心惊，但他并没有说出来。如果没有清水城第一鉴定师袁崇鉴定过，王成还以为张天龙给了他一幅高仿画呢。不过现在嘛，他淡定得很。这幅画难道就是5年前被外国人拍走的《江亭谈古图》？老爷子在古玩界也混了好些年了，自然清楚这幅《江亭谈古图》最后是被一个外国人以3000万的价格拍走了。对，这幅画就是唐伯虎的《江亭谈古图》。我前几天出差 M 国的时候，特地找人从那个外国人手里以3800万的价格买来的，为的就是今天献给何教授。孙耀此时得意非凡，这就是有钱有实力的体现。说话的同时，孙耀还不屑地瞥了一眼王成，心里暗暗想着，你一个穷逼一辈子都不可能买得起这种画，别以为和陈豪成有点关系就在那嘚瑟了。这就是唐伯虎的画吗？说到唐伯虎的画，大家一下子都吸引了过来，纷纷凑上前来，想要一睹名家的画作。毕竟唐伯虎是很出名的，在场的也有几位和盛在古玩界的好朋友，更是对这幅画起了很大的好奇心，纷纷前来围观。在他们纷纷围观孙耀这幅《江亭谈古图》的时候，后者抬眼扫了一眼王成，颇有些轻蔑地说道，不知道这位王公子可带了什么礼物进献给何教授。此话一出，在场的很多人把目光也都转向了王成。要知道他是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虽然和陈豪成搭上了一点关系，但手上肯定没钱。一时间他们对王成带来的礼物也升起了一抹好奇。给何教授的礼物我自然是准备好了，只怕到时候会吓到你。王成嘴角微微一笑，动了动手，从怀里也取出了一卷画。众人看到王成也带了一幅画，都忍不住一阵好奇，什么画能比得上孙耀奉上的唐伯虎《江亭谈古图》呢？作者有话说，各位兄弟们，今天更新了差不多1万字，求打赏，明天还会爆更，求打赏。第48，咄咄逼人。那我不客气了。众人都很好奇王成会拿出什么样的画来，现场所有人的目光一时间都集中在了王成身上，
而后者从座位上站起来后，将画慢慢的舒展了开来，很快露出了画作的内容，一幅惟妙惟肖的山水画。当众人看到画作上所画的内容后，都纷纷露出了震惊的表情。这不是和孙耀一样的江亭潭谷图吗？很快就有人辨认出王成手里的画也是一幅江亭潭谷图，而且落款签字同样是唐寅，连盖都一样，怎么会有两幅一模一样的江亭潭谷图呢？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不过他们很快就明白过来了。这两幅画中，其中有一幅是高仿的，至于哪幅画真，哪幅画假，每个人心中早有自己的猜测了。王成，没想到你居然弄了一幅高仿画过来献给何教授，你不觉得很丢脸吗？孙耀看到王成拿出的居然也是一幅江亭潭谷图后，脸色很不好看，当即指责王成手里的那幅画是假的。要知道他的这幅画可是花了3800万买过来的，你怎么不说你手里的那幅画是高仿的呢？王成嘴角微微一笑，他现在手里拿的这幅江亭潭谷图，可是经过清水城古玩第一鉴定师袁崇鉴定过的，绝对是货真价实。而孙耀手里的这幅画就保不准了，你一个穷逼，买得起3800万的画吗？孙耀毫不留情地嘲讽道。在场大部分人其实都不相信王成的画是真的，一个穷小子怎么可能买得起唐伯虎的真迹呢？是不是真的？让何爷爷鉴定下不就知道了吗？王成也不想跟他废话，直接让老爷子鉴定。何况眼下这宴席上还有几位老爷子在古玩界的朋友，让他们都来鉴定下，这比打嘴炮有用得多。对啊，让父亲鉴定下吧。在场的还有父亲的几位朋友，都是颇懂古玩的，大哥何明国很认同这个提议。假不假验一验不就知道了吗？在场很多人也都纷纷点头，认为这个提议是最简单有效的。验就验，就怕到时候你会下不了台。孙耀嘴角冷笑，这幅画可是他花了3800万买过来的，绝对不可能是假的，还是多担心你自己吧。王成摇了摇头，对他的迷之自信有些无语。说着，王成将手里的这幅江亭潭谷图也敬献给了老爷子何胜。后者小心翼翼地接过了这幅画，表情很是慎重，然后和几个要好的古玩界朋友开始认真查看起了这两幅画。现场的众人都伸长了脖子，一副看好戏的表情，私底下还在小声交流议论着。你们猜猜哪幅画是真的？那还用说，当然是孙耀的呀，人家可是花了3800万买来的，能假的了吗？我也这么觉得。那王成虽然跟陈总有点关系，但毕竟是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哪里有钱买得起这种名画？这下子他要出丑了，没钱干嘛弄一幅假画出来呢？装逼也不是这么装的。那些亲戚朋友又在那里一阵小声议论，几乎都不看好王成，认为王成的画是假的。不过何阳却是很相信王成，如此一个神秘豪门贵公子，肯定不会拿一幅假画来丢自己的脸。而何小言却有些担心和紧张，至于真假他并不在意。而林一芬却是脸色有些不好看，心里又忍不住暗自责怪了起来，没钱装什么逼，还硬要拿一副假画来打肿脸充胖子，这是何必？老爷子何胜和他的几位朋友在两幅画上仔细研究了很久，也没检查出这两幅画有什么区别，连细微处的墨水浓度也基本一样，这叫他们着实无奈。这两幅画完全就是一个样，以我们的鉴定能力，根本鉴定不出哪幅画是真的了。老爷子的一个朋友皱了皱眉头说道，毕竟他们几位并不是专业出身，只是半路兴趣使然而已，鉴定不出这种名画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两幅画的作画水准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即使其中一幅被检查出来是假的，那也是价值不小。老爷子也颇为认同的点了点头。要想鉴定出真假来，在清水城可能只有古玩界第一鉴定师袁崇有这个能力。另外一个老头子解说道。几人商量了下后，很快有了决定。由老爷子何胜开口宣布道，这两幅画作画水准都极高，我们几人鉴定能力有限，鉴定不了真假，私下再找袁崇大师鉴定。现在我们继续吃饭吧。何胜反而觉得这样是最好的，不当面鉴定出真假来，那王成和孙耀都不可能有丢脸的机会，而如果当场就鉴定出真假来，势必其中一个就会丢脸。吃饭，继续吃饭吧。在场的亲戚朋友见鉴定不出结果，只能悻悻然地回到了座位上继续吃饭喝酒。然而孙耀却不甘心，不能当面揭穿王成的假话，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看到何小言给王成亲昵的夹菜，胸中怒气又涌了上来。何教授，我听说你3天后要举办个人的收藏展是吗？的确是有在准备，怎么你有兴趣来观赏吗？何胜对这个个人收藏展很是重视，这可是他退休后举办的第一次收藏展，所以他非常重视。何教授，不如这样，将这两幅画在收藏展开幕的时候
同时悬挂出来，让前来参观的众人评判，最后再找清水城古玩第一鉴定师袁崇过来鉴定，如此不就可以吸引人气，又可以鉴别出真假来了吗？孙耀这是想让王成彻底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尽，同时也让何小言认清现实，这个王成是个爱装逼的穷逼。这个好，父亲，孙耀的这个主意肯定能吸引不少人来观赏，就照他这个提议吧。大哥何民国出声提议道。我也觉得孙耀的这个提议不错，既能吸引人来观赏，又能专业鉴别出哪幅画是真的。其他人也很同意这个提议，他们也很想知道这2幅画哪幅画是真的。何胜犹豫了，他本意是不想明着鉴别的，只想私下找袁崇鉴定，这样就给2个孩子留了面子。但这孙耀却咄咄逼人，着实叫他不喜欢。何爷爷，就按孙耀的提议来吧。王成嘴角微微一笑，袁崇已经鉴定过他这幅画了，他还怕什么？既然这孙耀自己站出来要被打脸，那他也只能顺从他了。第49，羞辱我是要付出代价的。面对孙耀的挑衅，王成怎么会怂？2幅画暂时就交由何胜老爷子保管。为了怕搞错，孙耀还特地提议在画的背面用铅笔签上各自的名字，这样就不会弄错了。王成自然不会拒绝他这点要求了。既然想被打脸，那他只能满足他的要求了。宴席结束后，众人也都纷纷散了。不过何小言得了一张顶盒的超级金卡，那些家族里的富二代以及年轻朋友都提议晚上去清水城的锦龙娱乐会所继续玩，这可是清水城中高级娱乐会所，他们还没去过，所以都跃跃欲试。王成，你要去吗？何小言习惯性的扭头问王成，眼神里闪烁着渴望的神色。看样子这小妞也想去锦龙娱乐会所见识下。去吧，我把车开过来。王成嘴角微微一笑。锦龙娱乐会所是鼎和集团旗下的高档娱乐会所，也就是他父亲的产业。王成还真没去过这种地方。孙耀也会去，当然他是想着在何小言面前表现一番，展示下他的财力和实力，顺便再找机会打压下王成，最好能让他出丑，让何小言嫌弃他，这是他最终目的。这一伙都是有钱的富二代，开的车也是保时捷、玛莎拉蒂，孙耀开的更是1000多万的劳斯莱斯，可见其的确很有钱。不过当王成开的是500多万的法拉利跑车后，他们也是微微有些侧目。哇塞，王成你不是从农村来的吗？怎么开上法拉利了？说话的这位是何小言的堂姐何星星，长得颇为性感漂亮，穿着打扮也很是时髦，还画着精致的妆容。这是老板的车，我哪买得起？王成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了过去。原来是你老板的车呀，真没劲。何星星立马没有了兴趣，暗暗鄙视了一番王成，没钱还出来装逼，然后转头就钻进了孙耀的劳斯莱斯里。其他人也是暗暗一阵鄙夷，对于借车装逼，他们一样有些看不起王成。孙耀暗暗得意，穷逼就是穷逼，没钱还借车装逼，看我等会怎么整死你。孙耀可不是省油的灯，他能年纪轻轻身家达到10几亿，手段还是很多的。王成笑了笑，也不在意。一行共8人，3辆车径直开去了锦龙娱乐会所。会所的地下停车库全是高档的汽车，保时捷、宾利、玛莎拉蒂、劳斯莱斯等等，像宝马、奔驰这种，在这里算是最低配置了。我去，这里的车也太豪了吧！堂弟何龙看到这些豪华车子，眼睛都发亮了，真是没出息，又不是农村出来的，用得着表现得这么土包子吗？何星星扫了一眼王成，借话讽刺了他一番。对对，还是星星姐说的对，何龙也颇为瞧不起农村出来的王成，特别是当他得知王成借车装逼时，就更鄙视他了。顺便还拍了一记孙耀的马屁，还是耀哥牛逼，1000多万的劳斯莱斯，即使在这豪车扎堆的车库里，也是很显眼的存在，不像某人没钱还要借豪车来装逼。孙耀看到这里，暗自得意，这何龙有眼力，可以好好拉拢一下。何小言见他们明里暗里讽刺王成，他就不乐意了。1次2次他也忍了，但一再出言讽刺王成，他就忍不了了。你们这么厉害，等会不还是要借用我的超级金卡？小言姐，别生气，咱就当是闲聊，哪有暗指谁啊？堂妹何诗雅见此，赶紧出来劝和道：她早就想来这锦龙会所了，可不能因为1句2句话就给搅黄了。孙耀见何小言这么维护王成，微微有些怒意，旋即说道：走吧，等会我耀哥请客，你们尽情玩。太棒了，耀哥，像你这种身家10几亿的人才配得上小言，某农村来的可真是太自不量力了。何龙早就知道这孙耀喜欢何小言，便见风使舵，再拍了一记孙耀的马屁。何小言很生气，有些后悔跟他们出来玩了，正想转身离开，
却被王成拉住了。没事，既然他要请客，那我们好好玩就是了。王成嘴角微微一笑，心里却也有些怒意了。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言侮辱他，到时候要给他们点教训了。特别是那孙耀。第50，我的地盘我做主。锦龙娱乐会所是在城东最繁华的中心，能出入这里面的基本都是达官贵人，或者是富甲巨商。孙耀似乎来过这里，从停车库出来后，熟门熟路的带着王成他们一行8人来到了娱乐会所的第1层。刚从电梯里走出来，便看到锦龙会所金碧辉煌的奢华装修，在前台中央处还有一只巨大的金色巨龙摆在那里。我去，这是金子打造的吗？也太豪了！何龙再次两眼发亮，这么大一只金龙，若真的是纯金的话，没有个几千万，怕是打造不出来。这就是锦龙，纯金打造的，据说当时花了8000万才打造成功的。还有大师开过光，孙耀颇有点装逼的解释道：“真的是金子打造的呀！”其他人也都倒吸了口凉气。虽然他们都出自2、3流的豪门家庭，但是看到这个纯金打造的锦龙，还是很震惊。走吧，这里需要预定才能订到娱乐包间。刚好来之前我就已经预定过了，咱们直接进去就可以。孙耀一番得意的说道：“还是耀哥厉害，提前订好了包间。那咱们赶紧走吧。”何龙简直成了孙耀的跟班，还一脸自豪的模样。旋即又瞥了一眼王成，忍不住嘲讽道：“那个农村来的，跟紧点，小心迷路。”何星星他们附和着嘲笑了起来。只是何小言很生气：“阿龙，你想死啊？我只是讲实话而已，他不就是农村来的吗？还不让人说了。”眼见孙耀请客，何龙好似也不怕何小言了。王成皱了皱眉头，感觉要给他们点教训了，不然就爬到他头上来了。随即对他们说道：“我上个厕所，你们先去。真是懒人屎尿多，走路的时候看着点，不要迷路了。”何龙说话已经毫无顾忌了，说话的同时双眼还乱瞄，看到性感妖艳的美女走过，忍不住目光跟了上去。王成也不管他，径直朝一个角落走去，然后打电话给陈豪成，叫他让锦龙娱乐会所的经理立即到1楼东边的洗手间外面找他。陈豪成没有犹豫，立马将这件事情安排了下去。10分钟后，一位长相颇为帅气的男子一脸急匆匆地赶来见王成，嘴里还喘着粗气，看来是接到电话后跑不过来见他的。王公子，我就是锦龙娱乐会的经理向天，有何吩咐？你尽管跟我说就可以。向天此时心情很是紧张，能让陈总亲自打电话让他接见的人，那身份肯定不简单。不用紧张，你去给我取消一个叫孙耀订的包间，并且永久禁止他再订包间，记住了吗？这里是他父亲的产业。王成说话还是很管用的，在他的地盘上还被人嘲讽，那真是日了狗了。知道了，王公子。向天赶紧应了下来，还有跟他一起来的那群人也不允许他们订包间，除了我。听清楚了吗？王成想了想，又接着说道：“另外，你在其他地方看到我，都要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知道了吗？”知道了，一切听凭王公子吩咐。向天不敢有所怠慢，立即点头应道。王成将他打发走后，便迈动脚步重新走回何小言他们。此时他们已经重新回到前台了，还一脸焦急的模样。孙耀更是怒不可遏的表情，指着前台的一个服务员 大肆叫嚣道：“什么叫我订的包间取消了，还永久禁止我订包间？你们特么有这么做生意的吗？你可知道我是谁吗？”孙耀此时真是怒了，有这么多朋友在旁边看着，又有何小言在旁边，居然让他如此丢脸。订的包间被取消也就算了，还被永久禁止订包间，这让他的脸还往哪个？抱歉先生，你以后不能再在我们这里订包间了。那服务员微笑的再次述说道：“操，叫你们经理出来，老子倒想问问什么个意思。”孙耀此时暴怒无比，他信用良好，怎么说取消就取消，说禁定就禁定。王成回到前台后，看到暴怒无比的孙耀，嘴角忍不住微微一笑，旋即装作不知情的样子上前询问道：“这是怎么了？你们怎么不去包间？不是孙耀订好包间了吗？包间被取消了，进不去了。”何龙没好气的回应道：“取消了？那再订一间好了呀。”王成淡淡的回应道：“再订个屁，耀哥被拉入黑名单了，永久禁止订包间。”何龙有些扫兴，看到这个农村穷小子后更是来气。哦，他不是说自己很厉害吗？怎么被拉入黑名单了？那让其他人试试呗，大家大老远的都来了，总不可能就这样灰溜溜的回去吧？说出去还不得被人给笑话。王成嘴角微笑着说道：“对哦，那换人订包间吧。”何星星附和道：“那赶紧订吧，都来到这里了，总不可能空手而归吧？”何龙此时也顾不上孙耀了，直接挤开他，自
自己来到了前台预订包间，可惜都被服务员 告知暂时无法预订。什么叫暂时无法预订？我们可是有超级金卡的，叫你们经理出来。这回何龙、何星星、何诗雅他们也忍不了了。他们话音刚落，向天便赶来了，看到王成也在里面，心神忽然一紧。什么事情？在这里吵吵闹闹的，再吵全都给我赶出去！向天赶来的时候，身边还带了4个保安过来，以防他们使用暴力。你就是经理是吗？来得正好，凭什么不让我订包间？孙耀看到经理向天终于来了，愤怒的他忍不住上前质问他：不让你订就不让你订，这可是鼎和集团的地盘，再闹就别怪我动手了。向天说着，一挥手，身后出来4个年轻力壮的保安，腰间还插着一根电棍，着实吓人。即使是孙耀看到这里也是忍不住干咽了一口唾沫，不敢再动。何龙他们见了也是微微有些紧张，他们虽然平时嚣张了一点，但是在鼎和集团的地盘上还是不敢放肆，更何况对面可是4个有电棍的保安。要不算了吧，这次我们还是回去吧，不让定就不定。何星星有些扫兴地说道。其他人也是如此表情，那只能是这样的兴致高昂而来，却是败兴而归，这是他们所料未及的。要不让我试试预定个包间吧？见他们一副颓丧的模样，王成嘴角微微一笑，旋即站出来淡淡的说道：连我们都定不了，你个农村来的有个屁用！何龙毫不留情的奚落道：你去了也一样，可能还不如我们呢。走吧，走吧。何星星也看不起农村来的王成，不试试怎么知道呢？万一定成了呢？王成笑着说道：你要是能定成，老子就学狗叫！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还敢在我面前装逼了，真是话够多的。何龙一副不耐烦加嫌弃的表情。那可是你说的，王成就是要给他们一点教训。说着走到了那向天经理面前，说道：经理，能给我个面子吗？我想订个8人的娱乐包间，还能订吗？王成说的话，何龙、孙耀他们可都听得清清楚楚，不过他们忍不住心里一阵嗤之以鼻。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还想让锦龙娱乐会所的经理给面子，他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然而向经理的一番话却叫他们目瞪口呆。这位先生，我们刚好还有一间顶级9龙豪华包间，我马上给您去安排。何龙、何星星、何诗雅，包括孙耀等人，就连何小言也是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这穷小子居然订成了，还是顶级的9龙豪华包间。作者有话说，各位兄弟们，求打赏，求打赏。第51，让你学狗叫。这些年轻的富二代们都被王成这个来自农村的穷小子给震惊了，他们万万没想到，他随便说一句话，那经理居然真的给了他面子，不仅把包间给订上了，还是顶级9龙豪华包间。要知道这9龙豪华包间可是只给大人物准备的，像他们这种2、3流富豪的富二代根本订不到的。然而王成一句话就给订上了，这实在是叫他们不得不震撼。这怎么可能啊？这穷小子居然真的给订上包间了！何星星一脸的震撼之色，还没从之前的反应中回过神来。不会吧？那经理居然真的给了那穷小子面子，这完全不合逻辑啊！何龙此时有些心慌慌，因为刚才说了，王成要是能订上包间，他就要学狗叫。这些人里最震惊的莫过于孙耀了，这脸打的，之前他还颐指气使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下一秒居然被王成直接打脸了。一想到自己连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都不如，孙耀有点气急败坏。而最开心的莫过于何小言了。王成，你好厉害，一句话就让那经理给我们订上包间了，还是顶级的9龙豪华包间。说话的同时，何小言眼睛里闪烁着对王成的崇拜之意。哪里？我可能运气好，经理卖了一个面子给我。王成很是装逼的说道，随即将目光转到了何龙身上。之前是谁说要是我能订上包间就学狗叫的？话音刚落，何星星、何诗雅他们立即将手指指向了何龙，开始叫吧。我听着呢。王成嘴角微微一笑，之前就属他羞辱王成最厉害，一副狗腿子模样，那就先拿你开刀。何龙一听真要他学狗叫，突然脸憋红，犹豫了一会，最终还是狠下心叫道：汪汪汪！听到这何龙学狗叫，何小言他们几个女孩子忍不住掩嘴笑了起来。何龙，没想到你学狗叫学的还挺像的。何星星娇笑着说道，这下你满意了吧？走吧，走吧，赶紧去9龙包间。何龙脸皮似乎还挺厚的，并不在意何星星他们的嘲笑，而是对9龙包间有些迫不及待了，但心里对王成还是有些不服气。等等，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再确认下。王成叫住了他们说道。还有什么事情？何星星他们扭过头来问道。包间我订上了，但是
之前某人可说过是他请客来着。王成嘴角微微一笑道：“孙耀，你一再对我，老子今天也要让你记点教训，让你知道农村出来的可不是好欺负的，可不是吗？耀哥，你刚才不是说了今晚你请客吗？还算数吗？”何龙立马转变了风口问道：“要知道这锦龙娱乐会所本就是高级娱乐会所，而九龙包间又是顶级包间，一晚上至少也得20万，这还不算其他的消费，这是要让他大出血吗？不过孙耀身家10几亿，这点钱他还不在乎，我孙耀自然是说话算数，今晚消费由我买单。”孙耀终于找回了一点颜面和存在感。哦耶，耀哥威武！何龙见孙耀答应了，兴奋的立马拍马屁道，其他几人也是兴奋了起来，甚至比来之前更激动，因为等会就要见识到传说中的顶级九龙包间了，那里面听说奢华的很。孙耀瞧了一眼王成，心里暗暗记下了这个仇。王成瞥了一眼孙耀那阴狠的脸色，知道他不服气，但心里却没怎么在意，这锦龙会所是他的地盘，还会怕他？一行8人很快在漂亮小姐姐的带领下来到了传说中的九龙包间，一路上遇到了不少帅哥美女，特别是何龙，这家伙最是纨绔的，换女人比换衣服还勤快，自然想在这里找个美女泡一泡，但暂时还是忍住了。九龙包间的大门全是金黄色的，门上镌刻着9条盘旋缠绕在一起的巨龙，吞云吐雾，好一番气势。光这扇大门估计也得好多钱，这九龙包间果然气派啊，连大门都这么有气势。何星星忍不住感叹道：“进去吧，别老是摆出一副农村人进城的土包子。”向孙耀忍不住说道，这话明显是在暗讽王成。对对对，咱们好歹也是富二代，可不是那些农村人能比的。何龙回应道，然后跟着孙耀进去了。推开门进入后，只见九龙包间面积很大，足有200平，当中居然还有个小型喷泉，喷泉周围是个微型的人工湖，湖里居然还有鱼，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喷泉正对面是一个小型的舞台，舞台上有一面巨大的显示屏架设在上面，显示屏下面左右摆放着各种音乐器材。舞台左边是一张超大超豪华的沙发，沙发后面是各种酒，想要喝的时候自己拿就是。而舞台右边则是一个小型的舞池。除了这些外，角落里还有超酷炫的电脑、VR 游戏、吧台等休闲娱乐场地，甚至还有隐秘的隔间，里面准备了豪华大床。哇，这也太豪华了，以后举办派对就来这里了，太酷炫了，满足各类人的喜好啊。何龙看到后兴奋异常，这狗叫没白叫，太棒了！你们看天花板上居然是满天星设计，这要是关上灯，效果一定很酷炫。何星星也是看得目不暇接，美眸里全是小星星，即使是来过锦龙会所的孙耀也被这奢华的装修给震惊到了。如此炫酷的九龙包间，没有女人陪着实在是太闷了，你们先玩着，我去搭讪个美女过来。何龙早就心痒难耐了，之前走廊上他就看到好几个落单的性感小姐姐，说话的时候何龙早跑出去搭讪小姐姐去了，此时也没人去管他了，早都跑去玩他们的了，或是唱歌，或是跳舞，还有 VR 游戏，几人都玩得不亦乐乎。孙耀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后，看到何小妍含情脉脉地看着王成唱歌，他心中就来气，呵呵，一个穷小子还敢跟我斗，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实力。孙耀眼神一冷，旋即掏出手机拨打了起来，软的不行，只能来硬的了。喂，龙哥呀，我孙耀，第52，放马过来。张天龙最近很郁闷，自从被王成教训了一顿后，元气大伤，不光赔偿了200万，还被抢去了他最为中意的唐伯虎、江亭弹骨图，还有一只价值30万的紫玉手镯。更加郁闷的是，他有一半的手下都被王成的表妹给打伤了，现在都还在休养当中。时至晚上8点左右的样子，张天龙正在自家玉龙会所饶有兴致的鉴定刚刚搞来的一批古玩，然而刚拿起一幅画，手机便响了起来，扫了一眼来电显示后，嘿嘿一笑，看样子又有生意上门了。打来电话的正是远在锦龙娱乐会所的孙耀。孙耀啊，找我什么事情？张天龙说话的同时手里把玩着一块古玉。我遇到点麻烦，想找你过来帮个忙。孙耀压低了声音回道。帮个忙？张天龙想起了那个傻逼富二代张浩东，也说是找他帮个忙，最后却把他给坑得太惨了。对方是啊。张天龙这次学乖了，颇为警惕地问道，就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没钱没势，老在我面前装逼。孙耀的声音很轻，似乎是在为了防止被别人听去。农村来的穷小子，他身边有表妹吗？张天龙想到王成身边那个高手表妹，此时还心有余悸，一人单挑20人，居然还能打趴一半人，这也太强悍了一点。没有表妹，就他一人，
价钱还是老规矩，孙耀想借着龙哥的势力好让王成知道他的厉害，看他还敢不敢跟他抢何小妍。没有表妹，没钱没势的农村穷小子。行，这活我接了。张天龙在确定这次不会踢到铁板后，立马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来的时候就说是我朋友，一起过来玩玩的。电话那端的孙耀听到张天龙答应了，立马兴奋了起来。不过为了谨慎起见，还是让他装作自己的朋友过来为好，毕竟那可是锦龙会所，太过张扬反而会连累他。按老规矩，孙耀先给张天龙打了10万块过去，同时还将地址也发给了他。接收到钱到后，张天龙嘿嘿一笑，然后看到地址是锦龙娱乐会所后，略微有些犹豫，但既然接了他也没有不去的道理，很快就喊上了4个兄弟，坐了一辆面包车就直奔锦龙娱乐会所。而此时在九龙包间内，孙耀挂了电话后很是得意。王成，你一个没钱没势的穷小子，拿什么跟我斗？有了张天龙答应，孙耀胆气也大了，直接找上了王成，语气冰冷地说道：王成，你过来下，我有事要跟你说下。找我有事？王成扫了一眼孙耀，我希望你能离开小妍，你不适合他，也帮不了他。孙耀直接开诚布公地说道：我不合适？难道你合适？王成没好气地说道：我直接跟你说吧，小妍他爸爸的公司资金链快断裂了，若没有巨资帮他们，他们家很快就要破产了，而我就是那个可以帮他们摆脱破产的那个人。孙耀很是得意又自豪地说道：我也可以帮他们。王成淡淡地说道：关于河阳公司资金链的问题，早让王成给解决了，甚至连城东那块地皮也让陈豪成去处理了，相信和氏酒店很快就会恢复正常运营了。不过孙耀还不知道，就凭你一个农村穷小子能帮得了他们多少？1万还是2万？人家那至少是要1个亿，你有吗？你一辈子都不可能赚到这么多。孙耀不屑地嘲讽道：我觉得我可以。王成再次淡淡地说道：你可以？呵呵，真是天大的笑话。听说你是部门经理吧？每个月1万的工资，能帮他们什么忙？即使是把你农村老家的房子和地全卖了，也不够他们需要资金的1/1000。孙耀说到这里，语气又加重了一些，奚落道：人要贵在自知，什么样的人就交往什么样的女朋友，你还是回农村找个村姑比较适合你，是吗？我觉得小妍就挺适合我的，如果你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回去了。小妍还等着我陪她唱歌呢。王成完全没把她放在眼里，一个2、3流的富二代，居然也敢教训起他来了。孙耀见王成不肯放弃何小妍，脸色忽然变得阴狠起来，旋即厉声警告他道：王成，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孙耀能将一个房地产公司做到行业前10，还是有点手段的，你最好别逼我。行啊，放马过来吧，文的还是武的，我都接着，就怕到时候你输不起。王成微微一笑，这个富二代要比张浩东那纨绔稍微强势一些，但结果都是一样。好，咱们走着瞧。孙耀冷哼了一声后，旋即转身走开了，心里愤怒异常，默默喝着酒的同时，又偷偷打电话催龙哥赶紧过来。在收到他们快到的消息后，孙耀的脸上忽然多出了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何小妍唱歌唱累后，便从舞台上下来，亲昵地挽着王成的胳膊，走向了沙发，还有说有笑的。孙耀看到这里就更火大了。半个小时后，九龙豪华包间的大门忽然被人用力推开了，然后一个熟悉而肥硕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在他身后跟着4位年轻力壮的男子。孙耀看到张天龙终于来了，心里顿时激动了起来，放下酒杯后就迎了上去。龙哥，你可算来了，见到龙哥过来了。孙耀喜不自禁。孙耀啊，没想到几个月不见，你都混上这锦龙娱乐会所的九龙包间了呀。这包间可不是一般人能订到的。张天龙也是第一次来到这豪华的九龙包间，双目忍不住好奇的来回扫视着，我这哪能跟龙哥比啊？孙耀堆笑着将张天龙迎了进来，然后眼角瞥了一眼正跟何小妍聊天的王成，闪过一丝冷意。王成，这是你逼我的。龙哥，看到那位穿着朴素衣服的青年了吗？我想让你帮我劝他离开他身边那位美女。孙耀说得很委婉，但话里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张天龙又不傻，富二代争风吃醋，他又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行，包在龙哥我身上了。张天龙目光移了过去，最终落在了那个穿着朴素的青年身上，只是背对着他，没有让张天龙看清对方的正脸，但是这个背影就给张天龙一阵熟悉的感觉。不过还是走了过去，对他挑衅道：哥们，跟我们去外面抽根烟吧。这是行话。说话的同时，张天龙还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根烟，顺势叼在嘴里，一副嚣张的神态。王成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后，下意识地转过了头，而这一转头，
却把张天龙给吓懵逼了。王公子张天龙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嘴里叼着的烟也掉到了地上，腿更是被吓软了。他身后的4个帮手看到是这个煞神后，也是感到了莫名的恐惧。第53，这剧本不对啊！张天龙万万没想到，孙耀这个傻逼让他对付的居然是王成王公子。这前几天刚被王成教训完一回，眼下又自个往枪口上撞，岂不是还嫌自己赔得不够惨吗？王公子张天龙哆嗦地问候道：“张天龙，你怎么在这里？刚才是你叫我出去抽根烟吗？”王成转过头来，看到的居然是张天龙，这让他很是意外。不过王成也不傻，下意识地扫了一眼一脸得意的孙耀，看样子是他叫张天龙过来教训自己的。不是，我们这是走错房间了，打扰王公子的雅兴了，我们先走了。张天龙哪敢再多留啊？要是被王成看出来他们是过来教训他的，估计又得被他一番狂虐，是吗？王成嘴角淡淡的笑着，旁边的何小言更是一副茫然的表情，他完全不知道这什么情况，是真的走错房间了。王公子，实在是抱歉。张天龙正准备转身离开，然而孙耀这个二愣子富二代完全没看出眼下的形势，径直走上来，指着王成嚣张的叫骂道：“穷逼，这是我龙哥，别怪我之前没警告过你，是你不愿意离开小妍的，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这5个人是你叫过来的？”王成指着张天龙他们问道。“对，就是我。”孙耀话还未说完，着急的张天龙直接朝孙耀甩手一个耳刮子打了过去，想要阻止他继续说下去。“是你个屁！明明是我们自己走错房间了，不要乱说话！”张天龙，草你妈！拿了我的钱，居然还敢打我！你这是找死吗？孙耀完全不敢相信，他花钱请来的龙哥，居然莫名其妙的反悔了，还出手打了他！老子哪里拿你的钱了？别乱污蔑人！张天龙生怕王成怪罪他们，打了孙耀一巴掌后，直接捂住了他的嘴。王成看着他们狗咬狗的样子，忍不住一阵好笑。看样子这孙耀是想叫人来对付他了，怪不得之前他会警告自己，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可惜他叫来的龙哥，前几天刚被他修理过了，导致现在看到他都有恐惧了。龙哥是吗？既然来了，就喝杯酒吧。今晚孙耀请客，你们尽管喝。王成也不是好惹的，孙耀都叫人来对付自己了，那他肯定也要让他付出点代价。当然，张天龙的这一耳光是不算的。不了，王公子，我们晚上还有事情，就先走一步了。张天龙哪敢再在这里多留一步啊？怕王成到时候找他们清算。说了让你们喝，你们就给我喝。这沙发旁边的这排酒，给我喝完了再走。王成声音虽然很平静，但语气里透露着一丝威胁和冰冷。张天龙下意识地擦了一把额头上渗出的汗水，只得点头应道：“既然是孙耀请客，那我们哥几个就不客气了。”说着招呼着手下4人，开始去开酒架上的那些酒了。上面不乏一些名贵的红酒和珍藏多年的葡萄酒，价值非凡。他们5个成年人喝起来，敞开肚子喝起来，那简直是在喝钱一般。孙耀在一边捂着脸，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这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这剧本完全不对啊！本来他叫龙哥过来是让他来教训王成的，现在倒好，过来直接喝起酒来了。要知道这些酒可都不便宜，而最后结账的时候都是要他付钱。张天龙，你疯了呀！我让你是来教训王成的，你他妈喝酒算什么个意思？孙耀大声在后面叫嚣着。然而张天龙他们根本不听他们的，只顾开瓶喝酒。而旁边的何小言以及何星星、何诗雅等其他人也都闻讯赶了过来，看到包间里多出了5个不认识的男子，都忍不住问道：“这5个人是谁啊？怎么一进来就喝酒啊？”不认识他们，好像是孙耀叫他们过来的，可能是他的朋友吧。王成淡淡的说道。看着张天龙他们5人狂喝这些价值不菲的酒，他心情很舒服。这些酒可都是要额外收钱的，而且都是名酒。何星星张了张小嘴，一副吃惊的表情。没事，反正又不是我们付钱，他们爱喝多少就喝多少呗。王成的这句话显然得到了何星星他们同意。那倒是，我们也去喝一点吧，这种名酒平时我们可喝不到，不然都被他们给喝光了。何诗雅也想着去喝一点，毕竟这可是平时喝不到的名酒。好啊，好啊，就连何小言也点了点头，让孙耀出点血，他还是很乐意见到的。谁叫他之前羞辱王成来着？王成要开车，就没去喝酒，而孙耀看着他们全都在喝他的钱，有些恼羞成怒，而这一切的愤怒都记在了王成的头上。很晚的时候，张天龙他们也喝得差不多了，5个人干掉了20多瓶酒，他们也算是拼的了。至于何星星他们，每人1瓶都喝不到，
只是开了瓶子，尝了几口而已。很晚的时候，何龙那小子搂着一个小姐姐回来了，还喝了不少酒，脚步都有些虚浮。回去吧，再晚家里人要担心了。王成看到何小言的俏脸也有些微红，便忍不住关心地说道：“何小言点了点头。其他几人也差不多喝醉了，张天龙他们喝得差不多，就走了。走之前，连连向王成道歉。王成也没在意他们，只是孙耀这10万块的钱白花了而已。而且结账的时候，数目也很触目惊心，居然要320多万。孙耀一下子脸色很是难看。锦龙会所的消费本来就高，而且他们喝的酒更是名酒。另外，何龙那小子和妹子约会花的钱，也都算在了孙耀头上，这才达到了惊人的320多万。小言，你的超级金卡借我用下。孙耀拉下了脸来问何小言借金卡，然而何小言却是俏皮的回应道：“不好意思，孙耀，我的金卡不知道被我放哪里去了，这不是摆明了不想借他吗？要知道金卡可是可以打5折的。好你们一对狗男女，你们会后悔的。”孙耀面子上有点挂不住，就今天这一晚让他损失了300多万，还被人打了一巴掌，而他没有占到一点便宜，这让他分外愤怒。好在孙耀觉得他还有翻盘的机会，那幅画《江亭弹骨图》就是他翻盘的机会。他对自己那幅花了3800万买的画报有100%的信心。呵呵，王成，今天你对我所造成的损失，他日藏品展会上我会让你加倍还回来的。第54，又要来找事了吗？今天是周末，加上昨晚睡得晚，王成原本可以晚点起床的，但却很早就起来了。原因只有一个，他兄弟马大东的女友刘涵涵今天要动手术，他要去看望下。毕竟在这清水城，王成也就只有这么一个兄弟真心待他，何况马大东为了病重女友刘涵涵，家里的人基本跟他断绝关系了。眼下正是他最孤立无助的时候，作为好兄弟的王成理应在这个时候去陪陪他。不过当他赶到协和医院的时候，在医院走廊里居然发现了几个熟悉的人，其中就有林倩倩、张浩东，还有一个长相酷似张浩东的年轻男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其中张浩东刚从骨科诊室中换好伤药出来，看样子他们几个人是来医院看手臂的。只是那个跟张浩东长得很像的男子，让王成忍不住多看了几眼。不过他并没有上前跟他们打招呼的打算，他急着赶去住院部找马大东，所以扫了一眼他们就离开了。林倩倩、张浩东他们3人并没有发现王成的存在。浩东，你的手还要多久好啊？林倩倩假装很关心地问道。医生说还要半个月左右吧。张浩东此时是恨死王成了，手被废了，连父亲给他的小金库名扬山庄3号店的股份也被骗走了，那可是一年能带给他几百万分红的收入，现在一下子让他失去了金钱来源，他变得越来越穷了，又不敢跟他父亲说，怕被他打死，所以他就找来了他大哥张明辽，叫他想办法解决此事，最好能从王成身上要回那10%的股份，不然时间长了肯定会被他爸爸知道。大哥，你可得帮我报这个仇啊！张浩东哭丧着脸说道。他现在只能靠大哥来帮他了，基本快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了。你是干什么吃的？手被人废了，连名扬山庄3号店的股份也被人夺去了，你怎么这么废物？让爸知道了还不得把你给打死！张明辽很生气，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这小子居然直到现在才告诉他。大哥，我这也是没办法才找你，那个农村来的穷小子手段着实多，他好像还认识豪哥，我根本斗不过他。张浩东有些颓丧，但心里却又有恨意，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都斗不过，真是废物。大哥可以帮你，不过拿回股份后要转让给我5%的股份。张明辽对自己的弟弟也是毫不客气。张浩东犹豫了下，咬着牙应道：行吧，只要能拿回来就行。张浩东心里也是愤恨，还是亲大哥呢，居然这个时候还趁火打劫。不过现在他是走投无路了，只能靠大哥出手帮忙了，能拿回5%的股份也算不错了。最主要的是给大哥比给外人好，即使被爸爸知道了，最多也就说几句，毕竟股份都在自己人手里。看我怎么收拾他，你好好学学，不要整天想着用武力解决，要用脑子解决事情。现在这个社会武力不好使了，知道吗？张明辽对自己很有信心，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他还不看在眼里，即使是傍上豪哥，他也有100种方法逼他将吃进去的股份吐出来。我听说他的女朋友是何小言是吗？张明辽忽然转头问道。说起来还真是气人，这么个穷逼居然泡到了城东这片区有名的美女，真是日了狗了。张浩东很不服气，一个没钱没势的穷小子居然泡到了白富美，着实让他很是嫉妒。那就行了，
等会我不仅会让他将股份吐出来，还会让何小言对他失望分手。张明辽嘴角奸笑，此乃一箭双雕之计，说不定还能借此搭讪上何小言，那就更完美了。那太好了，我们就等看好戏了。张浩东微微一喜，对于自己的大哥，张浩东还是很服气的。从小就是学霸，脑袋瓜也比他好用太多了，而且他经常跟着他父亲在商场上混，无论是手段还是处事能力，都要比他这个纨绔厉害很多。三人在医院里商讨了一番后，很快就离开了，似乎去准备去了。手术室外，王成陪着马大东焦急地等在外面。此时刘涵涵已经进去做手术了，前途未卜。不过在这之前，王成已经叫陈豪成暗中安排最好的医生来给刘涵涵做手术了，应该没问题。大东，涵涵的手术应该会很顺利的，不用担心。王成还从没见过这么紧张不安的马大东，坐立不安，脸色也很苍白，身形也消瘦了很多。看来最近几天他很辛苦，可见他对刘涵涵是真的爱。这个世界很现实，几乎每个人都在追求金钱至上，而这个世界又证明着这世上还是有真爱的。比如马大东对刘涵涵的感情，我相信涵涵能坚持过来的，我已经答应他了，等手术成功后就娶她。马大东眼神坚定地说道。王成有些意外，但也很快释然了，拍了拍马大东的肩膀鼓励道：加油，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给你们准备套房子，你买得起房子吗？自己都还租房子呢，别逗了，好好工作，我们的事情我自己会想办法的。马大东不想老是麻烦王成，毕竟他也是工薪阶层，在这清水城中挣扎求存也不容易。王成笑了笑，没有再说话，心中却早已有了计划。4个小时后，手术终于结束了。刚动完手术的刘涵涵被推了出来，马大东第一时间扑了上去，不过他现在还处于昏迷状态，在叫喊了2声没有结果后，转而抓住了从手术室里出来的医生。医生，我女朋友手术怎么样？手术很成功，不过你们是怎么邀请到阮教授的？他可是我们国内尿毒症外科手术中的顶级专家，还有这次阮教授带来的肾源，匹配度也非常高，非常完美。随行的医生有点不可思议地说道。是吗？马大东自己也一脸懵逼，他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有王成嘴角微微一笑，看来陈豪成动用了王家清水城外的势力，不然也请不到其他城市的顶级专家。好了，既然手术顺利，你也该安心了。王成安慰他道。马大东也是松了口气，至少上天还是眷顾他们的。王成在陪了马大东一会后，他的手机忽然响了，扫了一眼来电显示后，居然是林倩倩打过来的，这让他很是疑惑，但还是接了起来。第55，送上门的肥羊。林倩倩在电话里居然约他去酒店，还说很想他。张浩东被骗走股份后，脾气很暴躁，经常打他，他现在后悔了，想跟王成聊聊。不去，没空。王成果断拒绝了，他对这个拜金女子已经死心了，完全没什么想法。你不来，我就割腕自杀。林倩倩在电话里大声威胁道。行啊，你割吧，有种割头。王成直接挂了电话。林倩倩最是怕死，她哪舍得自杀？王成最了解她了。不过很快，王成的手机里收到了一张他割腕的照片，还有红色的血液，乍看上去还真是像割腕的样子。王成看到这里，皱了皱眉，真是变着花样要我去呀。王成喃喃自语道。如果没有早上在医院看到的一幕，他或许就信了林倩倩的话，但现在嘛，他已经有了警惕心理。王成觉得林倩倩不可能单纯的想约他去酒店聊聊，他太清楚这个拜金女了，他最嫌弃穷逼的自己了，肯定有其他目的。不过既然有人想搞他，去会会也好，叫他们长点记性，他不是好惹的。既然这么想要我去，那我就去一趟吧。王成嘴角微微一笑，旋即发信息回复了他，晚点就去找他。不过去之前，王成肯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打无把握的仗。何况林倩倩约他的酒店就在医院附近，可见早上他们3个肯定还在一起。那最先要调查清楚的就是那个跟张浩东长得很像，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年轻男子了。那个跟张浩东长得很像的男子，可能就是张浩东的哥哥了。王成虽然这样猜测着，但还不敢确定，随即直接打给了家里的安宁，帮我查下明阳集团的大少爷，然后把他的照片和个人资料发给我，还有他名下产业的信息也一并发给我。另外叫林静雅过来一趟协和医院，我在门口等他。王成做完这一切后，又查询了一番林倩倩约他的酒店信息。好德酒店好像是鼎和集团的，那就更不用担心了。王成心里更加笃定了，眼神里闪过一丝冷意，看看你们想要耍什么把戏，挑衅我可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快傍晚的时候，林静雅赶到了协和医院，
然后王成带着林静雅直接来到了医院附近的好德酒店，不过并没有直接去林倩倩约好的308号房间，而是先去了保安室。静雅，你在这里等我，我去趟保安室。王成在来之前已经打电话给陈豪成了，叫他让好德酒店的经理在保安室等他。好的，少爷。林静雅留在了酒店的大厅等王成，而后者进入到保安室后，好德大酒店的经理姚广，一个秃头的中年男子，已经等在那里了。看到王成出现后，一脸的拘谨之色。王公子，我叫姚广，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我就行，别紧张，我就是想问问308号房间今天有人进去吗？王成说话的同时，眼睛已经在监控视频上来回扫视了。有3个，一起来的，2男1女，不过2个男的很快就出来了，剩下的那女的就留在房间里。经理姚广如实回答道。给我调下监控，找那2个男的在哪里。王成似乎知道他们约他过来要干嘛了，但还仅仅是猜测，还不敢确定。王成的一句话让保安室里的人开始忙碌了起来，将整个酒店的监控都调动了起来。10几分钟后，终于找到了躲在3楼一个角落里的那2个男子。找到了，王公子，您看下，就是这2个男的。那姚广指着其中一处监控视频里的2个男子说道。王成凑近了看去，的确有2个男的，一个就是张浩东，另外一个看来就是他大哥了。看来这次张浩东是叫他大哥过来送了。王成在确认的确是他们俩后，嘴角微微一笑。在这之前，安宁已经将明阳集团大少爷的资料以及人像都发给他了，还有他名下的产业。比起张浩东来，大少爷张明辽名下的产业可比他弟弟多了，是一只肥羊，还是一只自作聪明的肥羊。好了，给我个对讲机，先把监控视频里的2人给我拦住，等我进入308号房间后再放开他们。等他们也进入房间后，就叫所有保安都堵在308号房间外。听后调遣，王成不想让他们看到自己是带着林静雅过来的，不然他们会有所防范。好的，王公子。经理姚广取了一个对讲机给王成，然后开始安排人去拦截张浩东他们兄弟俩。一切安排妥当后，王成便走出了保安室，然后带着林静雅直接坐电梯上了3楼。与此同时，躲在3楼角落里偷偷观察的张浩东兄弟俩已经被几个保安给缠上了，他们没法第一时间看到王成出现了。来到308号房间后，王成敲了敲门，低声说道：倩倩，我来了。房间里面出现了动静，林倩倩很快就把门给打开了。王成，你终于来了，想死我了。林倩倩娇嗔地说道。眼下的她只穿了红色的吊带睡衣，很是诱人。看到她这样穿，很快便确认了她心中的猜想。王成又瞥了一眼林倩倩的手腕，连个血丝都没有了，果然是耍手段，为了骗她过来。既然如此，那他也就不客气了。你的手腕看起来没事啊。王成说着，径直推开了门，进入其中。躲在一边的林静雅则贴身跟了上去，而林倩倩正想搂住王成，却看到林静雅也跟了进来，顿时大惊失色。王成，你怎么把你表妹也叫过来了？人多了不是更好玩吗？王成笑了笑，一个眼神过去，林静雅直接把门给关上了，然后在房间里四处搜寻。王成，你在找什么？林倩倩心情忐忑地问道。还能是什么？想跟我玩仙人跳？你们还嫩着呢。王成淡淡地说道。听到这里，林倩倩再也淡定不了了，仿佛被他看穿了一般，脸色瞬间苍白，但还是嘴硬道：哪有跟你玩仙人跳？我是真的想跟你聊聊天。是吗？王成从一个床头柜里找出了一个隐秘的录像机，旋即直接重重地摔碎在了地上。让张浩东和张明辽赶紧过来吧，有事就直接约我，何必弄这一套呢？多麻烦。王成坐在房间的沙发上，语气森冷地说道：你怎么知道张明辽的？此时林倩倩有些惊恐了，感觉一切都被王成看穿了一般，在他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是白费。快点，我的耐心有限。王成催促道。林倩倩感觉自己快不认识眼前的王成了，给他一种陌生感，一种上位者才有的感觉。在王成的威压下，林倩倩最终还是乖乖照做了。张浩东和张明辽2兄弟刚摆脱阻拦他们的保安，便收到了林倩倩的信息。打开来一看后，旋即一愣，这王成怎么就到房间里了？完全没看到他出现啊！快去吧，不然倩倩真要出事了。张浩东急切地叫道。再等等，一定要把精彩的给录到，这样我们才好拿到证据。要挟他，张明辽倒是不急，反正又不是他女朋友，他只想多掌握一点证据，以此来要挟王成。你等，老子等不起。张浩东真他妈想打死这个大哥，坑人也不是这么坑的。张浩东过去了，
张明辽也紧接着跟了上去。很快，两人就来到了308号房间，着急的按响了门铃。然而他们刚按下门铃，门就开了。林静雅躲在门后，而王成和林倩倩则在墙壁一侧，所以他们俩根本没看到人。这么安静，张明辽有点生疑，但张浩东一根筋的先进去了，无奈张明辽也跟着走了进去。两人刚进去，房间的门就给关上了，林静雅就把守住了门口。而此时张明辽和张浩东才发现门后躲了一个人。当看到是林静雅后，张浩东顿时脸色苍白，身子发抖。王成的表妹，她怎么来了？见到这个女魔头，张浩东额头就冒冷汗。他表妹有什么好怕的？张明辽没见识过林静雅的厉害，在他想来，一个女子有什么好怕的？快走，快走，我们好像反被降了。张浩东此时也顾不得林倩倩了，看到林静雅出现，就知道这次仙人跳的计划失败了，想着赶紧跑出去，但有林静雅把守着，他们想出去也难。来都来了，急什么？何况你们打开了门也出不去。王成嘴角微微一笑，然后从里面走了出来，甚至还亲自给他们把房门打开。然后张明辽两兄弟看到房间外面站满了很多酒店的保安，直接将他们的退路给堵上了。张浩东眼神惊恐，直接吓瘫在了地上。而张明辽似乎也明白了刚才他们为什么会被保安拦住去路了。想到这里，他在看向王成的时候，深深地感觉到了这个所谓穷小子的可怕。一滴汗水忍不住从额头冒了出来，一股不祥的预感从心头升起。第56，谢谢你们啊，让这么多保安听他的话，这穷小子是怎么办到的？张明辽自问他手段也了得，被他设计下套的人多了去了。仙人跳是最好用的，从未失手过，但今日碰到这个看起来很平凡的穷小子，却反被他将军了。没想到你还真有一套，居然被你看出来了。张明辽虽然惊恐眼下王成他们人多，但还不至于像他弟弟张浩东那样直接吓得瘫软在地上。你叫张明辽是吗？我查过你了，名下产业还挺多的，不过100%控股的话也就一个金阳会展，这个会展我很感兴趣，我要了，给你10万转让给我。王成淡淡的说道，语气间带着一丝不容反驳。这金阳会展就是明天老爷子和盛举办个人藏品展示会的场地，而且这金阳会展除了承办各种艺术展览外，还有一个重大业务，那就是拍卖会。金阳会展承包了清水城近40%的拍卖份额，靠抽成每年就能盈利数百万，所以这绝对是一座金山。你想要我的金阳会展？做梦！张明辽怎么可能会给他？这个金阳会展是他最赚钱的项目，价值至少5000万。王成居然想以10万买走，这怎么能让他接受？行吧，静雅，让他认清下形势。见他拒绝，王成也懒得跟他废话了。只见林静雅上来就是一个耳光打在了张明辽的脸上，巨大的力道直接将他打出了鼻血，脸上还火辣辣的疼。张明辽捂着脸，一副又惧又怒的表情。王成，你可知道我是谁？我明阳集团的大公子，你要是敢得罪我，我会让你后悔的。张明辽还没彻底认清形势，还想在王成面前嚣张，想要以势压人，但王成根本不吃这一套，或者根本没有将明阳集团放在眼里。他们的威胁在王成看来如狗屎一般。王成一个眼神过去，林静雅再次上前，几个耳光下去，直接把他打老实了，嘴角也流出了血来。张明辽万万没想到王成居然这么狠，说打就打，在我面前还能这么横的？你是第一个。王成来到他面前，淡淡的说着。张明辽被吓得倒退了几步，不敢正眼再看向王成。这里是一份金阳会展的转让协议，10万不想签的话，等会就让你躺着出去。面对他们的屡次挑衅，王成也只能给他们来硬的了，让他们知道他是不好惹的。张明辽一听不签这份协议就要躺着出去，吓得浑身一哆嗦。他完全相信王成没有骗他，但他心里那个恨啊，本来是想设计王成讨要张浩东那10%的股份，万万没想到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好，我签。张明辽咬着牙说道。这王成是第一个让他吃瘪的人，不过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算是跟王成结下梁子了，签了就好。王成很满意张明辽识时务的态度，旋即用手机给他转了10万过去，算是这笔交易达成了。谢了呀，你们费了这么大劲，居然给我送来了这么一份大礼，真是好人啊。王成拿起那份协议后，嘴角得意的笑了笑。至于被吓呆的林倩倩和张浩东，王成懒得去理他们，因为这种小角色不值得他去理睬。很快，王成带着林静雅离开了308号房间，那些堵在门口的保安也散了。而张明辽此时却感觉全身力气仿佛被抽空了的感觉。这王成实在是恐怖，看上去很是平凡普通，
但实则如一个恶魔。从好德大酒店出来后，王成便将那份协议交给了林静雅，并说道：“拿着这份协议，去找陈豪成陈助理，让他务必在明天之前把金阳会展转让的手续全部办完。”“好的，少爷，我马上去办理。”林静雅应了一声后，直接开车消失在了王成的视线内。看来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子啊！王成想到这么一座金矿入了自己的手，心里就美滋滋的。还有明天就是2幅画分出真假的时候，不知道孙耀被当众揭穿是假画后会有何感想。呵呵，还真是期待啊！作者有话说，明天会有2波高潮。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57，会展前的挑衅。一大早起来，王成便收到了陈豪成的电话，说是已经搞定了金阳会展的收购协议，还调换了不少自己人进去，现在已经完全掌控住这家城东的会展中心了，就等他大驾光临。很好，干得不错，王成很惊喜，没想到陈豪成的行动这么快速利落，直接将金阳会展搞定了。金阳会展乃是城东最有名的会展中心，除了各类艺术展览外，还有拍卖会这个重要的功能，是清水城古玩界、艺术界里比较重要的一个建筑物。得到消息后，王成很快开车疾驰而去。这金阳会展是第一个划在他名下的全资产业，所以他很重视。刚好今天又碰上老爷子的个人藏品展，他就更得去一趟了。早上9点左右，金阳会展已经开了门，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人赶来。何家的那些亲戚也都抽时间赶来参加老爷子的个人藏品展，还有何教授的学生以及他的那些朋友，都为了给老爷子捧场，这次过来参加老爷子和盛个人藏品展览的人数远远多于之前酒店吃饭的人数，还请了古玩界第一鉴定师袁崇元大师过来。另外闻讯而来的还有一些古玩爱好者，他们也都听说了这次参展上有2幅江亭砍骨图，谁要是能猜出哪幅是真的，还有巨额奖励，这让他们这些人更是趋之若鹜了。所以这次虽然是个人藏品展览，但却吸引了不少人过来参观。王成到的时候，何小妍他们一家也到了。他刚停好车，何小妍便开心地跑了过来，一把挽住王成的胳膊，一脸的甜腻。王成，你来了，我们过去吧。只见今天的何小妍穿着一袭白色的雪纺连衣纱裙，栗子色的秀发好似烫成了波浪卷，多了一层时尚感，搭配上她细腻白皙的肌肤和一双修长美丽的大白腿，简直美不胜收。路过的好多人都忍不住多看她几眼，特别是那些男的，更对王成抛出了羡慕嫉妒恨的眼光。小妍，你爸妈来了吗？有这么一个漂亮的美女亲昵地挽着自己，王成感觉很有成就感。来了。就在那边，何小妍话刚说完，便见他爸爸何阳一脸激动地跑了过来，甚至还把自己女儿给挤开了，为的就是能和王成握个手，搞得何小妍很是郁闷，像极了他爸爸抢了她男朋友。王成，你终于来了，叔叔可盼了你好久了，最近怎么都不来我们家玩了呀？这样，今晚就到叔叔家吃饭，叔叔给你亲自下厨。何阳自从得到了王成的2亿资金支援和地皮禁令帮忙后，更是把讨好王成放在了第一位。如此一个神秘豪门贵公子，他一定要得抓紧了。爸爸，你这副样子，被妈妈看到了又要说你了。何小妍有点无语，这爸爸现在看到王成就变成一副舔狗模样，实在是叫他不敢相信。然而说曹操，曹操到。何小妍的妈妈林一芬脸色不悦的也走了过来，看到何阳对王成又是一副舔狗模样，忍不住奚落道：谁允许他晚上留我们家吃饭了？我让他吃饭的，怎么地？不然我们投票好了。小妍，同意王成今晚在我们家吃饭的举手。何阳说着兀自举起了手来，紧接着何小妍也举起了手，结果很明显了，2票对1票。何阳很是得意的说道：懒得理你们父女俩，围着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也不知道图他什么。林一芬很是生气，现在看到这个王成就烦，但好在他已经知道何阳的公司已经恢复正常运营了，何小妍也将超级金卡借给他了，暂时也就不需要他们父女俩了，又可以跟他的那些妯娌亲朋闺蜜炫耀去了。王成，今晚就去我们家吃饭吧，爸爸做的太难吃了，我做给你吃。何小妍俏皮的对王成眨了眨眼，一副可爱的表情。好啊。王成还真没吃过何小妍做的菜，很是期待。在王成3人闲聊的时候，孙耀带着一大帮富二代子弟也从豪车上下来了。何龙、何星星还有何诗雅，何家的富二代除了何小妍，基本都站在孙耀那边了。也是，人家可是年纪轻轻身家10几亿的钻石王老五。何星星和何诗雅那2丫头估计已经在打他的主意了。然而孙耀却把目光放在了不远处跟王成有说有笑的何小妍身上，顿时握紧了拳头，
心中有股怒气要喷涌而出。王成，你得意不了太久了，等会假话揭晓，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孙耀为了今天，他期待了很久，就是为了让王成彻底输在他脚下，以报前几日之仇。虽然心里这样想着，但还是走了过去，跟王成身边的何小妍打招呼。因为他发现今天的何小妍格外的漂亮，让人见了都不忍移开目光。这样的女子才配得上他孙耀。何小妍，今天你真漂亮。谢谢。何小妍礼貌性的回应了一句后，便不再理孙耀了，而是靠得王成更紧了，就是要让他明白，他喜欢的是王成，不要让他再骚扰他了。孙耀看得一阵怒火压抑，咬着牙对王成说道：王成，今天我会让你身败名裂的，还是多担心自己吧。王成摇了摇头，他真的是太过自信了，可能是对自己的钱自信吧。何龙几人见现场火药味太浓，便忍不住岔开话题道：耀哥，听说今天金阳会展下午还有拍卖会，等会我们去见识下吧。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识过拍卖会是个什么情景呢。我听说进拍卖会至少要1000万的资产担保，没有的进不去。旁边性感高挑的何星星也忍不住插话进来说道：没事，这金阳会展的老板张明辽是我朋友铁哥们，到时候我跟他说下，带你们进去就可以。孙耀很是自傲的说道，说话的同时还挑衅的看了一眼王成，讥讽道：不像某些农村来的穷逼，这辈子都不可能进得去拍卖会，是吗？呵呵，王成也不辩解，暗暗想着，等会就让你进不去，看你怎么装逼。第58，让你身败名裂。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到金阳会展中心的人越来越多，王成他们也跟随人流走了进去。何小妍亲昵地挽着王成的手臂，半个身子靠在他身上，状态很是亲密，宛如真的是一对情侣一般。孙耀看得怒气上涌，跟在后面有些暴躁。好在进入会展大厅后，被各色珍贵的藏品给看得眼花缭乱了，这他让暂时忘却了嫉妒。此时王成也被老爷子收藏的古玩藏品给惊呆了，不光数量极多，而且有些都很名贵，光这展览上的近100件藏品，价值就不下10个亿，看来老爷子还是有钱啊。王成，你看这个发簪好漂亮。何小妍拉着王成来到了一个玻璃展示盒前，里面正放着一枚样式很是古朴却很漂亮的发簪，应该是古人戴的。不错，的确漂亮。王成也很喜欢这枚发簪，可惜这是老爷子的，估计他也不会卖，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吧。王成饶有兴致地拉着何小妍往其他地方走去。这里除了发簪外，字画、玉器、古钱币，甚至还有古代铁器都有，不少人都看得兴致勃勃。有些藏品下面还有详细介绍，比如王成此时正在看的这件铁头盔，这铁头盔居然是汉代名将卫青戴过的，这老爷子怎么收集到的？王成很好奇，这种东西一般人还真搞不到，看样子老爷子不简单啊。这铁头盔有什么好看的？这里还有唐代的裙子呢。何小妍可对冰冷的铁头盔没什么兴趣，倒是对这唐代的衣裙很是感兴趣。王成笑了笑，欣赏完这些后，旋即继续往前面走去。老爷子何胜就在前面，只见何胜今天是一袭青衫打扮，很是简练，不过气质却很有型，招呼着来往的很多人，大多数都是小有名气的人物，笑得很是开心。这是他退休以后第一次举办的藏品个人展，可能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展览了，所以他非常重视。爷爷，何小妍看到何胜，便兴奋地拉着王成跑过去。小妍，你也来了呀？何胜笑得很开心，几个3代辈中出了不少纨绔，让他很是头疼。只有这何小妍很努力上进，所以他对何小妍还是很喜欢的。王成也上来跟老爷子打了招呼，后者点了点头后，宽慰道：王成啊，等会无论袁大师鉴定结果怎么样，都不要生气，爷爷不会怪你的，你也不要觉得丢脸，你送什么我都很开心。老爷子说话很宽慰人，也很替人着想。虽然他也觉得王成可能送的这幅画是假的，但他并不介意，只是在意的王成这份心意就够了，真假不重要。王成神色很是平静，虽然他早已知道自己的话是真的，但老爷子说什么他也不去争辩和反驳，一切静等袁崇元大师再次鉴定。别挡着我。王成话刚说完，便被后面其他人给挤开了，是孙耀还有何家的那帮富二代过来了。爷爷，你今天这排场够大呀，估计来了100多人吧？我转了一圈，藏品都有100多件了，真是厉害。何龙是个标准的纨绔，却最是会拍马屁。你这滑头，是不是看中哪件藏品了，想要跟我讨要？何胜笑着说道。何龙什么心思？他一眼便看穿了。爷爷真是厉害，这都被你给看出来了。那把不知名的宝剑就送给我吧，我看着挺帅气的。
正好符合我的气质形象。何龙话刚出口，老爷子便断然回绝道：“那可不行，那把宝剑我怀疑是中山靖王的佩剑，很有研究价值，不可给你。”真是小气。何龙一阵郁闷，其他人莞尔一笑。人群中的孙耀扫了一眼王成，嘴角不屑的一撇，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精致的木盒，递到老爷子何胜面前。何教授，今天我给您带来了一个宝贝，保证你喜欢，也为您的这藏品展览增添一丝亮彩。说着，孙耀将那木盒给打了开来，露出了里面一枚纯白色的玉佩。老爷子看到这枚玉佩，顿时双眼一亮。这是……老爷子拿起那枚玉佩后，放在手里仔细观察了一番，感觉这枚玉佩不简单，但一时之间他也看不出个结果来，毕竟他不是专业出身。这是汉代出土的一块上等玉佩，据说是名臣班超的随身玉佩。孙耀说这话的时候，很是得意的看了一眼王成，这块玉佩他是花了100多万买过来的，就是为了拉拢老爷子的。哦，班超的玉佩，果然。老爷子脸上笑颜逐开，摸着那块玉佩，爱不释手。这玉佩不便宜吧？只要何教授喜欢，多少钱都是值得的。孙耀嘴角得意的笑道：“孙耀啊，你有心了，又送我3800万的名画，现又给我送来这班超的玉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求老爷子我啊？”和老爷子的心眼明亮，只是单纯的想孝敬何教授。我父亲常说，他受您恩惠颇多，要学会尊师重道。孙耀一番话说得很漂亮，但实则目的是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了。还是你们父子有心啊，我看好你，以后有什么要帮忙的，尽管跟老爷子我说。何胜满意的说道。孙耀的这一记马屁，哄得老爷子开心不已，旋即又扫了一眼挤在人群中的王成，得意的一笑，心里暗自想着：你拿什么跟我斗？等着吧，何小言身边的人，我会一个一个去攻克的，到时候就是你出局的时候。孙耀想得很美好，眼睛又盯上了不远处悬挂在展厅中央的2幅画。等袁崇大师鉴定出结果后，就是给予王成致命一击的时候，让他身败名裂，老爷子也护不了他。孙耀把一切都布局妥当了，甚至还暗中请了记者，为的就是在假画揭露的时候，给王成来个大大的曝光。农村穷小子用假画想追求白富美，不料被大师揭穿，仓皇逃窜。想到这里，孙耀心里就暗爽不已。只要让王成坐实了假画，孙耀相信，以他的手段，绝对能让王成身败名裂，连个公司经理都当不下去。敢跟我斗，弄死你！孙耀双眼冒光，在他想的正爽的时候，外面忽然人声鼎沸了起来，然后便听到有惊叫声传来：“袁大师来了！袁大师来了！”袁崇，清水城古玩界公认的第一鉴定师，他的到来立即受到了现场古玩爱好者的追捧，就连老爷子也亲自迎了过去。而孙耀看到这里，则是嘴角冷冷一笑：“天助我也！王成，这下你得意不了多久了。”第59，终于要鉴定了。袁崇袁大师的到来，让这次个人藏品展览的热度达到了顶峰。要知道，袁大师可不是一般人就能请到的，这次是老爷子花了大力气才把他给请过来的。除了让他帮忙鉴定江亭弹古图外，这展览厅内也还有几样古玩需要袁大师帮忙鉴定。袁大师来了，王成，我们也去看看吧。何小言忍不住好奇，也想去看看这清水城古玩第一鉴定师的模样。等会再去看吧，现在人太多，要被挤到的。对于见袁崇，王成没什么太大的兴趣，他想要见袁崇可以随时叫他过来，只是现在人太多，王成怕挤到何小言，怕伤到他。那我们站在外面吧。何小言拉着王成的手臂，生怕在人堆里走丢了，站在外围。王成稍稍踮起脚尖，才看到袁崇被人围着走了进来。只见袁崇一身青衫长褂，头发花白，眼神明亮有神。袁大师，你可算来了！何胜老爷子热情地迎了上去，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神情很是激动。何教授的邀请，我怎能不来？何况我听说你还有许多古玩要我长长眼。袁崇此来估计也是看中了何老爷子收藏的那些古玩了，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了一辈子，临死也就想多摸几件古玩罢了。是，小玩意有很多，不过还有2幅唐伯虎的名画，还需要袁大师帮忙鉴定下。何老爷子领着袁崇一边往里走，一边说道。旁边有很多人簇拥着进来。还有2幅唐伯虎的名画。袁崇一阵惊喜，没想到居然还能碰上大作品。停顿了一会，继续追问道：“不知道是唐伯虎的哪幅名作？”江亭弹古图。和老爷子如实说道。江亭弹古图。袁崇下意识地驻足了脚步。这江亭弹古图，他前几天好像在王城王公子那里见过真迹，难道有仿冒者卖给何老爷子了？想到这里，
袁崇下意识地往四周人群扫了一眼，恰好看到了踮起脚尖往里看的王成，当即愕然，原来王公子就在这里啊！袁崇本想挤开人群和王成去打个招呼，但是王成挥了挥手，叫他不要过来，假装不认识他。袁崇似乎也明白了王公子的意思，他想低调，便继续跟在了何老爷子身边。只是他很好奇，另外一副能和真迹匹敌的高仿会如何？何教授，我们是先去鉴定江亭潭骨图，还是先去鉴定其他古案？要不是袁崇之前在王成那里见过江亭潭骨图真迹，他也不会表现得这么淡然了，肯定会主动提出先去鉴定江亭潭骨图，而不是让何教授选了。一直跟在旁边的孙耀听到这里，立即心情激动了起来，想让何教授立马选择先鉴定江亭潭骨图。然而何教授却好像也不急的样子，先鉴定其他小玩意吧，把江亭潭骨图留到最后，弄个压轴，留个悬念。何教授笑着说道：也好，那我们先去鉴定其他古玩吧。袁崇倒也不急，说着两人便去了展览厅其他地方，很多古玩爱好者也跟着去了，他们也想去见识见识清水城古玩第一鉴定师的实力。而王成则是兴趣缺缺，他对古玩并不感兴趣。王成，我们再逛下吧，那边我们还没逛完呢。何小言倒是很有兴趣，不过他对古玩兴趣不大，只是单纯的想跟王成在一起，不论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去那边再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吧。王成点了点头，他也对江亭潭骨图的鉴定不是很着急，现场估计最着急的就属孙耀了，居然还要鉴定其他古玩。好，就让你最后再得意一会。孙耀看着王成和何小言两人亲密的背影，心里暗暗发狠。袁大师，你帮忙看下这把宝剑是何年间的？何老爷子拿起了一把样式很是古朴却看起来很精致华丽的宝剑，他怀疑这是古代中山靖王的佩剑，因为上面有中山靖王的刻字。这把宝剑也就是之前何龙想要老爷子没给的那把。我看看袁大师对这把宝剑也忽然起了兴趣，从怀里取出了多倍放大镜后，仔细在上面看了起来。现场的人都安静了下来，不敢发出一丝嘈杂声打扰到袁大师。袁崇的鉴定也是极其专业，连手里的放大镜也是可以调节倍数的，这可是专业定做的，价格极其昂贵，一般古玩爱好者根本买不起。袁崇借助多倍放大镜仔细研究了半个小时左右，终于将放大镜收了起来，微微有些可惜的摇了摇头道：这把宝剑的确是古代之物，年代也差不多在汉朝，只可惜它是高仿中山靖王的宝剑，不过市场价也能值个10万左右。袁崇给出了最合理的鉴定结果，同时把这宝剑的高仿细节也给大家解说了一遍。顿时围观的人都是一副恍然所悟的表情。原来如此，听袁大师一番话，我和老茅塞顿开啊，解开了这宝剑的谜。何老爷子心情很好，旋即又邀请他去长长眼其他古玩，而孙耀跟在后面是越来越没耐性，直到1个小时后便索性不跟了，直接来到了展厅中央的2幅江亭潭骨图边，就守着这2幅画了。王成和何小言逛了一圈展览厅，最后也来到了展厅中央的2幅画边。此时也有很多人在逛完了其他古玩，最后都来到了这中央的2幅江亭潭骨图这里，看到这2幅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画，都忍不住小声议论了开来。这就是唐伯虎的江亭潭骨图吗？这2幅看起来完全是一模一样啊。是啊，这高仿画的人水平也是极高，连很多细节都处理得极为相似，估计在清水城也只有袁大师能分清真假了，还真是期待啊。慢慢的展厅中央这里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连何家的人也都聚拢到了这里。袁大师怎么还不过来？我都等得不耐烦了。何星星等得有些着急，他也想看看这2幅画到底哪幅是真的。当然何家其他人也差不多都是这样想法，不过他们基本都认为孙耀花3800万买的那幅画是真的，而农村穷小子王成的画是假的。又等了1个多小时，就在大家都快等得不耐烦的时候，袁崇袁大师和何老爷子终于朝展厅中央的2幅这边走来。孙耀立马来了精神，终于来了。袁大师，这就是我跟您说的2幅江亭潭骨图，2幅画简直是一模一样，您长长眼，哪幅是真的？何老爷子指着挂在木架上的2幅画说道。我上去瞧瞧。说着，袁大师从怀里掏出了那枚多倍放大镜，还有一只能调节各种光束的笔，这是专业鉴定工具，一般人根本看不懂。拿出专业工具后，袁大师便缓缓地走了上去，而现场其他人都一下子安静了下来，甚至都屏住了呼吸，生怕打扰到袁大师的判断。而孙耀心跳也忍不住快了起来，他想要的结果马上就要出来了。一想到王成因此而身败名裂的下场，心里暗暗激动，而王成却是淡定得很。作者有话说，感谢大家的支持，求打赏，求打赏。
求打赏，重要的事情说3遍。第60，结果出来了，现场几乎所有人都凝神屏息了起来，生怕打扰到袁大师的鉴定。而袁崇则是拿着多倍放大镜以及专业的光束笔，在仔细校对其中一幅画上的各个细节，神情极为严肃。唐伯虎的《江亭谈古图》乃是名画，仿冒者众多，不乏一些高水准的仿冒者，有些甚至连墨水的浓度和线条饱和度都能模仿得一模一样。可见若没有专业道具来鉴定，还真不好区分。孙耀此时心里又激动又兴奋，甚至手心里还因为太过激动而出了些汗水。王成，你个穷小子，今天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谁也阻止不了。想起之前在锦龙娱乐会所被他打脸的场景，倍觉羞辱。他堂堂身家10几亿的富二代，居然被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打脸，这让他如何能忍受得了？台上的袁崇鉴定的速度极慢，而下面的人也忍不住小声议论了起来，特别是何家的那些亲戚富二代们。你说哪幅画会是真的呢？这还用说，当然是孙耀的了，他可是花了3800万买过来的，能是假的了吗？那倒是，不过看袁大师鉴定的样子，王成那幅假画似乎也极难分辨啊。这穷小子不知是从哪里淘来的假画，居然模仿程度这么高。底下围观的人大部分都认为王成的那幅画是假的。半个小时后，袁大师终于鉴定完了一幅画，随即又把脚步移到另外一幅画边上，底下观众的目光也随之转移到了另外一幅画上。和之前那幅鉴定时间花了很久相比，这幅画袁大师只用了10分钟就鉴定结束了，因为这幅画他在几天前就已经鉴定过一次了。细节纹路、墨水浓度甚至线条饱和度，在脑海里有清晰的记忆，自然鉴定速度很快。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底下的观众都露出了一脸期待的表情。我已经鉴定结束了。袁崇将2样工具收了起来，然后颇有些疲累地宣布道：前面那幅画是假的，后面鉴定的这幅画是真的。不过前面那幅虽然是假的，但是仿照程度是我平生见过最高的了，要不是我今天带了光束笔过来，可能也鉴定不出来。袁大师这番说辞让底下的观众激动了起来，而孙耀更是耐不住地站了出来，道：那就麻烦袁大师将2幅画帮忙翻转下过来，后面写有进献者的名字，让大家看看这2幅画分别是谁进献的。光从正面看，根本分不出哪幅画是王成进献的，哪幅画是孙耀进献的。所以为了防止混淆，在进献当天，就在画的背面写上了各自的名字。孙耀很是自信，也很激动，终于到了公布结果的时候了。听到如此，底下的观众忽然也期待了起来，但是和盛老爷子却是微微有些不高兴，站出来说道：既然袁大师已经鉴定出结果了，那就达到了我们此次的目的。至于进献者是谁，只要他们的心意到了就好。和盛是想保护王成，这么多人在场，不乏一些小有名气的人物，若是在这里把王成进献假画的事情曝光出去，那对王成以后的职业生涯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他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能在这个大城市里打拼已经很不容易了，没必要再给他雪上加霜。何教授，这样不好吧？孙耀一听和盛居然有意想要保护王成，气不打一处来，老子又给你献画，又给你送玉佩，你倒好，关键时刻居然想着要保护王成。孙耀，你这又是何必咄咄逼人呢？和盛老爷子忽然后悔收了他的玉佩，这小子心性太过强势了，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何必把人往死里逼？我咄咄逼人？老爷子，我这也是给大家一个交代，不然人家今天过来这里干嘛来的？还不是想知道送假画的人是谁？孙耀今天一定要当众拆穿王成，是谁阻拦都不行。孙耀，你太让我失望了。和盛有些生气，一个后辈晚生如此气势凌人，大家想不想知道这2幅画都是谁进献的？孙耀不理和老爷子了，而是兀自登台对下面的观众大声说道：想，当然想。何龙第一个叫出了声，他是孙耀的狗腿子，自然想趁此机会给孙耀尝尝脸。我们也很想知道，快把话转过来吧。何星星、何诗雅他们也一并举起了手来，他们都想搭讪上孙耀这个身家10几亿的钻石王老五，自然会支持他的想法。很快又有其他观众想知道进献者是谁了。看到这里，和盛老爷子也有些无奈了，来到王成面前，颇为无奈的道：王成，是何爷爷对不住你，没事，就让他们看看吧，翻转过来就知道谁进献的画是真的，谁进献的画是假的了。我并不在意别人的眼光。王成嘴角淡淡一笑，他心里很是平静。本来如果顺应老爷子的意思，这孙耀可能等会还不会出丑，但他坚持这样，王成也没办法了。你确定要公布进献者吗？和老爷子没想到王成的反应居然这么平静，似乎一点紧张都没有。
好像他认定自己进献的话就是真的一般。这有什么好为难的？既然孙耀要想公布进献者是谁，那就如他所愿好了。王成一脸平静地回应道。何老爷子摇了摇头，毕竟王成还是太年轻了，现场来的可都是小有名气的人物，这要是王成进献假话的事情一旦曝光，那对他以后的前途会大有影响。而且看孙耀那阴毒的眼神，似乎还有后招等着没出，就等公布进献者了。爷爷，赶紧让人翻转画像吧，我们等的都迫不及待了。何龙再次大声催促道。这小子想拍下孙耀的马屁，下午拍卖会的时候或许能从他身上捞点好处。既然大家都这样要求，那老爷子我亲自上台来公布画像进献者。何胜也是很无奈，孙耀把控住了众人的情绪来给他压力，他也不得不公开了。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何老爷子亲自将2幅画缓缓地翻转了过来。然而当背后那2个名字曝光出来的时候，顿时全场都震惊了，特别是那幅真画后面的名字，就连何老爷子看到后也是震撼的说不出话来。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61，这小子走了狗屎运，现场静得可怕，所有人都不敢相信那幅真画背后写的名字居然是王成。也就是说，王成这个穷小子进献的这幅江亭弹骨图才是唐伯虎的真迹，而孙耀以3800万买回来的这幅江亭弹骨图是假的，高仿的。这个结果任谁都不敢相信。不过现场最震惊的莫过于孙耀了。怎么可能？孙耀也看到了那幅真画背后的名字，居然写着是王成，而不是他孙耀。不可能的，这穷小子的话怎么可能是真的呢？而我花了3800万买过来的却是假的。孙耀一时间有些接受不了，他之前的一切算计都在这一刻付之东流，神情更是有些恍惚。而下面的围观群众也是大呼意外，特别是何家的那些亲戚更是难以置信，没想到孙耀花了3800万的画居然是假的，这也太不可思议了。这穷小子的画居然是真迹，这结果也太讽刺了吧，这也太意外了。穷小子送的画居然是真的，也不知道这小子是从哪里搞来这幅画的。现场议论纷纷，都很震惊。这个结果倒是何小言的爸爸何阳似乎早料到这个结果了，并没有太过震撼，而是暗自想到，真是一群跳梁小丑，人家是豪门贵公子，是孙耀这等2、3流富二代能比的。何阳此时心情很不错，这帮势利的亲戚总算是让他们吃瘪了一回，同时在心底更加坚定要讨好王成的想法了。跟着王成有肉吃，跟着其他人只有吃瘪的份。台上的何老爷子也是倍感震惊，这个结果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但很快就释然了。怪不得这小子这么平静，看来有所依仗啊。这小子不简单，何胜老爷子活了80年，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像王成这种农村出身的穷小子还是第一次见识到。虽然出身很低，但眉宇间尽显自信和平静，好像一切尽在掌控之中。至于何小言则更是开心的不得了。王成，你好厉害，这幅画你从哪里买来的？这么一幅真迹想来要不少钱吧？这个问题同样是现场所有人要问的。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绝对不可能买得起唐伯虎的真迹。一时间所有人都将询问的目光落在了王成身上，就连孙耀也忍不住将目光转移到了王成身上。他也想知道王成是怎么得到这幅江亭弹骨图真迹的。我是从城东的那条古玩街上买到的，是个老头卖给我的，说这幅画送人不错。我还问他是不是真的，假的我可不要，他说假一赔10，然后我就花了3800块买了回来。王成随便编个故事讲给了他们听，然而他们听后个个都目瞪口呆了。这小子花了3800块买了一幅唐伯虎的江亭弹骨图的真迹，这是捡到狗屎运了吧？太不敢相信了，有没有搞错？古玩也有假一赔10的吗？这结果还真是搞笑啊！花了3800块买的居然是真的，花了3800万买的居然是假的，这真的是太难接受了。现场的人都是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花了3800块居然买到了一幅唐伯虎江亭弹骨图的真迹，说出去谁会相信？而这一幕最受耻辱的就是孙耀了，这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花了3800块居然就给他买到了一幅真迹，顺带还羞辱了我。孙耀此时真的是愤懑的很，本来已经安排妥当的后招，在这一刻什么都用不了了。看着王成被一众人羡慕着，孙耀握紧了拳头，心头很不甘心。为什么一个农村穷小子屡次可以打他脸，何胜老爷子反而是最愿意看到这种结果的？他很喜欢王成这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眼下王成既然送了他这么贵重的礼物，人品也很好，何胜想帮他一把，
提拔下这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让他在这个大城市里少奋斗几十年。王成，你送了何爷爷这么贵重的礼物，有什么要求吗？只要你说出来，何爷爷尽量满足你。何胜在清水城还是很有人脉的，只要他说一声，基本都会卖他几分面子。即使是他想要自己的事业，何胜也会帮他。老爷子这句话让在场的人更是羡慕的不行。何胜是谁？在清水城商场上，他拥有无数学生朋友，他一句话，谁不卖他面子？更何况他自身钱财势力也是非凡。何爷爷，我没什么想要的，送这幅画给您，也从没想过从您这里得到好处。王成不卑不亢地说道。你真没什么想要的？何胜以为王成只是客气下，或者做做样子，想了想便说道，何爷爷在清水城人脉还是很广的，只要我一句话就可以让你少奋斗好几十年，甚至可以让你接手一个成熟的公司，出任总经理 CEO， 年薪100万，如此可好？此话惊得现场所有人都投来一阵羡慕嫉妒恨的目光。有何胜老爷子的扶持，这穷小子怕是要翻身了。然而王成却是淡淡的说道，何爷爷，我还是想靠自己的努力来奋斗，如果真想感谢我的话，我想要门口的那枚发簪。门口的发簪？何胜惊住了，其他人更是一脸懵逼。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这穷小子却是要一枚发簪，这是要闹哪样？就是发簪，我其他不要。王成再次淡淡的确认道。何胜老爷子皱了皱眉头，但还是叫人去门口把那枚样式古朴却很精致的漂亮发簪给取了过来。是这枚吗？这发簪可不值钱，你确定要这个？不要何爷爷在事业上帮你。何胜再次确认道。是的。王成接过了何胜老爷子手里的发簪，然后转手送给了何小妍。小妍，你刚才不是很喜欢这枚发簪吗？现在这个送给你。王成笑着说道。此话一出，再次震惊了现场所有人。这穷小子是不是傻了？好好的前程不要，却去换了一只破发簪。但何小妍此时眼眸里却全是对王成的爱意。谢谢。何小妍没想到王成还记得他喜欢这个发簪，甚至还为此放弃了他的前程事业，只为博得他一笑。说着，何小妍羞红着脸，踮起脚尖在王成的脸上如蜻蜓点水般的亲了一下，心跳如小鹿般乱撞。第62，看你怎么进去拍卖会。孙耀很愤懑，原本是想借假画事件让王成身败名裂，然后自己抱得美人归，而现在却完全相反，不仅自己面上无光，还让何小妍更喜欢王成了。另外有些人更是暗暗在嘲笑他，花了3800万却买了一幅假画，还咄咄逼人的要让人公布出来。这下好了，反倒是自己丢脸了。这些风言风语让他如何能忍受的了？而孙耀却将这些怒火全都算在了王成的头上。王成，我一定要将你踩在脚下。孙耀忍受不了别人讥讽的目光，从小到大他曾几何时被人这样嘲笑讥讽过。耀哥，消消气，下午我们去参加拍卖会散散心，不带王成玩就好了。何龙真的是马屁精，察言观色倒是很在行。是啊，耀哥，何必跟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置气呢？何星星也走了过来，此女性感高挑，还化着浓妆，虽然很好看，但却是一副网红脸，也不知道整过多少回了。耀哥哥，跟一个农村穷小子有什么好生气的？小妍姐不稀罕你，我们稀罕你啊。等会我们去拍卖会玩吧。何诗雅长得也算可爱漂亮了，但跟何小妍比起来还是差了不少。孙耀点了点头，心思逐渐缓了过来。他不想今天就这样灰头土脸的回去，必须得找回场子。而下午的拍卖会显然是个很好的机会，何况今天下午将有一条代表爱情的神秘项链压轴，传说戴上这条项链的女孩将会得到世上最幸福的爱情，这是每个女孩子都向往的。人群散去后，孙耀便来到了何小妍面前，厚着脸皮邀请道：小妍，下午有个拍卖会，要不要我带你去见识见识？听说还有一条神秘项链压轴，据说是代表了爱情，你要不要去看看？何小妍没有理他，而是转头看向王成。王成，你想去吗？何小妍对拍卖会没有半点兴趣，现在她只想和王成在一起。刚才他送发簪那个行为已经彻底把他迷晕了，感觉王成太帅了，代表爱情的项链，去看看也好。王成点了点头应道。他长这么大还真没见识过拍卖会，刚好这金阳会展已经是自己的产业了，进去熟悉熟悉也好。在他们说话的时候，何龙他们也跟了过来，听到王成也想跟着去，忍不住嘲讽道：呵呵，不好意思，只有身家千万的人才能进去拍卖会，像你这种农村来的穷小子，怕是连门都进不去。何龙毫不客气地奚落道，完全不给王成一点面子。孙耀很满意这狗腿子的表现，就是要狠狠地奚落他。穷逼就要有穷逼的觉悟，别他妈出来
跟他抢女人，要1000万身家呀！那我也不去了。何小言蹙了蹙鼻子回应道。听到何小言也不去了，孙耀立马急了。这个不用担心，我跟这家会展的老板是好朋友铁哥们，还是这里的金卡会员，可以带你们进去。孙耀想着等会进去后，就让保安将王成给偷偷赶出来，或者想个办法，让他在众多参会者面前出丑，施展手段也行，反正就是要赶他出去。至于保安会不会听他的话，孙耀很有信心，毕竟这金阳会展的老板张明辽可是他铁哥们，让他帮个小忙，绝对不是问题。把王成赶出去后，这样他就可以单独和何小言在一起了，最后再送他代表爱情的神秘项链，那情景要多浪漫有多浪漫，肯定能打动何小言。这个计划太完美了，孙耀简直佩服自己，太他妈聪明了。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去里面见识见识吧。王成嘴角微微一笑，是啊，像你这种农村来的穷小子，这辈子也就只能跟人进去看看了，真是可怜可悲可叹。何龙冷不丁的又嘲讽道，阿龙，你可别这么说，人家可是要靠自己努力奋斗的，万一他活到7老80的时候，真的能赚到1000万呢，这也说不定的。呵呵，何星星话里也透着明显的讥讽之意。是啊，1000万也就要哥哥的一个零头，有些人努力奋斗一辈子，最终身家也就是别人家的一个零头，真是太可笑了。何诗雅也忍不住出来讥讽道。孙耀听得大爽，这话可说到他心坎里去了。是啊，某些人努力一辈子也就是他的一个零头，但他还是颇为装逼的装好人道。诗雅，别这样说，给人家一点面子。你们何小言很生气，他们居然把王成贬低的如此一文不值，还言带侮辱，实在叫他听不下去。正想带王成直接离去时，却被王成给拉住了，笑着回应他们道，跟买假话送礼的有什么好生气的，说不定他只花了100块买的，撑面子说成3800万呢，哪知道刚好我带了真迹过去，让他这波逼装不下去了。王成，你说什么呢？再给老子说一遍。孙耀怒了，这是他今天的痛处，居然又被他给揭露了，让他脾气顿时暴怒了起来。你一个买假话装逼的，还有脸在这里跟我谈身价，能不能进得去拍卖会还不知道呢，居然在这里跟我装逼。王成被他们说的微微有些怒意，再不给他们点教训，怕是会认为他好欺负，是个窝囊废了。好，你有种，等会下午拍卖会开始的时候，老子就进去给你瞧瞧。孙耀愤怒的一甩手，直接离开了展厅。何龙、何星星以及何诗雅3人都跟了上去，见他们被气走了，何小言开心的笑道，王成，没想到你骂人也这么厉害，刚才骂的真是太爽了，还有更厉害的呢。王成嘴角微微一笑。中午的时候，王成趁何小言在1楼展厅午休的时候，单独跑到了2楼的拍卖会，然后打电话叫来了金阳会展拍卖会的负责人。不到20分钟，几乎是拍卖会的人都跑了过来见王成这个新老板，领头的是一位50、60岁的中年男子，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王公子，我叫刘达，是陈总安排我来这里帮您处理金阳会展事宜的，您有什么事以后直接吩咐我就行了。下午的拍卖会有一位叫孙耀的，把他的金卡给我取消，然后禁止他进入。王成淡淡的吩咐道，好的，王公子，我马上叫人去处理。刘达点了点头应道。王成很满意，看你下午的时候怎么进来这拍卖会。兄弟们，又是一波高潮要来，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63，我说是假的吧？还不信？下午的拍卖会很快就要开始了，能来参加这拍卖会的都是清水城有钱的主，不乏一些名流，像孙耀这种自己有能力的富二代倒也不少。孙耀带着何龙他们很快出现在了金阳会展的2楼。拍卖会是会员制和邀请制，所以没有会员卡或者邀请卡的都不能参加，不过有尊贵的会员金卡，可以邀请同伴一起参加。王成和何小言姗姗来迟，又被何龙他们一阵嘲讽和奚落，只有孙子的命，却让几个老子在这里等你，像什么话？何龙，你乱说什么呢？何小言很生气，这个堂弟说话实在是太口没遮拦了。没事，王成暗暗忍下这口气，他忽然改变主意了，等会不但要在门口教训他们，进去后还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好了，人到齐了，就跟我进去吧，我可是这里的金卡会员。要知道这金阳会展自创办以来，一共也就58人有这里的金卡，而我就是其中之一。孙耀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张闪闪发亮的金卡，一脸的得意。何龙赶紧上前一阵拍马屁，耀哥果然牛逼，不像某些农村来的，一看就是土包子，一张普通会员卡可能就要奋斗一辈子了。阿龙，你瞎说什么大实话？何星星讥笑着说道。孙耀在旁边听得很舒服，
暗自得意。王成，你个穷逼，一辈子都不可能赶得上我一个零头。王成就算脾气再好，也忍受不了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言讽刺了。旋即站出来回怼道：这金卡是真是假都不知道，就敢出来显摆，毕竟你可是有卖假话前科的。此话再次激怒了孙耀。穷逼，谁出来显摆了？老子的金卡是事实，以老子的身价，还需要显摆？真是笑话！你等着，老子就让你们看看金卡会员的特权，为了当场打王成的脸。孙耀拿着金卡就朝拍卖会的入场口走去。我们也去看看吧，万一是假的呢？王成嘴角微微一笑道。何龙、何星星还有何诗雅也都跟了上去，不过他们可不信这金卡是假的。拍卖会入场口有2位保安，以及一位验证身份的工作人员在接待进来的买家。孙耀过去后，拿着金卡很是帅气，还用挑衅的眼神看了一眼王成，暗暗鄙视了他一番。这是我金卡，验下身份，我想要带这几位朋友一起进去。孙耀将金卡交给了入场口一位验证身份的小姐姐，姿态颇为自得，而何龙他们更是投来了崇拜的眼神。什么叫成功人士？这才是。而王成就是农村穷小子，一辈子都是地上的蚂蚁。王成倒很淡定，这金卡今天要是能用，老子回头就把这金阳会展给拆了。抱歉先生，这金卡是假的，不能进入。那验证身份的小姐姐颇为礼貌地将金卡递还给了孙耀。此话一出，几个人都懵逼了，心底被彻底震惊到了。怎么可能是假的？老子都来过好几回了，你给我在验孙耀心中惊骇的同时，更是着急。若真是被断定为假的，那刚才讲出去的话就又给还回来打他的脸了。而何龙、何星星以及何诗雅3人听到孙耀的卡是假的，心底同样很是震惊，完全出乎了他们的意料。这耀哥的金卡不会真的是假的吧？不会吧，耀哥可是身家10几亿的人，没必要在这种情况下骗我们吧？应该是那个验证身份的小姐姐弄错了。他们3个坚信孙耀的金卡是真的，毕竟人家是10几亿身家在那摆着，没必要为了区区一张金卡出来骗他们。然而现实又无情地打了他们的脸。抱歉先生，这张金卡的确是假的，你不能进入。小姐姐的话让孙耀彻底懵逼了。几秒钟后，他暴怒了：操你妈！老子都来过好几次了，你敢说老子的金卡是假的？叫你们经理出来！孙耀此时很愤怒，又不甘心。在他身后那个穷小子王成可看着呢，这要是真被确认是假的，那这脸被打得啪啪响了。他丢不起这人，何况还有何小妍在旁边看着。要是让他知道他屡次弄虚作假来装逼，那他对自己的好感度怕是要直线下降了。而何龙、何星星以及何诗雅3人此时走了上来，也对着那小姐姐开骂道：你会不会验证啊？睁大你狗眼看看，这可是金卡，至尊会员，别是没见过金卡吧？赶紧叫你们经理出来！在他们大骂小姐姐的时候，拍卖会的负责人刘达一脸冰冷地走了出来。谁在外面闹事？保安呢？刘达大吼道。旋即很快入场口突然出现了8个保安，将孙耀、何星星、何龙以及何诗雅4人给围了起来。看到自己被围起来了，他们立即老实了。你是经理是吧？赶紧给我验验我这金卡，我用这金卡好几回了，不可能是假的。孙耀压下心中的怒气，然后将金卡转交给了刘达。不甘心的他想让刘达再验验。刘达瞧了一眼这孙耀，接过这金卡后，随便扫了几眼后，直接丢还了给他。这金卡假的，不用再验了，你要是在这里闹事，我就要让保安轰出去了。刘达的话就像一颗炮弹一样轰在了孙耀以及何龙等人的心口。这金卡假的，怎么可能？孙耀此时彻底懵逼了，心头震撼的同时，更多的是被人揭穿后的那种羞辱感。而何龙、何星星以及何诗雅看到这经理都说这金卡是假的后，再没法帮孙耀讲话了，甚至连他们都开始怀疑，这孙耀是不是拿了假的卡来他们面前装逼。完了，连门都进不去，更不用说是里面去见识见识了。何龙有点扫兴，现在都有点不待见孙耀了，就是这逼害的他在穷小子面前丢脸的。何星星和何诗雅虽然没有说出来，但心里对孙耀也是有些失望。看到这里，王成心里微微闪过一阵快意，旋即走过去又往他们的伤口撒了一把盐。我就说这金卡是假的吧，还真是，没身份地位就别来这里装逼，搞得好像你有多么牛逼的样子，这是想骗谁呢？这话简直是在往孙耀的伤口上撒盐，让他想发作，但又发作不出来。何龙他们也是被王成说的没法还嘴，事实就是他们想在王成面前装逼，然后现在被打脸了。你一个穷逼，有什么好嘚瑟？老子进不去，难道你能进去？我告诉
老子进不去，你奋斗一辈子也别想进去，还敢跟老子比！孙耀愤怒地叫嚣道。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还想爬到他头上了？做梦，一辈子都别想。那也不一定，说不定他们给我面子，我就进去了呢。王成笑着说道。卖你面子？你以为你是谁啊？天王老子啊，到哪里都给你面子！孙耀几乎是咆哮着说道，心中暗想，这穷逼简直是太异想天开了，居然还想让拍卖会的人给他面子，真是天大的笑话。那要是他给我面子呢？王成淡淡的引诱道。你要是能进去，老子跪下来叫你爹！孙耀气得口不择言了，而且他也确信，这穷逼进不去，先别说1000万的身家了，估计他全身上下连10万都拿不出来。那要是你进不去呢？孙耀不傻，反问道。我要是进不去，也跪下来叫你爹，可满意？王成很是平静地说道。行，那老子就等着你磕头叫我爹了。孙耀自信的一笑，在他想来，这个穷逼是不可能进得去的。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64，跪下叫爹。何小言很担心王成，怕他会输，便忍不住上前关心道。王成，还是不要去了，我们回去吧。没事，他们应该会卖我面子的，你看着就好，等会我还要带你进去呢。王成笑着拍了拍何小言的手，安慰他道。虽然是这样说，但何小言还是很担心他。王成往那个经理刘达走去，而孙耀却忍不住不屑地瞥了一眼他，这穷逼还以为是天王老子呢，到哪里都得给他面子，真是搞笑。等会就让你跪地磕头叫爹，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挑衅我。何龙、何星星他们也是这样想的。王成既没有1000万的身家，又没有会员卡，就想靠脸就进去，这简直太痴人说梦了。也不看看他那副穷酸相，谁会给他面子？这穷逼口气不小，几人都不看好王成，不过对接下来他磕头叫爹还是很感兴趣的。王成来到那刘达面前后，淡淡的说道：我叫王成，能给我个面子让我进去参加拍卖会吗？这话孙耀、何龙他们都听到了，忍不住一阵嗤之以鼻。然而刘达接下来的话却让他们彻底惊呆了。没问题，王公子，您可以随时进去。刘达的话瞬间让孙耀、何龙他们闭嘴了，现场死一般的安静。他们睁大了眼睛，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内心更是被深深的震撼到了。这经理居然真的给穷逼面子了，这怎么可能？这穷逼怎么做到的？难道他的面子真的是无敌的吗？到哪里都可以刷脸进去。何龙、何星星他们犹记得锦龙娱乐会所的时候，王成也是刷脸订上了顶级的9龙包厢，而现在又是刷脸得到了进入拍卖会的进场资格。这穷小子的运气怎么这么好啊？到哪里都给他几分面子。何诗雅蹙着眉头，一副想不通的表情。明明是一副穷酸相，但走到哪里都有人给他面子，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而孙耀此时则是更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了。为什么这小子到哪里都可以刷脸进去？怎么会这样？孙耀即使想象力再丰富，也不可能想到，这金阳会展已经是王成的产业了，而他来这拍卖会完全是在逛自家的公司。咕咚，孙耀忽然干咽了一口唾沫，他想起之前刚刚打的赌了，谁输谁就跪地上叫爹，脸色突然变得不好看起来。而眼下情况已经很明显了，王成刷脸就可以进去了，他赢了，而孙耀输了，要跪地叫王成是爹。王成得到了刘达同意后，便转身走了回来，并很快来到了孙耀的面前。孙耀，愿赌服输，跪下来叫爹吧。王成淡淡的说道。此话一出，现场的气氛瞬间冷了下来。孙耀死死地盯着王成，一副不服气的表情，而何龙、何星星他们也是颇为尴尬，但还是上去对王成劝道：王成，算了吧，好歹耀哥也是有身份的，咱不能往死里逼他。是啊，王成，就让耀哥给你道个歉，这事就这样过去了吧。何龙他们几个占尽上风的时候，就无尽的讥讽嘲笑王成，往死里逼他。现在被王成占到上风了，就开始卖惨说情。然而王成却不同意，这次一定要给孙耀一点教训，不然他就以为自己好欺负了。不好意思，愿赌服输，跪下来叫爹。王成的语气很是冰冷，让人入赘冰叫何龙、何星星他们都不敢上前再劝了。好，老子愿赌服输！孙耀赤红着双目喊道，然后双膝一弯，直接跪在了王成面前，然后低低的叫道：爹！何龙、何星星、何诗雅他们3人都震惊说不出话来。身家10几亿的富二代，孙氏集团的继承人，居然给一个农村穷小子跪地叫爹，这说出去谁会相信？我没听到。王成淡淡的说道。孙耀心中愤怒异常，已经到了快暴怒的边缘了，但还是握紧拳头再叫了一声。
爹这样总听到了吧？孙耀死死地握住拳头，这次已经彻底跟王成结下梁子了。你想做我儿子？你不配！王成再次重重地用言语打他的脸，这话把何龙、何星星他们给吓呆了。王成这也太大胆了，居然如此赤裸裸地羞辱孙耀，一点面子都不给他。要知道他可是孙氏集团的继承人，而他自己身价也是10几亿，得罪这样的人，难道不怕孙耀报复吗？王成，我操你妈！孙耀被彻底激怒了，直接暴动起身，握紧拳头朝王成砸了过去。想动我？王成微微往后一退，而之前那8位保安见此，直接拦在了王成的面前，将他护了个周全。这个行为又再次震惊了他们。然而孙耀此时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整个身子直接冲了过去。然而被8个保安给瞬间出拳制服了。敢在我们这里闹事，给我轰出去！刘达跑到了王成面前，厉声大喝道，完全不给孙耀一点面子。旋即在何龙、何星星他们不敢置信的目光下，在他们眼里牛逼的不行的孙耀直接被那位保安给轰出了拍卖会。王成，老子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我会让你10倍100倍偿还回来的。被拖走的孙耀此时心中对王成的怒气达到了顶峰，不报此仇是不为人，而且要让王成10倍100倍的偿还回来。而何龙、何星星他们看得彻底傻眼了，张了张嘴，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耀哥居然被轰出去了，这什么情况？身家10几亿的孙耀，孙氏集团的继承人，居然就这样被轰出去了。完了，这次王成彻底激怒耀哥了。何龙可以预见孙耀被王成这个穷小子连番戏耍和玩弄后，接下来将要针对王成释放狂风暴雨了。他的报复可是很疯狂的。何小言看到这里也是紧张的不行，孙耀可是孙氏集团的继承人，他自己身价也是10几亿，在清水城的人脉和实力还是很强大的。王成，我们还是回去吧，跟我爸爸商量下要怎么应对。不用，他要是还敢挑衅，我让他输的连裤衩都不剩。王成说的很是平静，但语气里却透露着一丝寒气和冰冷。何龙他们忍不住一阵寒战，心里都冒出个想法，这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王成不好欺负，是个硬茬。忍不住干咽了一口唾沫，但同时又忍不住摇了摇头，心中暗暗想着，你一个没钱没势的穷小子，怎么应付孙耀接下来的狂风暴雨？等死吧。第65，阴险的报复计划。从拍卖会回来后，王成被何小言拽着去他们家吃晚饭，不去还不行，王成无奈也只能跟着去了。王成的到来让何小言的爸爸何阳一阵兴奋，但是他的妈妈林一芬却有些不待见他。早上老爷子都答应让你执掌一个公司做总经理出任 CEO 了，你是傻呀？100万年薪不要，挑了个破发簪。早上的时候，林一芬见老爷子这么提拔王成，心里还挺激动的，这样他以后说出去也好炫耀下。再怎么说，他女儿的男朋友也是个总经理 CEO， 年薪100万，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了。可王成这个傻小子倒好，选了个破发簪，当时就气得他吃不下饭了。妈妈，我觉得王成挺好的。何小言从厨房里端来了一大盆他亲手做的水煮鱼，笑着说道，就你这丫头最傻，身家10几亿的孙耀不选，一个穷小子抱得贼紧，还光天化日下做出那种动作，你让那些豪门公子怎么想？林一芬一阵数落，那万一有一天王成也是豪门贵公子呢？身价比孙耀高个100倍。何阳呵呵笑着说道，他自然知道像王成这种隐藏的豪门贵公子根本看不上所谓一个公司的总经理 CEO， 所以王成才会拒绝。就这穷小子还豪门贵公子呢，他要是豪门贵公子，我把这桌子给吃了。林一芬鄙夷地说道，好了，不说了，我们吃饭吧，这些都是我做的。王成你尝尝，何小言做菜很有一手，很快就做了满满一桌子的菜，说话的同时还加了一块红烧肉到他碗里，眼里透着浓浓的爱意。好吃。王成咬了一口红烧肉，肥而不腻，的确好吃，比起专业出身的安宁也不遑多让了。与此同时，城东的皇冠酒吧，孙耀坐在包厢内正焦急地等待着某位道上的大佬。白天他被王成羞辱的毫无尊严，他发誓一定要报复回来，而且必须得10倍100倍的报复回来。另外何小言，他也对他失去耐性了，既然软的得不到他，那只能用硬的手段来得到他了。偌大的包厢就只有一个孙耀喝着闷酒。少请。包厢的门忽然打开，一个穿着黑色长衫留着一抹胡须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眼神深邃而有精神。看到此人，孙耀立马来了精神，还起身亲自去迎接。豪哥，你可算来了，坐坐。来者正是城东道上有名的刘豪。
在城东的这片区域，刘豪算是最有实力，混得最持久的。其他的要么势力太过弱小，要么就进去了，势力也树倒猢狲散了。只有刘豪在城东混得最持久，算是城东魂道上的常青树了。道上的人都叫他一声豪哥。小孙啊，今天怎么有空请我来皇冠酒吧玩？这里的消费可不便宜。刘豪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我这不是很久没见豪哥了吗？想跟你叙叙旧。孙耀说话的同时对着门外拍了拍手，旋即一排画着精致妆容的漂亮小姐姐鱼贯而入，站在他们俩面前，供他们挑选。你小子想的倒是周到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你摆平啊？刘豪又不是傻子，又是请客，又是挑小姐的。刘豪也不客气，指着其中一位看上去挺清纯漂亮的小姐姐勾了勾手指，后者展颜一笑后，乖顺的朝刘豪走了过去。孙耀也顺势选了一个小姐姐后，给刘豪倒了一杯酒，才说道：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最近碰上个难缠的穷小子，不光跟我抢女人，还打我脸，实在是叫我咽不下这口气。哪个穷小子有这么大的能耐，跟你孙耀抢女人还打你脸？刘豪还真来了兴趣。城东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个有能耐的小子了？他怎么不知道？他叫王成，农村来。孙耀话还未说完，便被刘豪给打断了。你说他叫什么？他叫王成，农村来的穷小子。孙耀以为刘豪没听清楚，便又提高了嗓音继续说了一遍。有他照片吗？刘豪颇为关切地问道。王公子可不就是叫王成吗？万一这孙耀要对付的小子就是王公子，那这事情就复杂了。照片？孙耀想了想，忽然说道：有，我拿给你看。孙耀自己没拍过王成，但是何小言的朋友圈里充满了王成的照片，他还不止看到过一次。想到这里，孙耀便打开了何小言的朋友圈，然后第一条就是成在他家吃饭的内容，言语之间尽显狗粮气息，看得孙耀又是一阵怒意。小言，再过几天你就是我的了，不管你愿不愿意，等老子跟你生米做成了熟饭，你就休想跑出我的五指山了。孙耀压下心头的怒火后，将何小言朋友圈里的一张王成照片拿给了刘豪看。豪哥，这个就是王成，屡次挑衅我。刘豪拿过手机只微微扫视，便被吓得不轻。这不就是王公子吗？这傻逼孙耀居然叫他去对付王公子，那岂不是让他去送死？他正想拒绝，忽然心念一转，还是打算先稳住孙耀，晚点再去跟王公子汇报，如此才是正途。不然他现在拒绝了他，回头孙耀再找其他道上的人，那王公子岂不是更危险？想到这里，刘豪便笑着说道：就这小子是吗？你要怎么干他？我是打算组织个野外露营活动，然后叫上你的人，把他带到荒山野地，搞一出意外，这样你的人也不用承担风险，更不会怀疑到你头上。孙耀喝了一口酒后，颇为阴险地说道：你倒是阴险啊，不过的确是个好办法。可是你邀请他，他就一定会来吗？刘豪好奇地问道。刘豪是想把孙耀的整个算计给套出来，这样他才好去跟王公子汇报。他女朋友的闺蜜柳贝贝明天就要回国了，他这人最喜欢野外露营，只要搞定这柳贝贝就行了，然后让他邀请何小言和王成，这事就搞定了。孙耀把计划想得天衣无缝。另外，我也可以给你介绍下柳贝贝，这女人可漂亮得很，还是混血儿，若是不从的话，我准备了些吃的，必定能让她就范。孙耀嘿嘿笑着，他准备的东西同时也是给何小言准备的，他要是不肯就范，也只能出此下策了。他已经对何小言没有耐性了，这次一定要得到他，真是好计划啊。刘豪有些头皮发麻，孙耀这家伙还真是阴险，不光要对付王公子，还想对他女朋友硬来。幸亏这孙耀请到了他，不然王公子这次还真是凶多吉少啊。当然我也不会亏待你的，500万买王成一次意外，你手下的人也不会有任何风险，更不会怀疑到你头上，保证安全。孙耀自信满满的说道。好说好说。刘豪暗暗记下了这孙耀，不知道被王公子知道后，这小子要怎么死。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这一波高潮又要来了，打赏搞起。第66将计就计。很晚的时候，王成才回到紫金冠别墅，只是他刚回来，便有安宁跑来禀报：少爷，刘豪来了很久了，在客厅等你，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禀报。刘豪？王成微微皱了皱眉头，这都半夜了，刘豪跑来找他做什么？难道是有10万火急的事情？不然也不会3更半夜的跑过来找他了。想到这里，王成快步朝客厅走去，果然看到一身黑色长衫，留着一抹胡须的刘豪坐在沙发上，一脸忐忑地等着他。小刘，你这么晚找我何事啊？王成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安宁很乖巧的给王成递上一杯水。王公子，刚刚孙耀约我去皇冠酒吧了。刘豪有些紧张的说道。孙耀？王成想了想，立马猜到他找刘豪是干嘛了，旋即嘴角忍不住一笑道：他找你是不是想对付我呀？这小子太阴险了，花500万想让你在野外搞一出意外事故。另外，他还想对你的女朋友。对你女朋友？刘豪支吾着不敢说，他接下来的话会惹到王成。对我女朋友？他是想对何小妍怎么样？王成拿起前面的水杯喝了起来，他还真想知道这孙耀有什么报复计划。他还准备了药粉，用来对你女朋友霸王硬上弓。刘豪犹豫一会，还是决定将事实说出来，不然万一到时候真出事，他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听到这里，王成脸色变得瞬间冰冷，手里的水杯也被他紧紧给握住了。这孙耀看来是追不到小妍，就想用强的了。王成眼里闪过吃人的怒火，动他可以，但算计何小妍，王成就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他想怎么对付我？王成压下心中的怒火后问道。刘豪便将之前孙耀跟他说的计划全数和盘托出，讲给了王成听。后者听后反而嘴角微微一笑道：你答应他了吗？还没有，我说回去考虑考虑，就是想等王公子答复后再回应他。何况这种活，自从我跟随陈总后，早已不接了。孙耀这个愣头青还没搞清楚状况就来找我了。刘豪如实的禀报道，忍不住一阵汗颜。跟陈总多学学经营才是正道，别把精力放在这种活上。不过这次你可以答应他，让他先高兴一会，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他。王成淡淡的说道，想给他来一出将计就计，顺便再给他一点深刻的教训，让他知道自己是不好惹的。好的，一切听凭王公子吩咐。刘豪神色认真的应道。你先回去吧，到时候见机行事。王成将刘豪打发走后，眼神也变得阴冷了起来。好在这次孙耀找的是刘豪，万一找的是其他人，那王成和何小妍就危险了。特别是何小妍，可能就真的会被孙耀那小子给得逞。这孙耀不废了他，看来是不会罢休了。王成暗暗想着。2天后的一个早上，王成果然接到了何小妍的电话，说是她的一个很要好的闺蜜从国外回来，邀请了好几个好友，准备登山野外露营，还有篝火聚会，要不要跟她一起去参加？王成自然不会拒绝，他还想着趁这次机会好好让孙耀长点记性，叫他知道他是不好惹的，便答应道：没问题，野外露营我最喜欢了，不过我想把我表妹也带过去，不知道可不可以？王成决定将林静雅也带过去，以防不测，毕竟孙耀这小子心思不纯，保不准还会用其他手段，有林静雅保护何小妍，王成也放心一些。应该可以，回头我就跟贝贝说一声，你就带上吧。何小妍很快同意了王成。挂下电话后，王成便准备了起来，还让林静雅也收拾起了装备。快中午的时候，王成直接开车带着林静雅去接何小妍。相比于王成和林静雅简单的行李，何小妍却是满满带了好多东西，吃的用的穿，连帐篷睡袋都带了。王成、静雅，你们都不带帐篷和睡袋吗？何小妍眨了眨眼，很是惊奇，这去野外露营怎么能不带帐篷和睡袋呢？王成尴尬的和林静雅对视了一眼，这次过去满心想着怎么教训孙耀，却把野外露营最重要的帐篷和睡袋给忘记了。幸好我还有备用的帐篷和睡袋，到时候静雅就跟我睡一起好了。王成就用备用的帐篷，何小妍宛如一个小媳妇一般的替王成他们考虑着。那就按你说的做吧。王成本身就想让林静雅贴身保护何小妍，如此睡在一起就更安全了。对了，王成，这次去的人里有好多是我闺蜜姐妹，可不乏一些美女，你到时候可不许多看哦。何小妍娇嗔的警告道。是，她们哪有你1/1000的漂亮，看她们还不如看你。王成笑着说道。这还差不多。何小妍羞红着脸，很是开心。一切就绪后，王成便径直开车去了约定的野外地点。不过几人心情各有不同。第67敢给我挖坑。程荡山乃是清水城外一处风景非常优美的野外之地，青山绿水，很适合一些小情侣在那里约会。不过今天不是周末，来这里的人就比较少。此时又是傍晚，夕阳洒在整座山上，映照出别样的美景。王成他们到的时候，何小妍那些闺蜜朋友也差不多到了，不过他们已经先一步爬到了山腰处的一片空旷之地了。那里地域平坦，风景宜人，适合扎营露宿。贝贝他们已经在半山腰了，我们也赶紧上去吧。何小妍收到信息后，赶紧将后车厢里的行李都给取了下来，不过有些太重的，只能靠王成和林静雅来提了。林静雅是练过武功的，力气比之王成这个男人还要大，
3两下就把后备箱里的东西全给提在了手里。哇，静雅，你好厉害！何小言惊讶地张了张小嘴，没想到一个女孩子力气居然也能这么大。王成看到这里，却是忍不住小声提醒道：“注意隐藏自己，要是让林静雅这样大包小包的提上去，一旦到了半山腰，被何小言的那些闺蜜姐妹看到了，定会有所好奇，甚至还会引起孙耀的注意，进而改变他的计划。所以这林静雅是一张隐藏的底牌，在关键时候给予对方致命一击。好吧。”林静雅说着，将身上的一个大包丢了下来，自己只提着一个小包，轻松地站在那里，成全了林静雅。王成自己就辛苦了，提着大包小包，还要爬山，累得够呛。爬了还不到一半，王成便累得满头大汗。何小言看了颇有些心疼，拿出纸巾给王成轻轻擦了擦汗，还忍不住关心道：“王成，你还行吗？要不咱们先休息下？”“不用，还可以再走2步。”王成嘴上这样说着，身体却很诚实，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休息了起来。“喝口水吧。”何小言递给了王成一瓶水，又给他亲自擦汗，这狗粮撒的让林静雅不忍直视。好在休息了一会后，王成的力气也恢复了不少。3人提着行李，很快就来到了半山腰处。只见那里已经有好些人在那里了，不少都是美女，除了篝火外，还有自助烧烤架，好些人都在那里忙碌着，还有人在搭建帐篷。看到何小言到来后，好几个美女都激动地迎了过来。“是小言来了！”这一句话让现场的人都把目光转向了王成他们这边，特别是美如仙女的何小言身上。走在最前面的是个标准的混血美女，身材高挑，头发呈现棕色，鼻梁高挺，眼瞳却是黑色的，一副中西结合的混血模样，浑身上下穿着大牌服饰，一看就知道是有钱人的女儿。她就是何小言的闺蜜了，叫柳贝贝，是何小言的高中同学，同时在国外4年的时候也是很要好的朋友。贝贝，想死我了！何小言丢下行李便跑上去和她大大的拥抱在了一起。“你来了就好。”“咦，这2位是？”柳贝贝很快注意到了跟着何小言出现的王成和林静雅，忍不住好奇起来。“这是我男朋友，叫王成。”“那是他表妹，叫林静雅。”何小言笑着介绍道。特别是介绍到王成的时候，眼眸里闪烁着爱意。“你有男朋友了？”柳贝贝一副惊讶的表情，上下打量了一下穿着一身杂牌的王成，眼神里微微闪过一丝鄙夷。旋即又忍不住问道：“你男朋友是自己开公司吗？还是在他爸爸集团里打基础？”柳贝贝这话可问得非常有水平，2个问题婉转地问到了王成的家世背景和自身实力。“我打工的，家里是农村，爸妈种地的。”王成看出了这柳贝贝眼里的鄙夷，便忍不住走上前来，自己回答了他想要的答案。柳贝贝张了张小嘴，又看了看美如天仙的何小言，忍不住将他拉到了一边，恨铁不成钢的小声劝说道：“小言，你是不是傻了呀？你有这么缺男人吗？找了个农村来的穷小子，你是看上他哪一点啊？我喜欢就行。”王成他很努力的，也很有才能。何小言没想到柳贝贝也会这么嫌弃王成。“你长这么漂亮，就找了个这么穷的小子？要不我给你介绍个高富帅吧？他叫林业，清水城林氏豪门的公子，不仅长得帅，还有钱，关键他还出国深造过，麻省理工毕业，在华尔街做过金融，要才有才，要貌有貌，关键是家世还好。”柳贝贝停顿了下后，又接着劝说道：“这次他回国是为了在清水城投资的，准备留在清水城了，这可是好机会。不好意思，我心里就只有王成，林业既然这么好，还是留给你自己吧。”何小言笑着拒绝了。“你怎么这么固执呢？”柳贝贝还想再继续劝说，恰好这个时候，她的其他姐妹也来了，都是何小言的高中同学闺蜜，或者是在国外4年时候的姐妹。当她们听说何小言交了一个穷男友后，都忍不住一阵唏嘘。她们这些女的，不是富二代，就是傍上了有钱的男朋友，视金钱为准则，哪里会看得上一身杂牌的王成？好了，不说了，我们先去吃烧烤吧。过几天我给你介绍林业认识，他是真的不错，要不是我有男朋友了，肯定把他留给自己了。柳贝贝还想着把林业和何小言撮合下，主要目的是想把林业给拉拢。这次林业回国可是携带了10亿美金回来，准备用于投资的，而柳贝贝家里的几个项目正好需要人来投资，所以他就瞄上了林业。王成放下行李后，第一时间环顾了下四周，并没有看到孙耀的身影，这让他有点不安。旋即给刘豪发了信息过去，问有没有看到孙耀，后者很快就给出了回复，说是在寻找让你出意外事故的地方，还在算计着怎么套路你过去，简单说就是在给王成挖坑。王成收到信息后，嘴角微微一笑，
看来孙耀这次是铁了心要对付他了。若没有刘豪暗中帮忙的话，可能他和何小言这次就真的凶多吉少了。现在给我挖的坑，等会让你自己尝尝。王成眼神微微一冷。第68，形势反转。王成看了看天色不早了，便着手开始搭建帐篷了，然后叫林静雅贴身跟着何小言，以防不测。在王成快把帐篷搭建好时，何小言拿着好多烤好的鸡翅膀、鸡腿还有香肠拿过来给王成。王成，你先吃点东西吧，等会再搭帐篷。何小言眼眸里满满的疼惜之情，说着还拿出纸巾给王成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王成放下工具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然后接过了何小言手里的烤翅膀、烤鸡腿，吃了起来。不好意思，因为我又让你在朋友面前丢脸了。这有什么好丢脸的？我爷爷还不是从农村来的穷小子吗？你看，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在清水城也算是一个人物了。我相信你也可以的，即使不能达到爷爷那样的高度，平平淡淡在一起也不错。何小言紧挨着王成坐了下来，深呼吸了一口山里的空气，心情很是舒畅。王成笑了笑，心里暗暗有些感动。若是换做前女友林倩倩，怕是这个时候就要嫌弃埋怨她没用了，让她在姐妹闺蜜面前丢脸。因为王成被林倩倩嫌弃埋怨过没用，废物。所以在遇到同样情况下，何小言却如此护着她，强烈的反差让她更觉得何小言真的是个好女孩。王成忽然握紧了何小言柔弱无骨的小手，心里想着此生定不能负了这位好女孩。何小言没有挣扎，任凭王成抓着她的手，俏脸微微有些羞红，甚至还下意识地将头靠在了王成的肩膀上，享受着这片刻的安宁。你们别在这卿卿我我了。孙耀来了。林静雅忽然出现在了他们身后，一脸的冰冷之色。孙耀他也来了。何小言一脸的惊疑，从地上赶紧站了起来。终于出现了，看来是给我挖好坑了，就等着引我过去了。王成也从地上站了起来，心中暗暗想着。果然，王成的视线在人堆里转了一圈，便看到了人模狗样的孙耀，此时正跟几位美女交谈甚欢呢。走，我们去会会他。王成嘴角淡淡一笑道，旋即朝孙耀那边走了过去。何小言有些紧张地拉住了他道，王成，还是别去了，之前你把他羞辱得这么惨，他肯定是恨死你了。你俩见面万一动手了怎么办？何小言是担心这里荒郊野外的没有保安，万一孙耀发起怒来，动手打起来就不好了，伤到孙耀也就算了，要是伤到王成，他可就要心疼了。没事，有静雅在，不怕。王成嘴角微微一笑。何小言转头看了看一脸冰冷的林静雅，这才记起不久前在酒吧里，他可是一个人单挑了张浩东请来的4个打手。想到这里，何小言就淡定了很多。去见见他也好，要是他敢动手，就让他知道知道咱们静雅的厉害。王成忍不住一阵莞尔。孙耀看到王成朝他走来，顿时嘴角冷冷一笑。王成，老子今天给你挖好了坑，看你以后还怎么跟我斗。还有小言，今天晚上你就属于我的了。孙耀舔了舔嘴唇，将手里的一罐啤酒给一口气喝完。儿子，你怎么也在这里？王成走过去，直接毫不留情地羞辱他道。孙耀微微一握拳，脸色有些不好看，这家伙居然还敢这么嚣张，但他却忍下了这口气。王成，你个穷逼，别嚣张，等会老子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说完这句话后，孙耀便绕开了王成，直接去找那几个美女玩了。王成没想到这孙耀居然会这么能忍了。半夜的时候，大家都窝在帐篷里睡觉休息了，这还是王成第一次野外露营。他的帐篷是备用的，要小一些，但足够一个人睡觉了，而何小言和林静雅的帐篷要大一点，2个人躺着也足够了。王成一直醒着，突然帐篷里被人塞进了一张纸条，然后就听到外面匆匆而过的脚步声。王成知道是谁，也不去追，而是将塞进来的纸条摊了开来。只见上面写着，若不想让你兄弟马大东和他女朋友出事，就赶紧来东边。看到这里，王成眉头一皱，眼神冰冷，这家伙居然还想把心思动到马大东和他女朋友身上，此子不能让他再这样毫无顾忌下去了。王成心里发狠，将纸条撕碎后，直接从帐篷里走了出来，按照纸条上面写的内容，往半山腰的东边走去，手里拿着手电筒，一路过去，颇为小心谨慎。10几分钟后，王成来到了一处悬崖边上，这悬崖很是陡峭，不过悬崖并不是很深，只有10米左右，从这里掉下去，大概率不会死，但是会受伤不轻。看样子这就是孙耀给我挖的坑了。王成嘴角微微一笑道。果然，他刚嘀咕完这句话，孙耀便从他身后走了出来，在他身后还跟着近10位黑衣男子，刘豪便在其中。
王成，没想到吧？今天老子要让你非死即残，以报我受辱之恨。孙耀此时状态有些疯狂，那天他跪地叫爹所受的侮辱，一定要10倍100倍的讨回来，是吗？你们这是要以多打少吗？王成淡淡的说道，没有一丝紧张之意。不，我只是想让你意外的从这悬崖坠下去，跟我们无关，至于是死是残，就看你的运气了。孙耀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甚至还略带调侃。你就这么自信我会从这里掉下去？王成淡淡的反问道。那不然呢？你当我身边的这10位黑衣大哥是摆设吗？他们就是帮你意外从这跳下去的。孙耀很是得意的叫嚣道。放心，你从这里坠下去后，我会帮你接手赵何小言的，还会让他夜夜爽死，哈哈。说到兴奋处，孙耀大笑了起来。孙耀，你可别得意，不到最后关头，谁输谁赢还不一定。王成淡定的警告道。都死到临头了，王成你还如此装逼，真是佩服你的勇气。行了，老子已经迫不及待想小言了，你就留在这里跳悬崖吧。孙耀停顿了一下后，旋即对着身边的一位黑衣男子说道。豪哥，这里就交给你了。豪哥点了点头。旋即孙耀又大笑了几声，很快消失在了黑夜里。在他想来，王成被豪哥的10个手下包围，想逃出升天基本不可能。今夜他非死即残，既然解决了王成，那剩下的就是去找何小言了。他若不肯乖乖就范，孙耀有的是办法让他屈服。10几分钟后，孙耀便来到了何小言的帐篷前，也不啰嗦，直接用刀割开了何小言的帐篷，然后看到他和另外一位女孩睡在一起，正好来个双开花。孙耀完全没把林静雅这个女孩放在眼里，认为她只是个柔弱的女孩罢了。想着的时候，孙耀激动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东西，然而他刚摸出来，便发现林静雅忽然睁开了双眼，吓了他一大跳。你孙耀还来不及问出声，便被林静雅一拳打了过去，直接轰在了孙耀的左眼上，顿时痛得他捂着眼睛在地上直打滚。找死！林静雅二话不说，直接上去对其又一阵拳打脚踢。操你妈！敢打老子，看我不找人打死你！孙耀忽然想起了豪哥，赶紧打电话叫人。你就等死吧，老子的人就在附近，10分钟就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不过你要是现在求饶的话，等会我可能会对你温柔一点。孙耀此时一副有恃无恐的表情。豪哥就在附近，他还怕一个女人？很快帐篷外便来了很多人，豪哥就在其中。孙耀看到豪哥来了，立马兴奋了起来。哈哈，我大哥来了，你就等死吧。然而他话刚出口，便听到了一个他熟悉而又恐惧的声音。等死的恐怕是你吧。王成嘴角带着淡淡的微笑，从黑夜中走来，在他身后，豪哥和他的10位兄弟紧紧跟着。兄弟们，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重要的事情说3遍。第69，彻底服软。孙耀看到来人居然是王成后，脸上逐渐显露出了不敢置信的表情。王成，你怎么没掉下悬崖？我怎么会掉下悬崖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到最后关头，谁输谁赢还不一定。王成嘴角微笑着朝他走了过去。孙耀有些惊恐和害怕，王成没死，还好好的站在这里，这到底什么情况？豪哥，这什么情况？他怎么还站在这里？孙耀将目光转到了刘豪身上，心里有一股不祥的预感升起。叫我什么事情？刘豪跟着王成往前走来。快把这小子给我干掉，还有这个女人，帮我也一起干掉，我给你再加500万。孙耀指着林静雅和王成，此时有些疯狂，明明胜利在望，为什么在最后关头会这样？不过他还想用钱做最后一搏，再加500万。刘豪笑了笑，旋即伸出手，直接一个耳光打了过去，打在孙耀的脸上，火辣辣的疼。你小子找死啊！这是我们王公子，还敢妄想对付他，你这是自寻死路！刘豪阴狠地叫骂道，想让他看清楚形势。什么？孙耀一脸的不敢置信，心底生出了一股深深的恐惧。能让刘豪如此心甘情愿的听话，那王成的身份可绝对不简单。孙耀，还想跟我斗吗？王成蹲下身来，饶有兴致地说道。被这么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羞辱，孙耀心有不甘，但此时被这么多人围着，他哪还敢反抗？不过他还有他爸爸以及孙氏家族做依仗，并不完全怕他。王成，别以为傍上了豪哥就想爬到我头上来，我爸可是孙氏集团的掌门人，清水城2流集团的董事长，我们孙家在清水城也是2流豪门，你得罪了我，就是得罪了我们整个孙家，等着被疯狂报复吧，是吗？王成眼神一寒，语气狠厉地说道，拖出去，给我将他的双腿打断。
孙耀没想到王成出手这么狠辣，立即吓得脸色苍白。王成，你敢？孙耀想赌一下，但他明显再次输了。豪哥一个指示，这孙耀被2个手下给拉到了树林深处，然后只听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响起，孙耀的2条腿怕是废了。王成迈步走了过去，看着脸色苍白毫无血色的孙耀，嘴角微微一笑道：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情，即使你们整个孙家一起上，我也不怕，输的反而是你们，不信你可以让他们试试。孙耀忍着疼痛，心中惊恐莫名。这个王成平时看起来很好欺负的样子，但是狠起来却如恶魔一般，而且出手狠辣，似是毫无顾忌，甚至连孙家的实力都不放在眼里。王成，你赢了。孙耀被废了双腿，有些沮丧地说道：这么快就玩不下去了？好戏才刚刚开始，你自己跳的悬崖，我还想让你自己跳下去呢，给你也来一出意外事故，你看怎么样？王成笑了笑，吓唬他道：王成，我双腿都废了，你还想我要怎么样？孙耀咆哮道：我要你死！王成淡淡的说道。话音刚落，2个黑衣男子直接将孙耀的身子再次提了起来，往悬崖那边走去。这下孙耀彻底被吓懵逼了，直到他被拖到悬崖边上，再往前一步就要掉下去，才反应过来王成不是在吓唬他，而是真的要这样干了，当即吓得屁滚尿流，再也不敢有点半点逞强，直接跪着给王成求饶道：王成，我错了，我错了，放我一条狗命，我以后再也不敢跟你作对了，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只要放我一马。说着，孙耀再顾不得颜面，直接跪在地上给王成磕起头来，心中的惊恐达到鼎盛。这可是你说的，我想要什么都可以给我，是吗？王成就等着他这句话呢，刚才要把他推下悬崖，也只是吓唬吓唬他而已，真正目的还是要取他价值10几亿的房地产公司。是，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只要饶了我这条小命。孙耀此时忙不迭的点头应道，眼下能活下来才是关键，一切身外之物已经不重要了。那行吧，签了这份协议吧。王成嘴角笑着从怀里取出了一份协议，这是一份关于孙耀名下房地产收购的协议，在来之前王成就已经准备好了。我给你100万，买你名下的那个房地产公司。王成淡淡的说道，带着不容反驳的语气。100万就想买我市值10几亿的公司？孙耀倒吸了口凉气，这王成比想象中的还要恐怖，简直吃人不吐骨头。怎么想反悔？要不你自己主动点去跳悬崖，是死是残看你运气了。王成语气冰冷的将之前孙耀说的话原封不动的还给了他。我签。孙耀此时已经欲哭无泪了，这房地产公司不光是他的全部心血，还是孙家的产业之一，更是他傲立清水成名流中的资本，眼下一夜变成穷光蛋，叫他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但眼下形势所逼，不容他不答应。看着孙耀在协议上签了字，王成很是满意。不错，看来你还是比较识时务的。王成拿过协议看了看，非常满意，一眨眼的功夫又入账一个房地产公司，简直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而孙耀签完字后则是直接瘫软了在地上，眼神一片灰暗。抬下去吧，给他去医院看看。王成淡淡的说道，同时将那份协议交给了刘豪，并说道，让陈豪成去处理收购孙家的房地产公司，暂时先划到鼎和集团名下。王成不想太过张扬，同时也想警告下孙家，想动他得问问鼎和集团答不答应，这样无形中也能减少不少麻烦。好的，王公子，我马上亲自去处理。刘豪点了点头应道，同时吩咐手下赶紧将孙耀抬了下去，而他自己也去处理王成交代的事情去了。这一夜，王成算是彻底将孙耀给踩在了脚下，不光剥夺了他10几亿的身家，同时也吓破了他的胆气，怕是再不敢和他作对了。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70，来了一个小白脸。天晴放亮，何小妍从睡袋里醒了过来，刚睁眼便发现帐篷被人用刀给割破了。哪个这么坏，把我帐篷给割破了？何小妍有些不开心，推醒了睡在旁边的林静雅。只见她有些严肃地回道，可能是风刮破的。林静雅这人比较冷，不善言辞，只能用这个拙劣的谎言来搪塞他了。不过貌似何小妍相信了。昨晚的风这么大吗？何小妍有时候还是很可爱的。很快大家都从帐篷里出来了，那些美女大多打着哈欠，看样子昨晚上是没怎么睡好。想想也是，在荒郊野外露营肯定会不习惯，要是碰上蚊子什么的就更别想睡好了。然而他们很快就来精神了，因为有个帅哥大清早的从山脚爬上来找他们，还给他们带了好多吃的喝的，很多还是进口的。哇，
是林烨来了，好多美女都围了上去，就连柳贝贝也简单收拾了下自己，跟他打招呼去了。不得不说，这林烨长得的确是帅，而且不光帅，他身家才学在清水城也都是顶尖的。还有，他们林家在清水城也是准一流豪门，比起孙耀的家族，实力更强大一些。这种人物自然会受到女孩子的欢迎。林烨，你来了，没想到这么早就过来了。我们刚从帐篷里爬出来，都还没来得及梳洗呢。柳贝贝热切地笑道，素颜的样子才是天然美。我给你们带了不少进口饮料、水果，快去吃吧。说话的同时，林烨将带来的东西逐一分发给了大家。对了，昨晚上你发我图片的女孩在哪里？林烨趁着发水果的机会，在这些女孩里找了一圈，并没有见到昨晚柳贝贝发给他照片的美女。扑哧，柳贝贝忽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原来你一大早过来是为了找何小妍的呀？我还奇怪你怎么这么早过来呢。柳贝贝可是个心机女，昨天在得知何小妍交的男朋友是个穷小子后，便想把何小妍介绍给林烨认识，所以就发了一张何小妍的照片给他，还发了一段简短的文字过去，想不想认识一下他？林烨看到照片里的何小妍后，当即惊为天人。他也玩过很多女人了，但从没有见过颜值堪比一线明星的女孩，一夜难眠。第二天一大早就跑来找柳贝贝要人了，而柳贝贝自然也想撮合何小妍和林烨了。一来她也是为了她的这位闺蜜好，王成这个农村来的穷小子实在是配不上何小妍这个白富美；二来她想借介绍何小妍之功，找林烨筹资。小妍这回估计才起床吧，她应该在那边。柳贝贝说着指了指一个方向，恰好此时何小妍正从帐篷里出来，准备去洗漱。素颜的她依然美艳不可方物，如仙女下凡一般，看得林烨不禁有些痴迷。果然是顶级美女，比照片上好看太多了。真没想到在清水城这种地方居然也能出这样的美女。林烨喃喃自语道，好看是好看，不过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柳贝贝有些遗憾道，她有男朋友了。林烨微微皱了皱眉头问道，是个农村来的穷小子，不过我想林大少应该有不下100种方法可以让这穷小子离开小妍。柳贝贝对林烨很是自信，毕竟王成和林烨两人的差距在那里摆着呢。呵呵，那倒是，只要是我看上的女人，还没有我得不到的。他也不例外。林烨对自己很有自信，无论是外貌、才华还是家世，在清水城林烨都是顶尖的。传说中的高富帅就是为他而定义的。带我去认识下。林烨嘴角闪过一抹自信的笑容。柳贝贝点了点头，他自然很乐意带林烨去认识何小妍了。此时何小妍正拿着毛巾和水盆准备去洗脸，迎面便碰到了柳贝贝带着林烨走了过来。小妍，我带了个高富帅给你认识，他叫林烨，就是昨天我给你提起过的那个。柳贝贝一脸殷切地说道。你好，我叫林烨。林烨很自信地伸手想和何小妍认识下，却没想到后者根本不搭理他，更没想过要认识他。贝贝，我都跟你说了，我有男朋友了，以后别给我介绍乱七八糟的人了，不然我们姐妹都没得做。何小妍有些生气，都跟他说过了，不想见。这柳贝贝还给他把人带过来了，这让他着实有些微怒。林烨伸出去的手悬在半空中，有些尴尬，但似乎并不在意，而是拦住了何小妍的去路，自以为是的邀请道，中午我在香榭丽酒店为您订了极致午餐，不知道有没有兴趣跟我。林烨话未说完，便被从后面跟上来的林静雅一脚给暴力踢走了，还少有的警告道，不要打小妍的主意，她男朋友不是你这种小喽啰能惹得起的。林烨被林静雅一脚踢飞倒地，在地上连滚了好几圈才停下来，华丽的衣服沾满了泥土，而他帅气的发型也被弄得乱糟糟，一脸的狼狈之相。而一旁的柳贝贝却看得目瞪口呆，这林静雅也太不给林少面子了，居然毫不留情的一脚给踢翻了，还口出狂言警告了一番。最不能忍受的是，这林静雅居然称呼林少为小喽啰，这也太不把林烨放在眼里了。林少，你没事吧？柳贝贝手忙脚乱的赶紧去扶那林烨，怕他因此而受伤。没事，哪来的乡野女人敢踢我林少？林烨颤颤巍巍的从地上爬了起来，随手从身上取出一把梳子，将自己凌乱的头发给梳平。柳贝贝则是帮着将他身上的泥土给拍掉。小白脸，最好不要惹我。林静雅一脸冰冷的说道，她现在的职责就是保护何小妍的安全，所以不管什么人都不允许靠近何小妍。何小妍看得暗暗拍手叫好，林静雅简直是她心目中的女英雄。你敢叫我小白脸？小喽啰，你可知道我是谁？我可是清水城林家的公子，得罪我你会死得很惨。林烨气焰嚣张，对于刚刚被他称呼为小白脸、小喽啰这种低贱名称，他很是气愤，真是啰嗦。林静雅有些不耐烦，
直接朝他走了上去，眼神里闪过一丝冰冷。而那林烨看到林静雅朝他走来，吓得他赶紧将柳贝贝这个女人挡在了他前面，真是孬得很。静雅，住手！气氛紧张时刻，王成从不远处走了过来。刚才那一幕他也看到了，这小白脸虽然花里胡哨的，可胆气比孙耀还不如。这种孬种，王成还懒得理他。你就是何小妍的男朋友？林烨看到王成走来，忽然从柳贝贝的身后站了出来。有事？王成淡淡的问道。我在城南投资入股了一处高档休闲会所，叫天地一号，不知道有没有兴趣过来一起玩玩。林烨想在王成面前展示下他的财力和实力，同时也让何小妍看清楚，只有他这种优秀的男人才配得上他。王成微微皱眉，这天地一号乃是城南第一高档休闲会所，他记得好像是鼎和集团旗下的，看样子他也投资入了一点股份。没问题，到时候一定会去。王成没有犹豫，点头同意了，想着到时候把他手里的那点股份给忽悠过来，看他怎么嘚瑟。第71，敢算计我女人。从野外露营回来后的几天里，王成一直在数日子，因为他未婚妻萧慕言的演唱会就快要到了，他觉得有必要去见上她一面。至于说什么，王成还没想好。王成躺在别墅的沙发上，拿着那张演唱会的门票，有些惆怅。少爷，你怎么了？穿着女仆装的安宁乖巧的在给王成按摩，同时还在给他喂水果，这服务简直了。安宁，如果我选择退婚的话，爸妈会不会打死我？王成想跟何小妍在一起，至于这个未曾见过面的萧慕言，对他没有一丝感情。要知道何小妍可是王成的初恋，在大学里整整追了他3年，如今失而复得，那种感情不是谁都能比得上的。何况何小妍对他情真意切，萧家在国内势力是很大的，你要是退婚的话，就是在打他们的脸，他们怎肯善罢甘休呢？况且少爷的父母应该也不会同意你这样任性的，他们既然定了这门亲，就一定有他们的道理。安宁颇为理性的分析道。是啊，我要是退婚的话，他的那些粉丝怕是也不会放过我。王成苦笑了一声，能拖就尽量往后拖吧。下午的时候，王成开车带着林静雅还有何小妍去了城南的天地一号，这是城南最大的休闲会所了，无论是规模还是装修奢华程度，都要比城东的景隆会所高一层次。不过天地一号里的人员更为鱼龙混杂，不少人都是道上混的，所以为了保险起见，王成将林静雅也带了过去，以防不测。他们到的时候，林烨已经开好了金牌包间，这算是天地一号里最豪华的包间了，相当于景隆娱乐会所的9龙包间，是顶级包间，不是光有钱就能订上的。看来这小白脸在这里还真的有些股份啊。王成嘴角撇了撇，旋即推门而入。包间里面的装修程度要比景隆娱乐会所的9龙包间还要奢华，面积也要比9龙包间更大，足够容纳50人在这里举行派对。除了喷泉、钢琴伴奏外，整个包间的4处墙壁包括天花板上都有3维全息投影。进入这里，俨然到了一个世外桃源，而且这3维全息投影的环境可以自主切换，绝对是高科技。哇，这也太高科技了吧，比9龙包间还要厉害。何小妍看着4周墙壁天花板上投影的星辰美景，看得有些惊讶，的确是要高级很多。王成点了点头，颇为满意这超大型的金牌包间。此时包间里已经来了不下有30多位俊男美女，很多还是何小妍认识的。小希，你也在呢？何小妍有些惊讶，因为这里好些俊男美女都是她的高中同学，而何小妍现在打招呼的这位小希，便是何小妍当年的同桌，长得也颇有姿色，家里背景也不简单，算是个白富美。小妍，你也来了，太开心了，我以为是高中同学聚会呢。这里来了好多高中时候的同学。袁小希说着，和何小妍大大的拥抱在了一起，两人稍稍叙旧了一会。袁小希身边突然走来一位长得颇为帅气的男子，袁小希笑着很快给何小妍介绍道：我给你介绍下，这是我男朋友，森英集团的2公子，叫铃木，身家可是有好几亿哦。小希，太为您开心了。对了，我也给你介绍下我男朋友。何小妍是真为袁小希开心，说着他也拉来了王成，给袁小希介绍道：这是我男朋友王成，在恒丰文娱做经理。刚介绍完，袁小希就忍不住上下打量了一眼王成，长得倒还算入眼，只是他一身廉价杂牌，完全不像是有钱人的样子。这丰文娱是他爸妈开的公司吗？是给他基层锻炼的吧？袁小希下意识地问道。在他想来，像何小妍这种班花，找的男朋友肯定不会差。我爸妈是农村的。王成兀自回答了袁小希的问题。后者一听王成是农村，忍不住蹙了蹙柳眉。袁小希万万没想到当年高中时候的班花
居然找了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农村来的也挺好，袁小溪碍于面子，只能这样敷衍着。只是他嫌弃的眼神出卖了他。小妍，我先去那边了，待会聊。说着，直接挽着自己的高富帅男朋友走开了，还忍不住小声在背后唏嘘着。没想到，当年的高中班花居然找了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啧，真是没想到。而且这个消息很快在聚会的高中同学中流传了开来。听说了没？班花今天也来了，不过带了个穷男友。真假的？小妍长得这么漂亮，怎么交了个穷男友？她不会是眼瞎了吧？当然是真的了，你可以自己去看看。我终于有一样东西能在她面前炫耀了。一时间，这金牌包间里的那些当年同学都在议论何小妍交了个穷男友的事情。更可恨的是，有一个长得有些胖的女孩带着一位长得不咋地的富二代男友，特地过来跟何小妍打招呼。虽说是打招呼，但语气间竟是在秀优越感。你长得漂亮又怎么样？你当年是班花又能怎么样？现在我的男朋友比你的有钱的多。特别是那些女生，好像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一样，看到当年的班花何小妍交了一个穷男友，而他们的男朋友一个个都比何小妍的男友有钱，都极大的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和攀比心。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林烨，此时靠着墙壁饶有兴致的看着穷逼王成，在他身边还陪着柳贝贝。没想到林少追女孩子还真是有一套，居然叫来了小妍当年的高中同学，还都挑选了有富二代男朋友的过来追女孩，攻心未上。等会我还为她准备了一份大礼，到时候在打了那个穷男友脸的同时，还收了小妍的心。想想就觉得爽。林烨喝了一口红酒后，接着对柳贝贝说道：接下来就靠你帮我劝说了。没问题。柳贝贝对着林烨比出了一个 OK 的手势，旋即拿了一杯红酒后款款朝何小妍走去。小妍，能过来下吗？柳贝贝见王成待在何小妍身边不方便说话，便将何小妍单独叫了过去。贝贝，你也想来跟我炫耀你男朋友吗？何小妍笑着说道，似乎心情不错，并没有受那些流言蜚语的影响。小妍，我是来劝你的，再考虑考虑林烨。你看当年班级里那些比你长得丑、学习不如你、家境也不如你的女同学，一个个都找上了富二代做男朋友，即使不是富二代，也是年轻的总裁 CEO。 他王成义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有什么可以让你值得留恋的呢？柳贝贝再次劝说道。我不需要炫耀，也不需要攀比，我只喜欢王成，不管他有没有钱，还是农村来的。何小妍笑着说道。王成在他身后听着真切，微微有些感动，目光随即在四周扫视了下，很快注意到了靠着墙壁，目光看向这里的林烨。后者发现王成看向了他，竖了个中指鄙视他，眼神里还略带挑衅。王成似乎一下子明白这些高中女同学怎么回事了，看来都是他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刺激何小妍，然后让他对王成产生嫌弃和埋怨之意。可是何小妍不是林倩倩，要是后者的话，肯定会生出攀比之意，进而对王成产生埋怨和嫌弃。等产生了这种情绪后，就由柳贝贝来当说客，这样就能让何小妍产生心理动摇。果然是好算计，呵呵，看你还能嘚瑟多久。王成嘴角撇了撇，旋即跟何小妍打了声招呼后，出去安排事情了。这小白脸不给他点教训，真当他是泡妞之神了。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后面两波高潮，打赏走起。第72，该换我出场表演了。王成从金牌包间出去后，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然后打电话给了陈豪成，叫他通知天地1号的负责人过来见他。很快，陈豪成不敢怠慢，将王成吩咐的事情第一时间安排了下去。半个小时后，一个颇为精瘦的中年男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急赶慢赶地跑来见王成，还喘着粗气。王公子，我是这天地1号的负责人，叫李恒，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我就是了。李恒因为赶着来见王成，有些气喘吁吁。我想问下，林烨是不是在这家天地1号参了股？王成等他气喘平复后才问道。林烨，林少的确参了股，大概5%左右，不过大股东还是鼎和集团，占了80%，还有其他3个小股东，各占了5%。李恒如实说道。王成点了点头，这林烨果然是参了股份，也好，等会就把他的这5%股份给忽悠过来，叫他嘚瑟。我想知道这林烨接下来还有什么事情吩咐你吗？王成想搞他，就得知己知彼，这样才能打蛇打7寸。林少还让我准备了999朵蓝色妖姬，说是等会让我给送到金牌包间去。李恒如实回应道，不敢有所欺瞒。他还有其他事情吩咐你吗？王成再次追问道。没有了，就这一件送花的事情。李恒想了想回道，很好，
等会林业怎么吩咐，你都不要理他，更不要送花进去。另外，你找个理由把林业给我赶出金牌包间，然后看我脸色行事，知道了吗？王成神情肃穆地说道。好的，王公子，我一定照办。李恒擦了擦额头的汗水，也不知道这林少如何得罪王公子了。不过天地一号是鼎和集团旗下的产业，他只能听王成的。王成点了点头，很是满意这李恒的态度。旋即又继续说道：另外，你给我准备个股份转让协议，我要收购林业手里的那点股份，再给我准备个9999朵蓝色妖姬，我让你送的时候，你才能给我送过来，知道了吗？好的，王公子。只是不知道这9999朵蓝色妖姬什么时候要？我们这里没有这么多花了。李恒惴惴不安地说道。我给你2个小时准备，若是误了我大事，你也不用在这里干了。王成表情严肃地说道。放心，王公子，一定完成任务。李恒吓得额头冒汗，但还是坚定地应了下来。不错，去做事吧。股份协议到时候和花一起送上来就可以。王成将他打发走后，径直回去了金牌包间。王成，你去哪了？怎么去了这么久？何小言颇为关心地问道。王成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了过去，随即又问道：那个小白脸有骚扰你吗？有啊，不过好像被静雅给吓回去了。何小言说到这里，就忍不住有点想笑。这个林业居然这么怕林静雅，没想到咱家的静雅这么厉害。王成扫了一眼贴身跟在何小言身边的林静雅，微微有一些意外，这小白脸居然被林静雅给吓回去了。不过看到林静雅那一张冰冷的俏脸，谁看到都会发怵。柳贝贝一直跟在何小言身边劝说，然而效果不大，这让柳贝贝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很快那小白脸林业看到王成回来后，嘴角冷笑了一声后朝王成走了过来，挑衅道：农村来的，待会我会让你知道你跟我的差距有多大，而且我会让你眼睁睁地看着小妍被我抢走。小白脸，你太自信了，不要到时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王成嘴角微微一笑道。那你就看好了。林业自信的一笑，旋即扭头朝何小妍说道：小妍，我有个惊喜要送给你。不等何小妍答应，林业直接调换了现场的音乐和四周墙壁天花板上的3维虚拟场景，将星辰美景切换到了浪漫的花海草地，简直美不胜收。哇，好美！现场的女孩子都忍不住惊叫了出声。这3维虚拟调出来的花海美景实在是太浪漫了，她们仿佛置身在了这花海美景中，搭配上此时罗曼蒂克风格的音乐，简直让人陶醉。小妍，我有个惊喜要送给你。这话一出，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帅气逼人的林业身上，那些女孩子更是看得痴迷了。林业可是清水城准一流豪门的公子，而且他本身又是麻省理工毕业的，华尔街金融出身，几十亿身家，标准的高富帅，凡是女人都会被他的高贵气质给吸引。林少简直太帅了，豪门家族出身，自己又是身家几十亿，好想和他谈恋爱啊。他好像要表白小妍啊，太帅气了，居然当着别人男朋友的面表白，这行为实在是太刺激了。哇塞，那小妍的穷男友太窝囊了，居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女朋友被人抢走啊！抢走才好，那穷小子怎么配得上小妍？只有林少这么优秀的人才能配得上小妍的美貌。现场很多人都忍不住看起好戏来，就连柳贝贝也看得兴趣盎然，还忍不住鄙夷地看了一眼王成。农村来的穷小子还想癞蛤蟆吃天鹅肉了，想得美！林业听到那些女孩的夸赞，感觉这波稳了，甚至还得意洋洋起来，当着别人男朋友的面抢走何小妍，想想太爽了。而何小妍此时有些愤怒，本想转身离开，却被王成拉住了。别走，等会有好戏看。这小白脸得意不了多久了。王成嘴角淡淡笑着说道。何小妍忽然安静了下来，他对王成的话很是信任。既然如此，那看看这小白脸的笑话也无妨。林业自我感觉很良好的拍了拍几下手掌，然而一切都没什么发生，大门那里也没有人进来。林业以为门外的服务员没有听到，便直接拨打了电话叫天地一号的负责人李恒，把999朵蓝色妖姬给送来。然而电话没有接通，便直接挂掉了。怎么回事？关键时刻这个李恒给我掉链子，想死啊！林业一阵着急，现场可是有这么多人看着，气氛已经调节出来了，现在就等999朵蓝色妖姬进场了。不甘心的林业又再次拨打了电话过去，然而对方又直接挂掉了。这下让林业有些气急败坏，但这么多人看着又不好发作。而现场众人看到接下来没有什么要发生的，忽然有些兴趣缺缺了。不过就在他们等得不耐烦的时候，金牌包间的门忽然被人打开了，李恒带着好些人脸色严肃地走了进来。林业看到这里，
大喜，赶紧走上前去，急切地责问道：“李恒，我让你订的蓝色妖姬呢？赶紧给我拿过来，我现在要用。抱歉，林先生，您的身份信誉有问题，经评估，您不能再继续订这间金牌包间了，还请马上让您的朋友和您离开这里。”李恒冰冷刺耳的话，瞬间让林烨惊呆了。这什么情况？现场众人也陷入到了震惊中，只有王成淡淡的笑着：“该是我出场表演了。”第73，好戏才刚刚开始，林烨的身份信誉被质疑，这简直是在打他脸。而且现场这么多人都是他邀请过来的，如果现在就赶他们出去，那让他的脸往哪搁？李恒，你是不是脑袋被人夹了？我是这里的股东，你敢质疑我的身份信誉？找死啊！林烨震怒了，这么多人看着，特别是还有何小言在旁边，这要是忍了，就太丢脸了。抱歉，林先生，您的身份信誉的确有问题，还请赶紧出去。李恒眼神坚定地再次说道，完全不为林烨的身份所动。操你妈，老子弄死你！林烨暴怒了，直接抓起了李恒的衣领，想揍他一顿。然而他刚出手，便被李恒带来的人给制住了，双手直接被反手扣住了。而这一幕又让在场的人看呆了，心里说不出的震撼。天哪，这林少的身份信誉不会真的有问题吧？真是扫兴啊！正玩的兴起，就要赶我们出去了，这林烨也太不靠谱了吧？还是林家豪门公子呢，连个包间都订不了，真是失望。现场众人一反之前花痴的态度，纷纷对林烨失望起来，这让林烨更是愤怒不已。然而他现在被人控制住了，根本动不了。柳贝贝在一边也是看得急了，走上来小声问道：“林少，这什么情况？怎么金牌包间都被取消了？我也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的身份信誉完全没问题。”这李恒脑袋被门给夹了，林烨气愤至极，他也不清楚到底什么情况，金牌包间怎么说取消就被取消了呢？这个时候王成看到时机成熟了，便缓缓走向了他，嘲讽道：“小白脸，你也太丢人了吧！你看那些被你请过来的人，现在对你很是失望，要不我跟这位负责人说下，让你继续使用这间金牌包间，怎么样？就你，农村来的穷小子，也想订上天地1号的金牌包间？想都不要想！”林烨虽然被人双手控制着，但嘴上却依然不饶人。那万一这负责人卖我个面子呢？然后就续订上这金牌包间了。王成继续循循善诱道：“呵呵，你要是能续订上这金牌包间，我跟你姓。”林烨很不服气，像王成这种农村来的穷小子，没钱没势还想订上天地1号的金牌包间，那绝对是不可能的。旁边的柳贝贝也忍不住一阵嗤之以鼻，这穷小子想出头想疯了吧？居然还想订上天地1号的金牌包间了，真是痴人说梦！我不让你跟我姓，我要是能续订上这金牌包间，你手里的这天地1号的股份就转让给我，你看这样可以吗？王成终于将他真实的目的给说了出来。呵呵，你这穷逼还想翻天了？要是续订不上呢，把何小言让给我如何？林烨也不甘示弱的说道：“我从来不拿女人做赌注，这样我要是输了，就带着表妹离开这座城市，另外再给你10万块钱，这可是我全部身家了，怎么样？”王成想了想，用最有诱惑力的条件来引诱他。好，我答应了。看你这穷逼怎么被我打脸！林烨心思转得极快，只要王成带着他表妹离开了这座城市，那落单的何小言还不是他手中之物。至于那10万块钱，对他来说可有可无，但能让王成彻底变成一个穷光蛋，他也非常乐意看到。既然如此，那贝贝，你帮我们做个见证。王成转头看向了柳贝贝，后者鄙夷地看了一眼王成，点头道：“没问题，不过你这癞蛤蟆到时候别输惨了底赖。”柳贝贝很是嫌弃王成这个农村人，没钱还爱装逼，如果这次能让他离开这座城市，那就太好不过了，这样就给了林烨很好的机会接近何小言，正是他想看到的。好嘞，那我就去跟那位负责人聊聊，看他能不能卖我个面子。看到林烨上钩了，心里有些兴奋，然后装作平静地走向了李恒。这位帅哥，我叫王成，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给我们续订上这金牌包间？毕竟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玩到一半就出去，实在是太扫兴了。王成的声音讲得很大声，就是故意要让在场的所有人给听到。王成没费功夫，现场的人的确都听到了他讲话，只是现场的人对王成的面子实在是不敢苟同。他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没钱，哪来的面子？居然还妄想续订上天地1号的金牌包间，他以为他是谁啊？这穷小子没身份没背景，也想续订天地1号的金牌包间，真是胆子够大的。可能是想在小妍面前装一波逼吧。不过这穷小子怕是不清楚，
这天地1号的金牌包间可不是一般人能盯上的，光有钱也不行，还得有身份。现场众人都不看好王成的面子，然而那李恒却是点了点头应道：没问题，王公子，我马上给您去办理续订的手续。李恒的话再次震惊了现场所有人，现场一片安静，他们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心底深深的被这个农村来的穷小子给震惊到了。而林烨更是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这怎么可能？他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怎么可能订得上金牌包间？这一定是弄错了。而柳贝贝也是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张了张小嘴，想说话而又说不了。这负责人居然真的卖了一个面子给这农村来的穷小子，这什么情况？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现场只有林静雅一人最淡定，从始至终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看向林烨的时候，忍不住摇了摇头，叫你不要送死，还要往枪口上撞，真是没谁了。王成，你太厉害了，你是怎么做到的？何小言兴奋地来到了王成面前，看到那些之前在他面前炫耀的同学，一个个被王成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他别提有多开心了。好戏才刚刚开始，你且看好了。王成嘴角淡淡一笑，作者有话说，后面高潮一波接一波，打赏走起，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74，敬酒不吃吃罚酒。对于王成这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订上金牌包间这件事情，现场之人都很是震撼。他们万万没想到，一个没钱没势的农村穷小子居然真的能订上金牌包间。而最震惊的莫过于林烨了，而且按照之前的赌约，他手里天地1号的5%股份要转让给王成，这才是他最不甘心的。小白脸，愿赌服输，你手里天地1号的股份要转让给我，不过我也不会让你吃亏，就用全身家当10万块作为收购款好了。王成来到林烨面前淡淡的说道：10万？你开什么玩笑？天地1号5%的股份市值至少2000万，你居然拿10万就想收购，简直是痴人说梦。林烨有点反悔了，虽然这样做很无耻，但10万块就想收购他手里价值2000万的股份，无论如何都不甘心。我劝你最好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何况柳贝贝之前在一边做过证。王成说着转头看向了柳贝贝，希望他能出来说句公道话。当然如果他诚心帮着林烨抵赖，王成还是有其他手段让他承认赌约的。贝贝，你说说看，刚才是不是林烨自己答应我的赌约？柳贝贝此时有些为难，虽然他的确做过证，但他心里明显是偏袒林烨的，因为他还要找他拉投资呢，所以不可能为了一个穷小子而去得罪林烨。我好像没有听到什么赌约。王成，你是不是自己记错了？柳贝贝犹豫了下，还是决定抛弃自己的良心，为投资为钱偏袒林烨。哈哈，我就说没有这个赌约吧，穷逼你想钱想疯了吧，还想套路到我身上来？做梦！林烨见柳贝贝心向着自己，疯狂大笑起来，好像反手耍了王成一样。王成，你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还想妄图翻身？做梦去吧！我告诉你，你永远都只配做一个穷逼，被我踩在脚下。林烨忽然疯狂狰狞了起来，一招占了上风，又开始疯狂嘚瑟了起来。呵呵，别得意。王成嘴角微微一笑，别以为有人帮你抵赖，老子就治不了你了。静雅，这个小白脸就交给你了。王成目光看向了俏脸冰冷的林静雅，后者听到王成的指示后，直接朝林烨走了过来。农村泼妇，你想干什么？告诉你，我可是林家公子，敢打我，老子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林烨还想用家族势力来吓唬林静雅，然而后者完全没有将他的话放在耳里，上来直接一个耳光打得林烨脑袋嗡嗡作响。记起赌约了吗？王成在一边小声提醒道。去你妈的赌约，老子！林烨话未说完，林静雅反手又是一个耳光打了过去，直接将他嘴角打出血来。这下不光林烨懵逼了，连柳贝贝也被震惊了，现场其他人更是看得目瞪口呆。王成这个穷小子胆子也太大了吧，居然敢当众打林家公子的耳光，这着实震撼到了他们。林静雅见林烨还没有记起来，便又啪啪的几个耳光甩过去。林静雅力气本身就大，这5、6个耳光下去，原本帅气的林烨直接被打成猪头脸，两边脸颊有些红肿，而他很是在意的发型也被打乱，一脸的狼狈之相。现在想起赌约了吗？王成嘴角淡淡的笑道，同时又威胁道，不要让我失去耐性，不然接下来可不止打耳光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愿赌服输。林烨这下算是明白过来了，王成这小子手段很辣，眼下要是再不答应，怕是要被他打废了，只能先暗自忍下这口气，来日方长，再找机会他打回来，而且得10倍100倍的打回来。想起来了就好。王成嘴角微微一笑，
然后旁边的李恒顺势拿过来一份协议递给王成，签了吧。王成直接将那份协议递到了林烨面前，后者瞪大了眼珠子，不敢置信，这家伙居然连收购协议都早已准备好了，这让他完全没有了拖延抵赖的可能。一旦他签了这份协议，那他手里天地一号的5%股份可真就没有了。旁边的柳贝贝也是看得惊讶连连，这个农村穷小子不简单啊，居然连收购协议都早已准备好了。那之前套路林烨的赌约，明显是算计好的，这穷小子真可怕呀。林烨在收购协议上签了字后，脚下忽然一软，有点站立不稳。他出道以来从未做过亏本买卖，今天遇上王成这个穷小子，居然一夜之间丢失了近2000万的资产，这着实让他极恨上了王成。王成，你等着，这笔账老子迟早会向你讨回来的。林烨说着，晃晃悠悠地往门外走去，一脸的不甘心。而柳贝贝犹豫了下，也跟了上去。在他看来，林烨损失了这点股份，不值一提，所以他还是决定选择跟随林烨而去。林烨和柳贝贝狼狈而走，剩下的那些同学朋友就慌了神。林少怎么走了呀？那这金牌包间还能继续玩下去吗？这消费谁买单啊？是啊，他邀请我们过来，不打一声招呼就走了，这也太离谱了吧。没想到这林少是这么玩不起的人，实在是太令人失望了。现场的人都有些慌乱，是该走还是留下来继续玩呢？毕竟这天地一号的金牌包间难得进来一次，恐怕这辈子估计也就这一次了，他们可想多待一会的。看到这里，王成嘴角一笑，该换我来主持了。想到这里，直接登上了舞台，拿过话筒后说道：各位，今天大家可以继续在这里玩，今晚消费由我王成全场买单。话音刚落，现场众人都兴奋了。我去，这穷小子这妖牛气的吗？不知道啊，这小子不会是隐藏富二代吧？这天地一号的金牌包间一晚上至少要30-50万啊，他出得起这钱吗？你傻呀，他好像刚收购了林少手里的天地一号股份，现在身份不一样了。一时间，现场众人看向王成的时候，眼神都变了。原本他们是低头去俯视王成，然而眼下却是要仰视了。然而这还没完，王成朝李恒招了招手，后者点了点头后，旋即有工作人员将无数蓝色妖姬从门外抱了进来。现场众人都再次看得一阵哗然，特别是女孩子眼眸里更是露出了羡慕嫉妒的神色。第75，不想让你被别人比下去。1束、2束、3束、4束，数不清的蓝色妖姬被工作人员给抱进了金牌包间里。现场众人又再次哗然了。哇塞，这得多少蓝色妖姬啊？已经超过999朵了，后面好像还源源不断的送进来。这王成这么豪吗？好羡慕啊，居然这么多的蓝色妖姬。现场特别是女人，对这如此海量的蓝色妖姬更是羡慕的不得了，完全失去了抵抗力。整整1个小时，9999朵的蓝色妖姬将整间金牌包间给摆满了，再搭配上4周墙壁以及天花板上的花海3维虚拟美景，使得整个金牌包间变成了浪漫的海洋。王成看到时机成熟了，便从舞台上走了下来，缓缓来到了何小妍面前，牵起她的手，说道：小妍，这些都是送给你的，喜欢吗？何小妍张了张小嘴，有些不敢置信，这么多蓝色妖姬居然全是送给她的，感动的她有些不知所措。谢谢。何小妍俏脸迅速升起一抹红霞，心跳更是如小鹿般乱撞。这突如其来的感动让她不知所措，情不自禁地踮起脚尖在王成的脸上亲了一下，旋即俏脸更红了。而她的那些高中女同学之前还在埋汰何小妍找了一个穷男友，而现在全都在羡慕她了。还是小妍有眼光啊，找的男人居然如此浪漫。是啊，出手还这么好。这9999朵蓝色妖姬，怕是没有30万搞不定。这王成为什么现在看起来这么帅了呢？还分分钟就收购了这天地一号的股份，太帅气了。王成这么做就是不想让何小妍因为他而被别人瞧不起，更不想因为他而被别人比下去。很快，何小妍的那些高中同学闺蜜一个接一个的又争相找她叙旧来了，和之前的冷淡炫耀攀比，这次全是在羡慕何小妍找了一个如此浪漫又豪气的男友。小妍，还是你眼光好，找了这么一个懂浪漫又豪的男朋友，不像我家这位，吃着碗里的还想着锅里的，人家是班花吗？找的男人自然要比你们好，这有什么好羡慕的？小妍，你是怎么认识王成的呀？太帅气了，我只是运气好罢了。何小妍虽然对攀比并不感兴趣，但一下子被他们包围羡慕着，心底没来由的还是小小开心了下。特别是对比之前的冷嘲热讽，何小妍更是小小傲娇了一下。很晚的时候，大家才逐渐散去，
何小言因为太开心而喝了点酒，俏脸红扑扑的王成送他回去的时候，何小言俏脸上含羞带怯，看向王成的时候，眼里全是他的身影，而且车里放满了蓝色妖姬，后备箱里也站满了，搞得坐在后排的林静雅一阵郁闷，她被该死的蓝色妖姬给包围了。与此同时，落荒而走的林烨和柳贝贝此时正在医院里上药，之前被林静雅来回扇了好几个耳光，林烨脸都被打肿了，需要上点药来消肿。只是林烨看着自己被毁容的帅气脸蛋，有些气急败坏，这个叫王成的什么背景，居然敢算计我，还有他那个表妹，让我逮到机会非弄死他不可。他哪有什么背景啊，我早就跟小妍打听清楚了，他就是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他表妹估计也是农村来的，不然一个女孩子哪会这么粗暴。柳贝贝也有点郁闷，本来想撮合何小妍和林烨的，他好借此向林烨拉点投资过来，现在看来这条路是越来越难了。不行，我得从王成那小子手里抢回我的股份回来，这可是价值2000万的股份，不能白白便宜了他。林烨不甘心，王成那小子居然仅仅用10万收购了他手上市值2000万的股份，这让他如何咽得下这口气？看来得找南哥出马了，不然打不过他表妹。林烨忽然想到了城南一个道上混的兄弟南哥，此人跟城东的龙哥一样，属于看场子类型的混子，不过实力要稍稍强于龙哥，手底下也有几十个兄弟跟随，在道上实力也算可以。南哥？赵南吗？这人靠谱吗？柳贝贝好似听说过这个叫南哥的人，但他还是有些担心的说道：靠谱，我以前找他办过事，钱到位就利索。林烨嘴角冷冷一笑，旋即想了想对柳贝贝说道：贝贝，你明天帮我约下小妍和王成，就说是我想跟他们道个歉，请他们出来吃个饭。道歉？请吃饭？柳贝贝蹙了蹙柳眉，以林少这种睚眦必报的性格，怎么可能会跟一个穷小子道歉呢？必然有他用意。你这是想给那穷小子摆鸿门宴吧？还是林少厉害？柳贝贝很快明白了林烨话里的意思，还是你聪明，一点就透。明天我得叫那穷逼不仅把股份给我吐出来，还得给他点教训，叫他知道我的厉害。还有他那个表妹，到时候要干死他妈的，不然难消我心头之恨。林烨一想起那林静雅，就有些心慌慌。好的，林少，约他们出来，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好了。不过林少，你什么时候给我爸的那几个项目投点资呢？柳贝贝跟着他可不是白跟的，是有用意的。他们家资金链快要断裂了，需要大笔资金支援，不然他们家很可能就会倒闭破产。不然柳贝贝也不会这么死皮赖脸的讨好林烨了。放心，等拿下小妍，吊打那个农村来的穷小子王成，我必然给你们投资，投资金额不下于10个亿。林烨嘴角冷冷一笑，他可从来没想过要给柳贝贝他爸爸投资，他爸爸那几个项目烧钱烧得厉害，不知道要投多少钱才能回本，所以他才不会选择这种看不到前景的行业投资。等他搞定了何小妍，必然要一脚踹开他。而柳贝贝此时却还对林烨一副感恩戴德的模样，那就多谢林少了，我一定帮你追到小妍。好说好说。林烨眼里闪过一丝冷意。第76鸿门宴，紫金关别墅。王成坐在沙发上，看着安宁整理出来的关于林烨的资料，颇有些惊讶，没想到这小白脸名下居然投资了这么多行业，而且凡是他投资的项目90%都赚钱的，这小子眼光不错啊。王成手里拿的正是关于林烨名下投资的产业资料，王成料定这小白脸不会甘心被他抢走这天地1号的股份，定会设计来对付他，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主动出击。正在这时，何小妍的电话打了过来，王成接起来后便听到那边传来何小妍的声音：王成，贝贝邀请我们明天去好望角酒店吃饭，说是林烨想跟我们道歉赔不是，我们要去吗？去，当然去。王成嘴角微微一笑，这小白脸还真是迫不及待啊，才过去1天就想找他算账了。那我去答复贝贝了。何小妍说完便挂了电话，这小白脸看来是想给我摆鸿门宴啊。王成眼里闪过一丝冷意，以这小白脸的性格，怎么可能会给他这个农村来的穷小子道歉赔不是呢？很明显是鸿门宴。王成又不傻，安宁帮我查下好望角酒店的信息以及由谁掌管这片区域，既然算准了对方是鸿门宴，那肯定是要知己知彼的，不能贸然前去，不然就真中了那小白脸的算计了。好的，少爷，稍等。安宁很快就下去查询信息去了。半个小时后，安宁查完信息便回来了，并第一时间禀告道：少爷，好望角酒店是林氏家族旗下的酒店，林烨还参投了40%的股份，至于那片区域是由一个叫赵南的人看场子。果然是鸿门宴啊。王成眼神一寒，这好望角
既然是对方林氏家族的酒店，那肯定会有人在那里等着他。简单说就是埋伏。至于这赵楠，这么多年在那里跟林氏家族打交道，定然也会和林业有所交集。可能这小白脸还会让这赵楠的人出场帮忙。结合之前张浩东以及孙耀两个富二代的脾性来看，请道上混的人来解决他们的私仇，貌似是最常见的手段。想来这林业也有极大可能用这一招。看来还得麻烦下陈助理了。王成嘴角微微一撇，直接拨通了陈豪成的电话。后者很快接通了对话。陈助理，我遇到点麻烦事，想让你找个在城南道上有分量的人来见我。我明天有用。王成第一时间吩咐道。好的，少爷，人下午就会到。如果还是解决不了的话，我会亲自出马的。陈豪成非常认真的说道。这样最好。王成挂了电话后，便饶有兴致的继续看起了林业名下的那些产业资料了。不得不说，林业投资的这些产业都不错，要是能把他的这些股份都收购过来，不知道到时候他会不会跪着哭。想想还真是期待啊。下午的时候，果然有个中年胖子一脸忐忑不安的过来找王成。安宁将他迎进来后，第一时间带到了王成面前。王公子，我叫马浩，城南混道上的。不过现在做的是正经生意，王公子要是在城南遇到事过不去，可以找我，手下也有200多人跟着，100%给您解决的妥妥的。马浩看见王成似乎有些紧张，他这个在城南混了30多年的马胖子，居然见了年纪轻轻的王成，有些紧张不安。若是让他的200多个手下看到了，着实会被震惊到。说话的时候，马浩还擦了擦额头的汗水。马浩，你别紧张，是不是陈豪成吓你了？看把你给吓的。王成有点无语。这陈豪成也真是，没事吓唬一个胖子干嘛？搞得他好像是吃人的老虎，见了他都紧张害怕。王成让安宁给他取了一条毛巾过来擦汗。陈总没吓我，王公子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就是。我马浩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马浩拍着胖胖的胸口说道。那就好，明天中午带上你所有的人，将好望角酒店给我包围，同时你弄几个便衣进来，到时候我们进去包间吃饭，你们就在门外看着。王成皱了皱眉吩咐道。放心，这是绝对办妥。马浩再次拍着胸脯应道，眼神坚毅。行吧，你先回去，给我留个电话号码。王成说着将马浩的联系方式存了进去。然而这马胖子准备离去时，从怀里取出了一个精致的盒子递到王成面前，颇为献殷勤的说道。王公子，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一点小小的礼物，希望你能收下。王成笑了笑，这胖子果然会来事啊。王成下意识的将盒子接了过来，然后打开看了一眼，里面居然是一张金色的卡片，上面刻有一头河马的图案，这让他很是疑惑。这什么东西啊？这是我马某牵头的一个城南商业联盟的钻石金卡，凡是持有这张卡片的，在城南70%的行业里都可以享受顶级优先服务，单日10万以内的各种消费都免单，即使是碰到道上的人也会给你几分面子。马浩为了巴结王成，也算是下了血本了。这种钻石金卡相当于在城南的一种顶级身份象征，有了这张钻石金卡，基本可以在城南横着走了。而且一些道上混的人物见了这钻石金卡，也会给持有者让出道来，因为这是身份的象征。谢了呀，你先回去吧。王成将这钻石金卡给收了，有了这钻石金卡，以后在城南走动不用暴露身份，就可以横着走了。不错不错。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王成开车带上林静雅和何小妍后，径直朝好望角酒店驶去。一路上何小妍有些惴惴不安。王成，我觉得这次过去，那个林业肯定没安好心，要不我们还是别去了。看来何小妍也想到了林业邀请他们去吃饭没安什么好心。没事，有我在，不用担心。何况还有静雅，谁能打得过他？王成扫了一眼后座的林静雅，此时他正闭目养神。是哦，那林业最怕静雅了。何小妍看到林静雅，他心里就安心了很多。很快几人来到了好望角酒店，他刚从车里出来，便有个熟悉的胖子从不远处赶了过来，一脸恭敬地说道：王公子，我已经安排就绪了。等会我们先进去，你安排几个能打的洋装正常客户跟进来就行，若是遇到大事，你就带人都冲上来吧，到时候我会通知你。王成淡淡的说道。好的，王公子，一切听凭王公子吩咐。王成将他打发走后，便径直往大门走去。何小妍亲昵的挽着王成的手臂，并肩跟了进去。林静雅一脸冰冷的跟在他们身后。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重要的事情说3遍。第77，敢威胁我，灭了你们。这好望角大酒店在城南也算是知名5星级酒店，面积非常大，
共有5层楼，市集、吃饭、睡觉、商务、休闲娱乐于一体的高档豪华酒店，一般人可去不起这种酒店。王成进去的时候，就有2个长得颇为漂亮的迎宾小姐姐恭迎王成他们，服务很是周到。小白脸和柳贝贝呢？说好来请我们吃饭的人呢？王成正疑惑的时候，柳贝贝忽然从大厅的沙发上站了起来，朝他们走来。王成、小妍、静雅，你们来了。柳贝贝一脸笑意的迎了上来，林少已经在里面等你们很久了，随我进去吧。说话的同时，兀自带路，领着王成他们往前面走去。贝贝，这林少今天请我们吃饭，真的是要向我们道歉的吗？何小妍边走边颇为天真的问道。那是自然，不然你以为他没事请你们吃饭干嘛？柳贝贝说这话的时候，微微有些心虚，目光都有些躲闪。王成很好的捕捉到了柳贝贝这细微变化，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他能骗过心思单纯的何小妍，却是骗不了王成的眼睛。很快，柳贝贝领着王成他们来到了一间装修颇为有格调的豪华包间。林叶这个小白脸此时正坐在里面，另外还有一个皮肤黝黑、身形精瘦的男子也陪坐着，目光很是锐利。看到王成他们进来，林叶当先站了起来，喜笑颜开，心中暗暗想着，这穷小子终于入套了。王成兄弟，你可算来了，快坐。林叶皮笑肉不笑，假装很热情地将王成引入了酒桌的座位上，同时将何小妍以及林静雅也安排入座。你的脸恢复得不错，才2天功夫就恢复到了小白脸地步。王成带着一丝调侃地说道。哪里，这还不是静雅表妹给我手下留情了吗？不然我哪能恢复得这么快？这小白脸暗暗有些咬牙切齿，但还是装着笑脸说道，心里却在想，等会就让你说不出话来。对了，这位皮肤跟黑炭一样的是从煤矿中出来的吗？王成看着那黑皮肤的男子笑着说道，其实心中早已明白，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林业请来的外援了。看到王成很是无知的将南哥当成煤矿出来的，林业暗暗一阵嗤之以鼻，农村来的果然是农村来，连城南的南哥都不认识。这样也好，到时候让你知道南哥的厉害。这位是赵南，南哥是我请来一起吃个饭的。林业介绍道。原来是南哥呀，失敬失敬。王成装模作样的说了几句，心里却在想，这小白脸果然是请了南哥过来，幸好他也找了马胖子过来支援，不然这一趟肯定要被他算计得逞了。好说好说，你就是前天打了林少的那小子吧？出手还真是狠辣。赵南开口就带着一丝火药味。对啊，打得他的脸啪啪响。咋地，南哥是想帮他出口气吗？言语上，王成毫不退让，甚至目光还迎了上去。王成这是故意激他的，看他如何。有种南哥对王成竖起了一个大拇指，脸上出现一抹赞赏之意，但心底却有些怒气，居然敢有人当着他的面嚣张，看等会怎么收拾你，非把你的牙给打掉。多谢南哥的夸赞。王成笑了笑，刚才是2人的互相试探。好了，既然大家都到齐了，那让服务员先上菜吧。林业装作平静的招呼道。很快，包间的门又被打开了，一个个身穿服务员衣服的男子端着菜鱼罐而入包间。这些男服务员个个魁梧，四肢有力，将手里的菜放上酒桌后，就兀自站在了包间里，不准备离开了。王成扫了一眼这些所谓的服务员，每个都是青壮年男子，四肢孔武有力，一看就是练家子，一共有10个。林静雅看到这里，蹙了蹙柳眉，小声的在王成耳边提醒道，表哥，这些人都有练过。我看出来了。王成点了点头，这10个家伙估计就是南哥的手下了，是用来对付他的。旋即笑着调侃道，小白脸，这家酒店的服务员还真是奇葩啊，人家都是漂亮小姐姐做服务员，这家酒店倒好，全都是男的，而且都是四肢孔武有力，这些都是顶级服务员，一般都是招待最尊贵的客人。林业冷笑着回应道，心里暗自想着，看我等会怎么弄死你。原来是这样啊，那挺好。王成嘴角笑了笑，完全没将他们放在眼里。吃菜吧，这几道菜可是非常有名。小妍你也吃吧，都是你爱吃的。柳贝贝也端起了一杯酒给王成他们敬道。王成也不犹豫，没心没肺的直接开吃，而何小妍却有些忐忑，面对包间里突然多出这么多的怪异服务员，有些紧张和不安，连吃饭的心情都没有了。只有林静雅淡定地坐在那里，什么东西都不吃。酒桌上的气氛一下子有点冷。吃了一会后，林业忽然放下筷子说道，王成啊，你前天从我手里收购过去的天地1号的股份，我想把它买回来，你同意吗？买回去？好啊，5000万。王成心神一紧，这小白脸终于要谈正事了，但他也不是吃素的，5000万是不是太多了？我出5000块买回去可好？林业冷笑道，不好，
要想买回去，5000万，少1分钱都不行。王成这话明摆着是不想卖，这天地一号5%的股份最多也就值2000万，而王成一开口就要5000万，明显是不想卖的意思。林业自然听了出来，当即冷声道：“王成，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身边这位可是南哥，你要是不同意的话，可能今天就会废在这里了。”林业的话里带着一丝威胁之意，随即目光又扫了一眼美如仙女的何小妍，又接着威胁道：“你要是不同意的话，小妍也会被留下来招待，你要是敢动她的话，就让你们林家完蛋。”王成眉头一皱，语气里透着一丝威胁和不容反驳，敢动何小妍。王成说不好，还真会灭了林家，好大的口气，那老子今天非动你们不可了。南哥林业被气得脸色铁青，这穷逼还想威胁他了，也不看下当下的形势，当即那南哥用力的一拍桌子，直接拎起一个啤酒瓶往王成的头上砸去。王成还没反应过来，旁边的林静雅操起桌上的一个啤酒瓶，后发先至直接砸在了南哥的头上，速度之快令人啧舌。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巨大的力道使得啤酒瓶在南哥的头上爆炸了开来，顿时啤酒混合着红色的血液流淌了出来，现场众人都被惊呆了，这女汉子的速度也太快了吧！林业更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而柳贝贝和何小妍两个女孩子更是吓得俏脸有些苍白。南哥摸了一把额头，全是血水，顿时暴怒：“给我宰了他们！”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78，外面好多人闯进来了。南哥话音刚落，那些假扮成服务员的打手忽然纷纷出手，朝王成、林静雅他们扑了过来。何小妍吓得赶紧躲到了王成的身后，后者护着何小妍赶紧退到了墙角处，而林静雅则站在最外面，手里多出了一根3节棍，而对面10个打手手里也是个个拿了一根铁棍，气势很是吓人。王成，今天你们是跑不了了，你在我这里吃进去的股份要给我全部吐出来，而且我还要废了你，看你这个穷小子以后还敢不敢跟我作对。林业看到南哥的手下将王成他们逼到了墙角，心里暗暗得意，这次稳了，看你们还怎么逃出我的五指山。小白脸，你别得意，老子等会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王成说话的同时，已经用手机给马浩马胖子发了一条短信过去，叫他赶紧带人上来，还敢威胁我，南哥再给他一点教训，废了他们。林业怒火喷涌而出，这个穷小子都到这时候了还不肯服软，那只能用暴力手段打得你服了。上，给我继续打。赵南摸着头上的血水，也是一脸的愤怒，他在这一带混还从没被人这样干过，今天不把这个场子找回来，以后还怎么在这一带混了。旋即那10个手下持棍围攻了上去，好在林静雅的功夫很是厉害，在3节棍的左挡右攻下，竟硬生生的打倒了2人。这女人还真是厉害，给我往死里打。事成后每人奖励1万，赵南还就不信了，一个女人还能打得过他10个手下。有了钱的激励，剩下的8个打手越加疯狂了。这几个打手可不是普通打手，而是赵南精心挑选出来的打手，都是练过的，平时一个人就能打3个。剩下的8个打手受了激励后，进攻越发犀利。奈何林静雅也不是吃素的，在拼着受伤的情况下，又打倒了2人。不过林静雅身上也有点受伤了，好，再加把劲。那女人受伤了，林业看得一阵兴奋。虽然这女人的厉害超出了他的想象，但显然他已经强弩之末了。王成微微皱了皱眉，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林静雅身上已经有伤了，正想着该怎么解决的时候，包间的门被人忽然用力踹开了，4个马胖子安排的便衣打手闯了进来。林业以为这4个人也是南哥的手下，顿时大叫起来：好，4位哥们辛苦了，给我将那个女人往死里打。林业脸色扭曲了起来，这林静雅他早就想教训了，眼下正是好时机。然而这4个兄弟进来并不是帮林业他们的，而是直接对着剩下的6个打手冲了上去，现场顿时扭打在了一起，有些混乱。少了压力的林静雅一下子解放了出来，配合着那4位马胖子安排的便衣打手也反攻了过去。一时间王成这边反而占了上风，王成大喜，幸亏安排了便衣打手先一步跟上来，不然就顶不住了。小白脸，老子也是有人的。王成大笑着说道。这下林业有些慌了神，就连南哥也有些意外，这家伙居然还在外面安排了4个打手。但是这好望角酒店毕竟是林家的产业，要人有的是。林业在微微一阵发愣后，很快想到了酒店里的保安，旋即打了个电话给酒店的负责人，叫他赶紧把酒店里的所有保安给叫过来支援。做完这一切，林业心里又淡定了起来。王成，你别得意，老子今去叫人了，
你要知道，这好望角酒店可是我们林家的产业，光保安就有100多人。今天你们这几个人，一个人也别想跑出去！林业发狠的叫嚣道。这次他事先安排了南哥外，还有好望角大酒店的保安，双重保险，任凭林静雅再能打，也休想跑出去。呵呵，小白脸你真是好算计啊！不过老子也会。王成很是淡定，既然4位便衣打手上来了，那么马浩的大部队应该也快了。王成不急，而包间里的这场战斗，很明显林静雅和马浩的4位打手占了上风。如不出意外，再过不久就能分出胜负了。妈的，看老子怎么收拾你！赵楠看到形势不对，也啰了啰袖子，操起一个啤酒瓶朝林静雅再次砸了过去。然而林静雅反手一个3节棍抽过去，直接将他手里的啤酒瓶给打碎了。不甘心的赵楠又再次扑了上去，现场一时陷入了焦灼状态。林业看得有些着急，这女人也太能打了，居然连南哥也不是对手。保安什么时候能到？林业手里还有一张底牌没出，那就是这好望角大酒店的保安队，那可是有100人左右。这支大部队一出，王成眼下这几个人都得统统给打趴下。正在他心急如焚的时候，包间外面传来了凌乱的脚步声。林业听到后大为激动，很快酒店的保安队长带人直接闯了进来。林少，我先带了20名保安过来，后续还有80名左右的保安正从酒店各个地方赶来。可是有什么急事吗？刘队长，你可来得太是时候了，就这几个人给我往死里打！林业底气突然很足了，100多人，王成、林静雅，看你们还怎么跟老子斗！王成，今天你死定了，这酒店可是我们林家开的，100多保安，你就是插翅也难飞了。林业大笑着说道。小白脸，你别得意，不到最后关头谁输谁赢还不一定。王成大声回怼的同时，也是微微皱了皱眉头。万万没想到这酒店的保安就有100多人，这可不好对付啊！上，给我往死里打！林业背后有保安大队支援，胆气也大了，直接叫先赶过来的20位保安上去招呼王成。那保安队长显然也不是吃素的，能混上保安队长还是有点能耐的。捋了捋袖子，正准备带人把王成往死里打的时候，包间里忽然慌慌张张的跑进来一个年轻保安。林少，不好了，大事不好了！什么大事不好了？你给我说清楚！林业眼神冷芒一闪，直接将那个不知轻重的年轻保安一个耳光打醒。外面好多人闯进来了！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79，把控全场。什么？外面闯进来了好多人？是我们酒店的保安吗？林业厉声喝道，吓得那年轻保安额头一阵冒汗，好像是马胖子的人。他带了很多人进来，将我们支援过来的保安全部给挡在了走廊外面。现在他正亲自带人闯进来。那年轻保安咽了一口唾沫后，紧张的将话给说了出来。马胖子，马浩吗？在城南混，怎么可能没听说过马浩马胖子？他之前在道上混得风生水起，只是最近几年转行做商场，还在城南建立了一个商业联盟，在白道上的话语权也慢慢增多了。对，就是马浩，他带人闯进来了。年轻保安刚说完这话，外面便响起了爽朗的笑声。林少，南哥，好久不见啊！马胖子带人闯了进来，在他身后跟了无数手下，将包间外面的整条走廊都给占满了。看到马浩带人闯了进来，林业和赵楠神色都是一紧，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城南这个大人物。马哥，你怎么来了？赵楠捂着头上的伤口，笑着赶紧给马浩打招呼，心头却是紧张的很。这个关键时刻他带人过来，怕是来者不善啊。而林业此时心头也是颇为忐忑不安，这马浩带这么多人来，明显是找事来的，这让他心头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赵楠，我不在道上混的这几年，你好像很活跃啊。马浩随手从酒桌上找了一个啤酒瓶，掂在手里朝赵楠走了过去。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马浩身上，都是一副紧张不安的表情，甚至都不敢发出声响，以免惹得这个马胖子不高兴。哪有，这城南一直都是马哥的天下，我哪敢活跃啊！赵楠的确是有心想取代这马胖子，而且趁马胖子不在道上混的这几年，实力也壮大了不少，但比起马胖子来，实力还是不够看。眼下面对他不敢动弹，就是最好的明证。知道就好。马胖子说话的同时，一个啤酒瓶直接砸在了赵楠的头上，顿时啤酒瓶爆炸开来，血水又再次从赵楠的头上流了出来。现场众人再次震惊了，这马胖子也太牛了，一出手就先给赵楠一个下马威，说砸就砸，毫不拖泥带水。而被砸了一下的赵楠捂着流血不止的头，
连屁都不敢放一个。林烨看到这里，干咽了一口唾沫，吓得心跳微微有些加快。这马胖子也太狠了吧！南哥居然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柳贝贝作为一个女人，更是吓得俏脸苍白。面对马胖子这种人，她更是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就在众人被马胖子的声威吓得额头冒汗、背后发凉的时候，这马胖子直接调转头来，反而有些忐忑不安的来到了王成面前，带着一丝紧张的问候道：“王公子，马某来晚了，让王公子受惊了。”说着，这马胖子还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显得很是紧张。要是王公子怪罪起来，那他估计在城南也别想混下去了。来了就好。王成嘴角淡淡一笑，现场形势的主动权最终还是落到了他王成的手里。而现场其他人看到在城南横行无忌的马胖子居然对王成恭敬有礼的样子，又再次震惊到了他们。这穷小子什么时候认识的马胖子？林烨心里说不出来的震撼，眼看胜券在握了，居然在关键时刻被这个穷小子翻盘了，这叫他如何不震惊？赵南更是惊骇的要死。从马胖子对王成的态度可以看出，显然这王公子身份不简单啊。而刚刚他还叫人要对付王成来着。想到这里，赵南当即额头冒汗，背后发凉。而柳贝贝则更是惊吓的说不出话来。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居然能让城南横行无忌的马胖子如此恭敬，这未免也太不可思议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小白脸，你不是想要回你天地1号的股份吗？现在还有胆子要吗？王成缓缓来到了林烨的面前，语气带着一丝挑衅。林烨扫了一眼马胖子以及周围马胖子的那些人，额头忍不住渗出了汗水。但见王成逼近他，林烨是既恨又胆怯。王成，这一切都是误会，今天我本来就是跟你道歉的，哪里是跟你要回天地1号股份的？这一切都是误会。这样，我现在给你郑重道个歉。林烨也算是认清眼下形势了，现在若还不低头，怕是要被打了。道歉就不必了。我听说这好望角大酒店，你有40%的股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王成嘴角微微一笑道：“你想收购我手上好望角大酒店的股份？”林烨背后发凉，这小子来之前就已经将他调查得一清二楚了，连股份多少他都知道，感觉被算计的反而是他，这让林烨感觉这个王成有点可怕了。5000，收你手上好望角大酒店40%的股份。王成淡淡的笑道，语气里却带着一丝不容反驳。这个数字让现场众人都倒吸了口凉气，这也太狠了！5000块钱就想收购价值2个亿的股份，这也太狠辣了吧！5000块就想收购我手中好望角酒店40%的股份，王成，你是不是穷疯了？然而林烨话未说完，一心想在王成面前表现的马胖子直接走过去，一个耳刮子甩在了他脸上，语气冷厉的说道：“逼逼什么话呢？王公子用5000块收购你手里的股份，已经算看得起你了，还这么多废话，信不信老子废了你？”这一巴掌打得众人都不敢出声，也彻底打醒了林烨。眼下的情形，怕是不容他说半个不字了。王成，算你狠我签。林烨几乎是咬着牙应道：“不好意思，我可能话还没说完，你要签的协议有点多。”王成说着，从怀里取出了10多份协议，一字排开，摊在了酒桌上。每份协议5000块收购价，你签字吧。王成淡淡的笑着，而林烨则是背后发凉，心中在滴血。这王成是想一口气收掉他名下所有投资产业的股份啊，这胃口也太大了一点，不怕得罪林氏家族吗？柳贝贝也看得目瞪口呆，这王成未免胃口也太大了吧，穷疯了吧？他难道真的不怕林氏家族报复吗？那可是城南的大家族了，赶紧签字吧。王成笑着催促道：“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重要的事情说3遍。第80，你还是跪下道歉了。”王成一口气拿出了10多份收购协议，而且都是以近乎羞辱的价格来收购林烨手里的股份，这是实实在在的在打他脸。王成就是要给他一点教训，看着小白脸以后还敢不敢跟他作对。林烨脸色铁青，面庞也扭曲了起来。柳贝贝也没想到王成居然这么狠，一时间竟有些心里发虚。然而形势所迫，林烨不得不在这么多收购协议上签字，不然今天可能就要废在这里了。在自己的酒店里被人逼成这样，这算是林烨最窝囊的一天。而签完字的林烨仿佛全身力气被抽空了一般，瘫软的跌坐在了椅子上。谢了，林少。王成嘴角微微一笑，将那些收购协议都全部收了起来，然后带人走了。马胖子则是紧跟其后，将他带来的人都收对了。马胖子，这次多谢你了。王成笑着说道，这次还真是多亏了这马胖子，不然今天他可能就要栽在这里了，这都是我应该的。
慢走王公子马胖子亲自将王成送到了门口，并且给他开车门。王成跟马胖子分别后，便径直开车回去了。半途中，王成将10多份协议都交给了林静雅，然后让他转交给陈豪成，具体收购事项让他去处理。这10多份协议中，王成将收购方都写成了鼎和集团，而王成表面上只是代为签字跑腿的。这样做，一来能避免暴露自己的身份，二来可以让那些世家有所忌惮。就连之前王成名下的那家金阳会展也被他转到了鼎和集团名下。毕竟鼎和集团和陈豪成在清水城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想动他王成，也得看陈豪成的脸色。王成，刚才真是吓死我了。不过你是怎么认识那个胖子的？看起来好凶悍的样子。坐在车上的何小妍到现在俏脸还有些惨白，想起之前打斗的场面，还会精神紧张，心跳加速。他是我们陈总的人，我就沾了老板一点光，而且这些收购来的股份也都是属于鼎和集团的，我就是跑腿。王成笑着说道。他暂时还不想让何小妍知道，既然想瞒过那些世家，那也只能将何小妍也一起瞒下去了。哦，以后还是少跟这种人来往，看着太吓人了。何小妍可不太喜欢这马胖子，样子太凶狠了。听你的，晚上我们就去碧水云天吃饭。王成今天心情不错，准备和何小妍来个烛光晚餐，顺便犒劳下林静雅。与此同时，好望角大酒店内，丢了名下大部分股份的林业心情非常沮丧和暴躁。然而被砸了2下脑袋的赵楠却不甘心就这样离去。林少，你这忙我也帮完了，余下的100万结款什么时候打给我？还有我以及兄弟们的医药费，是不是也该你出？事情都没成功，你还好意思跟我谈钱？林业不免有些暴怒，这赵楠屁用都没有，还想结余款和医药费？行，别让老子再看见你。赵楠也不想逼他太紧，毕竟这家伙背后还有林家给他撑腰，但下次见到了，可就不会这么客气了。我们走，兄弟们。赵楠捂着脑袋上的伤口，领着手下兄弟径直离开了。而包间内的保安看到林业心情不好，哪敢再上去惹他，都识相的退了下去。只剩下了柳贝贝，眼下的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种情况他是不会给他们家投资了，但他还是不甘心就这样放弃。毕竟林业手里还有10亿美金的现金流。林少，你也别灰心，毕竟你手里不还是有10亿美金吗？要不你投资我们家的产业，我可以帮你东山再起。柳贝贝乃是真心想帮他东山再起啊，而仅仅是看上了他手里的10亿美金。若没有这笔钱，柳贝贝估计早就离开这里了。东山再起，就凭你家那烧钱的产业，投多少都要亏掉。在清水城，没有哪个傻子会投你们家的。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林业此时看到柳贝贝气不打一处来，他都快输光身家了，居然还想让他投钱，他就只剩这最后一张底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用在柳贝贝身上。眼下想要报仇，只能靠家族力量了。至于柳贝贝，已经没多少利用价值了，何况他们家马上就要破产了，别到时候把火烧到他身上。听完这话，柳贝贝对这林业也算是死心了，同时也很生气。原来林业从没想过要投资他们家，却还利用他追何小妍忙活了这么多天，最后算是都白忙活了，还为此失去了情同姐妹的何小妍的信任。想到这里，柳贝贝不免有些后悔起来，同时对自己前面的路也迷茫绝望了起来。晚上的时候，王成带着何小妍和林静雅在碧水云天吃饭庆祝。这里的环境很不错，菜色也非常可口，即使像何小妍这种胃口小的，也吃了不少东西，还特地在朋友圈好好晒了一番。王成，这碧水云天的东西果然好吃，可就是太贵了。何小妍咋了？咋舌头？想吃的话，我以后每天带你过来吃。王成笑了笑说道。这点钱，他现在还真不在乎。别，你赚钱也不容易，下次还是去我家吃吧。我爸爸一直在催我多带你去我家呢，他可想你了。何小妍痴痴的笑着，旋即将手里的一瓶矿泉水递给王成，颇有点撒娇的说道：王成，帮我拧开下。王成不禁莞尔一笑，这小妞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了？在他们出来到门口的时候，王成他们遇到了失魂落魄的柳贝贝，此时正等在门口。贝贝，何小妍第一个注意到了他，赶紧跑了过去。你怎么在这里啊？你不是跟那小白脸在一块吗？何小妍学着王成，也把林业叫做了小白脸。我是看你朋友圈发的显示地址才过来的。柳贝贝停顿了一会后，然后鼓起勇气说道：小妍，之前是我对不起你，我在这里跟你道个歉，但是你现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帮忙？帮什么忙？何小妍颇为关心地问道。我爸爸的公司资金链快断裂了，我们家很快就要破产了，你能不能求求你爸爸帮我们融资一些？柳贝贝几乎是哀求着说道。融资？可是我爸爸的钱都投在城东那块地上了，
他也没钱了，何小言也是颇为为难。他是很想帮柳贝贝，但是有心无力。柳贝贝早料到这个结果了，只是心情更加绝望了。那你们先玩，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柳贝贝说着就想离开，而何小言却于心不忍，随即想到了王成。王成，你老板不是陈豪成吗？他一定有办法，你就帮帮贝贝吧。柳贝贝一听王成的老板是清水城的风云人物陈豪成，微微有些吃惊，怪不得城南横行无忌的马胖子会如此帮王成。那现在看来，王成从林业手中收去的股份，很可能也是帮陈豪成收购的。我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何德何能请得动陈总帮忙？说实话，王成不想帮着柳贝贝，这女人三番两次帮着那小白脸对付他，不跟他计较已经算不错了。而且这话就是说给柳贝贝听的。之前他就是一直在羞辱王成，农村来的穷小子，不配和白富美何小言在一起。现在王成就是用他说的话来羞辱还他。柳贝贝有些羞愧难当，想起之前羞辱王成的那些话，很是后悔。然而他知道，若是能请动陈豪成出手，那他们家就有救了，这可能是他们家唯一的希望了。想到这里，柳贝贝再顾不得其他了，竟直接跪在了王成面前，道歉道：王成，之前是我不对，对不起，希望你能看在小言的面子上，原谅我，求求你帮我这一回，求求你了。第81，最后的希望。柳贝贝这是丢掉了最后的一丝尊严，向一个之前他一直嫌弃鄙视的农村穷小子下跪道歉，祈求，这是他最后的希望。若不能抓住这次机会，那就是家破人亡的结局。但是王成可没这么好说话，不是你下跪道歉了，他就会答应帮你。贝贝，你三番两次帮着那小白脸与我作对，这笔账我们也该算算了。王成，你要打要骂都可以，只要你能原谅我就行。柳贝贝已经下定决心承担一切后果了，自己做出的错事就要承相应的后果。王成，你真要打贝贝吗？我在国外4年，都是他一直在照顾我，你可不可以原谅他？何小言不想王成打柳贝贝，他们既是高中同学，又在国外4年相互照顾，感情深厚。我也不打你，看到我鞋子脏了没？你帮我舔干净，我就答应你跟我们陈总商量下投资你爸公司的事情。王成淡淡的说道。王成自然不会真的让他舔鞋子，只是想看看他的决心，以及是否有道歉的诚意。王成，你……何小言想生气，却被柳贝贝叫住了。好，我舔。小言，你不要生王成的气，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我愿意承担后果。柳贝贝这次算是豁出去了，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了，即使再难他都不想放弃。随即深呼吸了口气后，俯下身对着王成的鞋子舔了过去，场面一度很卑微。然而在他快要舔到鞋子的时候，王成忽然将脚缩了回去。柳贝贝一愣，好了，跟你开玩笑呢，怎么会让你真的去舔鞋子？不然小言都要跟我生气了。王成嘴角微微一笑，柳贝贝有些如释重负，但同时他非常感激王成，最后给他留了一丝尊严。王成，我还以为你真的会让贝贝舔你鞋子呢。何小言也松了口气，这要是真让柳贝贝做了，那真的是连他最后一丝尊严都给踩在了脚底下。起来吧，明天我会跟陈总提及此事的，但成不成我也没有100%的把握，2天内应该就有结果。王成笑着说道。虽然投不投资是王成一句话的事情，但他可不傻，既然是投资做生意，那就要把这项生意做好，不是把钱投资给了他们就可以了。好的，多谢王成，这事要成了，我们全家一定会感激你的。柳贝贝站了起来，脸上很是激动，心情也很兴奋。要是真能得到鼎和集团的投资，那他们家不仅能保住产业，还能一飞冲天。几人分别后，王成先将何小言送回了家，然后便径直回了别墅。到了别墅后，王成第一时间给陈豪成去了一个电话，让他专业评估下柳贝贝他们家的产业项目，有几分可投性，最好让专业人员来他这里一趟，还跟他说明了要投资入股他们家产业项目。好的，少爷，我会让专业人士连夜加班给您评估出来，明天一定给您出结果。陈豪成语气很是坚定的应道。挂了电话后，王成便去休息了。而此时柳贝贝则是刚回到家里，新源别墅群也算是豪华住宅区了，可见柳贝贝他们家也是富豪之家了。只是柳贝贝刚推开门，便看到他的爸爸妈妈正在忙着收拾整理行李，特别是一些贵重物品，正使劲的往行李箱里塞。爸妈，你们干嘛呢？柳贝贝急切跑过去叫道。贝贝，你来了正好，赶紧将你要带走的东西都收拾下，我跟你妈妈商量过了，今晚就连夜跑路。柳贝贝的爸爸柳国振此时正满头大汗的收拾行李，将他认为值钱的东西都给收进了箱子里，准备今夜就跑路了。
不然被追债的找上门，到时候有你受的。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再给我几天，我会找到投资人的。柳贝贝不想过东躲西藏的日子，我都找遍了整个城南的富豪，都碰了一鼻子的灰。你个丫头能找到什么投资人？还是你之前说的那个林业，他这人精明着呢，别傻傻的被他骗了。柳国振没好气的说道。他混迹商场多年，林业那小子他早就看出来不会投资他们家的产业了。柳贝贝没想到父亲眼光居然这么准，这话他要是早几天听到，恐怕就不会得罪王成了，更不会有后面的赔礼道歉了。说到底还是怪他年纪太轻，经验不足，被人骗了。贝贝啊，你不是还有个男朋友吗？我跟你爸爸商量过了，你若是不想过东躲西藏的日子，就去投奔你男朋友吧。说话的是柳贝贝的妈妈王艳，她也不想让女儿过苦日子。我还哪有男朋友？她一听我们家要破产了，就迫不及待地跟我分手了。柳贝贝有些悲凉，人只有在落难的时候，才会越加看清世态炎凉，哪些人是表面客套，哪些人是真正的朋友。贝贝啊，都是爸妈连累了你。王艳说着眼眶泛红，人情冷暖，走到这一步，他们连个亲戚都没有了，见了他们就躲。没事爸妈，我有个姐妹的男朋友，他老板是陈豪成，他已经答应我去跟他们老板谈投资我们公司的事情了。柳贝贝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们，然而柳国振却是忍不住一阵嗤之以鼻。你姐妹的男朋友，说白了就是义鼎和集团的员工呗。陈豪成手下没有1万，也有8000，随便拉出来一个都说他老板是陈豪成，这种没有话语权的员工有个屁用。贝贝，你哪个姐妹的男朋友？王艳还抱有一点希望，不到最后她也不想过东躲西藏的日子。何小妍的男朋友。柳贝贝下意识地回道。何小妍的男朋友？你之前不是说他找了个农村来的穷男友吗？农村来的穷小子在陈总面前有几分话语权，他能不能见到陈总的面都不一定。柳国振把王成贬低的一分不值，完全没对他抱有希望。本来还升起一抹希望的王艳，一听女儿所托的是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也瞬间没了幻想。算了，贝贝，我们还是赶快整理行李吧，凌晨我们就出发。爸妈，再给我2天，再等上2天。他说2天内会有结果。柳贝贝不想放弃，虽然他也觉得王成说动陈豪成投资他们家的事情很是渺茫，甚至连1%的机会都不到，但他不想放弃，即使还有那么一点希望，他也要等下去。第82，人不可貌相。柳贝贝不想放弃这最后的一点点希望，不过他爸妈却是100个不相信，这农村来的穷小子能说动陈豪成投资他们家的产业。陈豪成是谁？清水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牛逼人物，岂是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能劝动的？贝贝，你也别对那个农村穷小子抱有什么希望了，赶紧回房间收拾行李去吧。他妈妈王艳再次劝道。情急之下，柳贝贝忽然想到了马浩马胖子以及白天的事情，便说道：爸妈，我们城南的马浩马胖子你们总该认识吧？马胖子自然认识，他怎么了？柳国振转头好奇地应道。柳贝贝便将白天王成骗取林业股份的事情，以及马胖子听命王成调遣的事情完完整整地说了一遍。说完之后，柳国振忽然皱起了眉头，细细思考了起来。照你这么说，这穷小子还是有一定能力的，陈总居然连马胖子都调出来帮他了。这马胖子虽然是道上出身，但是现在混商场也是混得风生水起，还在城南组建了一个商业联盟，在城南也算是个人物了，居然连他都调给王成听命，看来这穷小子不简单啊。柳国振也不傻，细细分析了一遍后，很快就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这农村来的穷小子还是有一定能力的，要不就等他2天吧。王艳忍不住提议道。不到关键时刻，谁愿意去过东躲西藏的日子？那行吧，就暂且给他2天吧。柳国振也点头答应了。虽然他不是很相信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能劝动陈总投资他的公司，但听了女儿所讲的内容，还是有那么1%的希望存在的。一夜无眠，柳贝贝很早就从噩梦中惊醒，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他梦见自己爸爸公司破产了，他们一家人过上了东躲西藏的日子，吃不好穿不暖，还要整天担心被追债的人讨债。这种日子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也不愿意去面对的。不知道王成能不能说动陈总。柳贝贝很是担心，从床上坐起来后又不敢打电话去问，只能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一天。他爸妈也只能躲在别墅里不敢出去，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进来，有工作上找他的，也有讨债人找他的，但就是没有一个要给他投资的，这让柳国振很是暴躁。什么情况？这都1天快过去了，连个音信都没有，那穷小子靠不靠谱啊？爸爸，再等等。
他说2天内给我们消息，没这么快的。柳贝贝自己也很不安。老柳，你就再等等，不还有1天吗？急什么？王艳也是劝慰道。柳贝贝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他们一家的未来会寄托在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身上，这着实让他不可思议。又是一夜过去，王成依然毫无消息传来。柳贝贝忍不住发了信息给何小妍，想从他身上问问关于王成投资那是成没成。然而回复他的是，何小妍也不知道，王成没告诉他关于任何投资的事情。唉，从来没觉得2天是这么难熬的。柳贝贝叹了口气，趴在床上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这一睡，直接睡到了第2天大中午，太阳都晒屁股了。醒来后，第一时间查看王成有没有发他消息或者电话，然而并没有一丝一毫的信息，这让他很是失望，只能自我安慰了。而他的父母显然也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不行了，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那些讨债的人就要上门了，我们得赶紧走了。柳国振显得忧心忡忡的样子。爸爸，再等几个小时吧，2天都等下来了，不差这几个小时了。柳贝贝来回踱步在房子里，不停地劝说着自己的爸妈，让他们再耐心等等。其实连他都不知道要等到何时，或者说他们现在等的其实是毫无意义。老柳，那就再等等吧，现在除了等也没有其他办法了。王艳叹了口气，只能这样了。叮铃铃，叮铃铃，柳国振的手机响了起来，后者扫了一眼来电显示，是他的助理孙勇，赶紧接了起来，心跳忍不住加快了。孙勇，什么事情？刘总，今天又有好多员工要离职，你什么时候回来公司？他们都等着您在离职报告上签字。电话里的声音让柳国振一阵气急，再过几天回来，叫他们等着。柳国振直接挂了电话，气得脸色不青，这都要准备跑路，哪还管你员工死活？然而他刚挂下电话，铃声又响了，还是那孙勇助理打来的。柳国振怒气又上来了，这不是找骂吗？都跟你说了，再过几天就回来，瞎催个什么？刘总，这次不是员工辞职的事情，是鼎和集团的人刚才来电话说想跟你谈投资合作的事情，等会他们就到来了。电话那端话音刚落，柳国振忽然激动地站起了身。什么？鼎和集团要投资我们公司？柳国振激动地再次确认道。旁边的王艳和柳贝贝也是将心脏提到了嗓子眼，心跳急速加快。等了2天，王成终于劝动陈总了吗？是的，刘总，他们派来的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刘总最好快点回公司。那孙勇急切地说道。行，我马上就到公司，赶紧让全体员工给我出去迎接。好的，刘总，我马上去安排。挂了电话后，柳国振激动得不知所措，在死亡边缘等了2天，终于等来了希望。贝贝，你那姐妹的穷男友说动陈总了，等会你随我一起去公司。他真的说动陈总了？柳贝贝不敢置信，虽然一直期待王成能说动陈总投资，但当这一切变成事实时，他还有点不敢相信。就是这么一个他前几天还看不起嫌弃的穷小子，几天后却拯救了他们一家。前人曾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今日他柳贝贝算是真正的亲身领教了。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83，财富中心是我爷爷旗下的，这次和柳贝贝他爸爸公司的投资谈判，为了低调和不暴露身份，王成并没有亲自去。不过大体上的条件和投资占股比率，专业人士已经先一步给王成讲述过了。安宁一下子占了柳贝贝他们家60%的股份，会不会太狠了点？王成拿着一份文件，漫不经心地看着，身边的安宁正乖巧地给他按摩，还适时地回答王成提出的问题。在我们去之前，柳氏集团已经濒临破产倒闭，城南的那些富豪根本没人愿意出手搭救，可以说柳国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此时我们过去投资，算是给了他一根救命稻草，别说是60%的股份，估计80%他也会一口答应下来。毕竟比起破产倒闭，能体面的活着已经算是万幸了。这话我爱听。不过这次投资后，他们大部分产业项目怕是要关闭停顿了，有前途的那几个也要转型升级了。王成翻了翻资料，柳贝贝他们家的业务项目很多，小家电生产、品牌零售、建筑业、餐饮等等，都是传统行业，不过大多都不赚钱，不然也不会走到破产倒闭的绝境了。柳氏集团最值钱的就是手里握了一大批大牌电器的品牌授权，若能单纯的从线下实体店零售转型升级到线上线下协同，那就还是有前途的。另外，他们在城南还有一家小家电电器生产厂，稍微转型下也是非常有前途的。安宁简单的将柳氏集团的产业项目说了一通，
除了这个电器品牌和小家电业务，其他的项目业务，安宁都不太看好。即使想要转型，也有一定的困难，前景也不是很乐观。王成还是很佩服安宁的眼光的。现在全国范围内都在讲转型升级，这柳氏集团还是固步自封不倒闭才怪呢。两人又聊了一会相关业务后，王成的电话响了起来，是柳贝贝亲自打来的。王成刚接起来，便听到电话那端柳贝贝感激的话语：王成，谢谢你，这次要是没有你的帮忙，我们家可能就要破产了。要不是看在小妍的面子上，我才懒得帮你们。王成还真是因为看在何小妍的份上，才帮的他们。如果单纯看投资效益的话，还真不看好他们家的产业项目。不管怎样，还是要谢谢你。我爸妈在纯悦酒店订了一桌酒席，想邀请你和小妍晚上一起吃个饭，想当面感谢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空？柳贝贝说得很诚恳，这次若没有王成的帮忙劝说，陈豪成肯定不会投资他们家产业项目的。要知道，这次鼎和集团给他们投资了5个亿，用来转型升级，绝对算是雪中送炭了。可把柳贝贝他爸妈给激动的。王成考虑了一会，还是同意了他的吃饭邀请。不管怎样，这柳氏企业以后也算是鼎和集团里面的一员了，见个面也可以。晚上的时候，王成开车带着何小妍径直去了纯悦酒店。刚到大门口，就看到柳贝贝和他的父母亲自在门口迎接他们。王成，小妍，你们来了。柳贝贝见王成来了，很是激动，忙不迭的给他爸妈相互介绍。柳国振更是激动的上前握住了王成的手。王公子果然是一表人才，年纪轻轻就深得陈总信任，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柳国振上来就是一记响亮的马屁。柳贝贝的妈妈王燕也是不甘落后的，上来握着何小妍的手夸赞道：小妍，好久不见，你又漂亮了，找的男朋友都是那么有出息，不像我们家的贝贝，做什么都不如你。王成尴尬的笑了笑，这马屁拍的，但他还是礼貌的和他们打了招呼。随即几人便一同进入了酒店包间。这次为了感谢王成他们，柳国振他们一家子也算是下了血本，订了这里最高档的包间，上了最好的菜，席间相谈甚欢。国振似乎想起了什么，说道：对了，王公子，后天就是我们城南1年1度的商业联盟聚会，不知道能不能邀请您过去。城南的商业联盟聚会，王成想到了马胖子送给他的那张钻石金卡，好像就适用于商业联盟里的各个参与者的行业。坐在王成旁边的何小妍听到城南的商业联盟聚会，忽然眼前一亮，很是感兴趣的提议道：我妈妈、外公他们好像也会去参加。王成今年要不我们也一起去吧。何小妍的妈妈林一芬乃是城南最大的建筑材料公司林父的二女儿，自然也会去。不光她会去，何小妍的外公林父、大姨小姨也会跟着去，甚至年轻一辈的表姐表妹们也会在这种场合见见世面，历练历练。以前何小妍在国外读书，自然没时间去，而眼下刚好是个好时机，既能和他们相见，又能和王成一起去。可以。地点在哪里？王成点了点头。他对这种商业联盟聚会兴趣不大，但何小妍想去，他自然也会陪着他去。今年好像是在城南最大的财富中心嘉裕私人会所举行，听说是摩洛根财团旗下的一个私人会所，平时想进去都非常困难。今年有个一流豪门家族加入进来，又刚好是嘉裕私人会所的会员，所以就申请在那里举办了。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去嘉裕私人会所，想想还真是期待啊。柳国振很是期待的回复道：当然此去。柳国振也想让那些之前对他见死不救的商圈人看看，老子现在搭上鼎和集团了，前途比你们好上100倍，其目的有去打脸的成分在里面。不过这嘉裕私人会所可是只有会员才能进入的，而要想成为会员，必须是上市公司，并且是当地一流豪门才有资格入会员。所以像柳国振这种2、3流的富豪，平时连门都进不了。王成听到这里却是皱了皱眉头，摩洛根财团旗下的私人会所，那不就是他爷爷财团下面的私人会所吗？王成忽然对这次商业联盟聚会感兴趣起来了，随即又想起了什么，问道：对了，林家会去吗？就是他们公子叫林业。当然会去，林氏家族可是城南商业联盟的5大牵头人之一，怎么可能会不去？柳国振说到这里，忽然想起女儿跟他提过王成和林业的恩怨，便拍着胸脯说道：放心王公子，林家要是借机发难，我柳国振第一个不答应。没事，我就是随口问问，一个林家我还不放在眼里。王成嘴角微微一撇，他们要是敢借机发难，王成不介意到时候将他们赶出嘉裕私人会所，让他们在整个城南商圈人面前丢脸。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84小白脸的再次挑衅。嘉裕私人会所乃是城南最大的财富中心，
只有上市企业以及一流豪门才有会员资格，所以一般人根本进不去。是城南乃至整个清水城顶级的私人会所。至于城南的商业联盟，则是囊括了城南70%的行业，是城南第一大商圈。所以这次的商业联盟聚会，必将云集清水城城南的大部分富豪世家，可能还会吸引各大媒体的目光。王成倒不是很在意这次的商业联盟聚会，他除了陪何小妍去外，还想见识见识爷爷财团旗下的顶级会所是什么样的。转眼便到了城南商业联盟聚会的日子，王成开车先去了何小妍他们家，打算接上他后就去嘉裕私人会所。此时何小妍正在盛装打扮，虽然今天是去参加城南商业联盟聚会的，但是能见到许久不见的外公和大姨小姨他们，所以他还是决定盛装打扮下。小妍啊，今天你那个穷男友不去吧？林一芬可不想让王成也一起去，今天可是大场面，带着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过去，怕是要被他爸爸和他的姐妹笑话了。何况今天还要来很多豪门贵公子，特别是城南第一豪门苏家，那可是上市集团，一般集团根本比不了，还有不出意外的话，今天他们的几个贵公子也会来。要是能看上他家的何小妍，那真的是攀上高枝了。王成，他当然去了，我还要给他介绍我外公认识呢。何小妍化妆的同时不忘回应林一芬，一听王成也要去，林一芬就不乐意了。他去干嘛？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去了丢我脸，赶紧告诉他不用来了。林一芬有些生气，今天可不光他娘家人会来，还有很多城南的富豪要来，有些都是生意场上认识的人，要是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女儿交了个一个穷男友，不是被他们看笑话吗？特别是苏家的几位豪门贵公子，要是知道何小妍有男朋友了，他们会怎么想？还怎么攀高枝？妈妈，你怎么又开始了？何小妍不乐意了，他怎么就不能像爸爸那样喜欢王成吗？好像也不能像他爸爸那样，他对王成舔狗的厉害。恰在此时，何小妍他们家的门铃响了，一定是王成来了，我去开门。何小妍开心地说道。然而他还没起身，有个身影比他先一步去开门了，正是他爸爸何阳。门开了后，何阳看到果真是王成，立即热情地将他迎了进来。王成，你可算来了，路上辛苦了，先坐下休息会，叔叔给你拿点水果来。何小妍看到他爸爸对王成又是一副舔狗模样，他也有点无语了，简直和他妈妈是两个极端。王成似乎也习惯了何阳对他的热情，跟他打了声招呼后便走了进去。在客厅等了一会后，盛装打扮的何小妍便款款从楼上走了下来。王成下意识地撇头看过去，只见何小妍穿着一套紫粉色很有仙气的吊带连衣长裙，肩上披了一条粉色的透明披肩，踩着一双红色性感的高跟鞋，脸上画着精致的淡妆，就连头发也被她吹风了波浪卷。今日的何小妍很是漂亮，宛如仙女下凡一般，无论是气质还是颜值都让人忍不住痴迷。王成也是看得一呆，小妍，你今天真漂亮。王成忍不住脱口夸赞道，眼睛盯在何小妍身上都舍不得离开。何小妍看到王成直勾勾地盯着她，俏脸微微有些羞红，但内心却很是欢喜。王成，我们走吧。说着靠过来，亲昵地挽住了王成的手臂，还将半个身子靠在了他身上。何小妍身上淡淡的香水味更令人着迷，要不要等等叔叔阿姨？王成反应过来后问道。不用了，我们先走吧，让他们一辆车好了。何小妍想着和王成单独在一块，那好吧。王成应了一声后，先带何小妍出去了。而林一芬追出来的时候，两人已经上车了，看得他又气又急，不知道小妍是怎么想的，抓着一个穷小子不放，女人也就几年的青春，不想着攀上个豪门贵公子，就知道跟一个穷小子厮混，气死我了！你气个啥？有句话说得好，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哪天人家一朝翻身就成豪门贵公子了呢？何阳收拾了下西装后，赶紧出门了。好不容易见上王成一面，他得好好在他面前表现一番，就凭他也想翻身做豪门贵公子，做梦去吧，下辈子也不可能。林一芬最气的是她老公何阳不跟她在一条战线上，看到王成就好像看到古代的太子爷一样，不顾脸面的去阿谀奉承，比舔狗还舔狗。几人一路行驶，很快就到了嘉裕私人会所。说是私人会所，面积却是大得很，从外面看去更像是一处庄园，或者是一处面积很广阔的私人花园。据说里面还有高尔夫球场，可见这面积的确是大得很。王成牵着何小妍的手下来后，远远望去，居然一眼望不到边。这嘉裕私人会所也太大了吧，比庄园还大。何小妍张了张小嘴，一副惊讶的模样。是挺大的，王成也是暗暗吃惊，爷爷财团下的随便一处私人会所，居然规模就有这么大。
而且只收上市集团一流豪门，可见爷爷的财团是多么的有钱有势。王成他们并没有先进去，想参加这城南的商业联盟聚会，必须由联盟成员带进去，不然是进不去的。在王成他们等待的时候，在私人会所的四周逐渐来了很多豪车，不乏劳斯莱斯、宾利、法拉利、保时捷等。车上也很快下来众多来参与城南商业联盟的成员，无论男女，个个都打扮得很是精致。参加这种高规格的聚会，没人会随便穿出来的，不然会被人看不起笑话。现场估计也就王成穿得最为随意，不过他也不在意这些人的看法。很快，何阳和林一芬驱车也赶到了。从车上下来后，看到王成穿的还是这么随意，感觉自己脸上无光。这穷小子是不是真没钱，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就知道给我丢脸？你知道什么？这叫低调。何阳说着，又如孙子一般的往王成那边迎了过去。林一芬简直要气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商业联盟的成员都开始带人进入私人会所了。林一芬也是商业联盟的成员之一，他也可以带人进去。不过当他带着王成准备进入嘉裕私人会所的时候，背后有人冷不丁地喊住了他们。这个人穿着太随意，是不是应该禁止他入内呢？说话的时候，林业从人群中站了出来，嘴角带着一丝冷笑。在他身边跟了一大帮林氏家族的子弟，这是很明显的挑衅行为，而且有林氏族人在场。这一次他前所未有的有底气，更何况他们林家是城南商业联盟的5大牵头人之一，想要让个人进不去，那简直是太轻松了。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85，我有钻石金卡，享受核心待遇。林家可是城南商业联盟的5大牵头人之一，在商业联盟上他们的话语权还是很大的，还有很多特权。面对林业的挑衅，第一个站出来的是何小妍的爸爸何阳。他一看到这种情况，立即明白他在王成面前表现的机会来了。林业小子，嘉裕私人会所又没有明令要求一定要穿正装，你管人家穿什么衣服过来？何小妍也看不过去，站出来帮着王成说话道：既然没有明令要求穿衣服，你管人家这么多干嘛？真是讨厌。说着，何小妍便想拉着王成进去，但是林业却是嘴角冷冷一笑，不依不饶道：的确，进入嘉裕私人会所是没有穿衣服的要求，但是城南商业联盟聚会有穿衣服的要求。何阳几人面面相觑，特别是何小妍更是语塞，他们不是商业联盟的成员，对他们的规则并不是很清楚。然而此时刚好柳贝贝和他的父母朝这边走了过来。柳国振听到后眉头一皱，赶紧快步上来说道：我怎么记得城南商业联盟的规则里没有这一条呢？还是你林业小子瞎编的？柳国振的出场并帮王成说话，让林业大感意外，同时对柳国振拆穿了他的谎言而恼羞成怒。你一个快破产倒闭的人，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话？我父亲以及其他4位牵头人已经决定要剥夺你商业联盟成员的资格了。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我们柳氏集团刚刚得到了鼎和集团的5亿投资，现在正活得有滋有润的。你想要开除我商业联盟的资格，那还得经过商业联盟全体成员的投票，不是你们林家一家说了算。柳国振可不好糊弄。听到这里，周围的一些商圈联盟成员无不投来一阵羡慕的眼光。能得到鼎和集团的投资，那可不仅仅是资金链上得到了补充，更主要的是鼎和集团还会派专人帮助提升被收购企业的转型升级，这些专业人才的帮助才是最为宝贵的。一时间，周围的商圈成员低低的热议了开来，无不充斥着羡慕的神色。啧，这柳国振看来是走了狗屎运啊！这陈总怎么会看上柳国振的那些破烂呢？真的是让人想不通啊！得到了陈总的投资和帮助，这柳国振怕是在城南要崛起了。林业听到这里不免有些暴怒，奈何他没话反驳了。不过他父亲林振华拍了拍他的肩膀，随即从他身边走了上来。柳国振，你一个小小的联盟成员，哪里轮得到你在这里说话？今天这个衣着随意的年轻人，我就要禁止他参加我们城南的商业联盟，犹如我们商业联盟的形象。林振华不怒自威的表情，透着一股不容反驳的语气。林振华，你这是公报私仇。柳国振知道王成和林业有恩怨，林业之所以不想让王成进去，就是想羞辱他，根本不是衣服的事情。公报私仇怎么了？我们林家是商业联盟5大牵头人之一，有权利禁止一个非联盟成员参加商业联盟的聚会。林振华直接丢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将他真实的目的给说了出来，咄咄逼人的气势，完全不给柳国振面子。柳国振被气得说不出话来。其他商圈人士也是爱莫能助，5大牵头人的确拥有这个权利，非联盟成员可以禁止他们参加联盟聚会，不进就不进。王成，我们走。何小妍气得俏脸发白，拉着王成的手便想离开。
但却被他阻止了。不急，王成嘴角淡淡一笑，随即从怀里取出了一张金黄色的钻石金卡，拿在手里颇为平静地说道：“不好意思，我有你们城南商业联盟的钻石金卡，享受核心成员待遇，不知道我现在能进去了吗？”此金卡一出，顿时震惊了现场所有人。要知道，这钻石金卡可是只有5大商业联盟的牵头人才有的，这小子居然也有。河阳、柳国镇，甚至连林一芬等人也都被王成给震惊了。现场一片安静。本以为稳操胜券的林振华，却被一个晚辈后生给打了脸，一时间脸色铁青。而林业那小白脸更是不甘心，随即冲他大吼道：“王成，你这金卡哪来的？我怀疑你是造假！”此言一出，现场也开始有人发出了质疑的声音，毕竟这钻石金卡可关乎着他们的利益。假不假的？你过来验证下好了。王成淡淡的说道：“这钻石金卡是马浩马胖子送给他的，他也是城南商业联盟5大牵头人之一，送的钻石金卡自然不会有假。只是令王成没想到的是，居然在这里给用上了。好，我来验下，若是假的，必然将你赶出去。”林业怒气冲冲的走了过来，将王成手里的钻石金卡给拿了过来。然而他左看右看，的确是跟真的钻石金卡一模一样，不免有些震惊。难道这小子真的有钻石金卡？不行，我得去找父亲再看下。林业心里想着的时候，拿着那张钻石金卡转身去找了林振华。后者拿过这张钻石金卡，仔细查验了一番，的确是真的，这让他不免皱起了眉头。谁给他的钻石金卡？林振华不免有些谨慎了起来。在未搞清楚之前，他觉得还是先放他一马比较好，反正等会进去了，有的是机会对付他，敢吃他们林家的资产股份，找死！算你走运。林振华有些羞辱的将手里的钻石金卡直接丢到了王成的面前，算是还给了他。临走前还不忘对王成提醒道：“不过你别以为进去了就能和那些富商攀上关系，我会让你知道我们林家的厉害，到时候就会后悔进来了。我们走。”林振华带着林氏家族的人当先进去了嘉裕私人会所。王成，我们也进去吧。何小妍捡起了那张金卡后，一脸欢喜的说道。他没想到王成居然还有城南商业联盟的钻石金卡，着实出乎了他的意料。进去吧。王成点了点头，不过对于林家对他的羞辱，他可记在心里了，等会就让你看看谁后悔进来。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86，要重新评估这穷小子了。进来到嘉裕私人会所后，王成等人才真正见识到这会所的大而奢华之处。从门口进来后，简直是像进入了花园森林，一大片一大片的珍稀花卉和树木被栽种在花园里。在这花园的中间有一条鹅卵石铺就的林荫道路，可供3人并排行走。在通往会客厅的路上，还有一条溪水流过，溪水上面架设了一条木板小桥，连接着鹅卵石道路。王成他们站在小桥上，低头往溪水下面看去，居然还能看到不少鱼儿，不禁令人啧舌。这里好漂亮，真想每天都过这种花园生活。何小妍看得目不暇接，这里实在是太漂亮了。其他人也大多是第一次来这嘉裕私人会所，完全被里面的花园式建筑风格给震惊了。这建筑设计的也太牛逼了，将花园和现代建筑融为一体，让人心旷神怡啊。何阳也不免感慨道：“快看，那应该是会客厅吧？我们快去吧。”柳贝贝指着前面一座如鸟巢一般的建筑物，有些激动起来。其他人看到这里，也忍不住加快了脚步。王成倒是不急，闲庭散步般的走在小道上，边走边欣赏着这里的风景，暗暗感叹他爷爷旗下的嘉裕私人会所果真是牛逼。王成，我们也快走吧，我想去见见外公他们了。何小妍挽着王成的手臂，很是亲昵的样子。王成点了点头，这才加快了脚步。来到会客厅后，王成才发现已经来了很多人。偌大的鸟巢会客厅里已经有不下200多人了，后续还有人进来。而整个会客厅是以开放的自助酒会形式举行的，随处可见各种美食酒饮，还有专业的漂亮小姐姐为您服务指引。会客厅内早就3、5成群的在交流相谈了，有拉关系的，有交流合作意向的，还有介绍儿女互相认识的。不过像何小妍这种纯粹是来见亲戚的则是很少见。王成，快看，那个头发有点花白穿着中山装的老人就是我外公，旁边的是我大姨和小姨，他们都在。何小妍远远地指着一个老人给王成介绍道，俏脸上满是兴奋之色。那老头正是城南最大的建筑材料商林富，在建筑材料这一行业里算是比较有名的人物了。可惜生了3个女儿，没有儿子。100年之后，他正愁不知道将自己的产业继承给谁呢。林一芬看到自己的父亲还有亲姐妹后，也很是激动。
不过眼角余光看到穿着随意的穷小子王成后，忍不住嫌弃道：“王成，我们要跟小妍的外公过去认个亲，你就先去别处溜达下吧。”林一芬这是担心自己在亲姐妹面前丢脸，女儿找了个穷男友，她是有苦说不出，所以想事先把他支走，免得到时候又丢脸。妈妈，你干什么呢？我还想把王成介绍给外公呢。何小妍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而且很生气。你懂什么？难道又要让我在自己2个姐妹面前丢脸吗？林一芬没好气地回怼道。王成一表人才，有什么好丢脸的？何阳听不下去了，这傻逼老婆一而再再而三地嫌弃王成，真不知道脑子怎么长的。旋即拿出了一家之主的气概说道：“听我的，大大方方的去见。”说着直接拉着王成的手就过去了。何小妍得意地朝他妈妈林一芬扬了扬下巴：“还是爸爸好，妈妈就知道嫌贫爱富，你们2个真是没良心。”林一芬真是要被他们2父女给气死了。而何阳在拉着王成过去的时候，忍不住低下头来小声道歉道：“王成，我老婆乱说话，你可别往心里去啊。”“没事，我已经习惯了。”王成微微笑了笑，并没有在意。他还真习惯了何小妍他爸妈对他的2个极端态度。王成他们来到了林父他们面前，后者看到何小妍他们一家后也是开心的很，简单寒暄了一会，很快把目光都落到了被何小妍亲昵挽着手臂的王成身上时，带着一丝疑惑：“小妍，这位是你男朋友吗？”何小妍的大姨林真真上下打量了一眼王成朴素的衣着，眼神里闪过一丝鄙夷和嫌弃。他们锦衣玉食惯了，光从衣着就能看出一个人有没有钱，何况今天是商业联盟的聚会，哪个人会穿得这么随意？就是我男朋友，他叫王成。何小妍很是开心地介绍道，完全没注意到大姨和小姨眼中的鄙夷和嫌弃。王成是吗？干什么的啊？爸妈在哪一行业的？小姨林婉也忍不住问道。我农村来的，在恒丰文娱工作，爸妈都是农民。王成淡淡的回道，假装没看到他们眼里的鄙夷和嫌弃。话音刚落，林婉和林真真都忍不住摇了摇头，显然很不看好王成。农村来的穷小子，很明显是个吃软饭的，也不知道是怎么追上拥有沉鱼落雁之姿的何小妍。没想到小妍长得这么漂亮，居然找了个穷男友，不知二姐是怎么想的？小姨林婉瞥了一眼林一芬，心直口快的她直接当面就嫌弃了起来，还不如我家小诗的男朋友，起码也是个2流豪门的公子，以后身家至少也是10几亿。大姨林真真也忍不住冷嘲热讽起来，听在林一芬里，简直是在啪啪的打他脸。都说不要带来了，还硬要带过来，现在好了，又因为王成丢脸了，而何小妍却有些听不下去了。大姨小姨，你们怎么能这样羞辱王成呢？他又没得罪你们，穷又怎么了？外公以前也是穷小子呢。何小妍很生气，想要拉着王成就离开，好在林父这个长辈出来打圆场了。好了，年轻人的事情就让年轻人自己去处理。林父也不怎么看好这个从农村来的穷小子，但他看得出何小妍很喜欢王成，他也没必要说什么了。对，年轻人的事情就让年轻人自己去处理。何阳也赶紧打圆场，心里却暗暗在想，这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总有一天会让你们后悔的。王成，我们去那边吃东西吧。何小妍现在不想看到他的大小姨了，对他们很是讨厌，想赶紧带王成离开，等会再去。王成嘴角笑了笑，他并不在意他们的羞辱。不过林父既然是何小妍的外公，第一次见面他这个晚辈总该有点表示。旋即对林父不卑不亢地说道：“林外公，初次见面我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张商业联盟的钻石金卡就当是见面礼吧，我想他应该会对你有点帮助。”说着，王成将马胖子送给他的钻石金卡递到了林父的面前，而后者却是被震惊到了。何小妍的那2位大小姨张了张嘴，也是一副震撼莫名的表情。这是城南商业联盟的钻石金卡。林父有些激动地接过了那张钻石金卡。有了这张钻石金卡，那在商业联盟里的权利等同于5大牵头人了，而且在商业合作中，有了这张金卡有优先谈判合作的权利，更不用说在商业联盟里消费，每天可以享受10万以内的免单福利等。这金卡对他在生意场上不是一点点的帮助，而是帮助大了。林父感觉他对王成这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要重新评估下了。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87，林家的疯狂报复。这钻石金卡的作用在王成手里其实并不大，因为他并不在城南的商圈里混，然而林父却是在城南商圈里混的。他做建筑材料的生意，有了这张钻石金卡就能优先得到那些房地产、建筑业等行业的订单，还能借此金卡获得更多的商圈人脉，绝对比在王成手里发挥出的价值更大。
这也是王成将钻石金卡转赠给林父的其中一个原因。王成是吗？你这小子，外公喜欢，穷不穷的没事，关键是外公喜欢你这个人。林父当即从之前的淡漠态度转变成了眉开眼笑。这小子虽然穷，但挺会来事的，而且能得到这钻石金卡，说明他人脉很广，以后不愁崛起的机会。林父毕竟吃了70多年的饭了，看人的眼光自然要比年轻人准。还是外公有眼光。何小妍也很是开心，说着还瞥了一眼他的大姨和小姨。此时林婉和林真真两姐妹也很惊讶于一个穷小子居然会有这么一张钻石金卡，而且还舍得将它送给林父。他们俩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到老爷子突然这么喜欢王成，最终又咽了回去。看到他们俩吃瘪的样子，林一芬似乎找到了一点脸面，心情这才好受了一点。在和何小妍的外公等人相熟后，何小妍又拉着王成去酒会其他地方吃美食去了。不得不说，这次聚会准备的美食的确很丰盛。何小妍犹如一只贪吃的猫咪一般，拉着王成去这里吃一点，又去那里吃一点，顺带着王成也吃了很多。真好吃，何小妍说着，又将一小块草莓蛋糕给吃进了肚子里，还俏皮的添了添嘴角。可爱的表情让王成看得微微一呆。人家来参加这商业联盟聚会，不是来拉关系，就是交流生意的，我们倒好，光顾着来吃东西了。王成笑着说道，他们放这些美食出来，本来就是给我们吃的，本来还想跟你介绍下我的2个表姐妹的，但他们好像比较热衷于跟高富帅聊天。何小妍扫了一眼远处他的2个表姐妹，都在跟一众高富帅天，还聊得比较开心，这让何小妍放弃了将王成介绍给他们的打算，怕到时候又被他们鄙夷，他可不想再看到王成被人羞辱了。王成倒不是很在意这些，随手拿起一块很精致的蛋糕吃了起来。不过他刚咬了一口，便听到身后有人叫住了他，语气里似乎还透露着鄙夷和嘲讽。农村来就是农村来的，像商业联盟这种高端聚会，居然只顾着吃东西，也就你这种没出息的穷小子会做得出来了。王成皱了皱眉头，转头看了过去，只见林业这小白脸带着同样一个高富帅走了过来。小白脸，你怎么来了？是不是还想再送我一点股份或者钱呢？王成嘴角笑着调侃道。王成，你别得意，我父亲已经在联络各大商业联盟的成员了，等着投票将和你有关系的企业全部踢出商业联盟，而造成他们损失的罪魁祸首就是你。林业嘴角冷笑道，这就是家族的力量，而他们是准一流家族，能量还是很大的。在他想来，王成仅仅是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无钱无势，自然斗不过他们一个家族。听到这里，王成皱了皱眉，万万没想到这林家居然绕开了他，来对付他身边跟他相好的企业集团。那首当其冲的就是何小妍的爸爸何氏酒店了。不过好在他家在城南的酒店数量不是很多，而第2个受打击的肯定是柳国镇的柳氏集团了，那第3个可能就是何小妍外公的建筑材料公司了。想到这里，王成有些怒了，有事冲我来，算计他们算什么？这林家还真是卑鄙，居然敢算计他身边的人，借此来打击他。呵呵，我跟你说过，你斗不过我，我要让这些人一个个的给你陪葬，一个个的恨你，就是因为你的关系，才导致他们被逼退出商圈。而且你以为退出商圈就行了吗？我还要找人打击他们企业集团，直到破产倒闭。敢跟我们林家斗，找死！林业一脸阴狠地说道。小白脸，你别逼我！王成这次是真的怒了，冲他来可以，但冲他身边的人下手，这是王成绝对不能容忍的。呵呵，老子就是逼你怎么了？你能奈我何？告诉你穷逼，老子就是要对付你身边的人，让他们恨你，让你众叛亲离。林业咆哮地说了一通后，调整了下情绪，又接着说道，你知道我身边这位是谁吗？王成下意识地把目光转到了林业身边的这位高富帅身上，微微皱了皱眉。我告诉你，他就是城南苏家的大公子苏江浩。苏家可是城南的一流豪门，同时也是嘉裕私人会所的会员，有苏家帮忙，王成这次你输定了，等着让他们恨你吧。哈哈，林业很是得意的大笑着。小白脸，我劝你最好别得意的太早，不到最后谁输谁赢还不一定。王成语气冰冷的说道。哈哈，真是笑死人了，一个没钱没势的穷小子，居然还想跟我们林家和苏家斗。行，那我就等着看你众叛亲离的悲惨结局。林业丢下这句话后，带着苏家大公子苏江浩大笑着走了。王成眼神冰冷的看着他们离去，脑子里正在快速想对策。而在此时，马浩马胖子急急忙忙的找到他跑了过来，一脸的满头大汗，似是出了什么大事。王公子，出大事了！什么大事啊？王成似是预感到什么了，
林家和苏家联合起来，正在商议将我踢出商业联盟，另外还准备同时踢出和氏酒店、柳氏集团以及林富建筑材料公司的事情。现在5大牵头人，除了我，其他4家已经基本同意了。马胖子喘了口气后，继续说道：“而且其他商圈成员也大部分都被他们拉拢过去了，估计再有1小时，他们可能就要开始投票表决了。按照商圈规则，只要投票赞成率超过 50%， 牵头人超过3家同意，那这项提案就会生效。”王成深呼吸了口气，没想到林家报复他的动作来得这么快，这么迅速，而且还是这么狠。然而眼下的形势比王成所想的更严重。很快，柳国镇、何阳以及林富3人几乎是先后过来找到了王成。王成，你是不是得罪林家的人和苏家的人了？他们提案要将我们3家踢出商业联盟，这可如何是好？而且还派人跟我们联系，是因为你的关系才要踢我们出去。林富是最着急的一个，原本以为拿到了钻石金卡，他的生意可以再进一步了，然而没想到的是却惹上了大麻烦。王公子，别急，这事还有转圜余地，只要投票率低于 50%， 这项提案就不会生效。我们在商圈中也认识不少人，再去活动活动。你也别太责怪自己。柳国镇心头虽然着急，但也能想到林家这是公报私仇对付王成。不过柳国镇对于抗衡林家和苏家完全没什么信心，毕竟对方可是一流豪门和准一流豪门，在选择站队上，怕是没人会选择站到柳国镇他们这边。王成，没事，不急，叔叔跟你共进退，只有何阳心态最好，何况他在城南的酒店只有2家，受打击了也损失不了多少钱。王成的眼神逐渐变得阴冷了起来。林家，这是你们逼我的，别怪我出手太狠。马胖子，王成冷声叫道。王公子，我在。马浩擦了擦汗，赶紧来到了王成面前，感觉眼下的王公子快要火山爆发了。你是5大牵头人之一，马上提交一份踢出林家的提案，要快。王成厉声说道。这样行吗？林家和苏家已经结盟，想踢林家，苏家肯定不会同意。要知道苏家可是城南一流豪门，支持他的商圈人士很多。马胖子忐忑地回复道。林父看向王成时，对他摇了摇头，极为失望。这小子还是太年轻了，做事想得太简单了。他现在有些后悔接受了王成那张金卡了，搞得连累自己了。柳国镇其实也不看好反踢林家的提案，要知道他们2家联合起来，在城南几乎无敌手，就凭他们无足轻重的4家想扳倒他们，根本不可能。只有何阳是坚信王成的。马胖子，王成让你去办，你就赶紧去办，别在这里废话了。好吧，马胖子也是没办法了，这场战斗可不是用武力能解决的，而是拼的是势力和人脉。看到马胖子去提案了，王成找了个借口也暂时离开了，然后来到了一处没人的角落里，拿出了手机，首先打给了陈豪成，叫他在城南凡氏鼎和集团旗下的代表，又同时来到这嘉裕私人会所的，将票都投给马胖子的提案。陈豪成电话里听到王成的语气很是严肃，知道这次少爷是要搞大的了，随即赶紧下去通知人去了。鼎和集团旗下的产业在城南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但还是不足以抗衡林家和苏家2家联合起来的势力。看来这次还要借助下爷爷的势力了。王成忽然想到了一招反间计，到时候可以绝杀林家。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88，幕后贵公子的策反计。对于这次林家的疯狂报复，王成不得不做出反击，不然会连累柳国镇、何阳他们，到最后可能还真的会众叛亲离，没有人再愿意帮他，这是王成不想看到的。在联系好陈豪成后，王成又将电话打给了他爷爷，摩洛根财团的掌门人王国栋。电话响了好几声，对方才接了起来。电话那端传来的声音中气很足，看样子爷爷的身体很硬朗。臭小子，今天怎么想到给爷爷打电话了？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王成浑身一颤，他已经好几年没见过爷爷了，自从上大学后就没怎么见过他了，最多也就在过年的时候用视频联系过几次。爷爷，我想你就给你打电话了呗。王成笑着说道。还记得有我这个爷爷就好。我让你妈寄给你的黑金卡收到了没？林国栋话里透着浓浓的关切之意。收到了，王成回应道。两人简短叙旧了一番后，王成才将正事说出来道。爷爷，我在你财团旗下的嘉裕私人会所出了点麻烦，想找你帮忙。嘉裕私人会所？王国栋想了很多才想起来道，会所太多了，是清水城那个是吗？对，就是那个。王成心情有些激动，这嘉裕私人会所看样子真的是爷爷财团下去的私人会所，
我叫个那里的负责人去找你，有遇到什么麻烦事就问他好了。王国栋很快就给王成安排好了对接人。挂了电话后，王成在角落里又等了一会，便有个电话打进来，看样子就是爷爷介绍的嘉裕私人会所的负责人了。王成报了个位置给他，叫他马上过来见他。很快便有个英气逼人的中年帅大叔，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朝王成这边匆匆跑了过来，脸上带着一丝紧张和忐忑。请问您是王成吗？那帅大叔看到老爷子口中的少爷，居然是个穿着一身廉价衣服的年轻人，有些不敢确定。我就是。王成说着，从怀里取出了一张黑金 SVIP 卡。后者看到那张摩洛根财团最高级别的黑金 SVIP 卡，顿时对王成的身份确认无疑。少公子，我叫周翔，是这所嘉裕私人会所的职业经理人，也是这里的负责人。您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找我。周翔躬身问道，态度很是恭敬，甚至心里还微微有些忐忑不安。要知道，眼前这个看似普通的少爷，将来可是要继承摩洛根财团的，要是没有服务好他，估计一句话就能剥夺了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城南的苏家是这里的会员是吗？王成想了想问道。城南的苏家的确是咱们这里的普通会员。周翔赶忙点头应道。那就好，让他们苏家的家长过来见我，另外给我准备一套高级一点的行头，还有一个面罩，我要亲自见他。王成打算策反这个苏家，然后让他倒戈支持马胖子的提案，这样的话就能绝杀林家了。鼎和集团在城南的势力，加上城南一流豪门苏家的支持，马胖子的提案绝对能超过半数。与之相对的，林家的提案那肯定是会失败了。好的，少爷，我带你去 VIP 会议室等待吧。说着，周翔将王成领着去到了嘉裕私人会所的 VIP 会议室，并第一时间给王成拿来了一套高级的西装礼服，还有一个白色面罩，用来遮住脸的。在周翔去叫苏家人过来的时候，王成开始换起了衣服。佛靠金装，人靠衣装，换了一身西装礼服的王成，果然是帅气了很多。王成将原来的衣服藏好后，又戴上了那个白色面罩，这样苏家人即使见到了他也认不出他的真容，更不会将眼前这个豪门贵公子和那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联想在一起。换好衣服后，没过多久，周翔便领着苏家的家长苏南天来到了 VIP 会议室。这是我们摩洛根财团的少公子，是他特意要召见您的。周翔郑重地介绍道。后者苏南天看到是闻名全球的摩洛根财团少公子，要见他，顿时心中很是激动。要知道，摩洛根财团是世界顶级财团，富可敌国，不是他们苏家这种困守在清水城的小家族能比的。不知少公子要见在下有何贵干？苏南天虽然已经50-60岁，比王成大上好多，但还是不敢在他面前托大，毕竟两人巨大的身份差距摆在那里。我想让你在这次城南商业联盟的提案中支持马浩，你觉得可有意义？面罩下的王成淡淡的说道。这恐怕不妥吧？我们苏家跟林家已经商业结盟，若现在倒戈一击，怕是会引起两家的世仇啊。苏南天擦了擦汗，万万没想到这少公子居然想让他们苏家倒戈支持马浩。等会就要开始投票了，若现在让他们苏家的势力临时转头支持马浩，那岂不是要绝杀林家了吗？到时候他们林家醒悟过来后，怕是要疯狂报复他们苏家了。虽然他们苏家自恃实力要比林家强大一些，但是他们若倾其全力来报复他们，他们苏家恐怕也要元气大伤啊。王成皱了皱眉头，看来这老家伙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想到这里，又淡淡的说道，我可以将你们在嘉裕会所的普通会员提升至银牌会员，另外他们林家事后要报复你们的话，我会让鼎和集团助你们一臂之力，事成之后林家的产业归你们一半。听到这里，苏南天又惊又喜，这嘉裕会所的普通会员也就仅仅能进来而已，像贷款、融资、股票等金融业务，普通会员只有一个咨询权而已。若能升级到银牌会员，那这些业务他们就能享受到优惠政策了。另外，事后林家报复还会由鼎和集团分担，事成之后还有林家产业的一半可以拿。这笔买卖，苏南天心动了。我再考虑考虑。苏南天心情止不住的激动，但还是有必要思虑再三。然而王成却没给他太多时间。我只数3下，你若不答应，那到时候你们在这嘉裕会所的普通会员也会被取消。王成带着一丝威胁的说道。苏南天听到这里，哪还等王成数数啊，赶紧吓得答应道，少公子，我们苏家答应了，等会投票的时候，我们苏家的势力会全部转头支持马浩的提案。我就喜欢你这种识时务的人。王成嘴角微微一笑，这下林家看你们如何在我面前嚣张。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
求打赏。第89，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搞定了苏家后，还需要再搞定几个人。按照城南商业联盟的规则，要想一项提案生效，除了成员的投票赞成率超过50%以上外，5大牵头人至少也要3家同意。所以王成还需要说服至少2家牵头人。随即王成又让苏南天去私下通知其他3位牵头人过来见他，还再三嘱咐他不要走漏消息。很快，城南商业联盟的其他3位牵头人也赶了过来见王成，分别是张家的张远、秦家的秦天林，还有叶家的叶飞，都是50、60岁的中年男子，或高或瘦，不知道少公子唤我们来所为何事？张远盯着戴着白色面罩的王成，颇有些忐忑地问道。这也是其他2位牵头人心中想问的问题。这次叫你们来，自然是想给你们一份好处。王成淡淡地说道。给我们好处？什么好处？3人心头一阵惊疑。一上来这少公子就要给他们好处，这演的是哪一出？不过他们活了大半辈子，都知道一个道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可以给予你们每家一个嘉裕私人会所的普通会员名额。王成双目注视着他们说道。此话当真？3人不由都大为惊喜。要知道，这嘉裕私人会所的会员只有上市企业以及当地1流豪门才有资格拥有，而像他们这样的2、3流豪门根本不可能有的。而且只要拥有了这嘉裕私人会所的会员，就可以自由进入这嘉裕私人会所了。不光能获得顶级人脉，还能获取各种关于金融的内部消息，特别是股票方面，这对于他们来说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另外，以后他们的企业需要融资、贷款，甚至上市，拥有了这会员的身份，都会变得相当轻松便捷。当然是真的，不过我需要你们在这次的城南商业联盟的提案投票中选择马浩。王成绕了一圈，最终还是将他的目的说给了他们听。3人听到这条件后，微微有些惊讶，犹豫了下，说道：少公子，眼下就快要投票了，我们现在改投马浩，相当于绝杀了林家，只怕林家事后会报复咱们。张远说出了他们心中的担忧，今日之后林家就会遭到鼎和集团、苏家的联合打击，你们还怕他林家作甚？没了他们，你们岂不是可以借机扩大市场份额了吗？王成笑着说道。话音刚落，底下3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林家是得罪了摩洛根财团的少公子啊，居然暗中联合了鼎和集团和苏家来绞杀他们。那眼下要是不答应，怕是他们绞杀的对象会多一个呀。那我们就听凭少公子吩咐。3人哪还敢再犹豫，几乎是异口同声的答应了。很好，你们出去后千万要保密，更别说见过我。王成将他们3人打发走以后，重新换上了他原来的朴素衣服，将白色面罩摘下后，深深呼吸了口气。戴着面罩还真是难受。王成有些感慨，旋即整理好衣服后，兀自从 VIP 会议室里走了出来，然后快步跑去了会客大厅。此时会客厅内的商业联盟成员正在热议2项提案，一项就是林家提出的踢出马浩、和氏酒店等的提案，而另外一项是马浩提出的踢出林家的提案。为了2个提案的最终获胜，双方也都在比拼着各自的人脉和势力。不过很快马浩发现，他们4家完全不是苏、林2豪门势力的对手，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王公子怎么还不出现？马浩很是着急。别急，王成可能也在联络其他人帮忙。河阳是4个人里最淡定的，一来他相信王成，二来他在城南的酒店只有2家，即使被踢出城南商业联盟，损失也不大。他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有屁人可以联络帮忙何小妍的外公。林父现在有些焦躁，一想到自己很有可能会被踢出商业联盟，就大为后悔跟王成扯上关系了。现场林一芬、何小妍以及他的2个大小姨还有表姐妹也都在。刚才为了帮他们的外公，他们这几个女人也在纷纷发动关系帮忙拉票，然而效果甚微。这个该死的穷小子，没事去惹林家干嘛？现在好了，我们都要一起跟着倒霉进去了。林一芬越想越来气，随即对旁边的何小妍警告道：小妍，等会要是你爸和你外公的公司都被踢出城南商业联盟了，你和王成就给我分手，听到了没？我不要。何小妍才不想跟王成分开，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傻？你再跟他一起处下去，下次轮到倒霉的就是你了。你看他把咱们家害成什么样了。林一芬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这王成可把他们一家给害惨了。旁边何小妍的大姨小姨也帮着掺和了进来劝说，是啊，小妍，像王成这种农村来的穷小子，你还是早些离开他为好。现在他把咱们家害成这样，也不知道你外公的生意以后还能不能做下去。几个亲戚你一言我一语的，把王成贬得一文不值，甚至还把当做了扫把星。何小妍听得很是委屈，眼眶里都有泪珠在打转了。好在还有个何阳护着他女儿。干嘛呢？事情还没结果，自己人就先吵起来，吵个屁！
都给我安静点！何阳也是发火了，众人暂时也不说话了。安静了一会后，王成终于从人群找到了他们。王公子，你可算来了，等会就要投票了，可现在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现在要怎么办？马浩第一个跑过去问道，神情间很是着急。要知道他可是费了好大劲才当上这5大牵头人之一的，今天要是真被踢出了商业联盟，那真的是损失大发了。林父看到王成过来，冷哼了一声后转身走开了。这次被他给害惨了。王成见他们士气低落，便安慰他们道，大家放心，我都联系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次投票没什么问题了。王成本想给他们一个好消息，增加士气，然而林一芬却没给他好脸色。王成，你可算来了，阿姨丑话先跟你说在前面，这次要是我们被城南商业联盟踢出，你跟小妍的事也不用再继续下去了。林一芬真是怕了这王成，要是再让他和何小妍在一起，恐怕到时候就真会连累到他女儿了。王成皱了皱眉，没想到林一芬他们已经开始恨上他了，看来这林家的报复还真是狠啊。好在他做了准备，到时候林家就等着被他绝杀吧。而在不远处的林业却是将这一切全部看在了眼里，看到王成被众人唾弃的样子，嘴角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旋即忍不住走了过去，对王成挑衅道，穷逼，你现在知道我们林家的厉害了吧？放心，这仅仅是开始，后面还有好戏等着你，我会让你生不如死。别高兴得太早，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万一被踢出的是你们林家呢？王成嘴角微微一笑道，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90，一切尽在掌握中。看到王成他们内讧了，林业别提有多开心了。虽然王成依然一副嘴硬装逼的样子，但此时胜券在握的林业已经不想跟他再做口舌上的计较了。穷逼，那我们到时候就走着瞧，我会让你把吃进去的都给吐出来，甚至10倍100倍的还回来。林业咬牙切齿道，他永远忘不了在好望角大酒店那一天，在自己的地盘被人摁在地上打脸，这是他最窝囊的一天。行，那我们走着瞧，别到时候把整个林家都给搭上了。王成这次已经下定决心要斩草除根了，这个林业还有林家，一定要打到他们垮台为止。看着小白脸以后还拿什么挑衅他？呵呵，想整垮我们林家，你下辈子都别想。林业冷笑着说道。丢下这句话后，他就走开了。因为2项提案的投票要开始了，马浩他们都下意识地紧张了起来。只见会客厅的中心舞台上升起了一个微型的舞台，一个长得很是漂亮的年轻女子拿着话筒登上了舞台。这是联盟成员苏家的3女儿，苏清洛也算是小辈里长得漂亮的美女了，不过比起何小妍来，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味道。她是播音主持出身，而且又主持过2届商业联盟聚会，所以还是很有经验的。众人也都信服。在简单跟众人问候了一番后，苏清洛正式切入正题。本次商业联盟聚会有2项提案产生，分别是由马浩提出的开除林家一事，还有林家提出的开除马浩、何阳、林父、柳国镇4人成员资格一事。苏清洛停顿了一下后，又继续说道：2个提案非常相似，所以经过5大牵头人的商议，为了节省时间，2项提案的投票将会同步进行。接下来就会下发投票签纸 ，A 代表的是林家， B 代表的是马浩、何阳、林父、柳国镇4人，想要开除谁就在签纸上写上所代表的字母。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清楚明白，苏清洛清了清嗓子，又说了一遍，大家一定要记住，想要开除谁就在签纸上写上所代表的字母，写好后就投到我旁边的这只木箱里，到时候我们会现场开箱验票，所以绝对不会存在暗箱操作。大家听明白了吗？苏清洛又问到了一遍。听明白了。会客厅中响起了一阵响亮的回答声。既然规则都听清楚了，那请各个商业联盟的成员上来领投票签纸，领完后必须当场填好，然后再投入到我身边的这只木箱里。苏清洛又将投票的细则说了一番，众人都听得很清楚，也很明白。接下来就是128个商业联盟成员一个个排队上去投票了。完了完了，这次被王成给你害惨了。林父听到真要投票了，心里慌得很，一阵阵后悔之意涌上心头。老丈人，别这么悲观，万一大家都选择支持我们而开除林家呢？何阳走过去拍了拍林父这位老丈人的肩膀，安慰道：你倒是淡定，你在城南就2家酒店，退出了商业联盟也没什么损失，我可是毕生事业都在这城南了，一旦被商业联盟退出，只怕我的生意会一落千丈啊。林父没好气地说道。何小妍的大姨和小姨此时也忍不住上来对王成一阵轮番数落，就知道这农村来的穷小子不靠谱，现在把我们都给害惨了。小妍也真是找什么人不好，非得找个爱惹事爱装逼的人。
现在好了，得罪了林家，我看你们家倒闭破产也不远了。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大家都等死吧。林一芬听着难受，又生气又想发作，心里想着等会投票结束后，一定要让自己的女儿跟王成分手，不然这样下去，他们家迟早真的要被王成这个穷小子给牵连倒霉。何小妍听得很是生气，但碍于他们是长辈不好发作，只能默默地来到王成的身边陪着他，一脸的担忧之色。没事，有我在。王成忽然疼惜地握紧了何小妍柔软无骨的小手，小声安慰了她一番。何小妍点了点脑袋，但还是掩饰不住眼眸里的担忧之色。很快大家都上去投票了，包括马浩、何阳、林父、柳国振他们4人也上去投票了。王成他们几人只能站在下面等着他们。一时间会客厅中心的舞台上人满为患，好在大家都很有素质的在排队，就显得有条不紊。城南商业联盟一共128人，光排队投票就至少要耗费1个小时。无聊的王成领着何小妍就去吃东西了。小妍，我带你去吃些东西再回来。而林一芬他们看到了，忍不住一阵鄙夷和嫌弃。都这个时候了，还有心思吃东西？这是一辈子穷人的命。王成，我没心思吃东西。何小妍现在满心担忧着他爸爸和外公的事情，对眼前的美食也是不感兴趣了。特别是他妈妈说过，万一他爸爸和外公都被开除城南商业联盟的话，那么就会让他和王成分手，这才是他最担心的。该吃还是要吃的，王成笑着说道，同时抓了一块曲奇饼干放在嘴里咀嚼了起来，一副很是淡定的样子。1个多小时后，商业联盟成员的投票差不多快结束了。马浩、何阳、林父、柳国振他们4人也相继回到了王成身边。都投完了吗？王成又抓了一块蛋糕吃了起来，似乎一点也不担心。投完了，可是光靠我们4个根本无济于事啊。王公子，你想好退路了没？林家可不会放过你的。柳国振有些丧气地说道。没事，今天之后怕是该他们倒霉了。王成淡淡的说道。在他们说话的时候，舞台中央的苏清洛又开始拿着话筒说话了。本次商业联盟的128名成员已经全部投票完毕，接下来就是计票时间。计票人员是从嘉裕私人会所借调过来的，所以完全不存在暗箱计票等行为。一听已经开始计票了，马浩等人则更是心如死灰，心里也开始盘算起万一被开除后的退路来了。而林家的人则是笑得很开心，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特别是林业，这小子似乎终于可以出一口气了。呵呵，终于轮到我打你脸了，王成，等着被我林家疯狂报复吧。这才刚刚开始。倒是王成淡定得很，一切尽在掌握中。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91绝杀开除林家。会客厅的中央舞台上，已经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的计票了，而下面的人各有打算。马浩、林父还有柳国振等人已经在想退路了，林家人则是自信满满，之前一切已经安排妥当，就等宣布投票结果了。到时候他们可以彻底打击王成的气焰，等打击完他，就开始要王成将之前吃进去的股份给吐出来了。在紧张的等待中，计票工作很快就完成了。苏清洛拿着话筒又重新回到了舞台上，清了清嗓子宣布道，计票工作已经全部完成，现在下面我们要宣布投票结果了。话音刚落，关乎商场命运的马浩、林父等人一阵紧张和绝望。他们4家想和苏、林2家豪门斗，那无异于以卵击石。这下好了，被那个王成给真的害惨了。看来我要提前退休了。林父已经有了提前退休的想法了。一旦被城南商业联盟开除，那生意肯定要一落千丈，还不如将公司卖了，直接养老退休去。马浩和柳国振也都想好了退路，万一真被城南商业联盟开除，那只能依附鼎和集团来寻求庇护了，不然他们的企业怕是会被其他商业联盟的成员给打压。而和王成他们这边忐忑不安相比，林家人则是一脸的开心笑容，甚至还让人准备香槟了，以备等会庆祝用。叶儿，你去多准备几瓶香槟，等会我们好庆祝用。林振华心情很是不错的说道。好啊，等会叫上苏家的人，我们好好庆祝下。林业也是激动的很，这穷逼小子终于要被他踩在脚下了，到时候等王成众叛亲离的时候，何小妍也就会离他而去了。就在林家人暗自准备庆祝的时候，舞台上的苏清洛已经开始在宣布投票结果了。下面由我来宣布投票结果。支持开除 A 组林家的一共有108家，支持开除 B 组何阳、林父、柳国振以及马浩私人的一共有20家。另外5大牵头人中有4家支持开除林家，而只有1家支持开除马浩提出的提案。所以按照商业联盟的规则，最终投票结果是林家将会被开除出城南商业联盟。
此结果当即生效。当苏清洛将这个结果通过话筒传遍整个会客厅的时候，林父、马浩、何阳还有柳国振他们4人彻底震惊了。这反转来得太突然了，太意外了，一时之间竟有些不敢相信，甚至一度以为是他们自己听错了。这什么情况？怎么最后结果开除的是林家？好像是支持开除林家的达到了108家，不会是统计错误了吧？苏家还有另外3个牵头人都已经和林家暗中合作了，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支持开除他们啊？很快，林父心中激动了起来，原本以为必输的局，居然上演了一幕惊天大反转，这着实出乎了他们的意料。马浩和柳国振也是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这也太神奇了吧！何小妍的母亲林一芬还有她的2个大小姨，此时更是张大了嘴巴，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不会吧，开除的居然是林家！林一芬100个不敢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居然会是这么个结果，打死他都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太好了！王成、何小妍很快就激动了起来。既然他外公和他爸爸的公司不用被开除出城南商业联盟，那他和王成就不用分开了，这才是他激动的缘由。现在可以吃得下东西了吧？王成笑了笑，随手拿了一块蛋糕递给他。真好吃，果然是心情好了，胃口也好了，吃什么都香。何阳也是暗暗松了口气，扫了一眼旁边从开始到结束一直淡定平静的王成，忽然记起之前他好像说过一句话，说是他都安排妥当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想到这里，何阳更是觉得王成太过神秘莫测了，这种情况下居然也能翻盘，不得不说实在是太厉害了。同时更加坚定了要站在王成这边。和王成他们这边激动兴奋成反比的是，林家他们同样被震惊到了。不过震惊过后是万般的质疑和不安。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一定是苏清洛投票结果宣布错误了，怎么可能支持开除我们的会这么多，而他们却这么少？林振华此时已经乱了方寸，这玩笑可不得呀！1、2，赶紧随我去找苏清洛，查验投票签纸。此时林业也是懵逼了，这什么情况？苏林2家再加上其他3家牵头人的势力，这么多势力加起来，怎么可能会是这样的结果？一定是验票错误了。父亲，我们一起去查验。林振华和林业2父子不接受这个结果，急匆匆地跑到了舞台上，大声质问苏清洛。苏清洛，我要求当场查验投票，这结果我不服。林振华暴怒地说道。对，我们要查票，怀疑你们暗箱操作。林业也气急败坏地来到了舞台上，他们话音刚落，现场的其他人都是一副看好戏的表情。没想到之前还颐指气使的林家居然被人逼到要查票的地步，真的是没想到啊！查票可以，但你话可不能乱说。苏清洛错了醋柳眉，正想让工作人员将投票箱以及投票签纸给他们，让他们查验的时候，后者父子俩直接冲了上来，将工作人员手里的投票签纸给抢了过去，然后一张一张的查验翻看了起来。然而投票签纸上的确是绝大部分的人选择支持开除他们林家。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这一定是假的。林振华此时方寸大乱，他们林家的生意大部分可都在城南，一旦被开除出商业联盟，那他们的资源和优势就会越来越少，甚至还会被商会的其他人打压，后果不堪设想。父亲，现在我们怎么办啊？这投票签纸好像没问题。林业此时也急了，他万万没想到关键时候苏家和其他3家牵头人居然临阵倒戈，绝杀了他们。我得去质问苏家为何要背信弃义。林振华愤怒地将那些投票签纸给撕碎了，想去找苏家的家长苏南天，质问他为何要这样背信弃义。然而他刚转过身，苏南天就出现在了他身后。振华，这次对不住你了，实在是对方背后的势力太强了，我们得罪不起。苏南天带着一丝抱歉地说道。苏南天，你敢阴我？他们几个能有什么背后强大势力？林振华此时已经愤怒异常，在关键时刻居然绝杀了他们，这让他们林家以后还怎么在城南混？王成远远地看到苏林2家正面杠上了，嘴角微微笑了笑，打算再给他们添一把火。旋即叫来马浩道：马胖子，再去提一份提案，提议苏家取代林家空出的5大牵头人之一的位置，让苏家取代林家空出的5大牵头人之一的位置。马浩摸了摸头，一时想不明白。旁边的柳国振似乎想明白了，王公子这招妙啊！这样一来，这林振华就会认定苏南天是为了取代他在城南商业联盟的位置，而背后算计他了。不过好戏才刚刚开始。王成嘴角微微一笑，准备将林家彻底搞垮。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92
人算不如天算。苏南天其实并不想真正和林家杠上，面对林振华的质疑，也是在慢慢跟他解释，希望能缓和关系。然而，一份新提案却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各位商圈朋友们，我们又收到了一项新提案，提议苏家取代林家空出的5大牵头人之一的位置。1小时后，我们将会进行投票表决。苏清洛接到提案后，按照流程拿起话筒，先通知了大家。然而，他的这个举措却是彻底激怒了林振华。苏南天，老子跟你没完我们走！林振华这次是彻底在心底里认定是苏南天暗中派人阴了他们。振华兄，这真的是误会。苏南天还想再解释几句，然而林振华已经完全不听了，已经认定苏南天是这次绝杀他们林家的幕后主使了。看着林振华带着林家的人怒气冲冲的远去，苏南天是欲哭无泪，暗算林家的这口锅他是要他背了。青洛，你下来，刚才谁提的提案？苏南天也不是傻子，这个时候居然提这种提案，明显是要彻底激起苏林两家的争斗和仇怨。爸爸怎么了？是马浩提的，我一看对咱们苏家有利，就直接宣读了。苏清洛到底是年轻没经验，有点小聪明，却被人当枪使了。他还不知道，你被人当枪使了，知道吗？苏南天大怒，这个马浩真的是玩得溜，有神秘少公子为他撑腰，最后背锅的却是他。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办？苏清洛倒也有点脑子，稍稍想了下，就想通了这其中的问题。但眼下木已成舟，也是没办法了，赶紧回去，准备迎接林家的报复吧。苏南天现在是一个头2个大，希望到时候真如神秘少公子所言，鼎和集团能助他们一臂之力吧。不然以他们苏家的实力，虽说能抗住林家的报复，但是损失肯定会大。爸爸，那不等投票了吗？我们进入城南商业联盟5大牵头人的位置，不是您一直想做的吗？苏清洛一语点醒了气头上的苏南天，都气糊涂了。这个位置我可是盼了很久。苏南天又重新走了回来，本来他是打算帮助林家将马浩开除后，顶替他的位置成为5大牵头人之一，现在倒好，却是顶替了林家的位置，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很快在经过一番投票后，苏家以大比例赞成票获得了5大牵头人之一的位置，算是得偿所愿了。不过却是给自己惹上了一个大麻烦，足够他头疼一段时间了。王成见一切都尘埃落定，没什么好玩的了，便打算先回去了。小妍，走了，我们回去吧。去我们家吧，晚上我做饭给你吃。何小妍挽着王成的手臂，一副亲昵的模样，眼眸里闪烁着浓浓的情意。王成正想答应，却见他外公林父插话了进来。王成，刚才我说话重了点，你可别介意。这样晚上我做东，大家一起吃个饭，把柳国镇、何阳、马浩都给叫上，咱们也算是共患难过了，以后也算是朋友了。林父这次请客，一来也是想跟王成道个歉，刚才一直说后悔来着，现在结果出来了，感觉有点对不起王成，再加上他还收了他一张钻石金卡，有点过意不去。二来，林父想和马浩、柳国镇认识结交下，毕竟都是商圈里的人，特别是马浩，无论是道上还是商业联盟里，都有一定的分量，结交上这种人，以后绝对有用得着的地方。这个提议好啊，大家也算是共患难过了，以后在城南混也算是自己人了。柳国镇也站了出来，非常同意这个提议，毕竟生意场上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行，就这样决定了。小妍，你也去吧，不然王成指不定不想去了。何阳也在一旁出声说道，他也想跟城南的这几个商友打好关系，以后想在城南开拓业务就方便多了。王成叹了口气，这帮人为了叫上他一起吃饭，还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不过王成还是答应了，同去的还有何小妍的母亲林一芬、大小姨，还有她的2位表姐妹。说起来，这2位表姐妹长得都还不错，颇有姿色。不过他们可不太瞧得起王成这种农村来的穷小子，他们只对高富帅有兴趣。吃饭的时候，林父倒是对王成另眼相看，频频对他敬酒。在这里，他年纪最大，看人的眼光也最准。王成啊，你和小妍的事情，外公支持你，不用管他母亲说什么。林父说着，扫了一眼自己的2女儿林一芬，暗暗用眼神警告了他一番。林一芬一阵泄气，这穷小子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女儿、老公全站在王成这边，现在倒好，连他父亲也站在他这边了。王成倒没说什么，何小妍却先开心了起来。谢谢外公，我给你倒酒。何小妍说着给林父倒起酒来。何小妍的小女儿心态却让众人一阵哄笑，而她反应过来后，也是忍不住俏脸微红。酒足饭饱后，马浩和柳国镇先一步告辞离开了，剩下的都算是自己人了。林父咳嗽了一声后，表情有些严肃地说道：
做这里的都算是自己人了。现在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下，是关于我名下那家建材公司未来继承人的问题。说到这里，林父的3个女儿个个都打起了精神来。林父没有儿子，只有3个女儿。随着林父年纪的增大，也该到了退休的年纪，但继承人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他们3早就惦记着了。今年我也76了，原本早该是到了退休的年纪，可惜啊，天不遂我愿啊。林父是叹息自己没有儿子，在他那个时代，没有儿子还能把建材公司做到城南行业第一，也算是非常不容易了。几人都静静地听着，特别是林一芬她们姐妹3人。最近城西有个房地产大鳄进入，好像是从白水城过来的，叫荣源房地产。他们在城西买下了一大片地，已经准备开发房地产项目。林父停顿了一会后，接着说道：然而我听说他们还没和哪个建筑材料商签订合同，这笔订单至少在10个亿以上，所以这次你们3姐妹，谁要是有能耐率先签下这笔订单，我退休后，他就是林父建筑材料公司的董事长。另外，我还会拿出10%的股份作为额外的奖励。听到这里，林一芬3姐妹都暗暗吃了一惊，没想到老爷子今天来真的了。放心吧，这笔订单我一定给你签来。大姐林真真率先做出了保证。林一芬和3妹林婉也是不甘示弱的争相应道。王成看到这里，忍不住皱了皱眉。荣源房地产，这好像是他们王氏产业在白水城的一个房地产公司，现在都做得这么大了吗？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93，是时候让你闭上嘴巴了。城南最近几天一直不太平，苏、林2家在各行各业都斗得很凶，甚至还闹出了员工互殴的新闻，着实上了不少城南当地的新闻头条，成了当地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过苏家却借着城南商业联盟的力量，发动其他家族势力一起来围剿林家，而后者却是树倒猢狲散，支持他们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要不了多久，林家就会彻底被赶出城南了。王成一大早坐在沙发上，看着苏、林2家互斗的新闻，心情着实畅快。这小白脸以后怕是再没资本跟我挑衅了。少爷，陈总来电话了，说现在正是对林家发动攻势的最合适时机，要全线压上吗？安宁拿着电话过来问王成道。都压上吧，这个时候进场也能捞到很多好处。王成想了想后，又给嘉裕私人会所的职业经纪人周翔打了电话过去，叫他在贷款、融资等金融线上封杀林家，不允许任何金融机构给林家输血。做完这一切后，王成才收手。这林家敢动他身边的人，王成是绝不会放过他们的。对了，安宁，帮我查下白水城的荣源房地产公司是哪个集团旗下的产业，负责人是谁？王成想确认下这个荣源房地产公司是不是他们王氏家族旗下的产业，顺便查下他们的负责人是谁，这样也好帮下何小妍他们家。好的，少爷。稍等。安宁应了一声后飞快离开了。1个小时后，安宁拿着一份文件资料走了过来。少爷，这荣源房地产公司是白水城瑞琴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公司，而瑞琴集团乃是王氏产业在白水城的一处产业，负责人叫姚琴，是个才30多岁的女总裁，很有能力，听说是王氏产业大老板亲自带出来的，业务已经拓展到白水城周边几个城市了。王成点了点头，原来这姚琴是老爸亲自带出来的女强人，怪不得扩张速度这么快，直接一口气给吃到清水城来了。这女强人不错，把她的联系方式给我。王成对她忽然产生了一丝好奇，必要的时候可能会用到她。下午的时候，何小妍打电话过来邀请王成去他家吃饭，王成想拒也拒绝不了。现在何小妍是隔3差5的邀请他去他们家吃饭，其实有时候也并不是何小妍的意思，是他爸爸一个劲的催何小妍叫王成去他们家来吃饭。王成到他们家的时候，何小妍的妈妈林一芬正对签约荣源房地产公司的建材订单一筹莫展。之前他亲自登门去了荣源房地产公司谈合作，却次次吃了闭门羹。同时他还发现，不光她们3姐妹想跟荣源房地产公司合作，还有很多城西本地的建材公司也想跟他们合作，这让他倍感着急和压力。王成，你来了呀，快进来吧。何阳一早就在门口等着迎接王成了，看到他来了，那真的是用舔狗来形容他都不为过了。何小妍也开心的过来，一把抱住王成。林一芬看到这里，一阵没好气，她已经懒得理他们父女俩了。晚上吃饭的时候，林一芬一直愁容不展的样子，最终还是不甘心就这样放弃。老何呀，你有荣源房地产公司认识的人吗？何阳想了想说道。荣源房地产公司总部在白水城，是瑞琴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公司，我哪有什么认识的人，听说他们的总裁可是位女强人，要想签到他们的订单，以老丈人建材公司那点实力，
估计没戏。何阳也一早调查过这荣源房地产公司的背景了，感觉要想从他们手里签到价值10个亿的建材供应商订单，没戏。再说城西那一片有很多实力强劲的建筑材料公司，要想从他们的地盘上抢到这块肉，怕是没那么容易。听到这里，林一芬暗自叹了口气，看来只能托城西的一些朋友了。就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他的家族聊天群里频频传来大姐和三妹的好消息，说是通过女儿男朋友家族的关系，已经联系到了荣源房地产公司的上层人士，这更深深刺激了他。小妍，你看看你表姐妹的男朋友，一个个的有钱有势，都托关系找到荣源房地产的上层人士了。你再看看你找的男朋友，要钱没钱，要事没事，关键时候想帮个忙都帮不上。林一芬本来就是个爱慕虚荣的女人，特别是在亲戚面前更怕被别人比下去。现在倒好，这一刺激让她又忍不住抱怨了起来。说话的时候还嫌弃地看了一眼王成，越看越觉得不顺眼。妈妈，我们做好自己的就可以了，你干嘛老是跟别人比呢？何小妍很看不惯妈妈爱慕虚荣，老是跟别人比，连她女儿找什么样的男朋友都要跟别人比一比。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林一芬越说越来气，何况这次可是涉及到你外公建材公司的继承人问题，不比能行吗？王成看到这里忍不住叹了口气，这何小妍的妈妈好胜心还真是强，想样样都要比别人好。阿姨，我认识荣源房地产公司里面的人，要不我给你牵下线？王成想着稍微帮他一下，然而林一芬却完全不看好他。你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能认识里面什么人？清洁工吗？还是底层的员工？认识这些人有用吗？能在签合同的时候说得上话吗？林一芬毫不留情的一番奚落。那万一能说得上话呢？王成嘴角笑了笑说道。说得上话？林一芬心思急转了下，说道，你要是能帮我找人签下这笔订单，你跟何小妍的事情以后我也不多嘴了，但是你要是找不到人帮我下这笔订单，你就给我离开我女儿。林一芬心中暗自得意，她一直看不上王成这个农村来的穷小子，现在若是能趁着这个机会把王成赶走，也是不错的。妈妈，你这不公平。何小妍很生气，也很着急，这是她自己先提出来的，关我什么事情？再说答不答应全看她自己。林一芬得势不饶人的说道。好，我答应。王成嘴角笑了笑，他也是真烦了这何小妍的妈妈，是时候让她闭上嘴巴了。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94，竞争很激烈，不过我很淡定。自从答应了帮何小妍妈妈签到订单后，王成第2天就给这位瑞清集团的美女总裁去了个电话，还自报了身份。姚琴不敢怠慢，在验证了王成的真实身份后，很快就决定亲自来清水城见王成，可见对王成的重视。早上打的电话，中午的时候就见到了这位惊才艳绝的美女总裁，亲自登门拜访王成，很是惊讶，这美女总裁做事效率居然这么高，而且这美女总裁长得很是漂亮，有一种魅力成熟女人的味道，脸上还画着精致的淡妆，红唇诱人，一头的大波浪，眼角还有美人痣，上身穿着一套裁剪得体的修身女士白色衬衫，下面则是穿了一套黑色的包臀裙，2条修长的大白腿裹着黑色丝袜，将她完美的身材给秀了出来，脚上穿着的是红色性感的高跟鞋。少爷，您找我来是有什么事情吩咐吗？姚琴虽然在瑞清集团里是个说一不二的冰山美女总裁，但面对王氏产业的太子爷王成时，还是将身段放低了。我想让你们旗下的荣源房地产公司将清水城城西的那片房地产建筑材料让给我独家供应。王成坐在沙发上，打量了一眼这位美女总裁后，将自己的目的给说了出来。姚琴微微一愣，他没想到堂堂一个王氏产业的太子爷居然会去管这种芝麻大小的事情，但他心思活络，很快就明白了少爷的用意。没问题，少爷是想把这笔订单给哪个公司，我好让下面的人去准备下。姚琴没有犹豫，当即就答应了王成这点要求，叫林富建筑材料公司。不过签订单的人必须是林一芬，记住下他名字就可以了。王成把事情给他交代清楚了，以免姚琴把订单给了何小妍的大小姨，毕竟他们俩也代表着林富建筑材料公司。好的，少爷，我会让下面的人记住的。姚琴点了点头，停顿了一会后继续说道，最近几天我会在清水城考察，有什么事情少爷可以直接打我电话。这样最好了，你大早上的过来，还没吃饭吧？中午就在我这里吃吧。王成说着让安宁去准备午饭去了。姚琴本想拒绝的，但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谢谢少爷。姚琴忍不住多看了几眼王成，为了争夺荣源房地产公司的建筑材料订单，
最近几天，清水城凡是有名的建筑材料供应商都跑来清水城城西分部谈合作，甚至有关系的建筑材料供应商直接跑去了白水城荣源房地产公司总部，登门拜访他们的总经理，以寻求合作。何小妍的母亲林一芬，还有她的2个大小姨也都在东奔西跑拉关系谈合作。不过很明显，何小妍的2个大小姨借助女儿、男朋友的势力，已经联系到了荣源房地产公司的上层，听说有一个还是副总级别。好在近日，荣源房地产城西分部决定举办一场建筑材料招商会，邀请了不少清水城有名的建筑材料供应商来参会，决定来一场现场的比拼，哪家有实力就选哪家。当然这是明面上给别人看的，私底下还是有很多人在走关系的。收到通知邀请的林一芬，第一时间开始准备起材料，特别是在报价、服务、质量以及售后上下了一番功夫。这次竞选除了要跟她的2个姐妹比拼外，还得和清水城其他建筑材料供应商比拼，竞争不可谓不大。很快就到了荣源房地产公司举办的建筑材料招商会的日子。这一天，王成也被邀请去了，不过是陪着林一芬他们去的，同行的还有何阳和何小妍。王成啊，你找的人关系拖上了吗？刚下车，林一芬便没好气地问道。对这个穷小子找的人并不是抱有很大的希望，拖上关系了。不过他今天可能不在现场，王成说的是实话。姚琴去清水城其他地方考察去了。听到这里，林一芬没好气的鄙夷道，就知道你不靠谱，不过来了估计也没用，就你那联系的低级员工，合同上的事情也说不上话。王成笑了笑，也不争辩，到时候看结果就行道。是何小妍很是焦急的来到王成身边，小声问道，王成，你那朋友能帮妈妈签下合同吗？何小妍是担心万一合同没签上，按照之前的赌约就要和王成分开了，这是他不想看到的。放心，我都安排好了，你妈妈肯定能签上合同。王成同样小声地说道。那就好，也就何小妍这么相信王成了。4人跟着林一芬径直进入了招商会的会客厅，只见里面此时已经来了不少建筑材料行业的人。林一芬的大姐林真真以及3妹林婉都来了，同样带着他们的女儿还有他们的男朋友。和王成这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相比，他们2个男朋友绝对是高富帅了。二姐，你可算来了。3妹林婉笑着迎了上来，大姐林真真也是闻声凑了过来，他们的笑容里多少包含了虚假成分。二妹啊，你怎么才来？我们都到一会了。堵车耽搁了林一芬勉强笑了笑回道，其实你来不来都无所谓，因为这次被荣源房地产公司选上的肯定不会是你。林真真揶揄着说道。林一芬一阵气恼，回怼道，这竞选还没开始，你怎么知道最后谁会被选上？林一芬对自己做的竞选材料还是很有信心的。呵呵，你不会天真的以为荣源举行这场建筑材料招商会真的是按实力来甄选的吧？林真真忍不住一阵鄙夷道，不客气的跟你讲，我女儿男朋友是城西真家的，已经拖上荣源的副总了，昨天我们还亲自去了白水城跟他见面交流了，这次我被选上的机会至少在80%以上。大姐林真真刚说完，3妹林婉也不甘示弱的炫耀道，不好意思各位，我女儿男朋友的大伯就是这次荣源城西分部负责建筑材料招商的负责人，所以这次可能不好意思了。小妹，我要拿下这笔订单了，那就走着瞧吧。林一芬很生气，感觉再聊下去她要气出病来了，下意识的瞥了一眼王成，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人比人气死人，女儿找了个没钱没势的穷男友，真的是白瞎把她生得这么漂亮了。不过转念想到签不了这订单，她就会和何小妍分手，心里也略微好受了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客厅里来的人越来越多，不乏一些清水城建筑材料行业里的大佬领头羊。此时就连林真真和林婉也是倍感压力，在这么多同行大佬面前，想要拿下这笔订单还是有很大压力的，里面肯定也有走关系的，而且找的人绝对不会比他们差。很快会客厅里人来的差不多了，大概有40家左右。想要从这40家公司中脱颖而出，在没有关系的情况下，想要拿到这笔订单的几率基本上为0。人到其后，会客厅里出来了一位荣源房地产公司的负责人，是个戴眼镜的年轻男子，一上来就对众人说道，下面各位可以把准备的材料交上来，我们会在价格、服务、质量、售后等多项指标上综合考察，审核结束后会宣布第1轮入选的供应商。话音刚落，底下40多家建筑材料供应商的代表纷纷将早已准备好的材料递交了上去，林一芬也不例外。不过他心中此时对自己越来越没信心了，这么多行业大佬，他材料里所涉及的价格、质量、服务以及售后等问题，估计也不再有什么优势，而且内部也没有什么人能说得上话，看来这次真的是没希望了。林一芬暗暗叹了口气，不过转念想到
借此能让王成和他女儿分开也值了，甚至都已经开始在考虑，下次托个有钱有势的人介绍个富二代给他女儿认识，家世背景一定要比他大姐三妹女儿的男朋友更深厚，这样才能在他们面前炫耀回来。倒是王成淡定得很，不过现场最紧张的还是何小言，甚至俏脸都因为紧张而略显苍白。王成，真的没问题吗？何小言还是有点不放心地问道。放心好了，这次不光订单能拿到，还是独家供应商。王成笑了笑说道。林一芬在一边听到后，忍不住摇了摇头，这穷小子除了装逼，好像也没有什么了。近2个小时的等待，荣源房地产公司的负责人再次走了出来，宣布道：各位，第1轮资料审核已经全部完成了，一共有5家供应商进入第2轮复审，接下来我就报下这5家供应商以及代表的名字。现场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静等结果宣布。林一芬他们也心情骤然紧张了起来，特别是何小言，2只小手紧紧抓着王成的手不放，生怕他会随时跑掉一般。现场估计只有王成最是淡定了，甚至还因为等了2个多小时，有点想睡觉的冲动。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95最后一个名额是复审，一共进入了5家建筑材料的供应商。一听到这个消息，现场来的代表都个个紧张了起来。下面我要报下进入第2轮复审的5家供应商和代表名字，组织这次建筑材料供应招商会的负责人。清了清嗓子后，继续宣布道：他们分别是易德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代表人王庆龙，水和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代表人何媛媛，国财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代表人张恒禄，金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代表人林尤维。最后一个名额是……话说到这里，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这已经是最后一个名额了，能不紧张吗？一时间，整个会客厅里的气氛好似骤然凝结了，安静的可怕。何小言的大姨和小姨更是紧张的心跳加速，额头冒汗。这几天他们花了很多精力在这里，光拉关系就费了不少钱进去，这要是连第1轮都进不去，那就实在是太丢脸了。特别是之前在林一芬面前装了一波逼，说是自己女儿的男朋友多么厉害，然而结果还是进不去，这岂不是打他们脸吗？林一芬此时对最后一个名额已经不抱希望了。论实力比不上其他清水城有名的大佬，论关系连自己2个姐妹都比不过，那还指望啥？不过他还是想看看最后一个名额会是谁。自己选不上，他也非常不希望他的大姐和3妹能选上，这样3人都选不上，大家都当不了董事长，他心里就平衡多了。而他还能顺理成的让何小言和王成分开，也不亏。只有何小言此时是最紧张的，俏脸都有些煞白，心跳更是前所未有的快。王成的手被抓得有些疼了。小言，你不用太紧张了。王成稍稍安慰了他一番，然而却无济于事。很快，那负责人继续宣布道：最后一个名额是林富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代表人。话未说完，何小言的妈妈、大姨和小姨3人都心神骤然一紧。这前半句话很明显预示着，最后一个名额将是她们3姐妹中的其中一个了。完了，这次董事长的位置要被他们拿走了。林一芬很不甘心，自己没实力没关系，自然在心里还是希望3姐妹一起选不上的，但要是其中一个被选上，那她就有点接受不了了。而何小言的大小姨则是听得更加凝神了，在他们看来，这最后一个名额一定是从他们俩其中一个出现了，心里已经忍不住在暗暗庆幸了。幸亏我女儿找了一个有钱有势的男朋友。然而结果却大出他们所料，最后一个名额的代表人是林一芬。当负责人念出最后一个代表人名字的时候，何小言的大小姨顿时露出了震惊的表情。什么？是二姐？这怎么可能？林婉一副震惊的表情，她女儿男朋友的大伯可是这次招商会的负责人，怎么可能连第1轮都进不去？而大姐林真真更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眼神呆滞。怎么可能？这一定是搞错了，二妹啥关系都没有，怎么可能会被选上呢？而林一芬她自己也同样很震惊，甚至都不敢置信。这最后一个名额说的是我吗？王成淡淡的点了点头。而最开心的莫过于何小言了。妈妈，最后一个名额就是你。她现在心情很是激动，抓着王成的手不断的摇晃着，真的是在做梦一样啊。林一芬真的没想到最后一个名额会是自己，她很清楚自己的实力，更没有内部人员帮她说话。无论如何，第1轮的最后一个名额都不可能是她，但事实却是她进入了第2轮复审。请入选的5名代表人留一下，其他人可以先回去了。负责人又大声的宣布道。话音刚落，其他落选的参会者都垂丧的带人离开了。何小言的大小姨还没从刚才的震惊中回过神来，
最后一个名额落到了他们最不看好的林一芬身上，这一点他们完全没想到。而林一芬看到不远处颓丧的大姐和三妹正准备收拾行李回去，心里有些得意，走上前来颇有点装逼的说道：大姐，三妹，你们要走了吗？对了，你们女儿的男朋友不是都搞定内部人士了吗？怎么连第一轮都没进去？林一芬此时心情很爽，叫你们之前嘲讽她，现在好了，你们有内部人士的反而没进去，她没什么人脉的反而入选第一轮了。林真真和林婉两姐妹面子都有些挂不住。我们走，你也别太得意了，想要拿下这订单，你是绝不可能的。林真真和林婉此时想发作又发不出来，辛迪已经暗暗责怪上他们女儿的男朋友了。不是说好有内部人士能搞定的吗？现在连第一轮都进不去，一帮吹牛逼的饭桶。看着他们两姐妹离去，林一芬心里说不出的舒服，总算是出了一口气了。但静下心来想想，她也发觉了其中的不对劲。难道真的是王成托的那个朋友帮的忙？林一芬反正不会觉得自己运气好，或者自己材料做得很厉害。这种级别的建筑材料招商会，大佬云集，单靠实力和运气，绝对不可能进去的。毕竟这可是国内，是个靠人脉关系做生意的社会。想了想，又觉得不可能。他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应该不可能认识高级别的内部人士了吧？最多也就里面的普通员工。林一芬兀自猜测着，心里却是七上八下。倒是何小妍抓着王成的手，显得很是兴奋。王成，下面第二轮，让你朋友也帮忙下吧。等结束后，我们请他吃饭。何小妍把这次能顺利进入第一轮的功劳全算在了王成找的那位朋友上。不用，他人都不在这里，王成可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找的人是荣源房地产的母公司瑞晴集团的女总裁。若是实话跟他们说了，估计会吓死他们。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96，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林一芬很意外地进入了复审，连她都不敢相信，但现实的确如此。进入复审后则是需要面试，一般是讨论合同的具体细节，包括价格、服务、质量、售后等等。如果谈得拢，一般就会签了，谈不拢，那可能就签不了了。对于这些，林一芬倒也很有把握，所以在复审其他供应商的时候，他一直在反复思考合同的细节。然而等到他进去复审的时候，负责人第一个问题问的并不是合同问题，而是关于王成的。林女士，我想问下，王成是你什么人？负责复审林一芬的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中年男子，颇为精瘦，眼神有神，叫孙辽。王成？林一芬微微有些意外，这一上来不问合同细节，却问人，难道他就是王成那个朋友？不过王成之前说他那个朋友今天不在现场，那应该就不是他了。何况他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怎么可能会认识复审的人呢？在林一芬暗自猜想的时候，对面的负责人孙辽又问了一遍，林女士，你能告诉我王成和你什么关系吗？他是我女儿的同学。林一芬下意识地说道，他可不太想在外人面前承认王成这个穷小子是他女儿的男朋友。好的，我知道了，你可以出去了。孙辽了然地点了点头，然后示意林一芬可以出去了。后者一脸懵逼，这复审不是谈合同细节吗？怎么问了下和王成的关系后就让他离开了呢？林一芬一脸茫然，下意识地站起身离开了房间。才没走几步，他就越想越不对劲。看样子我能进入第一轮真的和王成有关，不然复审的人连合同细节都不谈，上来就直接问他和王成的关系。想到这里，林一芬大呼自己愚蠢，随即又赶紧折身返回了刚才的房间。好在那复审的负责人孙辽还在。林一芬犹豫了下，咬了咬牙，狠下心说道，其实王成是我女儿的男朋友。他说这话是在打他自己脸了，明明想要让王成和何小妍分开，现在为了能签下这笔订单，也只能是豁出去了。哦，是吗？那负责人听到这里忽然眼睛一亮，确认道，是的，他的确是我女儿的男朋友。林一芬发现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那负责人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知道自己赌对了。您稍等，我出去下。孙辽丢下这句话后跑去外面打电话了，而林一芬则忐忑不安地待在房间里耐心等待着。想想刚刚自己亲口承认王成是他女儿的男朋友，感觉简直是在啪啪地打他自己的脸。10多分钟后，那孙辽又匆匆回来了，似乎是打完电话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聊聊合同的一些细节了？林一芬想着今天一定要把合同给签下来，这样就能稳稳地压他大姐和三妹一头，即使对方压低些价格，他也在所不惜了。一切以拿下订单为主，报价的话只要不亏本就好。我跟我们姚董通过电话了，既然王成是你女儿的男朋友，
我们荣源房地产公司也不会让你吃亏。这样，我们给你多出市场价的10%来采购贵公司的建筑材料，您觉得可以接受吗？孙辽对林一芬的态度都变得热切了起来。什么？高于市场价的10%？林一芬再次懵逼了。本来还打算降低一些报价来争取这笔订单的，哪里料到对方在得知了王成是他女儿的男朋友后，直接给予了他高出市场价10%的价格来采购他们的建筑材料，这也太不符合商场逻辑了。林女士，你生了一个好女儿，如果没问题的话，2天后就可以正式签订合同了。孙辽点了点头，笑着说道。可以签合同了？林一芬又惊又喜，没想到他只说王成是他女儿的男朋友，一切就水到渠成了，居然这么顺利。合同我们会准备好的，因为是独家供应商，所以合同条款我们需要你定下，2天后就可以正式签约，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的。孙辽再次解释道。独家供应商？这次林一芬彻底被震惊了。一般那么大的房地产项目，建筑材料供应商肯定不止一家，少说也得4、5家起步，每个供应商出几种建筑材料，这样不仅效率高，质量也要好。很少有一家建筑供应商通吃整个房地产项目的所有建筑材料，一般只有非常信任或者非常有实力的建筑材料供应商才能单独拿下这种价值10个亿的房地产建筑供应项目。你没开玩笑吧？你想和我们签订独家供应商？林一芬站起了身，不敢置信的又问了一遍。出于您女儿和王成的关系，我们对贵公司也非常信任，所以给予你们签订独家供应商的合同。孙辽再次确认道。林一芬心脏狂跳，没想到这么一大笔订单居然真被他给谈成功了，这也太令人不敢置信了。不过他也想到这一切的功劳都是王成给予的，看来王成联系上的那个朋友在瑞晴集团里职位不低，不然我也拿不到独家供应商的订单。林一芬想起之前还嘲讽他认识的朋友也就是低级员工或者清洁工的时候，感觉自己被无情的打脸了。从复审房间里出来，回到会客厅后，何小妍他们正焦急的等待着。看到林一芬出来了，何小妍第一个跑了过去，俏脸上满是期待和紧张的神色。妈妈，你们谈的怎么样？合同谈下来了没？林一芬看了一眼王成，他还是穿着一身廉价的衣服，感觉一副穷酸相。再看看他的宝贝女儿，不仅长得如花似玉，跟仙女似的，穿的也是名牌，两人在一起怎么看就觉得不搭。但就是这么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让他在众多行业大佬面前拿下了价值10个亿的订单。虽然他不想相信，但是这是事实。合同谈下来了，按照事前的约定，你们俩的事情我以后也不插手了，爱干嘛干嘛吧。林一芬叹了口气，现实总是那么残酷。太好了，何小妍很是激动，旋即开心地抱住了林一芬。林董事长，谢谢了，你个小马屁精，跟谁学的？林一芬笑着拍了拍他的后背，只是心里暗暗叹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97，这事还有转圜余地。林一芬虽然不怎么喜欢王成这个农村来的穷小子，但毕竟他刚帮他拿下了价值10个亿的订单，无论如何都得感谢他一番。所以当晚在自家里摆了一桌酒席宴请他。王成，这次阿姨能拿下这笔大订单，全靠你走动拉关系。只是我很好奇，你找的是荣源房地产公司的哪位高层？林一芬很是好奇，他还清楚地记得在复审的时候，那位负责人一见他就问他和王成什么关系。当得知是普通关系的时候，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而当他得知是他女儿男朋友的时候，就立马另眼相待了，甚至还给出了高于市场价10%的采购价。由此可知，王成请的那位内部人士肯定级别很高，不然这位负责人也不会如此重视他了。好像是一般员工吧，我也没钱没势的，能认识里面什么高级内部人士？王成啃着一个鸡腿，随便找了个借口给搪塞了过去。他要是如实说出来，只怕会吓死他们。这话说的林一芬一阵尴尬，这不是在打他脸吗？之前他就瞧不起王成，说他即使认识荣源房地产公司里面的人，也只是低级员工或者是清洁工罢了。现在好了，脸被打得啪啪响。林一芬尴尬的一笑，王成不想说，他也不追问了，转而拿起手机在家族群里去报喜了。说是报喜，其实是想在大姐和三妹面前炫耀，趁着这个机会想狠狠在他们面前出一出白天的这口气。不过他也深知在老爷子的公司里，他没什么经验，即使以后真当上了董事长，恐怕也不是大姐林真真和其他股东的对手。随即转头看向了自己的女儿何小妍，说道：小妍，等我当上董事长，你也过来帮妈妈我吧，你那2个表姐妹也都在外公的公司里，正好可以互相学习一下。可是我不懂建筑材料这一行，
何小言瞪大了美眸回道。林一芬想再劝，何阳却是表情严肃的插话道：“你还是去帮你妈妈吧，她一个外人突然当上了董事长，怕是你外公的公司里会有很多人不服，你过去，或许还能帮上一些忙。”何阳自己就是董事长，深知高处不胜寒的道理，他自己就好几次差点被人给拉下董事长这位置，好在有王成暗中帮忙，不然估计他们家早就倒闭了。好吧，何小言点了点脑袋应道。与此同时，何小言的大姨在家里也得知了林一芬签到荣源建筑材料的供应合同了，震惊的同时心情很是不爽，特别是看到林一芬一个劲的在家族群里炫耀，他就更不爽了。这二妹签到了合同，估计今后我在公司的日子可就难混了。说话的时候还瞥了一眼自己的女儿马婷婷，一脸的恨铁不成钢，真不该相信女儿的男朋友，费了不少钱不说，事情还没谈成，这让他有点恼怒。妈妈，那以后我们是不是不能从外公的公司里捞到油水了？马婷婷也在林父的公司里上班，自然知道他妈妈做的事情，当然他也成了间接的受益人。你还说这次要不是信了你那个男朋友，我们会输得这么惨吗？什么真家富二代，我看连你表妹那个穷男友都不如，真是没用。说到这里，林真真就气不打一处来，哼，二表妹那个穷男友怎么能跟我家真少比？明天我就约他们出来，好好奚落他们一番，也算是替妈妈你出口气。马婷婷听到她妈妈将真少说的连个农村来的穷小子都不如，心里一时很不服气，想着明天就约他们出来，好好奚落他们一番，这才是我好女儿。记住，你才是最棒的。不过这二妹要是真当上了董事长，她严查起来，估计我们都得离开你外公的公司。林真真转念想到这里，心里有口气发泄不出来。这二妹林一芬平时根本没有在公司参与任何运营管理行为，只在公司挂了个名头，平时帮着老爷子出力的都是他林真真。现在倒好，做董事长的居然是二妹这个闲人，这让他如何咽得下这口气？这时还有转圜余地说话的是林真真的老公马德彪，是城西二流豪门马家的人，前几天在出差，今天才刚回来，这一来就听说老丈人的董事长之位要传给林一芬这个闲人了，这让他也很不服气。合同都快签了，这事还有转圜余地？林真真瞪大了眼珠子，不解地问道：合同是谈下来了，但不是还没签吗？跟老爷子说下，让你带他签好了，这董事长之位不就是你的了吗？马德彪意有所指地说道。这不行吧，老爷子可不傻，合同是二妹谈下来的，签字的时候换成我，他能同意吗？林真真回应道。那要是签合同那天，你这个二妹突然失联了呢？老爷子会因为他而错过了这笔大订单。马德彪颇有些阴狠地说道。突然失联？林真真一头雾水，然而很快他就想明白马德彪的意思了。你不会是想找人？林真真没有把话挑明，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一时间他有些胆怯起来。这样不好吧？放心，我不会把他怎么样的，就是让他在签合同那天消失一天，等你代替他签了合同，就放他回来。马德彪停顿了一会后继续说道。不过等他回来后，恐怕一切都木已成舟了，他想闹估计也没辙了，大不了把老爷子额外奖励的10%股份给他，这样他得了好处也没话说了。不过这董事长之位就落在你身上了。听到这里，林真真忽然眼睛一亮，这计划不错，10%的股份给他，林真真倒是可以接受，关键是这董事长之位绝不能让给他，如果真让他坐上了董事长之位，一旦查核起来，他捞油水的那些事怕是就要暴露了。何况等他坐上董事长之位后，想捞钱还不简单。还是老公想的周到，那你赶紧去安排人吧。不过可千万别让人伤害了二妹。林真真也不想真的伤害林一芬，毕竟是她的亲妹妹，只是为了这董事长之位，只能让她失联一天了。放心，我又不傻。马德彪点了点头，他做事还是很有分寸的。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98，想从我身上找回场子。第二天一早，王成是被何小言的电话给叫醒的，说是叫他陪他去逛街，同行的还有他的2个表姐妹以及他们的男朋友。好吧，你在哪？我马上就来。王成说着打了个哈欠，好像他还从没陪何小言逛过街。在城西的曼德罗街上，何小言很快报给了他一个地址。王成收到后微微有些惊讶，一帮富二代还真是有钱啊，居然会选择去清水城有名的24小时街去逛街。这24小时街的意思是24小时营业，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都会有人轮班值守，想要买东西随时都可以去，是清水城非常有名的一条街。不过这条街上卖的东西也是相当的贵，国际大牌、顶级会所，甚至连吃的美食也都是贵的离谱。但即使是这样，这条街还是从早到晚
从晚到早，依然是人满为患。有些人专程坐车从其他城市过来这里买东西，可见这曼德罗街是名声在外。我马上就来。王成挂掉电话后，简单收拾了下，就开着车径直奔向了城西有名的曼德罗街。王成到的时候，才早上9点多。一般步行街这个时候，好多门店都关着，但是这曼德罗街上的各个旗舰店都顾客盈门，好不热闹。王成，你来了，我给你准备好早餐了。何小妍看到王成过来后，俏脸欣喜地跑了过去，还将手里的一盒包装精致的美食递了过去。你想逛街也不用这么早吧？王成说话的同时，随手打开了何小妍递给他的盒子，将里面一团模样酷似小狗的蛋糕给拿了出来，居然还是热的。正好他还没吃早饭，有些饿了，直接张嘴咬了下去。原本以为会是蛋糕的甜腻味，没想到这里面不是纯粹的蛋糕，而是米糕一样的东西。外面那小狗也不是纯奶油做的，好像混合进了其他东西，吃起来很软，里面还有甜汁流出来，味道非常美味。王成还是头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蛋糕，这什么糕点？太好吃了！王成忍不住几口就把这小狗蛋糕给吃进了肚子里。这是米其林级的糕点，可是要8000块一个。何小妍看到王成喜欢吃，就很是开心。8000块一个，王成有点吃惊，这么个手掌大小的蛋糕居然要8000块，这尼玛也太贵了！这是在吃钱吗？王成震惊的表情一丝不落的被旁边几个俊男美女看在眼里，正是何小妍的2个表姐妹以及他们俩的男朋友，一行4人，农村来的，果然就是农村来的。8000块一个蛋糕就把你给吃惊的这副样子，真是出息。说话的这位就是城西2流豪门贵公子甄天云，是何小妍表姐马婷婷的男朋友。在他旁边站着的那位打扮性感妖艳的美女，就是何小妍的表姐马婷婷了。人长得也是非常漂亮，身材也不错，不过比起何小妍来，少了一丝清纯的味道。人家农村来的穷小子，第一次吃到这么贵的蛋糕，这反应也算可以理解。这位说话的是何小妍表妹的男友张青，是城南2流豪门张家的公子。挽着他手臂的那位娇小玲珑的美女，就是何小妍的表妹石小雨，也是个美人，不然富二代也看不上她。何小妍母亲这辈基因还是很强的，虽然生的都是女儿，但个个都是美女，真是神奇的很。你们俩算哪根葱？王成皱了皱眉，来回扫视了他们4人，特别是那2高富帅，感觉那2名高富帅看向他的时候，带着一丝火药味。王成好像第一次见到他们，怎么一上来就感觉他们看自己不爽呢？我叫甄天云，城西2流豪门的公子，听说就是你帮着婷婷的2姨拿到了订单是吗？甄天云看他不爽，就是因为他才害得被婷婷还有他爸妈看不起他。原本他都已经托人联系上了荣源房地产公司的副总，对于这笔订单势在必得，然而却半路杀出来个农村来的穷小子王成，硬是将他的脸面撕下来踩在脚下踩，这让他不仅在自己女朋友马婷婷面前丢脸，还被马婷婷的妈妈好一顿数落。这才想起来约王成出来，将这个场子找回来。哦，原来是你们2个不中用的富二代啊！小妍的大姨小姨还说你们是废物呢。今日一见，果然如此。王成笑着回应道，话里藏刀，刀刀扎心。同时王成也清楚这2个高富帅为什么看到他就带着火药味了，原来是他抢了他们的面子和尊严，今天是来找他要回面子的。你才不中用，你全家都不中用。另外一个富二代张青一脸的愤怒的也站出来回怼道，从小到大哪里受过这份气，居然被人指着鼻子骂不中用，废物！这次一定要给这个农村来的穷小子一点颜色瞧瞧。行吧，我知道了。王成笑了笑，既然想从他身上找回场子，那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先打个电话，你们先聊。说着，王成跑到一边去打电话了，直接打给了安宁，然后叫他把城西甄家的甄天云公子名下的产业，以及城南张家的公子张青名下的产业调查清楚后，将资料发到他手机里。好的，少爷，我马上去准备。安宁话音未落，王成又问道，对了，曼德罗街有没有会员卡之类的？王成觉得这条街上的东西实在是太贵了，虽然他很有钱，但还是不太习惯这么大手大脚的花钱，而且看这情况，接下来肯定要花钱大比拼了，得提前弄个会员卡，不然他们有，而王成没有，不就落了下风了吗？有的少爷，曼德罗街最高级别的会员卡是9星 VIP 卡，整个清水城估计不到10人有，不过陈总那里应该有一张，需要我为您取来吗？安宁在电话那端说道。那还等什么？赶紧取来吧。王成没想到陈豪成居然还有曼德罗街的9星 VIP 卡，那感情最好了。挂掉电话后，王成重新回到了何小妍身边。此时他们几个正商量去哪消费，王成也没来过这里，
就随他们吧。他们去哪里，王成就奉陪到底。王成，这银行卡给你，密码是你生日。何小妍趁他们没看到的时候，偷偷将一张银行卡塞到了王成手里。银行卡？王成想了一会，很快就明白何小妍为什么会给他银行卡了，估计是怕他等会买东西时付不起钱，在他的几个表姐妹面前丢脸，所以就偷偷给了王成银行卡，不至于等会买不起这里的东西而丢脸。说实话，这何小妍的确很为王成考虑，甚至连银行卡的密码都是王成的生日，可见他心里满满的都是王成。不过王成可不会用女人的钱，将银行卡塞回给了何小妍，小声说道：我有钱，还有这里的9星 VIP 卡，消费的时候用不了几个钱。何小妍听到后张了张小嘴，一副震惊的表情。这9星 VIP 卡可是在曼德罗街上年消费1个亿以上才有的会员卡，王成是怎么会有的？我们商量好了，就去曼德罗的王府楼吧，那里可都是国际大牌。甄天云扫了一眼一身廉价衣服的王成，眼里闪过一丝鄙夷和冷笑，等会看你怎么出丑，就怕某些农村来的人消费不起。看到价格后吓跑了，张青也在一旁冷嘲热讽道：这2个高富帅眼下对王成是满脑子想的是从他身上找回场子，在女朋友面前找回脸面，所以能尽量奚落王成，他们就会不遗余力的来嘲讽他，让他也尝尝在他女朋友面前丢脸的滋味。那行吧，等会我就怕你们消费不起，然后又在自己女朋友面前丢脸了。王成嘴角笑了笑说道：王成，你个穷小子，别在这说大话，还不是吃我2表姐的软饭，就你这种农村来的有几个钱，还想在这曼德罗消费？能带你进去王府楼，已经算给你面子了。要知道进王府楼，至少是1星会员才能进去。施小雨也站了出来奚落道：是啊，你这穷小子也就一张嘴骗骗2表姐，不过曼德罗的王府楼可不是靠一张嘴就能消费得起的，到时候别被吓跑了哟。马婷婷也忍不住上来补刀：是不是靠一张嘴？等会就知道了。王成嘴角淡淡一笑：行，看你能装逼到几时。那我们走吧。甄天云嘴角冷笑了一声说道：等会上个厕所先。王成想着还没拿到安宁送过来的9星 VIP 卡，暂时还是拖延下时间为好，说着就匆匆跑远了。半个小时后，安宁才将陈总的9星 VIP 卡给送来，女仆装可爱又漂亮，走在曼德罗街上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少爷，陈总的9星 VIP 卡给您取来了，这会员卡除了最高可以打1折外，还享受各种活动的优先权，还有好几处地方是可以免费领取新品试用的。安宁喘着气说道：看来之前他为了赶时间，下车后跑着过来的。这9星 VIP 卡还有很多其他福利和权利，我都发到你的手机上了，到时候你可以自行查看。另外他们2位公子的名下产业资料也发到你手机里了，辛苦你了。谢了，你先回去吧。王成将9星 VIP 收入口袋中后，心中大定，等会看我怎么教训你们。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99，我要是能买下呢？这2个富二代是想从王成身上找存在感，不过却是碰到硬茬子了。王成可不好欺负啊。几个人等了好久都没见王成回来，在一旁又开始嘲讽起来了。那个农村来的穷小子怎么还没回来？不会是没钱跑了吧？是啊，2表姐，你找的这个穷男友不行啊，要不要我给您物色一个有钱的富二代？施小雨扫了一眼何小妍，一脸鄙夷的说道：不用，管好你自己的就行。何小妍有些生气，但同时也很担心王成，这么长时间了，他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什么意外了？正想打个电话给他，王成兀自跑回来了。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王成笑着说道：没跑就好，我还以为你没钱跑路了呢。马婷婷一脸嫌弃鄙夷的说道：走吧，赶紧去王府楼。甄天云随即叫道：王府楼是曼德罗街一座比较著名的奢侈品商厦，里面卖的东西种类非常齐全，关键都是国际大牌，价格非常昂贵，一般人进去里面也只是长长见识，过过眼瘾。不过能在里面毫无顾忌下手买的，大部分都是富二代，还有一些中年富商带着情人过来陪他们逛街。王成他们进来的时候，看到在这里逛街的都是衣着华丽之辈，像王成这种穿着廉价衣服过来的几乎没有，就连各个展柜边的服务员小姐姐也都是个个穿搭很精致，有些农村来的真是连服务员穿的都不如。甄天云忍不住又鄙视了一番王成。王成撇了撇嘴，并没有将他放在眼里，心里想着等会该怎么从他们手上忽悠点资产过来。大家快看，是 LV 的展台。马婷婷老远的就看到了奢侈品大牌 LV 的展台，立马兴奋的跑了过去。施小雨也跟着跑了过去。这些白富美身上穿的都是名牌，不是父母掏钱就是男朋友掏钱，
所以他们根本不在乎钱不钱，只在乎自己喜不喜欢。甄天云和张青两个富二代，似乎也找到了在王成这个穷小子面前装逼的机会，赶紧快步走了过去。我们也走吧。甄天云一脸鄙夷地对王成催促道。王成点了点头，这两个富二代是有多么的想在他面前装逼啊！看来他们对于昨天被王成截胡订单一事，还是耿耿于怀啊！着急的想在女朋友面前证明他们是有存在价值的，要比王成这个农村来的穷小子有用的多。何小妍却是有些担心，王成，要不我们还是去其他展台吧？何小妍怕王成浪费钱 ，LV 这种奢侈品，他一般都不会买，最多是用他妈妈用剩下的拿来用。别看何小妍是白富美出身，但平时还是很节俭的。别，先让他们嘚瑟下，等会就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王成嘴角笑了笑，说着也跟了过去。好吧，何小妍也只能无奈答应了。几人来到 LV 展台后，施小雨和马婷婷两个对这里似乎很是熟悉，一会看看这个包，一会看看那个包，兴奋的不得了。婷婷，想买什么？随便拿，我付钱。甄天云扫了一眼一身廉价衣服的王成，脸上闪过一抹讥讽之意。那个小雨，你也随便拿，我扛着。张青也忍不住一阵得意，只有王成站着没有动。呵呵，穷逼，怎么不让你女朋友挑个包包呢？还是付不起钱。甄天云现在很得意，终于在王成面前找到了一丝存在感。我不喜欢包包。何小妍不悦地说道。不喜欢包啊？那等会咱们去旁边的展台看下， LV 也有首饰服装的延伸产品，总有一款你喜欢的。甄天云冷笑着说道。何小妍有点后悔来这里了，本来两个表姐妹约她出来逛街购物也不错，还能联络感情，哪想到他们骗她出来是为了嘲讽王成的，这让她很不开心。天云，我选好了，就要这个包吧。马婷婷拿着一个红色的 LV 包包，兴奋地来到了甄天云前面。行吧，只要你喜欢就行。甄天云也不问价格多少，直接拿出一张卡交给服务员小姐姐去刷了，显得她很豪气。很快施小雨也选好了一个咖啡色的包包，拿到了张青面前，后者同样没有问价格，直接刷卡付款了。两个富二代就这样在王成面前刷存在感，想要极力证明他们是比王成有用的。王成摇了摇头，这两个大傻子。二表姐，你不买吗？还是担心你男朋友付不起钱？施小雨看到何小妍没有进去选，忍不住一阵嘲讽道。别看了，人家找了个穷男友，能买得起才怪呢。马婷婷也忍不住奚落起来，今天这次逛街出游的活动就是她想出来的，目的就是要教训下她这个二表妹，同时奚落下她的穷男友。要不是她，昨天她妈妈的订单也不会被二姨给抢走，所以这次奚落嘲讽都是为了替她妈妈出口气。你们说够了吗？王成，我们走。何小妍受不了，这两个表姐妹实在是太毒了，别，再陪他们玩一下。王成淡淡的说道。好不容易逮到两个大傻子富二代，不忽悠一点资产过来，白跑一趟了。听到王成这样说，何小妍才忍了这口气。这样才对嘛，好戏才刚刚开始就想着回去，这也太扫兴了。走，我们去香奈儿展台去。马婷婷冷笑着说道。昨天她妈妈受到的羞辱，今天一定要在他们俩身上加倍找回来。走走走，我们去香奈儿展台，我早就惦记一款限量版新品香水了。说到香奈儿，施小雨就眼睛一亮，其他人还没走，他就已经拉着张青去香奈儿展台了，其他人也跟了上去。很快几人来到了香奈儿展台前，逛这里的人也有不少，不过大部分都是女的，个个长得都很好看。在他们屁股后面跟着掏钱的主，要么是富二代，要么是大富商。不过此时他们都围着一个玻璃柜看得起劲，而在玻璃柜里面摆放着最新限量版的香奈儿香水，璀璨恋人。哇，限量版新品香奈儿香水，璀璨恋人，我要这个。张青，快给我买下来。施小雨一早就惦记这款新品限量的璀璨恋人香水了，买买买。张青直接将卡递给了导购小姐姐，然而后者却推掉了，颇为抱歉地说道。不好意思，这位先生，这块璀璨恋人是新品限量版，只有曼德罗街7星以上的会员卡才能购买，要7星以上的会员才能买。张青一阵无奈，他也明白这里的规矩，有些新品或者是限量版的珍稀品都需要高级会员才能买。天云，你不是有这里的会员卡吗？是几星的？马婷婷忽然想起了什么说道。我的才4星级别，年消费还不够。甄天云也有些无奈，怪不得那些人围着璀璨恋人香水只看不买呢，原来是会员级别不够。唉，真郁闷。施小雨有些泄气，看到他们都买不了。王成知道机会终于来，随即走上前去，淡淡的说道，我可以买，你能买？
真是想笑死你爹了！你个穷逼，别说有没有钱买了，就是会员卡都没有，你怎么买？甄天云毫不留情地讥笑道：“这农村来的穷小子，是不是没听清导购小姐姐说的话吗？要7星级会员以上才能购买。我看他连什么是会员卡都不知道。”马婷婷也是在一边奚落道：“呵呵，你个穷小子，没钱就别出来装逼可以吗？”张青也出来嘲讽道：“那万一我能买呢？”王成没有在意他们说的话：“你要是能买的话，我跪下叫你爹。”张青当即不甘示弱地说道。在他想来，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肯定拿不出7星级以上的会员卡，叫爹多没意思。听说你张少名下在城西有一处娱乐会所，我要是能买到这个璀璨恋人的话，这娱乐会所无条件转让给我怎么样？王成将真实目的给说了出来。呵呵，那要是你买不了呢？张青不甘示弱地说道。那我跪下来对你3跪9叩，叫你爹，怎么样？王成笑着回应道。好，老子跟你赌了，我就等着给我3跪9叩叫爹，到时候别耍赖跑了。张青很是得意，因为他料定王成这是虚张声势，他根本不可能买得了这璀璨恋人。我不跑。王成笑着应了一声后，又转头对甄天云问道：“你要不要也来参与下？我买不了，也给你3跪9叩就爹。”行啊，谁怕谁？甄天云还愁找不着机会教训他呢，正好自己送上门来了，等会还打算在他3跪9叩叫爹的时候，把现场视频给录下来，然后发到网上去，让你颜面丢尽。那要是我能买下的话，你在城南的一家度假山庄可就要无条件转让给我。王成可得事先把赌约条件给说明了，不然到时候他们抵赖就不行了。没问题，你要是能买下这璀璨恋人，想要什么都好说。甄天云这么大方，完全是因为他不相信王成这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能买下这新品限量版的璀璨恋人。马婷婷听到这里，也忍不住站出来说道：“二表妹，你也听见了，到时候你男朋友要是抵赖跑掉了，我们可得找你算账了。”马婷婷心也坏得很，一心想要替他妈妈出一出这口气。何小妍蹙了蹙柳眉，这马婷婷实在是太讨厌了，不过在心底还是很担心王成。王成拍了拍何小妍的手，叫她安心，旋即走到了那个导购小姐姐面前，掏出了那张从陈豪成那里取来的9星级 VIP 卡。顿时全场都安静了。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今天准备爆发，大家打赏走起！第100，赔了夫人又折兵，说的就是他们。当王成拿出9星级 VIP 卡的时候，全场都一下子安静了。我有9星级 VIP 卡，是不是可以买这个璀璨恋人的香水了呢？王成对那导购小姐姐笑着说道。而很明显，那导购小姐姐也是愣了，她没想到眼前这个一身廉价衣服的年轻人，居然能拿得出9星级 VIP 卡，着实惊讶到了她。要知道这9星级 VIP 卡可必须是年消费1个亿以上才能拥有的，在整个清水城，能拥有曼德罗街9星级 VIP 卡的人不超过10人。而现场看着这一切发生的甄天云、马婷婷、张青以及施小雨4人，都看得目瞪口呆，心底被深深震撼到了。他怎么可能会有9星级 VIP 卡？这穷小子居然有9星级 VIP 卡，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有没有搞错？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怎么可能消费得起1个亿？一定是假的！甄天云严重怀疑王成的这张9星级 VIP 是假的，想让导购小姐姐验卡。导购，你可得仔细验证下这9星级 VIP 卡，这穷小子绝对不可能有9星级 VIP 卡。对，赶紧找人验一下，最好让专业人士来验证下。张青也不甘示弱地说道，他也不相信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能拥有9星级 VIP 卡。导购小姐姐也不是太相信，一身廉价衣服的王成拿得出这种9星级的 VIP， 旋即对王成颇为抱歉地说道：这位先生，稍等下，我需要找专业人士验证下您的9星级 VIP 卡。去吧，快去快回。王成点了点头，并不介意他们的质疑。这几人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那就让你们彻底死心。导购小姐姐将整个展台交给了另外一位小姐姐看管，而她则是拿着9星级 VIP 卡去了曼德罗专业的验卡中心。甄天云他们则是留在原地焦急地等待着。怎么办？这穷小子的卡要是真的怎么办？马婷婷有些紧张了。放心，这穷小子的卡绝对不可能是真的。9星级 VIP 可是要年消费1个亿以上才有权限办卡，像王成这种农村来的穷小子，能一年消费10万就已经是顶天了。甄天云很有信心安慰道：对，他绝不可能有这种9星级 VIP 卡。张青也开始了对王成的讨伐。笑话，这要是真的，那自己名下的一家娱乐会所就要转让给他了。王成淡定地看着他们，微微摇了摇头。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在等待的时候，王成赶紧给林静雅发了一个信息过去，叫他拟好收购合同后，马上带来曼德罗街。
林静雅收到信息后，立马着手去处理了。半个小时后，那导购小姐姐拿着9星级 VIP 卡匆匆回来了，一脸尊敬的来到了王成面前，双手将卡递还给王成。尊贵的先生，这张9星级 VIP 卡是真的，您拥有优先购买璀璨恋人的权利，是否现在让我为您取下来？导购小姐姐的话彻底打碎了甄天云、张青的幻想，同时也再次震惊到了他们。怎么可能？这9星级 VIP 卡居然是真的？这穷小子全身上下加起来不足500块，怎么会有这种9星级 VIP 卡的呢？这穷小子哪里来的9星级 VIP 卡？在他们震惊的同时，何小妍却是兴奋了起来。王成，没想到你真的有9星级 VIP 卡，太好了！看到他们刚才羞辱你的时候，我就恨不得打他们。放心，好戏才刚刚开始。王成嘴角笑了笑，随即又对导购小姐姐说道：“把这璀璨恋人给我拿下来，我买了。”好的，先生，9星级 VIP 卡可以为您打5折，打折下来后，一共是68000。先生是要刷卡还记账？导购小姐姐的话让王成一阵惊疑，这9星级 VIP 卡果然牛逼，居然还能记账。不过自己买的东西，还是自己付钱吧，不让陈豪成费心了。刷手机，王成嘴角微微一笑。王成在马婷婷他们目瞪口呆的注视下，直接用支付宝付钱，买下了这璀璨恋人。当导购小姐姐将那瓶香奈儿的香水交到王成手里的时候，后者将它托在手掌里，在甄天云、张青面前晃了一圈。不好意思两位，我买到了这璀璨恋人，按照规矩，你们名下的娱乐会所和度假山庄以后就归我了。王成嘴角淡淡的笑着，在他说话的时候，林静雅已经带着合同快到曼德罗街了。王成，你敢赢我们？甄天云此时也明白过来了，这穷小子明摆着是想赢他们名下的资产。农村来的，你想钱想疯了吧？敢忽悠到我们头上来了。张青也是一脸的凶狠之相，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人敢算计他，这次居然被这个穷小子连番算计，实在是叫他不甘心。不好意思，愿赌服输。王成嘴角淡淡的笑着，今天不把你们给教训了，他就不姓王。你甄天云被气得不轻，旋即想要用家族势力来吓唬他。王成，你难道就不怕得罪我们城西甄家吗？还有我们城南张家？张青也不甘示弱的上来吓唬道：行啊，你们2家一起上还不够我打的。王成可一点也不害怕他们。好，算你有种，我们走。甄天云想一走了之，反正是空口无凭，王成也奈何不了他们。然而王成拦在了他们面前。这个时候林静雅刚好带着2份合同找到了王成。表哥，收购合同我给您拿过来了。很好，辛苦你了。王成拿到合同后，直接递到了甄天云和张青面前。顿时这2人面如死灰，本来以为是开玩笑的，哪知道这穷小子来真的。要知道这娱乐会所少说也值个1000多万，就这样白白送给他了，岂不是太过败家了？还有城南的度假山庄，虽然不是很有名，但每年也能为甄天云带来数百万的收入，这么好的赚钱产业，就这样输给王成这个农村来的穷小子，实在是叫他不甘心。王成，你什么意思？张青还想抵赖，别急，等签了收购合同再走。王成可不会就这样放他们离去，空口无凭，只能当场签字画押，王成才会放他们走。你未免太过分了。甄天云和张青此时已经完全恨上王成了，就连马婷婷和施小雨也被王成的做法给气得不轻。二表姐，管好你的男朋友，农村来的，素质就这么低下吗？想钱想疯了吧？马婷婷直接张嘴喷何小妍了。何小妍已经忍他们很久了，这个时候便不想再忍了。王成说的对，愿赌服输，签了收购合同才能走。何小妍这话说的他很解气，同时将心里那口气也给发泄了出来。好你们一对狗男女！马婷婷直接开骂了。王成微微有些不悦，看样子等会还得给这马婷婷一点颜色瞧瞧。签吧，签了字，你们就可以走了。王成嘴角淡淡的笑道，同时给他们递过去一支笔。王成，空口无凭，我们凭什么要签字？甄天云这次是明着想耍赖了，旁边的张青也不想签字。然而他话音刚落，林静雅直接一个耳光打在了甄天云的脸上，叫你签就签，不然废了你。林静雅寒冷的语气吓得甄天云和张青一阵哆嗦，这女人也太暴力了吧，你算哪根葱，敢打老子？甄天云不服气，想上去教训这个女人，然而很快3两下就反被林静雅打得嘴角出血了。行，王成，这梁子我们算是结下了，你等着。甄天云被林静雅打了一顿，算是认清了眼下的形势，
看样子对方是有备而来，根本不给他耍赖的机会。旋即直接在收购合同上签了字，而张青哆嗦了一下，也在上面签了字。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甄天云一脸阴狠地说道。可以走了。王成嘴角微微一笑，甄天云他们冷着脸转身就走了。马婷婷和施小雨也快步跟上。然而走到一半的时候，王成将马婷婷和施小雨叫住了。婷婷、小雨，你们等下，我有话要对你们说。有屁快放！马婷婷现在很不爽。王成扫了一眼隔着一段距离的甄天云和张青，用他们能听到的声音对马婷婷他们俩故意说道：这次太感谢你们了，叫来了这2个大傻子，下次换2个富二代带过来宰。事先答应你们的100万，等会打进你们账户的。什么？马婷婷和施小雨听得一脸懵逼，完全听不懂王成在说什么。而前头的甄天云和张青则是隐约听到了王成对马婷婷和施小雨的谈话，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们以为是王成联合马婷婷和施小雨过来骗他们资产的，一时间将他们俩也给恨上了。好呀，2个臭婊子，居然敢合起伙来宰我们！甄天云脸色铁青的直接甩手走开了，心里将马婷婷这个婊子给恨透了。而张青此时也恨上了施小雨。王成，你瞎说什么？谁跟你一伙的？马婷婷一时还没反应过来，等看到甄天云和张青不等他们，反而一脸愤怒的走开了，这才知道王成刚才那番话是故意说给他们听的。好呀，王成，你也太阴险了！马婷婷当即朝甄天云他们追了过去。看到他们狼狈离开后，何小妍这才舒心了，终于走了。本来还想和他们逛逛街联络下感情的，哪知道这2表姐妹明摆着是来羞辱我们的，真是看错他们了。赔了夫人又折兵，说的就是他们。王成嘴角微微一笑，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101，失联与试探。今天是何小妍的妈妈林一芬去城西荣源房地产公司签合同的日子，所以她一早便起来了，还精心打扮了下，甚至连穿衣的细节都很是注意。毕竟今天是她这么多年来最是振奋人心的一天。妈妈，你这身衣服穿起来真好看。何小妍看着林一芬穿了一身红色正装，颇为满意的点了点头。那是，你妈妈年轻的时候追我的人还是很多的，要不是最后被你爸爸骗了，我哪会嫁给他？林一芬在镜子前转了几圈，对自己这身衣服也很满意，随即又感觉身上缺了点什么，想了想后，随手抓起何小妍化妆台上的一瓶香水，往自己身上喷了喷，顿时香水味弥漫在她身上。妈妈，这是我的香水。何小妍一把夺过那瓶香水，抱在怀里，显得很是紧张。很是宝贝，用你一点香水怎么了？真小气！林一芬没好气的数落道。这香水不一样，你要用香水，用另外一瓶。这瓶是王成送给我的。何小妍将手里的香水紧紧的抱在怀里，生怕他妈妈又给抢过去了。现在你老妈用你点香水，都要经过王成同意了吗？真是气死我了！林一芬有些不开心，感觉自己养了20多年的一盆花，浇水养肥，悉心照料，转眼要被人连盆带花给端走了。哪有？你用这瓶香水好了。何小妍将化妆台上另外一瓶香水递给了林一芬。不喷了，气死我了！林一芬假装生气的甩手走开了。何小妍赶紧走过去哄了好半天，林一芬才喜笑颜开。好了好了，我要走了，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还得先去一趟你外公的公司。一些工还在他们那边。林一芬说话的同时，人已经走向门口了。看着林一芬开车出去，逐渐消失在自己的视线内，何小妍感觉心口有些闷闷的，好似今天要出事一般。看来昨晚没睡好，都有点神经过敏了。何小妍晃了晃脑袋后，转身去休息去了。与此同时，林父在公司里一直等着自己二女儿林一芬的到来。在他身边的桌上，要签合同用到的一些资料都已经准备妥当了，就连助手林父也配备好了，生怕没经营过公司的林一芬不懂流程，而在签合同上实出了纰漏。这老二怎么还不来？林父看了看时间，已经是快10点了，距离中午12点签约的时间只剩下2个小时了。从这里赶去城西的荣源房地产公司也需要1个小时，再不过来就赶不上签合同的时间了。爸，你别急，再等等，可能二妹路上堵车了呢。陪在旁边的林真真看到林父很着急，不忘上前安慰道，赶紧给他打电话，再不过来时间就来不及了。林父有些恼怒，这么重要的日子居然都会耽误，这要他如何放心将公司交给他？爸，你消消气，我马上给他打电话。林真真看到林父生气了，却反而有些开心，这正是他想看到的。旋即拿出手机拨了过去，然而电话显示对方关机。为了让林父听得清楚，林真真故意开了免提。爸，你看这二妹也太过分了吧，今天是要签合同的日子，
他居然给关机了。这要是真错过了签合同的时间怎么办？林真真在林父耳边巧言令色道。太不像话了！林父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这可是价值10个亿的订单。他林父做了一辈子的建筑材料的生意，还从来没接到过这么大的一笔订单。要是能顺利完成这笔订单，那他林父的这家公司可以跻身清水城建筑材料行业一线大佬了。他退休前最后的愿望就是能将自己创建的公司带入行业一线大佬的位置。爸，您消消气，二妹应该不会这么不知轻重的。我们再等等。林真真一边安慰着，一边却是暗暗欣喜。二妹啊，二妹，别怪姐姐针对你，咱一切也是为了爸爸的公司发展着想。你一个不懂经营的人，当了董事长，岂不是将公司逼入绝境吗？再等1个小时，再过1个小时，他还不来，由你带人过去跟荣源房地产公司签合同。林父想了想，如实的说道：他这也是没办法了，不能为了林一芬这个人而放弃了这荣源房地产这笔订单。林真真暗暗欣喜，但嘴上却说道：这样不好吧，订单是二妹拉过来的，签合同却让我去，这不是抢了他的功劳吗？是他自己耽误事，怪不得别人。再说这么重要的日子他都能给耽误，我如何能放心的将董事长之位交给他？林父心中燃烧着一股怒火。那我们再等等吧。林真真暗暗激动，有了林父这句话，取代林一芬成为新任董事长指日可待啊。时间在1分1秒的过去，林一芬好似凭空消失了一般，既没有出现，电话也打不通。林父坐立不安，旋即自己拿出手机拨打了几遍，同样显示关机状态。转而想到了问外孙女何小妍和二女婿何阳。想到这里，林父先打给了何小妍，电话很快接通了。小妍啊，你妈妈什么时候过来？他人有看到吗？妈妈一早便出发了，她还没到吗？何小妍原本躺在沙发上休息，听到这个消息，立马从沙发上坐了起来，神色也开始紧张了起来。一早就出发了？林父皱了皱眉头，这让他有点不好的预感。挂了电话后，林父在董事长办公室来回踱步了好几趟，终于还是决定先把合同签了要紧。不等了，真真，你带人去城西荣源房地产公司签合同，我去找你二妹。林父只能这样安排了。好的，爸，那我去安排签合同了。听到这里，林真真一脸窃喜，终于等到这一刻了。她自然知道二妹为什么消失不见了，是她老公马德彪安排人让林一芬暂时失联的。不过等他签完合同后，就会把二妹给放出来。不过到时候木已成舟了，他就能取代二妹当上董事长了。而且出了这一情况后，林父也不放心将董事长之位传给林一芬了。一箭双雕之计，完美。林真真带上工以及要携带的资料后，又随身携带了2名助理，跟着开车去了城西的房地产公司。现在离签合同的时间12点，还有1个小时。此时赶过去还赶得及。此时林真真是春风得意，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而原本就心绪不宁的何小妍，在接到外公的电话后，情绪就更加紧绷了。关键是打他妈妈的电话也打不通，一直显示关机状态。怎么办？怎么办？何小妍急得团团转，最后只能想到一个人，只能让王成想想办法了。关键时候，何小妍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王成，而王成眼下刚好在恒丰文娱监制节目制作。听到何小妍电话后，赶紧找了个安静的地方。怎么回事？别急，什么情况先跟我说下。电话里的何小妍都快急哭了。王成只能先搞清楚状况再做判断。何小妍在电话里一五一十的将他妈妈今天的事情跟王成说了一遍，包括外公打他电话的事情也说进去了。你妈妈失联了？王成悚然一惊，如果没记错的话，今天是林一芬跟荣源房地产签合同的日子，如此重要的日子，林一芬怎么可能会错过？看样子是他真出事了。王成皱着眉头细细思考了一遍，早不出事，晚不出事，为什么偏偏在签合同的日子失联了呢？不会是他的2个姐妹在搞鬼吧？王成忍不住想起了昨天何小妍2个表姐妹来找他们替他们母亲出气的事情，不过这也是猜测，王成还不敢确认，旋即将电话打给了林父，想问下现在是谁替林一芬去签的合同？是我大女儿去签的合同，时间来不及了，只能由她代签合同了。林父如实回应道。挂了电话后，王成暂时也不能确定是不是他们干的，不过很快他想到了一计，说不定就能试探出他们。随即打了一个电话给瑞清集团的美女总裁姚琴，让他嘱咐下面的人，签合同的人只能是林一芬本人，其他人前来一概回绝。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明天还会爆发，跪求一波打赏。第102，另眼相看。林真真此时坐在车里非常得意，取代二妹去签合同，这是她最近几天以来一直在算计的。今天终于如愿了，
二妹啊，二妹，你拉来的订单最终却给我做了嫁衣，真是辛苦你了。林真真心情显得非常不错，幸亏有她老公马德彪的算计，来了个李代桃僵，她才如愿代替了林一芬。林副总，恭喜你了，就连开车的助理小陈也是不忘拍马屁。等我当上了董事长，自然不会亏待你们。林真真豪气的回道。在他看来，这次去签合同十拿九稳了。而这次事件过后，林父对二妹的信任将会降到最低点。车子很快稳稳地停在了城西荣源房地产公司的门口。林真真意气风发地从车子上走了下来，随身带着2名助理，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等会签合同的时候，条款你们可得帮我看仔细了，因为谈合同的人不是他林真真，所以在签合同的时候就得仔细看一遍，不然就不知道这合同具体什么情况了。万一签错了，那回去可得受老爷子一顿骂。知道了。林副总2名助手齐齐点头应道。很快，一行3人走进了荣源房地产公司，跟前台小姐姐说明了来意后，他将林真真等人引到了一处会议室内。请稍等下，我们裴总马上会到。前台小姐姐丢下这句话后便离开了。林真真3人不以为意，就坐在会议室里耐心等着。很快，裴总裴浩一脸亲切地走了进来，不过进来后第一时间对着林真真问道：“这位是林一芬林小姐吧？”林真真有些尴尬，倒是旁边的助手解释道：“裴总，这是我们林真真林副总。”林真真？裴浩皱了皱眉，上面姚总裁亲自打电话嘱咐的他，签合同的人必须是林一芬。想到这里，裴浩的脸色忽然变冷了。对不起，我们只跟林一芬代表签合同，你们还是先回去吧，等林一芬代表过来后再跟我们签合同。说着，裴浩毫不留情面的直接甩手走了，将林真真他们3人留在了会议室里。什么情况？林真真一脸懵逼，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过很快他就反应过来了，这荣源房地产公司签合同是只认人不认他们公司。林真真顿时心中气怒交加，什么玩意，不想签合同，老娘还不伺候呢。林副总，我们现在怎么办？那位小陈助理颇为忐忑地问道。还能怎么办？先回去再说。林真真此时正在气头上，她万万没想到林一芬居然这么有能耐，让荣源房地产公司只认她签合同。这个二妹不好对付啊，居然能让荣源只认她签合同。林真真带着2位助理怒气冲冲地回去了，心里却在盘算着接下来该如何针对她。回到公司后，林父第一时间上来询问情况，一脸的凝重。合同签了吗？林父最在意的还是这笔价值10个亿的订单签没签成，其他事情都得往后排，包括找他的二女儿。没有，对方说一定要二妹本人亲自出现才能签合同。林真真颇为不甘地摇了摇头说道：“一定要老二亲自去？那还不快去找人？”林父这下急了，原本想着先把合同签了再找二女儿，现在看来不行了，必须先找到二女儿才能签合同了。爸，你别着急，我马上派人去找。林真真假装安慰了一句后兀自跑开了，他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得赶紧把林一芬给放回去。与此同时，何小妍正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一脸的手足无措。很快，他爸爸何阳心急火燎地赶了回来。小妍，你妈妈回来了吗？何阳也从林福那里得知了林一芬失联的事情，赶紧从公司里赶了回来。还没呢，这都好几个时了，要不我们报警吧？何小妍提议道。别，暂时先看下情况。何阳皱了皱眉头，今天是林一芬签合同的大日子，他自己绝对不会耽误这种大事，那很可能是他途中出了什么意外，这里面的事情很蹊跷，有时候报警不一定能解决事情，反而会坏事，比如撕票。那就这样一直等吗？何小妍一脸的焦急，脸色都有些苍白。先等等，有人打家里电话吗？如果是绑票的话，对方应该会打电话过来。没有，何小妍摇了摇头。这就奇怪了，何阳一脸的疑惑，难不成是出车祸了吧？想到这里，何阳就更不敢想象下去了。两人在家里焦急地等了1个多小时，忽然林一芬自己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脸色苍白。妈妈，你回来了，可吓死我了。何小妍看到林一芬出现了，吓得赶紧跑了过去扶住她。你这半天去哪了？合同都不去签。何阳也是焦急地责问道。别提了，我车开到惠民河那一带的时候，突然被一个戴着口罩的人用鸡蛋砸了车窗，我气不过想去找他理论，哪知道才说没2句就被他喷了一脸的迷雾，然后脑袋就晕了。醒来后就发现我趴在自己的车里，到现在脑袋还晕乎乎的。林一芬是强撑着身子开车回来的，现在的他只想睡觉，好好休息一番。还休息？合同都让别人给签走了。何阳焦急地大声提醒道。
从之前林父的电话里，他已经得知岳父找不到林一芬，已经让大女儿林真真代替他去签合同了。什么？林一芬猛然惊醒，这才记起今天是签合同的日子。对，我都快忘了，今天是跟荣源房地产公司签合同的日子，我得赶紧过去。林一芬这才想起来，然而没走几步，脚下一个虚浮，差点摔倒。好在有何小言搀扶着，但眼下这样子，怕是签不了合同了。刚才岳父来电话，已经叫你大姐林真真代替你去签合同了。何阳无奈地说道。你再说一遍，什么叫林真真代替我去签合同了？谁同意的？林一芬此时怒火攻心，他好不容易才将荣源房地产公司的合同给谈下来，现在倒好，摘果实的时候却被林真真给摘走了，这让他如何咽得下这口气？他忙活了这么多天，最后却给他大姐做嫁衣了，这口气他如何能咽得下？不行，我得去找他理论，这大姐也太欺负人了吧！不用去了，他签不了。王成突然从门外走了进来，一脸淡定地说道。不过看到何小言的妈妈回来了，他也松了口气。王成，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他签不了？不光林一芬有此疑问，何阳、何小言也忍不住好奇了起来。我让我那位朋友嘱咐荣源的人了，必须要你亲自到场签合同才有效。此时估计你大姐林真真正气闷呢。王成嘴角淡淡的笑着。真的吗？林一芬没想到这个农村来的穷小子居然这么机灵，早把事情都安排妥当了。不信你现在可以打给小言他外公确认下。王成嘴角笑着回应道。听到这里，林一芬赶紧拿过电话打给了林父，不过刚接通电话却被林父骂得狗血喷头，还叫他赶紧找时间去签合同。当然同时也确认了一件事情，林真真想替他签合同却被对方给拒绝了。呵呵，这大姐现在真是好算计，居然想取代我去签合同。林一芬冷笑的同时，心底也松了口气，要是真被他给得逞了，那他岂不是白忙活这几天了吗？不过林一芬对王成这个农村来的穷小子却是越来越另眼相看了。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103，终于见到未婚妻了。为了避免夜长梦多，第二天林一芬带上何阳，一早就去了林父的公司，拿上工等签合同需要带的材料后，直奔荣源房地产公司。很快就如愿签上了合同，并且成为了对接荣源房地产公司建筑材料供应的负责人。林父对其非常看重。董事长办公室内，林父拿着那份林一芬签好的合同，嘴角都快笑歪了。这是他自创建公司以来最大的一笔订单。这次你顺利签下合同，按照之前对你的承诺，10%的公司股份奖励过几天，我会托人转让给你。但是董事长之位，我还需要再考察你一段时间，特别是昨天出了那么大的纰漏。爸，你不知道那是大姐算计的我，不然我哪会错过时间？要不是王成机灵，恐怕这功劳就要被大姐给抢走了。林一芬很是不忿，这大姐林真真是越来越针对她了，估计接下来也少不了她的阻拦和算计。没有证据的事就别在这里乱说。下周开始，建筑材料就要运往城西建筑工地了，从这里到城西的建筑工地，少说要1个小时的路程，你自己最好盯着点。而且城西建筑工地那边经常会有混道上的人找事，你自己注意点。林父最反感姐妹之间斗争了，不想让他们将精力花在这种内斗上，所以让林一芬将精力放在项目上。放心吧，我会盯着的。林一芬暗暗下定决心，这个项目一定要漂亮的完成，给他大姐瞧瞧，同时也让林父公司里的人都看看，他这个即将接任的新董事长还是有能力的。可以说这个项目的成功与否，预示着他是否能顺利接替他董事长之位。2天后，萧慕言演唱会的日子终于还是到了。王成想了一晚上，还是决定去见一见他，也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王成只是纯粹的对这个未婚妻好奇，至于感情什么的，没有一丝半点。要不要跟他提一下退婚的事情呢？王成有点犹豫，毕竟退婚之事影响是非常大的，可能最后连他爸妈、爷爷都会受到牵连影响，这是他不想看到的。好歹萧家可是国内排名前10的顶级豪门世家，被人赤裸裸的退婚，那不是打他们的脸吗？他们岂能善罢甘休？下午下班后，王成开车径直奔向了城东的体育广场。这是清水城最大的体育广场，能同时容纳2万人，算得上是个大型的体育广场了。王成到的时候，体育广场外面已经人满为患了，不过大多是年轻男女，有以学生居多。没想到萧慕言的演唱会居然这么多人，王成一阵郁闷，满眼望去，全是等待进场排队的年轻人。王成的目的是去后台见萧慕言，而不是在前面单纯的看他唱歌，所以趁着排队等待的时间，王成从附近的 ATM 机里取出了2万块现金，以备后用。
有时候钱是万能的。晚上7点半，演唱会终于开始进场。王成按部就班的排队进场，验完票后，王成顺利的进入了体育广场。安宁给他抢的票是最前面的 VIP 顶级票，所以王成的位置在最前面。王成站在前面后，双目环视了一圈四周，只见整个体育广场2万个位置，居然坐满了人，各种荧光棒、灯牌、粉丝牌高高举着，看得出这些粉丝是真的很喜欢萧慕言。这未婚妻也太受欢迎了吧！王成干咽了一口唾沫，这要是被他们知道王成是来找萧慕言退婚的，不知道会不会把他打死在这体育广场里。很快，体育广场上面的18盏霓虹大灯突然亮起，在灯光的照射下，一个华丽的舞台缓缓升起，周围的粉丝开始挥动手里的荧光棒，欢呼尖叫了起来，听得王成耳朵都快被震聋了。有必要这么兴奋吗？王成忍不住吐槽道。舞台升起来后，音乐很快也慢慢跟着响了起来，王成的注意力也渐渐转移到了舞台上。随着前奏音乐的逐渐响起，舞台上缓缓走出来7、8个领舞小姐姐，个个都长得很好看，但却依然没有萧慕言的身影出现。前奏音乐结束后，一个如天籁般的声音虚无缥缈的从舞台角落里紧接着传了过来，通过体育广场4周的扩音器，将他美妙的嗓音传遍了整个体育广场。听到这个声音，全场粉丝瞬间兴奋尖叫了起来。与此同时，体育广场上空的16盏灯也瞬间聚焦在了一个窈窕倩影上，身穿粉红色荷叶仙女裙，带着一丝古风，宛如仙女下凡一般款款从远处走来。舞台上适时的飘出很多白色的器物，将仙女下凡的环境烘托得幻如真实。一首千音带着一丝古风柔美的曲调，完美融入了这环境中。萧慕言款款来到了舞台中央，如天籁般的嗓音仿如被天使吻过，很有穿透力。王成也忍不住深深的被他的歌声给吸引了，看来他这未婚妻果然是在唱歌方面很有天赋。王成的目光跟随着舞台上的萧慕言移动，虽然离得有些远，又是在黑夜中，但借着明亮的灯光，还是能看清她绝美的容颜和婉约的身姿和曲线，果真是沉鱼落雁之姿。比起萧慕言，怕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王成喃喃自语道。一曲完毕后，舞台上的萧慕言暂时回去了后台换衣服，而现场的粉丝观众却仍旧是意犹未尽的样子。王成又耐着性子听了几首歌，看了看时间，已经晚上10点了，离演唱会结束还有半个小时，是时候该去准备下了。等他演唱会结束，正好可以和他见个面。想到这里，王成离开了前排的位置，准备混进后台去。一般演唱会的后台根本不允许外人进入，但王成可是有备而来的。王成偷摸着来到了进入后台的一扇门边，只要通过这扇门就能进入后台了，只是有2个保安把守着，还有监控看着，不是那么容易能混进去的。王成观察了一番，看到有带工作牌的工作人员可以随意进出这里，没有带工作牌的就会被2个保安给挡出去，特别是一些粉丝经常会被这2个保安给拦住，看来得去弄一块工作牌，不然混不进去。王成在门口的一个角落里观察了良久，终于看到了一个带着工作牌的年轻瘦弱的男子从后台走了出来，而走的方向也刚好是他这里。趁他不注意，王成将他拉入了一个无人的墙角，说道：兄弟，借你工作牌和这身衣服穿下。凭什么？那瘦弱年轻人回过神后，直接甩开了王成的手，不忿地说道：我是萧慕言的铁粉，想去里面让他给签个名，当然不会白借你东西的。王成说着，从怀里取出了之前从 ATM 机里提现的1万块钱，直接塞到了这位年轻人手里。那年轻人看到1万块钱，顿时眼睛一亮，既然你是萧慕言的铁粉，钱不钱的就无所谓，这工作牌还有衣服都是你的了。那瘦弱男子当即脱起了衣服和裤子，不带丝毫犹豫。王成没想到这小伙子这么麻利，那他也不客气了，和他换了一身衣服后，又带上了他的工作牌，然后大着胆子往那2个保安看守的门走去。在快接近2名保安的时候，王成心情很是紧张，生怕被他们给认出来，但还是装作平静的样子继续往里走去。那2名保安扫了一眼王成胸前的工作牌后，主动给他拉开了门。后者压抑着心中的激动后，很快步入了其中。进来到后台后，王成这才暗暗松了口气，终于进来到这后台了。现在萧慕言的演唱会应该快结束了，我得赶紧找到他的化妆间。王成现在心里很急，这后台可不是萧慕言一个人的后台，还有很多伴舞伴唱也在这后台化妆，当然他们不可能会和大明星萧慕言一个房间化妆。到底是哪个房间呢？王成在寻找房间的时候，萧慕言的演唱会也终于结束了。王成心下着急，此时也顾不得多少了，直接抓了一个路过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便问道：萧慕言的房间在哪里？我忙得很，自己去找。
那工作人员有些不耐烦，显然忙着去前台收拾道具。不过王成赶时间，直接将怀里另外1万块钱砸在了他手里。对方顿时呆住了。快说，萧慕言的房间在哪里？王成再次问道。左拐第3个房间，那工作人员拿了王成的1万块钱后，立即眉开眼笑，也不管对方什么用意了，直接说出了萧慕言的房间。不过等他转过头来想看清对方长什么样子的时候，王成早已不见了。此时王成已经来到了萧慕言的化妆间门外，见后台门口那边传来骚动声，王成没有再犹豫，直接推开化妆间的门，窜了进去，然后又重新将门给关上。王成在化妆间里扫视了一圈，只有衣柜里能藏人，无奈只能先一步藏进去了，等到时候再出来。很快萧慕言被众人簇拥着回到了后台，虽然他被众星拱月着，但俏脸上满是疲惫的神色，连续唱了3个小时，不累才怪。姑姑，我有点累，想一个人先休息下。萧慕言的声音有些虚弱，可见他真的很累了。那好吧，等粉丝们走完了，我再叫你，不然可能又要走不了了。你先休息下吧。说话的这个人叫萧静，是萧慕言的经纪人，同时也是萧慕言的姑姑，一般人都叫她静姐，留着一头短发，做事很是干练。说完这话后，萧静去忙其他事情了。不过为了安全，有2个保安奉命守在萧慕言的门口。幸亏王成先一步进来到化妆间里了，不然想要再进来就困难了。萧慕言穿着一身纯白色的公主纱裙，显得非常漂亮。进来到化妆间后，将头上的饰品稍稍摘除了后，直接趴在化妆台上睡觉了。他实在是太累了。躲在衣柜里的王成发现化妆间里没有动静，便忍不住悄悄推开了一丝衣柜的门缝，透过门缝往外看去，刚好看到了他在化妆台上休息的萧慕言。那娇弱的身影，疲惫的身躯，看得王成微微有些心疼，旋即轻手轻脚地推开衣柜的门，从里面慢慢爬了出来。为了不发出响声，王成尽量使得动作很轻。萧慕言似乎真的很累了，并没有听到王成的动静，他在化妆台上已经沉沉地睡去了，还流了一脸的口水。王成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看到萧慕言趴在桌上还流口水，微微一愣，万万没想到这个有1000多万粉丝的大明星睡着了居然还会流口水。王成下意识地拿出手机，将这一幕给拍了下来，旋即又在旁边随手拿了一件舞台用的衣服披在他身上，防止他着凉。这次来他也没想好要跟他说什么，似乎这样近距离的看他一眼也不错，长得还真是漂亮，跟小妍一样，都是仙女级别。王成暗自赞叹道。不过很快门外响起了一阵吵闹声，好像是有人想要见萧慕言，却被2个保安给挡住了。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敢拦我！找死！门外说话的这个人长得很是帅气，穿的衣服也都是国际大牌，梳着最为时尚的发型，手里还捧着一束艳红的玫瑰花，明显是冲着萧慕言来的。秦少，萧小姐刚演唱完，正在里面休息，静姐吩咐了，谁都不能进去打扰她。守在门口的2位保安似乎认识着这个高富帅，虽然拦着他进去，但却不敢太过分，可见这秦少身份不简单。你们要是再敢拦我，我可不客气了。那秦少说话的时候，从身后站出来2名身穿黑衣服的保镖。秦少，别为难我们，我们这也是混口饭吃。2名保安显得很为难，在这高富帅面前完全没有一丝勇气。我再说一遍，给我让开！秦少眼里闪过一丝冷厉。秦少，我们也是职责在身，对不住了。2名保安虽然怕秦少，但还是知道自己职责的。那行吧，今天老子就废了你们。说话的时候，秦少手微微一挥，他身后的2名黑衣保镖立即朝2名保安扑了过去，顿时4人扭打在了一起。敢拦我！找死！这秦少冲那2名保安吐了一口唾沫，随即不忿地将化妆间的门给用力推开了。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是王成出现了门后面，拦住了他的去路，一双冷厉的眼眸更是死死地盯上了他。作者有话说，这是2合并成一了。后面情节更精彩，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104，管你是谁，照打不误。王成拦住了这位秦少，主要是不想让这个纨绔富二代打扰萧慕言的休息。萧慕言现在在休息，闲杂人等不要打扰他。王成冷冷地警告道。暂时他还不想和这个秦少正面碰上，但若是他不肯退去，王成也不是好惹的。管你什么天王老子，敢打扰萧慕言休息的，照打不误。你算老几？给我滚开！秦少乃会被王成这个小子给吓住。我再说一遍，萧慕言正在里面休息，闲杂人等不要去打扰他。王成再次严肃警告了他一遍。操！那老子也警告你一遍，我数3声，你要是还敢挡着我的去路，老子废了你！
秦少很是嚣张，也很自信。以前也有人这样在他面前嚣张过，但最后结果都很惨。秦少大声地数了一声，眼里闪过一丝阴狠，同时也有警告的意思。然而他刚数完王成便二话不说，直接一拳打在了他帅气的脸上，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后者直接被打懵逼了，这小子居然敢打我！秦少100个不相信，心底更是闪过一丝震惊。在清水城这种地方，居然有人敢打他秦少，而王成拿给他反应的机会，一拳打完后，再次扑了上去，对着他又是拳打脚踢。操你妈！还敢打老子！我告诉你，你死定了！那高富帅被打了几拳后，开始反应过来了，迅速挥舞起拳头也打了过去。但是这纨绔平时被酒色掏空了身子，乃是农村出身的王成对手。一番对打下来，那高富帅被王成揍得满地找牙。保镖，我的保镖呢？给我赶紧打死他！秦少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嘴角更是被王成打出了血来，心下急了，赶紧大声呼救。然而他的那2个黑衣保镖此时正被那2名保安死死给缠住了。其实是那2名保安故意缠住这2名黑衣保镖的。单论单挑实力，他们2名保安哪是黑衣保镖的对手？但是缠住他们还是可以的。他们也是看不惯这嚣张的秦少。此时突然出现了一个胆大不怕死的小伙子揍秦少，自然要在旁边帮他一把了。我的保镖呢？再不过来，老子要开除你们了！秦少鼻子上也被王成揍了一拳，直接被打出鼻血来了。王成抓住这秦少的头发，再次严厉的警告道：都跟你警告过2遍了，还敢进去打扰萧慕言休息，找死！王成说着，又是一耳光打在他脸上，完全没将这个所谓的秦少放在眼里。此时从舞台上收拾道具回来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了，看到秦少被一个年轻小伙吊打，都看得目瞪口呆。天哪，这不是秦少吗？他居然被人打了！很多工作人员都认识这个秦少，主要是每次萧慕言举办演唱会，他都必到，还次次来后台骚扰萧慕言。这次更是带了2个黑衣保镖过来，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想法。静姐，秦少被人打了，工作人员赶紧转头跑去找萧静。而此时萧静正好回来，他在外面看粉丝都走得差不多了，便想叫醒萧慕言回去。万万没想到，刚走到门口就看到秦少被一个小伙子追着打，还是那种下手很重的那种，一下子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这小子是谁啊？居然敢对秦少下手，而且还下手这么重！萧静着实被惊讶到了。要知道这秦少是京城4大豪门之一的秦家3公子，秦云，混世魔王，谁见了都是惹不起躲得远远的。没想到在清水城这地方，居然被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一个小伙子吊打，赶紧拉开吧，再打下去不好收场。萧静也是怕出事，赶紧出声道。虽然他也很讨厌这秦云，时不时的过来骚扰萧慕言，但奈何人家秦家是国内前10的豪门世家，哪敢真去得罪，只能是能避就避了。萧静一发话，在场的几名男性工作人员纷纷上前把王成和秦云给拉了开来。此时那秦云帅气的脸庞被王成已经打成猪头了，哪里还有半分帅气可言。旁边的人看到秦云被打得这么惨，忍不住暗暗耻笑了起来，就连萧静也是暗暗出了一口气。你小子给我等着，老子回头找人打死你！秦云被劝开后，一脸的阴狠和不服气，从小到大还从没受过如此侮辱，这个仇他一定要报。秦云一甩手，直接铁青着脸往门外走去，而那2个黑衣保镖在保安松手后也跟了上去。秦云离开后，现场的人将目光都集中在了王成身上。这个敢出手打秦云的人，虽然让他们很是佩服，但可以想象，这小子完了，得罪这个混世魔王，不论跑到哪里都要被追杀了。咦，他好像不是我们组的人，怎么有我们组的工作牌呢？服装组的组长眼光很尖，一下子就看到王成胸前佩戴的工作牌是他们服装组的，而那上面的名字完全和王成对不起来。王成暗叫一声糟糕，刚才打人打得太专注了，都忘记周围已经来人了。那什么，我是萧慕言的粉丝，过来找他签名的。王成尴尬的笑了笑，旋即将胸前的工作牌直接丢还给了他们，扭头想走，却发现4周都被现场的工作人员给围住了，还大有一番审问的意思。无奈王成只能转身回去。然而他刚转身便看到萧慕言站在了化妆间门口，此时那张绝美容颜正好奇地盯着他，他手里拎着一件之前王成披在他身上的舞台用衣服。姑姑，让大家都散了吧。之前王成暴打秦云的事情，萧慕言也看到了，这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小伙子，居然冒着被秦云追杀的风险，守护他只是为了让他多休息一会。散了吧，散了吧。萧静赶紧招呼着工作人员，叫他们散开。很快，现场看好戏的人都做鸟兽散，
只是看向王成的时候，都忍不住摇了摇头。他们可以想象，王成可能活不过3天，就要被秦云给废了。你进来吧。萧慕言有些疲惫地说道。王成点了点头，只能跟着萧慕言进去了化妆间里。萧静也跟了进来，后者还直接将化妆间的门给反锁了，然后双手抱胸地问道：说说吧，你装扮成工作人员混进来想干嘛？我就是萧慕言的粉丝，混进来就想要个签名。没有其他心思，王成只能坚定地将这个借口给装下去了。那你为什么会从化妆间里面出来呢？萧慕言蹙着柳眉问道。一个男人躲在女人的化妆间里，肯定是图谋不轨，这不你们来人了吗？我紧张就躲进去了。王成尴尬地解释道，我就想要个你的签名，没有其他心思。那你可知道你刚才打的人是谁？你为什么又要打他呢？旁边的萧静忍不住出来问道。他最好奇的还是这小子居然敢暴打秦云，那可是京城的混世魔王啊，而他背后则是京城4大豪门之一的秦家，就连萧家也不敢去得罪他们。听说是叫秦少，想进化妆间打扰萧慕言休息，我便拦住了他，他还嚣张地威胁我，再拦他就打死我。那我只能先下手为强了。王成淡淡地将之前那一幕给说了出来，似乎没有在意这个秦少是何方神圣。听到这里，萧慕言和萧静都忍不住张了张小嘴，一副震惊的表情。这小子还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不过为了让萧慕言多休息一会，甚至不惜得罪秦云，这点还是让萧慕言颇为感动的。你过来，我给你签名。萧慕言忽然说道。王成微微有些错愕，这就真的要给自己签名了？签哪里？萧慕言又眨巴了下眼睛看着他，那绝美的容颜让王成看得一阵呆滞。签手上吧。王成一时也想不到签到这里，只能伸出手让他给签到手上了。萧静在一边看的翻了一阵白眼，真屌丝无双，他见过太多要签名的了，凡是要签到手上的都会忍不住好几天不去洗手，为的就是想让女神的名字多留一会在自己的手上。而且这种行为多数男粉丝居多，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萧慕言倒是没多想，这王成这么拼命的守护他，满足他小小的愿望还是可以的。抓起大号水笔在王成的手里签下了他的大名后，又忍不住关切道，你得罪了秦云，他是不会放过你的，你还是连夜离开这个城市吧，不然你会被他给打残的。甚至萧慕言没有把话说下去，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得罪了秦云就要被追杀了，赶紧逃命吧。不用，到时候谁追杀谁还不一定呢。王成嘴角淡淡一笑，在这清水城里他还会怕一个京城来的秦少吗？好大的口气，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看你等死吧。萧静在一旁忍不住嗤之以鼻道。萧慕言见王成不愿意逃命，犹豫了下说道，我最近1个月会在城西的琉璃花园别墅住，你要是遇到秦云追杀你，可以去我那里躲几天，他还不敢对我放肆。说着，萧慕言还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号码递给王成道，这是我的手机号码，到时候可以联系我。萧慕言到底还是心软，毕竟这王成可是为了守护他而得罪了秦云，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王成被人追杀而不顾。慕言，你有没有搞错？你的住所能随便暴露吗？还有这电话能随便给一个穷屌丝的吗？萧静大惊失色，要知道萧慕言可是大明星，住所和电话那绝对是保密级的，一旦被狗仔给盯上，那是无尽的烦恼啊。就这样吧，姑姑，我们先回去吧，我累了。萧慕言将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塞给了王成。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成。王成犹豫了下，还是决定将真实名字说给了他听。本以为他会有所印象，然而等待了片刻，他似乎没有什么回应，对这个名字完全没有什么特殊的记忆。那就这样吧，你也先回去吧。萧慕言说着，有些疲累地站起了身，然后在萧静的陪同下径直离开了化妆间。王成扫了一眼手里的签名和电话号码，嘴角忍不住一丝苦笑，和未婚妻的第一次见面居然会是这样子的。不过他认不出自己来也好，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105，命运弄人。一大早，王成就起来了，悠闲地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份关于秦云的资料。这是他昨晚让安宁连夜搜集的关于秦云的资料。在王成看来，像秦云这种京城来的豪门少爷，打了他肯定不会对自己善罢甘休，所以昨晚一回到别墅，就让安宁搜集关于他的资料来。没想到这小子名下居然有这么多资产，秦家果然是家大业大，比之前那几个富二代加起来还要多。王成嘴角微微一笑，他对秦云的纨绔事迹并不感兴趣，倒是对他名下的资产着实惊艳了一把，得想个法子让他心甘情愿地将他这些资产输给我。王成皱着眉头细细思量着，
现在他发现，打击一个富二代的最佳办法就是夺走他名下的资产，让他变成一个穷逼。这样既打击他的自信心，又摧毁了他报复的念头，一举两得。得让陈豪成找人盯着他，这样就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王成嘴角微微一笑，与其坐等他找上门来，还不如主动出击，先将秦云给看管起来，这样他即使想对自己发难，王成也能提前知道他的动向。想到这里，王成赶紧拿出手机打电话给了陈豪成，后者很快就接通了电话。陈助理，我想让你帮我盯一个人，他叫秦云，京城来的，好像是秦家的三少爷，你帮忙在清水城里找下，然后派人盯住他，有什么异动随时叫人联系我。好的，少爷。陈豪成虽然不知道王成为什么叫人盯住这个秦家的三公子秦云，但还是坚定不移地执行了下去。以陈豪成在清水城的人脉和实力，想要盯住区区一个秦云那是太简单不过了，还想在清水城里找我报仇，你也太自信了点。王成嘴角微微一笑。做完这一切后，王成便驱车去了公司。这几天《荒野生活》新一季即将录制，王成会有点忙碌。不过王成刚到公司，他的新助理唐珊珊便一脸着急地找上了他。王经理，陆佳琪的经纪人说他本人生病了，来不了明天的录制现场了。陆佳琪生病了？王成微微一愣，这陆佳琪可是《荒野生活》最新一季的神秘嘉宾，这次为了冲收视率第一，王成可是花了好多钱请这位一线明星过来参加的。怎么说生病就生病了呢？他得了什么病？有跟医院确认过吗？王成有些不甘心，少了这么一位一线明星的出场，最新一季的《荒野生活》收视率就可能要跌了。对方回复说是急性扁桃体化脓，至少需要休息3天。唐珊珊弱弱地回复道：启动 B 计划，不能再等了，明天就要录制，再拖时间就来不及了。好在王成准备了 B 计划，就是为了以防万一。然而情况好似比他想象的更糟糕。B 计划的柳青城因为暂时没有签合同，被合成文娱公司给抢先一步了。唐珊珊说完这句话后，大气不敢喘一下，生怕被王成责骂。要知道这最新一季的《荒野生活》可是整个部门用尽了全部资源在搞，然而明天就要录制了，却碰上了这种情况。王成皱了皱眉头，这合成文娱公司算的时机还真是好。这合成文娱公司就是前任经理吴勇以及他舅舅王东辉被王成赶出去后新入职的公司。为了报王成的一箭之仇，吴勇可是一直在找机会，终于等到了最新一季的《荒野生活》。正在这时，王成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起来，王成下意识地接了起来。只听吴勇在那边很是得意地叫嚣道：王成，你现在没有一线明星可以请了吧？你最新一季的《荒野生活》就靠几个2、3流的明星撑场面吧。吴勇，果然是你干的。王成微微有些气怒，但商场如战场，被人先手了，他也没话说。哈哈，王成，好戏才刚刚开始，我们合成文娱的野外生存挑战明天也要开始录制了，你的那一档《荒野生活》就等着被我压一头吧。吴勇的话很是嚣张又很得意。行，走着瞧。王成直接挂掉了电话，脸色有些不好看。这吴勇长本事了，居然模仿了一档他的《荒野生活》，还请走了他备好的一线明星，这是要绝杀他啊！王经理，现在我们怎么办？明天就要开始录制了，现在要找人的话估计也来不及了，就靠几个2、3流明星撑不起收视率。唐珊珊很是担心地说道。没事，找头部明星的事情我会处理，你做好自己的事情，还有这件事情不要泄露出去，以免部门里人心惶惶。王成忽然想起了萧慕言，眼下只能找他了，请其他明星时间上来不及。说完这话后，王成立即离开了公司，然后驱车去了琉璃花园别墅。这是城西的一个高档别墅区，王成没想到仅仅隔了1天不到就要登门找萧慕言了，真是命运弄人啊。到了琉璃花园别墅区，王成从车上下来后，直接拨通了昨晚萧慕言留给他的电话号码。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通，那端传来了一个慵懒而又好听的声音，好像是才刚起床的样子。看样子昨天萧慕言演唱会太累了，一直睡到现在才醒来。我王成，方便进来你这里躲一下吗？很急。王成不想一开口就谈公事，不然很可能连面都见不着就被拒绝了。毕竟昨晚萧慕言答应他的事，被秦云追杀的时候才能去他那里躲一下。进来吧，我叫姑姑去接你。萧慕言显然没想到王成这么快就上他这里来躲了，不过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很快，萧静戴着口罩一脸不悦地来到了别墅外面，看到王成后忍不住白了他一眼，这屌丝还真是怕死，这么快就找上萧慕言这里躲追杀了。进来吧。
萧敬很讨厌王成，这个家伙一看就是穷屌丝，也不知道慕言怎么会让他进来的。王成应了一声后，跟着萧敬便进入了这琉璃花园别墅。这别墅群虽然是花园式的，但显然要比王成住的紫金观花园别墅要低一级。王成想了想，这里好像也是鼎和集团旗下的房地产产业，那下次进来就不用麻烦这个萧敬了。等会进去后，就给我安静的待着，不要乱走。萧敬将王成领到了 B13栋别墅，开门前还不忘先提醒了下他。好的，我知道了。王成淡淡的应道。门打开后，王成跟着萧敬走了进去。只见别墅里装修的颇为奢华，不过王成自己住的就是紫金观别墅，所以对这里的豪华装修倒是没什么大惊小怪。你先坐沙发吧。萧敬吩咐了他一句后，便离开了。他这是去找萧慕言了。这么一个吊丝要躲在这里，他就感觉浑身难受。恰在此时，萧慕言穿着粉红色的睡衣从2楼走了下来。刚洗漱完的他还是素颜，但颜值依然可以算得上倾国倾城。你来了，秦云没伤到你吧？萧慕言走下来的同时，还颇为关切地说道。没有，只是他在外面派人盯着我。王成这是睁眼说瞎话，明显是自己派人在盯着秦云。你惹到这混世魔王，怕是这日子要难过了。不过你躲在我这里，他也不敢对你怎么样。萧慕言隔着王成很远坐了下来，随手在茶几上拿了一个苹果吃了起来。王成从侧面看去，他玲珑的曲线很是诱人心弦。你个穷吊丝，眼睛看哪里呢？我们家慕言是你这种人能看的吗？萧敬一直在注视着王成，这个穷吊丝进来这里果然是心思不单纯。王成一阵无语，他就打量了一下萧慕言的身材，何况他是老子的未婚妻，光明正大的瞧了又怎么样？可是这话王成终究还是没有说出口。姑姑，他毕竟也是因为守护我而得罪了秦云，就让他在这里躲1个月吧。1个月后，我也要离开这里了，到时候就要靠他自己了。萧慕言淡淡的说道。让王成躲1个月，他也算是仁至义尽了。1个月，萧敬有些受不了，看向王成的眼神都有些冷冰冰了。一想到要和这个穷吊丝同一屋檐下相处1个月，他就受不了。然而王成也是微微一呆，这萧慕言居然允许他躲在这里1个月。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106，忽悠你上套。王成这次来可不是为了躲避秦云的追杀的，其目的是想忽悠萧慕言去参加他的《荒野生活》节目录制。不过要怎么忽悠这位1线大明星加盟，还得好好想个法子。直接上来公事公办肯定不行，搞不好萧慕言会厌恶他，直接将他给踢出别墅了，所以只能智取了。萧慕言的生活很简单，为了不被狗仔拍到，只能躲在别墅里，即使想要买东西也是萧敬代劳。王成趁着萧敬出去买东西的功夫，偷偷坐到了萧慕言旁边。此时他正饶有兴致地看着一个电视剧，嘴里吃着薯片，一副宅女形象。看到这里，王成转了下眼珠，似乎有了主意。慕言，你有听说过最近一档《荒野生活》的节目吗？萧慕言点了点头，眼睛却没有看向王成，而是依旧盯着前面，专心地看着电视剧。你有没有兴趣参与这荒野生活？老是躲在家里也闷得慌，就当是去外面散散心，玩一玩。王成带着一丝诱惑地说道。参加荒野生活？萧慕言似乎有一点兴趣，转头朝王成看了过来，见他坐得离他很近，忍不住跟他保持了一点距离。但很快他又叹气道，姑姑不会让我参加这种综艺节目的，而且还是户外节目。那要是你姑姑同意呢？王成感觉萧慕言对于这种荒野生活还是有一点感兴趣的，毕竟每天待在家里实在是太闷了，去荒野玩玩也是他心所向往的。他才不会同意我去参加这种户外综艺节目呢。你要是能说动他，我倒是很有兴趣去参加这荒野生活，毕竟要在这别墅里待1个月，也是很闷很无聊的事情。萧慕言慵懒地伸了个懒腰，然后抱着一个布偶熊娃娃，在沙发上找了个舒服的位置躺了下来，将那双白皙细腻的大长腿毫不遮掩地伸在了王成的眼前。后者看得微微一呆，不过很快萧慕言反应过来了，身旁坐着一个男人，便又重新坐了起来，将他美丽白皙的大长腿用布偶熊娃娃给遮挡了起来。你去看下姑姑来了没有？萧慕言蹙了蹙柳眉，家里多了个陌生男人，还真是麻烦，都不能随心所欲躺下来了。王成赶紧站起了身，去屋外等着。半个小时后，戴着口罩和鸭舌帽的萧敬终于买东西回来了。刚进到别墅里，便忍不住抱怨道，现在的狗仔还真是麻烦，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得知你住这里的，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出去买趟东西，跟做贼似的。说话的同时，那萧敬嫌弃地看了一眼王成，出去碰到狗仔，心情就已经不好了，回家又看到这穷吊丝，
心情就更加烦躁了，真想把他一脚给踢出去。静姐，我有办法把这些碍眼的狗仔给弄掉。王成听到这里，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或许可以忽悠静姐答应萧慕言去参加荒野生活。你有办法？你个穷屌丝能想到什么办法？用武力去解决吗？真是笑死人了。萧静很看不起这王成，穷屌丝没钱没势的，还以为凭着有2把粗力气就能搞定一切了，真是笑死他了。那要是我能解决他们呢？让他们1个月内不敢再靠近这琉璃别墅群。王成淡淡的笑道。让他们消失1个月？萧静鄙夷的看了王成一眼。你要是能让他们消失1个月，我可以给你100万。萧静之所以把金额说的这么大，就是因为他确信王成这个穷屌丝做不到。他最清楚这些狗仔的厉害了，能忍能藏，还极富有耐心，像牛皮癣一样。而且他们蹲守在那里又没有违法，根本赶不走他们想要彻底让他们消失，在他想来基本不可能做到。我可不要钱，我要是能赶走他们的话，并让他们1个月内不来这里蹲守，你让萧慕言参加荒野生活就可以。王成终于将此来的目的给说了出来，让萧慕言参加荒野生活。萧静一下子懵逼了，这穷屌丝脑子里在想什么？居然想让萧慕言参加这种户外的综艺节目。随即他忍不住将目光看向了正在看电视的萧慕言，后者却完全没在意他们发生的事情。虽然荒野生活这档节目人气还挺高的，收视率一直保持在同时段前3，但萧静只想让萧慕言专心唱歌，其他综艺节目一概拒绝，甚至连影视拍摄也拒绝。萧静想了想，咬着牙说道，那你要是做不到让狗仔消失呢？做不到的话，我就立马从这别墅里滚出去，而且是生是死，再也不打扰你们了。王成将萧静最在意的一个诱饵给抛了出去，这萧静最想让王成从这里滚出去，所以他自信这个条件抛出去，萧静一定会答应。而事实也的确如王成所料的，这可是你说的，我可没有逼你。慕言你也听到了。萧静说着，大声把萧慕言叫了过来，让他给做个见证。慕言，这可是他说的，让蹲守在外面的狗仔消失1个月，做不到的话，他就从我们这别墅里消失。那他做到了，我是不是可以参加荒野生活的节目了？萧慕言似乎在意的是这个，他在别墅里也呆闷了，也想出去透透气。萧静没想到萧慕言这么想出去，但他倒也能理解。行，他若能让周边的狗仔消失，我就答应你去参加荒野生活。萧静想着，反正这穷屌丝做不到，先答应了，让萧慕言开心下吧。同时也让王成知道，他已经表过态了，也让萧慕言做过证了。到时候被秦云追杀的时候，可别想再进来这别墅了。王成见萧静终于答应了，嘴角忍不住微微一笑道，既然这样，那我去处理这事了。说着，王成当即离开了这别墅，并很快消失在了他们俩的视野里。从别墅里出来后，王成径直走向了这琉璃别墅区的服务中心，同时打了个电话给陈豪成，叫琉璃别墅区的负责人立即来服务中心找他。好的，少爷。陈豪成立即答应了王成的要求，并将他的吩咐给坚定地执行了下去。很快，王成便赶到了琉璃别墅区的服务中心。在那里没等多久，一个高高大大的中年男子满脸热切地朝王成迎了过来。请问您是王成，王公子吗？我就是。王成点了点头，看样子这人就是这琉璃别墅区的负责人了。您好，王公子，我叫赵哲，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我就行了。赵哲低眉顺目地说道。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保安？王成也不拐弯了，直接脱口问道。每天执勤的保安大概有30名左右，加上轮班的和预备的，一共大概有100名保安。赵哲不敢有所隐瞒，如实告诉道。王成点了点头，这种高档别墅区的确需要100名保安，但这离王成想要的人数还是少了一些，再去临时招募2倍的保安，所需花费的钱我会承担。王成想了想，有300名的保安，应该能将琉璃别墅群方圆1公里的蹲守狗仔给清理掉了，再增加2倍。赵哲微微有些惊呆，这要是加起来，一共就是300名保安了，要这么多保安干嘛用？但赵哲没敢问出声，让所有保安出动，把别墅周围方圆1公里的蹲守狗仔或者可疑人员都给我清理出去。王成表情严肃地说道。好的，王公子，只是这要持续多长时间？赵哲又忍不住问道。持续1个月，每天24小时，连续派人执勤，在这1个月内，不可放一个狗仔、记者以及可疑人员进入别墅区周围1公里范围内。若是做不到的话，你这琉璃别墅区的负责人也别想当了，听到了吗？王成这次可是下了狠心了。好的，王公子，我马上下去安排。赵哲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眼神坚定的下去安排了。做完这一切后，王成嘴角微微一笑，
旋即转身回去了。作者有话说：求打赏，求打赏，求打赏。第107，搞定了。王成布局完后，很快就回到了萧慕言的别墅里。萧静看到王成这么快就回来了，有点惊讶。你怎么快就回来了？他很无语，想要稍稍亲近一会，都不给他机会。这个穷屌丝实在是太讨厌了。我已经找人在清理那些苍蝇了，估计在吃晚饭前他们就都能清理掉了。以后1个月内也不会有狗仔在附近1公里范围内了。王成淡淡的说道。他嘴里的苍蝇就是指那些专门偷拍明星的狗仔了。你叫人去清理那些狗仔了？萧静听后忍不住一阵讶异，根本不相信这穷屌丝还有这能力。